卖奴隶，上好的奴隶，10个铜板1斤。老板，这个奴隶快死了，不如你将它便宜一点卖给我。行，你这小乞丐，别来这里凑热闹。药国是奴隶社会，公然买卖奴隶并不犯法。这次卖奴隶的价格十分公道，前来看货的人并不少。你真有钱？唐思思重点头。你真想买它？你若诚心要买，只需500个铜板，我就将它卖给你。我没那么多钱。你连500个铜板都没有，你买什么奴隶？我将它500个铜板卖给你，已经算是给你最大的优惠了。嘿嘿，老板，如果他死了，你就将他再便宜点卖给我，好吗？络腮胡子震惊的表情凝固在脸上。死奴隶不值钱，不但不能使唤，而且还得挖个坑将他埋了，倒贴钱都没有人要。这个女娃想要买一个死奴隶回去做什么？难道是吃？死奴隶不值钱。我等他死了再买。得，50个铜板，你快将他背走。我觉得他撑不了一盏茶的功夫，我再等等。10个铜板，你再不将他背走，我就不卖了。他站起身来，在口袋里掏了很久，最终掏出10个铜板递给络腮胡子。唐思思费力将男奴背在背上，他本是外科圣手，意外穿越到与他同名同姓、高烧死亡的16岁少女身上。唐思思背着男奴走到一个包子铺前，他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叫声。这具身体已经2天没有吃过东西了。老板，我们2个包子。不卖，赶紧走。他阴险一笑，背着他一直站在包子铺前。1个时辰过去了，一个买包子的人都没有。这几个包子送给你吃，麻烦你赶紧离开吧。唐思思双手抓着男奴的手，没有多余的手去接包子，于是他张开嘴巴，包子铺老板将用油纸包着的包子塞在他嘴里。他家住梧桐巷子78号。姐姐！唐思思将脑袋一甩，包子朝着唐雨飞去。唐雨有些狼狈地接住了。姐，这是啥呀？肉包子。姐，你可真能干！我说了要给你们带食物回来，就一定会带回来。可是你为什么还背着一个死人哥哥？唉，今年的猪肉又涨价了。姐，猪肉涨价和死人哥哥有什么关系啊？将他带回来以后，我们顿顿都有又香又大的肉包子吃喽。姐，我们快回去吧，娘和外婆快饿死了。我走之前不是给你们留了葡萄糖吗？娘和外婆舍不得喝，全都给我喝了。那就糟了。小萝卜头，你快将包子带回去，让娘和外婆先吃着。他重点头以后，拎着包子就往回跑。这么好到了家以后，他就将它扔到了地上。姐，这个包子留给你。他接过包子，狠狠地咬了一口。天哪，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包子。思思啊，我们虽然穷，但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可不能做呀。娘，外婆，你们搭把手，抬到我房间去。思思，娘，外婆，这是我给自己买的男人。思思，这种事儿咱不能做啊。娘，我们随意被人欺负，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男人。姐，我是男人。小萝卜头，你现在是男孩，不是男人。可是，娘，我已经16岁了，按照药国法律，我可以成亲的，还是不妥。如果娘舍不得让我和他成亲，娘就和他成亲吧。咱家有了男人，别人以后就不敢随意欺负我们了。啊，不行，一女不识二夫，我已经有你爹了。尽管你爹他……娘，你可千万别哭，你一哭，外婆就得跟着你哭。你们快帮我将他抬进去吧。娘，外婆，你们去烧一盆热水放在门口，待会儿无论你们听见什么声音都不要进来。他们2人点了点头，按照唐思思说的去做。他摊开左手，集中精神，一个紫檀木箱出现在他的手心。他将紫檀木箱放在桌子上，箱子迅速变大了。这就是他的金手指。思思啊，热水烧好了。我现在呢，给你打麻醉药，你会睡一会儿。他再对他进行止血缝合、涂药以及包扎。他再从紫檀木箱里取出输液的设备，开了几瓶药水给他挂上。他打开门，将他的衣服扔了出去，又端着一盆血水出来。思思啊，他怎么样了？娘，你放心吧，他死不了。你说我们家活生生多了一个人，街坊邻居的问起来，那可咋说呀？娘，该咋说可由不得我们。明天街坊邻居就会传出很多版本，您只需要记着，我们家从此多了一个人，他叫唐石。他是个取名费，想着他花了10个铜板买了他，就叫他唐石吧。开门，快开门！听这声音好像是刘野。刘野是洛城的捕快，专门负责梧桐巷子这一块。这么好看，唐骑士，点个订阅吧。有人举报你们知人，可有此事？官爷，绝无此事啊。这世上并无空穴来风，
你们若没有吃人，为何会传出那样的话？他动了动鼻子，朝着院子内那棵桃树走去。他又摸了摸地上的泥土，这土里有血，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官爷，您嗅错了，这不是人血。不是人血，难道是鸡血？你们穷得快要饿死了，你们家里能有鸡？这也不是鸡血，这是蟾蜍血。蟾蜍？癞蛤蟆？正如官爷所言，我们一家快饿死了，将死之人胆子也大，于是我夜里去抓了几只蟾蜍，将蟾蜍剥了皮，正打算炖一锅汤呢。蟾蜍在何处？官爷，请随我来。官爷，做甚？其实，你这妇人吞吞吐吐，必定有诈。你今儿要是不说清楚，我割掉你一只耳朵。思，你说。刘野的话还未说完，他就倒下了。娘，你先去回房休息吧。思，你打了官爷，我们可是要坐牢的。牢里有吃有喝，有人保护，我巴不得进去生活一段时间。思，牢里有老虎凳，还有烙铁。娘，你进房休息。你今晚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听见。唐思说完这句话，他费力将刘野拖到柴房，给他注射了足量镇定剂。他起身出去，唐骑士就站在门口。思，你快跑吧，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娘，你相信我，我们谁都不用跑，谁都不会有事的，去睡觉吧。他将唐骑士推入了卧房，又回了自己房间。唐使的麻药已经过去了，他手指动了动，发出轻微的咳嗽声。醒了。你是谁？我叫唐思。为什么要救我？我没有救你，这本就是一桩生意。从此你是唐家人，名叫唐石。这么好看，天刚刚明的时候，他打着哈欠去柴房。刘野的眼睛半睁半闭。你敢绑架我？你不要命了？唐思掐住他的嘴，给他嘴里塞了一片维生素 C。你给我喂了什么？断肠草。你7天之内需要服用解药，否则就会肠穿肚烂，七窍流血而亡。你齐家世代都是开药铺，虽说到这一代没落了，但是我自小喜欢琢磨医书，你若不信，大可7天以后试试。你究竟想要怎么样？我要你替我弄一个户籍。什么户籍？唐家要添一个新成员，他叫唐石。我办不到。刘捕快，我知道你可以。7天之后，一手交户籍，一手交解药。如若不然，你的死相可不好看呢。他说完这些，起身往柴房外走去。再过1个时辰，药效就会完全过去，刘野便可自行离开。刘野是惜命之人，他可舍不得拿自己性命开半点玩笑，所以他一定会帮他。姐，死人哥哥呢？你以后不能再叫他死人哥哥，你要叫他唐石哥。啊，他活了吗？他本来就没死，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和我一起玩啊？小萝卜头很喜欢他，要是我以后出门都带着他，就再也不怕被其他小孩欺负了。小萝卜头，现在姐姐的病好了，再也没有谁敢欺负你了。思啊，你去将这衣服卖了，换点口粮回来。衣服的补丁不下10个，这样的衣服真能卖得出去？思，这衣服是差了些，但这也是我唯一多余的衣服，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娘，你将衣服收着，我自有办法。哎，思，你要去做什么？挣钱。小萝卜头，你有兴趣和姐姐一起挣钱吗？有。思，你可别干坏事啊！这么好看，你们这2个臭要饭的，别再上首府来要饭，赶紧走远点。2位叔叔，我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求你们赏口吃的吧。小萝卜头，你干嘛？姐，我是家里的男人，我会挣钱养活你们的。我们可不是来要饭的啊！那我们怎么挣钱啊？唐思将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纸从怀里掏了出来。这是你接的？你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李尚书长子李乾坤公子身患顽疾，我是特地来替他看病的。小女儿，我可好心提醒你，虽说治好我家大公子有5000两的赏金，但你若治不好，你这条命就没了。姐，我们还是走吧。你信姐吗？唐宇盯着他的眼睛，先是点头，然后又摇头。小萝卜头，你记着，跟着姐姐有肉吃，以后无论姐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无条件的相信，明白吗？我已接了这告示，治得好，我便拿走属于我的赏金；我若治不好，我这条命你们拿去便是。你快将此事告诉夫人。半刻钟后，白雪岩走了出来，接了告示的人是你，正是，将他赶出去。说完这句话，便转身离去。李乾坤公子本为男子，但是却多达异常，宛若孕妇。公子他并未得病，
而是他肚里有一个东西。若让我知道你这是在胡言乱语，我便将你乱棍打死。姐姐，夫人，我若治不好李公子，别说你将我乱棍打死，就算你将我乱刀砍死都没有问题。不过，在我替公子治病之前，可否预支一些赏金？管家给他预支5两黄金。多谢夫人。唐玉，你将这些带回去给娘，让她去买口粮。姐，你将你卖给尚书府了吗？姐姐是去给一个哥哥治病，等他的病好了，姐姐便回来了。我不要姐姐在这里治病，我也不要这些黄金，我要姐姐和我一起回去。小萝卜头，姐姐向你保证，我今天一定会回来。姐，你可千万要回来。唐思思跟在管家李福元身后。喝药喝药，你们天天让老子喝药，老子这药喝了这么多年，肚子也没见小了一点。二公子，这次夫人替你找了一位新大夫。李福元，你这是去哪里寻了一个小女娃来诓骗我？李公子，李管家是否诓骗了你？你一试便知。哼，好大的口气！二公子，您就再试一试，若是此次再不成功，你再打老奴20大板。大夫，你去替公子诊脉吧。你让他们都退下。你这小女娃，你要明白你自己是什么身份，还敢吩咐本公子？我想你应该不想让我接下来说的话，让除你我之外第3人知道。李管家，你带着他们都下去。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本公子得了什么病？公子并未得病，公子肚子里有一个孩子。什么？你将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你肚子里的孩子与你一母同胞。小女娃，你别以为你是个女娃，我就不会动手打你。你们在生长发育之时，你的这位兄弟发育异常，在你肚子里成了一个肉瘤，他吸收你的营养，并且在你身体里渐渐长大。你还是别当大夫了，你去当个江湖骗子，或许生意不错。脱衣躺下。什么？你肚子里的肉瘤靠吃药是好不了的，必须手术治疗。怎么治？用你听得懂的话，就是将你肚子划开，将肉瘤取出，再将你肚子缝上。来人！他的话还没说完，唐思思用一个浸了乙醚的帕子捂住李乾坤的口鼻，他挣扎了一会儿，便昏睡了过去。少爷，我正在给李公子治疗，任何人不得打扰，否则李公子要是有什么闪失，我概不负责。唐思思给他局部打了麻药，这样的手术对于唐思思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切口、吸血、剥取肉瘤。咣当一声，一个20斤左右的肉瘤被扔在铁盘中。他打开门，白雪岩正站在门口。来人，将他抓起来！母亲，别抓他。坤儿，这就是从你肚子里取出的东西。是。此事万不可让他人知道。李管家，将这位大夫请到客房歇着。坤儿的身体很虚弱，随时需要他。是，夫人。唐大夫，请。我叫唐思思，住在梧桐巷子。李公子若是感觉不适，可随时来找我。唐大夫医者仁心，坤儿没有痊愈之前，你就住在尚书府。你的家人，我自会派人去通知。唐大夫，你放心，我一定派人去你家通知到位，行吧？也好。他随着李管家去了客房，李管家给他安排了一个丫鬟秋霜，负责安排他的饮食起居。秋霜，去替我准备洗澡用的热水和换洗衣服。是。半炷香后，他不仅将热水和换洗衣服备好，而且还给唐思思备了几盘小点心。洗完澡后，他正打算去查看李乾坤的情况。夫人有令，没有他的允许，唐大夫不得离开房间。他这是算被软禁了吗？什么意思？唐大夫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若我执意要出去，你们该如何？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唐大夫。卢夫人。如夫人，药国被妾的称呼。我今日身体有些不爽，听闻府里来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特地前来让他为我诊治一二。我已得了老爷应允，还请你们行个方便。如今这位如夫人深得大人宠爱，他们可不敢得罪她。唐大夫，我来尚书府1年有余，大人对我宠爱有加，几乎夜夜在我房中留宿，可我这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唉，有些不妙啊！如何不妙啊？如夫人，每当你月事来临之时，是否疼痛难忍？是。是否还觉得会神疲乏力、头晕目眩？没错。是否还有气短、懒言、自汗之症？有。你这情况比较严重，若不及早治疗，以后恐怕没有此事。唐大夫，你可得将我治好啊！你放心，我定会尽全力治你的病。不过我现在需要一味珍贵的药，名叫无根饮。敢问唐大夫，哪里可以寻得无根饮呢？我家中便有一瓶，由于此药过于珍贵，我将它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现在夫人不允我出去，否则我也好早些将这无根饮取来，早些对你进行治疗。姐姐这般做也太歹毒了些，她重金求医，你将坤儿的病治好了，她却将你囚了起来，她这是个什么道理啊？哎呀，如夫人，我也想不通呢。我正想去问问夫人，可我现在都没法见到她。唐大夫，你且等着，我去老爷那儿替你说情，让他放你出去。多谢。半刻钟后，如霜端着饭菜进来了，她狠狠闻了这饭菜香味。如霜妹妹，你去替我取些水来，我这个人有毛病，一吃饭就要喝水。如霜看了她一眼，转身出去了。当如霜端着白开水进来之时，看着岸上的饭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而唐思思则是趴在岸上一动不动。唐大夫，唐思思并无反应，他将唐思思拖到床上，收拾了碗筷便出去了。大人，唐大夫已经替妾身诊治过了，妾身身体有恙，必须马上服用药物。好好，我这就让唐大夫给你开药。这么好看，可是唐大夫点个订阅吧被姐姐软禁起来了。这是为何？大人，唐大夫医术高强，他能将坤儿大娘胎里面带出的病治好。姐姐非但不感谢他，还将他软禁起来。妾身也想不清楚这是为何。妹妹，你这无中生有的本事可见长了。大人，唐大夫替坤儿治病，过于劳累，此时正在客房休息。你胡说！刚刚我去客房，唐大夫还为我诊治了。妹妹，姐姐可以理解你求子心切，可是这事儿急不得。玲珑，雪言说的对，既然唐大夫累了，便让他在府内休息一晚。我答应你，明日一早我就让他替你开药。客房内，唐思思躺在床上，她蓦然睁开眼，她对草药的味道过于敏感。刚才她大嗅一口时，其实已经嗅出了饭菜中的异常。一根竹棍戳入纸糊的墙，一股白烟飘了进来。她连忙捂住口鼻。再过一会儿，外面嘈杂起来，走水了，走水了！唐思思去推了推窗户，她发现窗户从外面钉死了。她再去推门，门也被锁上。李建坤肚子里长了一个肉瘤，此事放在现代是一种病，而放在封建迷信的药国，这就是不祥的象征。为了防止此事被传出去，白雪岩这是要杀他灭口。他摊开手掌，檀木箱子漂浮在他掌心上，从里面拿出供氧装置。他左手按住氧气罩，右手抡起氧气瓶朝窗户砸去，连砸3下之后，整个窗户脱落。他一下子跳入水中，游到人工湖的另一边。唐大夫，唐大夫，你们赶紧去救人呐！唐大夫还在里面呢。如夫人，火势太大，进不去啊！这可怎么办呢？尚书府这么大动静，白雪岩自然也来了。客房起火，是不是你干的？妹妹，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无法生育，是不是你从中搞鬼？你这般说，可知是何后果？你有娘家人替你撑腰，你不怕我这小门小户出来的妾？不过我告诉你，你若让我无后，我玉玲珑就算是鱼死网破，也不会善罢甘休。淑夫人，我在这里。这么好看，唐大夫，你没死。睡了一会儿，觉得内急便出来了。幸好出来了，这客房没法子休息了，还请夫人将我剩余的诊金付了吧。李管家去账房支4995两黄金给唐大夫。诺，唐大夫，我们对好账，我亲自给你送来。也好，夫人，你以为我将公子腹中东西取出来了，他就可以性命无忧了？术后最忌讳的是感染，7日之内，你若不跪在我面前求我，我定不会再出手救他。唐雨从尚书府回来之后，便一直坐在门口。雨儿，进来睡觉吧。姐姐说过，她今晚一定会回来，我要坐在这里等她。娘，你去做点食物吧，这么晚了，姐姐回来肯定饿了。等我将饭做好，你就不许再等了。天明，咱们一起去尚书府问个明白。一个驼背的老婆婆拄着拐杖走到唐雨面前。小娃娃，你在等你的姐姐吗？婆婆，你怎么知道？你姐姐让我给你带句话，她的脚崴了，现在回不来，需要你去接她。姐姐在哪里？小娃娃，你随我去。齐崔氏进门便喊：妹妹，妹妹你在哪儿啊？大嫂，何事？妹妹呀，我替思思说了一门亲事。大嫂，是哪家公子看上了思思呢？哎呀，妹妹，思思真是好福气，是洛长东的孙员外。大嫂，请回吧。妹妹，那孙员外身体的确不好，孙家的意思啊，是将思思娶过去冲喜。思思嫁过去之后啊，能吃好的喝好的，便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那也不成。哎呀，妹妹，你怎么就这般顽固呢？孙家说了，若是你们同意，还会给20两银子做聘礼，将一个黄花大闺女卖给大户人家当丫鬟，也不过才5两银子。我家思思没这个福气，我记着，茵茵也尚未婚配，茵茵如此美丽，她去更合适。妹妹，女大不中留，思思迟早要嫁人，女儿长大嫁人，那就是泼出去的水，只有儿子才是给你养老送终的人。雨儿，娘将饭做好了，你进来吧。没有人回应她。雨儿，还是没有人回应她。这么好看，雨儿，点个订阅吧。雨儿，你在哪里呀？齐汪氏被吵醒了，她披着衣服，杵着拐杖就出来了。娘，雨儿不见了。都找过了吗？找过了，家里没有啊。或许是她贪玩，出去玩了。我们再一起出去找找。妹妹，我对你说的事儿，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若将此事当做一笔生意，你便将你的女儿送去给孙员外冲喜。唐骑士，你现在跟夫姓唐，而不是姓齐。你被唐家人赶出来，无处可去，就赖在我们家中不走，你这是个什么道理？
这是我的宅子，何时成了你的地方了？娘，将来是庆阳替你送终，而不是这寡妇唐骑士。你滚！我当初若是知道生出的是齐庆阳那狼心狗肺的东西，那时我就已经将他溺死在尿盆里。哼，娘，既然你都这么骂我们了，那我们也不用给你们留情面了。这房子你早在10年前就已经过户给我们，我现在要你们从这里搬出去。庆阳、志刚，你们快出来，将这些常年霸占我们房子的人都赶出去！你们这不孝子孙，你们给我滚！齐志刚一挥手，齐王氏一下子摔倒在地。齐志刚，你还是人吗？她可是你奶奶！他赖在我家中不走，还滋长你们住在我家中，他早就不是我奶奶了。你自己命不好，嫁了一个短命鬼，现在唐家嫌你克夫，将你赶了出来，你就来祸害我们齐家。你可知，自从你来了之后，我们药铺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你若不走，我们都得完。齐庆阳，我在唐家受尽欺辱，你这个当哥哥的不来帮我也就算了，你竟还这般落井下石！我唐骑士从今往后与你断绝兄妹关系，3天之内我会从这里搬出去。3天，我1刻都等不了，你们必须马上出去。唐思思，你这胆小鬼，外面这么大的响动，你都不敢出来看看吗？齐志刚，你给我站住！唐思思，你这深更半夜不在家，是去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齐志刚，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不怪你。哼，你的人不在屋内，却将蚊帐放下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唐思思，你该不会在窝里藏了男人吧？齐志刚，你再往里走一步，我保证让你后悔。你还敢威胁我？我倒是想看看你究竟是怎么样让我后悔。他说着，一下子撩开蚊帐，一只大手犹如铁爪，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他瞬间满脸紫红，哐当一声，齐志刚被从床帐之中扔了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吐了一口鲜血出来。志刚，鬼呀！大舅、大舅母，你们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唐思思吗？他是谁？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唐石，是我哥。如果你们以后再来干找我的麻烦，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滚！唐思思说罢，他们3人连滚带爬的离开了。思思，雨儿不见了，她会不会是去什么地方玩了？平时只要她一出去，其他小孩就欺负她，她也就不爱出去了。唐思思将齐文氏罗裙撩了起来，看见齐王氏的右脚已经完全变形了，她的腿骨折了。外婆，你的脚受伤了，需要先包扎。思思，你别管我，我都是大半截身体入土的人了。你去找雨儿，去找雨儿啊！唐思思就找了几块木板，夹在齐王氏右腿上，再用布条固定住。外婆，疼吗？我这里疼，我的亲生儿子要将我赶出去，我的亲孙子将我推倒在地。外婆，我会孝敬你，也会找到小萝卜头的。齐王氏连连点头。思思，我和你一起去。娘，你留着照顾外婆。思思，你一定要小心。唐思思则是先去了自己房中，躺下，让我再检查一下。他将唐石腹部的纱布剪开，伤口倒是没有裂开，只是有些淤血渗了出来。他重新给他上了药，再次包扎，又将输液装置拿了出来。你还需挂瓶7天，方可下床活动。老人？什么？唐雨失踪前，我听到了一个老人的声音。他说了什么？他在找姐姐。待会儿娘会在门口叫你拔针，你将手背上的针拔掉。思思，娘，半个时辰之后，你就站在我房间门口喊一句拔针，能做到吗？思思，我还是想跟你一起去。娘，家里的外婆还有唐石都需要你，你相信我，我一定将小萝卜头带回来。唐思思说完这句话，就提着灯笼跑了。这么好看，唐思思一脚踹开曲李氏家的房门。唐思思，你来寻你弟弟。曲李氏，将唐雨交出来。嘿嘿，孙员外快不行了，算命先生给他卜过一卦，若是他能在及时娶到你这位纯阳女子冲喜，便可再活几年。你从前从来不在梧桐巷子拐卖小孩，原来你拐走唐雨就是为了引我出现。是，但凡唐雨出现任何差错，你信不信我割你108刀，让你血尽而亡？你若识相一点，我便让你去孙员外府中当几天冲喜新娘；你若不识相，我就让你过几天去与那孙员外配阴婚。你这牙婆子，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嘿嘿嘿，贫贱农妓的命不算人命，我这么做是在拯救你们。小萝卜头，姐姐，他像是被谁捂住了嘴，之后便没了任何声音。将唐雨交出来！你若换上喜服，随我去孙员外家，等你们入了洞房，唐雨便会毫发无损的回去。否则，哼，你等着给他收尸吧！你敢？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干了那么多丧良心的事儿，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事儿是我不干的。以目前形势来看，
他唯有暂时妥协。唐思思，你换好喜服就上花轿，若是晚了，孙员外可等不了。迎亲队伍行了半个时辰，花轿刚停在孙员外府侧门外，管家疾步出来，他凑在屈理氏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唐思思，下轿吧。唐宇在哪儿？等你和孙员外入了洞房，我自会告诉你。你还是赶紧进去吧。新娘子进门。他的鼻尖萦绕的都是香烛的气味，还隐约有哭声传来。唐姑娘，快些吧，老爷可等不了你太久。老爷，老爷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老爷，竟将我们孤儿寡母抛下。难道这孙员外已经死了？这么好看，老爷已去，点个订阅吧。但这婚事不能作罢，你需去地下陪他。唐宇在哪儿？等你去了阴曹地府，你去问问阎王爷。你骗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太傻。我为何要将唐宇还你？他可是我正经骗过来的，若不将他卖了，对得起我费的那番口舌吗？说话间，2名家丁已经压着唐思思的手过去了灵堂。你就是唐思思，原本以为你这纯阳女子的体魄可以让老爷延年益寿，但没想到你这远近闻名的扫把星竟把老爷克死了。你既克死了你夫君，你便下去陪他。手术刀从他袖里划出，他一刀将1名家丁的手掌钉在棺材上。你与孙员外是夫妻，他现在死了，不如你下去陪他。他说完这句话，便抱起老夫人往棺材里放。老夫人身体失去平衡，栽了进去。快救我出去！刚才老夫人还在扮演夫妻情深，现在却怕得要命。老夫人这演戏的本事可真是一流啊！给我抓住他，活剐了他！我看谁敢！你和李公子是什么关系？你觉得呢？你这低贱农妓，你怎么配认识李公子？唐大夫，你救我一命，虽说你拿了诊金，但我还是欠你人情。今夜我帮了你，我们之间就2清了。那好。姑奶奶的，是哪个不要命的，想要害唐大夫的性命？官爷，老夫不知啊。我找算命先生算过，唐思思与老爷八字很合，我想为老爷纳个妾。所以你们就想将他与孙员外合葬？李公子，这事儿存在误会。依我之见，没什么误会。你这恶妇，你竟干出这样事情，你想要伤害公子的恩人，饶你不得。他说完这话，便一下将他扛起。老夫人被胡彪一下子扔到了粪坑。救救我！救救我呀！这么好看，但是我和你之间的账现在才开始算。唐大夫，我不懂啊。你不懂？李公子，你不是特地来报恩的吗？你若替我杀了他，我们之间就算是2清了。也好，唐大夫，你想他怎么死？今年的枫叶不够红，不如就赏他1丈红吧。胡彪，还不行动？唐大夫，何为1丈红？用板子不计数目的鞭打犯人臀部以下，打到筋骨皆断、血肉模糊为止。李公子，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要给您看。不看。李公子，你一定要看啊！那是一枚羊脂玉佩，上面有比较复杂的花纹。你以为你用玉佩贿赂公子能管用？李公子，你仔细想想，我一个贫贱农籍的妇人，我怎敢做这买卖人口的勾当啊！我也是被权贵逼迫。你今日若是杀了我，便算是与他为敌了。将那东西拿过来我看看，放了他。多谢李公子不杀之恩。唐宇在何处？请公子放心，我会在天亮之前将他送回去。那你可要记清楚了，这枚玉佩只能使用1次。若是唐宇天亮之前没有回家，你知道后果。李公子，你刚做的手术没多久，怎么今天就出来了？哈哈，我倒也不想出来，你求我，我不得不来。我求你？李乾坤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请求李乾坤来相救，而且落款的确是他，可他明明没有写过这样的求救信。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李公子，既然你救了我，那我就不计较你母亲对我做的事情。从明天起，每日4时过来输液。也好。李乾坤将唐思思送到家，他便也离开了。思思啊，发生了何事啊？娘，我没事儿。雨儿呢？雨儿她该不会……娘，姐姐，雨儿，我的乖儿子，你没事吧？娘，我没事儿。你去哪儿了？我不小心走丢了，现在才找到回家的路。饿了吧？娘去给你做吃的。这么好看，徐女士将你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没卖到什么地方。唐雨，你若不想说，我绝不强迫你。等你想说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姐，你能再救一个人出来吗？谁？姐姐，她叫婉婉，
是一个很善良的姑娘，你为何觉得她善良？她送了我半个馒头。既然小萝卜头都已经开口了，这个忙姐姐当然得帮。但是今日晚了，此事我们明天再详细讨论。次日4时，李乾坤根据约定来了。姐姐正在睡觉，你不能去打扰她。小娃，你知道我是谁吗？今天不管谁来了，都不可以打扰姐姐睡觉。胡彪，你还愣着作甚？还不将这小屁孩给抱走？你不怕我？怕。那你还不乖乖让出条道来？你虽然长得凶，但是你也不能打扰姐姐睡觉。李公子，是我。这些坏人要找姐姐，不知思思何处得罪了李公子。如果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替他向李公子赔罪。我是来求医的。李公子，思思是我看着长大的，她根本就不会医术啊。夫人，你错了，她不仅会医术，而且医术高明，还请夫人将她请出来，让她替我瞧一瞧。那李公子既然信得过思思，我便将她叫出来试一试。思思，李公子来了。李乾坤来了。你别与他走得太近。什么意思？危险。你是谁？唐石。没毛病。唐思思丢下这3个字，转身出去了。唐思思，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没错。我在认真和你说话。我也在认真的回答你。我的身体完全康复还需要多久？还需15天，你便能正常饮食起居。正常饮食起居？想要更剧烈一点的运动还需多久？唐思思抬眼看他。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需要怎样的剧烈运动啊？就光摇子。至少1个月。你给我多加点药，让我快些好起来。李公子这么着急？急。那我也没办法。我给你加钱。多少钱？李乾坤竖起1根手指。1000两黄金，成交。我还是等1个月之后再去吧。思思，雨儿，吃饭了。他们2人去了灶房。唐大夫，公子让我过来看看你们早膳用的啥，闻着真香。你去告诉他，我们吃的青菜粥和肉包子。唐大夫，那个我家公子起得早，没用早膳就过来了。那你去告诉他，我这里只管治病，不管吃饭。如果想吃饭，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好。姐姐，你说李公子会答应我们吗？这件事对于他来说不算是一件难事，他还得在我这里治病呢，应该会答应。没一会儿，胡彪笑着跑过来了。唐大夫，我家公子说了，除了让他去卖身，其余事情皆可答应。胡大哥，辛苦你了。不辛苦。姐，婉婉在琼花楼，琼花楼是烟花之地，他把你们去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之后会再找他算账。我在府里也吃过肉包子，但是我怎么感觉你家的肉包子和我家的肉包子感觉不一样？你家的肉包子是仆人做的，我家的肉包子是我娘做的。唐大夫，我高价聘请你的母亲去我府里当厨娘，你觉得如何？李公子，我们还是谈谈你刚才答应我的事吧。你要我答应你什么？我想李公子陪我去琼花楼买一个姑娘。唐大夫，你买姑娘来做什么？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他已然到了婚配年龄，但是尚未娶妻。唐大夫，你与你哥哥有仇？那可是他亲眼看上的姑娘，我当然只能成人之美了。那也是。唐大夫放心，我李乾坤说到做到，一定会陪你去一趟琼花楼。李乾坤看向胡彪，还不快去准备？这么好唐大夫，点个订阅你睡着了吗？没。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尚未回答我。哪一个？你婚配否？尚未。唐大夫，那我……公子，琼花楼到了。这位公子，你是来找哪位姑娘啊？你这里可有一位叫做婉婉的姑娘？你们要找婉婉？是，公子啊，要不换一位姑娘吧？我就要婉婉姑娘出来陪我。公子，这婉婉姑娘她不方便啊。现在方便吗？方便，还请公子去房中等候一二，我们立即将婉婉姑娘打扮过后送到公子房中。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婉婉吧，婉婉还小，她经不住这些。我呸！你还以为她是那位高高在上的苏家3小姐吗？哼，苏家被抄了，苏国栋和苏李氏被砍头，苏家男子世世为奴，女子代代为娼。既为娼妓，那便是千人枕万人睡的玩意儿。求求你了，求求你，我替你们做牛做马都可以，请不要让婉婉去，不要啊！老娘当初大发善心留你在这里，你可别不识好歹，给我滚！唐娘，你别再顾着我了，这就是我的命，谁也改变不了。老天爷不长眼啊！你不就是想我去接客吗？你放了唐娘，
我这就去。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唐娘，这世上再没有苏府了，也没有苏家三小姐苏婉婉，你不再是苏府的奴仆，离开吧。公子，你要的婉婉姑娘来了。这位姑娘，你家公子春宵一刻值千金，你随我出去吧。他就留在我房中。我懂，我都懂。公子，那老身就不打扰你们了。这么好看，你将羽扇放下，点个订阅吧让爷好生瞧瞧你。苏婉婉微微点头，缓缓靠近他，随即他眼中一狠，他握紧尖刀朝李乾坤腹部刺去。李乾坤身体尚未恢复，他仓皇后退，唐思思一把抓住了尖刀。啊，好疼啊！放肆！公子，发生了何事啊？无事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兴致了。我宁死不会屈服你们，我们是来救你的。救我？你还记得唐雨吗？你是小雨的什么人？我是她的姐姐，名叫唐思思。我只是给了她半个馒头，我可以替你赎身。我走不了，为何？我不想连累你们。我答应过唐雨，一定将你带回去。你们走吧，别管我。唐大夫，我觉得他说的对，我们先回去处理一下你的伤口。我既然答应了唐雨，便要替他做到这事儿。你可知苏婉婉是何人？不知。苏婉婉，护国将军苏国栋之三女。苏国栋因为与敌军通敌叛国，与其夫人苏李氏被斩首示众。苏家之后，男子世世为奴，女子代代为娼。我们若是敢替他赎身，便是与皇权作对。唐雨这小子专业坑姐啊！我爹没有投敌叛国，他是被冤枉的。是与不是，不是你这个小女娃说了算。哼，你们与那狗皇帝是一伙儿的。你冷静些，有些话只能烂在肚子里，不能说。你今年多少岁？12。你不该待在这里，我会带你离开。不为别的，一个12岁的小姑娘不适合待在这个地方。你不怕吗？总归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法子我暂时没有想到，你且在琼花楼好好等着我。唐思思，你疯了吗？如果是一般娼妓，我可以帮你，可她不同，她是苏婉婉。我知道她是苏婉婉，你若帮了我，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帮你。你让我帮的可是掉脑袋的大忙。你以后也可以让我帮你做掉脑袋的大忙。我们李家世代遵纪守法，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那些事情？这么好看，老板，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一位厨，还是罪臣之女，可有此事？旭爷，真是不好意思，婉婉姑娘近日已经有主了。什么人竟敢与我许大少爷抢女人？你去告诉他，爷今儿出10倍的价钱。旭爷，我们这行有规矩，这姑娘已经进了客人房，不管如何都不能出来了。你今儿若是不将苏姑娘请出来，我便砸了你的琼花楼。好大的口气，我还以为是谁呢。李乾坤，几日不见，你的肚子变小不少，难不成你也学女子果腹？你还和以前一样，口嘴里吐不出象牙。你若不是有你爹撑腰，你什么都不是。许南，同样这句话我也送给你。李乾坤，爷不和你吵，爷今儿就让着你。我还不信你每天都来琼花楼找苏婉婉。你这就又说对了，打今儿起，我还就将苏婉婉给包下了。李公子，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怕有人惦记苏姑娘，必须将苏姑娘包下才放心。李公子，苏姑娘是我们这的头牌，您包下她1个月的费用，共是500两黄金。李公子，你身体不适，在洛城也没个职位，全部靠爹生活，500两黄金对于你来说有些多吧？500两黄金1个月太便宜了，我先包2个月。李公子，那您现在付款？笑话，我出来玩会随身携带1000两黄金，我稍后自会差人将黄金送过来。好，好。苏姑娘我就先带走了，省得有些人惦记她。多谢公子出手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以后当牛做马，听凭公子差遣。苏姑娘，你快起来，今日想要救你的人是唐大夫，我这么做只是帮唐大夫一个忙而已。多谢唐大夫，你就别一口一个唐大夫叫我了，你随着唐雨一起叫我一声姐姐吧。他们刚到唐家，唐雨就迎了出来。婉婉，真的是你，以后我要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这么好看，你不回家休息？点个订唐大夫阅吧。，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麻烦李公子让管家将我的枕巾送到琼花楼。好，多谢。小萝卜头，你去喊唐师哥出来吃饭。好。没一会儿，唐雨牵着唐石的衣袖出来了。自从唐石坐下以后，苏婉婉就不停地偷瞟他。这个男人很熟悉。晚饭过后，苏婉婉便洗漱去了。思思啊，你与唐石一直住在一个屋里，总归是不好的。娘，我们家还有多余的房间吗？我去将偏厅打扫一下。苏姑娘住偏厅，我去和你外婆住在一起。唐石就住我那屋。就在这时，苏婉婉已经洗漱完出来了，她该给唐石换药了。婉婉，你来搭把手。苏婉婉应了一声，
便跟着唐思思去了。竟然是你，你认识他？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他这张脸。若是他以前欺负过你，你告诉我，我绝不偏袒他，我要杀了他。苏姑娘，我对你做过什么事情？你杀了我大姐。你大姐是何人？苏婉婷，你认不认？认。你认就好，我不杀你，我现在就去报官抓你。可是他刚到门口，就看见了穿着艳服、背着横刀的刘野。唐姑娘，你家中这几天倒是挺热闹。刘捕快，我要的东西呢？刘野将一个黑色包裹递给他。那我想要的东西呢？每天早晚一粒，你将这一瓶吃完之时，就是你痊愈之时。刘某还有事儿，先告辞了。婉婉，我送你去李公子那儿住几天。姐，我会出去工作，出去挣钱的，求你了。小楼头，你放心，姐答应你的事情都会办到。你想问苏婉婷的事儿？是。苏婉婷确实因我而死，算是我杀了她。什么意思？此事暂时不能告诉你。唐思思，我们做一笔交易，我尽全力保你家宅平安，你配合我演好一场戏。什么戏？我就是唐石，你的远房表哥。可以，倘若你食言，唐家便再也容不下你。说罢，唐思思便离开了唐石的房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是夜，一个黑影从院墙内翻进来。属下救驾来迟，将主人赐罪。起来，为保护主人的行踪不被发现，属下这就去将这一家人灭口。等等，此事我自有安排，你别动他们，你去替我查清楚关于唐思思的所有事情。是，主人。次日清晨，唐思思洗漱过后，打着哈欠去给桃树浇水。唐大夫，唐大夫，去床上躺着。唐大夫，你这里的医疗条件也太差了。没办法，唐大夫的医术高明，我可以资助你开一个药铺。李公子有这个心，那再好不过了。你最近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洛城转转，看上哪个地方和我说一声便成。不用去转了，我已经看好了地方。你说？骑士药庄。好。唐思思替他扎针输液之后，他就出去了。唐兄，你觉得我与唐大夫成亲怎么样？李兄为何想与思思成亲？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也是除了我父母外唯一看过我身体的女子。可李兄是刑部尚书之子，我们是平民百姓，恐怕是高攀不上。我已想好了，我爹可能不会允许她当我的妻，不过要是让她做我的妾，我爹应该不会反对。李兄，此事你还是与思思商量。我虽说是他哥哥，但是这种事情不能替他做决定。胡大哥，你过来坐一会儿吧。唐大夫，有一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胡大哥，你说。昨儿夜里，公子去求了夫人一晚。他要做甚？公子想要娶你，夫人已经答应了。李乾坤，听说你要娶我？是啊。你为什么想要娶我啊？因为你与众不同。就这，我不同意。你为何不同意？你没本事。没本事？唐思思，这话你得好好说明白。什么叫我没本事？假如你不是刑部尚书之子，你能自己养活自己吗？唐思思。李乾坤将手背上的针拔掉，愤然离去。你觉得，假如我不是刑部尚书之子，我还能干什么？公子生得好看，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卖身？这么好胡彪会和公子回来之后，便闷闷不乐的模样。夫人，公子被唐大夫拒绝了。他唐思思以为他是谁？不就会点医术，竟敢胆大到拒绝坤儿？老爷，您就做主替坤儿收个通房丫鬟吧。如今他的病好了，我们也该替他考虑这些。我瞧着那日来给坤儿治病的唐大夫就很不错。他能愿意吗？他怎么可能不愿意？他家只剩孤儿寡母几人，穷的饭都吃不上。可坤儿那边这事儿坤儿是同意的。夫人，此事就由你来安排。好，李管家，你去账房支取50两银子，去唐家提亲。次日一早，白雪岩就与李管家带着10余家丁往梧桐巷子去了。你好，我是尚书府的管家，这位是我们的夫人。我们此次前来是想来替我们家公子提亲。提亲？夫人，你觉得这婚事如何？我觉得李公子这人挺好，不过这婚姻大事，我不能替思思做主。放肆！你家中什么条件？你心中没个数吗？我亲自上门来替坤儿提亲，你竟敢这般推三阻四！我要同思思商量一下，今儿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得将唐思思带走。你这不是强抢民女吗？我就强抢民女了，你能将我怎么着？白夫人，你不就是想要我跟你去尚书府吗？我随你去便是。唐大夫，想不到你倒是挺识相的。我不同意你们的提亲，也不同意你们将思思带走。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唐石，动手！他几个闪身已经进了家丁的身。放人！放人！将你们的东西拿走，快将聘礼抬走。是夜，苏婉婉行走在洛城大街上，突然他身后传来马蹄声。你见过这个人没有？
见过。你若敢骗我们，我们便让你人头落地。苏婉婉被蒙着眼带到一个地方，她被迫跪下。这么好看，你见过画像上的人？他在哪里？梧桐巷子的唐家。你与他是什么关系？我见过他。小女娃，你可知我们为何找他？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没错，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十恶不赦。他现在受了伤，你们如果想要抓住他，一定要趁早。小女娃，你如此恨他，不如帮助我们抓住他。你们需要我怎么做？你将这个给他吃下。好。唐思思走到后院的柴房中，将这段时间他们喝过的葡萄糖瓶子全部都拿了出来，在里面灌上清水，放了一条小鱼和一株小睡莲在里面。药国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制造玻璃的工业。娘，你明天将这个瓶子拿到当铺去当了。思思啊，你给我说个数，这个瓶子可以当多少铜板啊？这个瓶子啊，最少值100两黄金。思思啊，这样说，当铺老板会不会将我赶出去啊？娘，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做。如果一个瓶子能值100两黄金，那我们后院那些瓶子加起来，我们岂不是发财了？娘，物以稀为贵，我们暂时只出售一个瓶子。那好，我待会儿就将瓶子拿去当铺当了。好巧不巧，唐骑士还没走到当铺，就遇到了齐崔氏。我呸！你个霸占我家宅的寡妇，你这样心肠恶毒，一定会烂心烂肺。那也是我家，你家？哼，你自己嫁了个短命鬼，现在被唐家人赶出去，你还好意思说那是你家？你这寡妇简直该死！在推让之中，唐骑士划中的玻璃瓶子落在地上碎了，众人也看向那碎玻璃，开始议论纷纷。他一个寡妇的手里哪里会有那样上等的玻璃瓶啊？他刚才一直鬼鬼祟祟的，我觉得他这瓶子是偷来的。我们将他抓去报官，这样的小偷就该被当众杖打20大板。尚书府。什么？我娘去唐家提亲去了？没错，夫人今早就带着一堆人过去了，刚刚才回来。结果怎么样？我听说唐大夫并没有将聘礼收下，唐思思竟然拒绝我娘。这么好看，李乾坤坐着马车往唐思思家而去，他正走到半道，就看见唐思思杀气腾腾地走了过来。思思，发生什么事了？带我去一趟衙门，我娘被齐崔氏送到衙门去了。快点上来！胡彪用最快的速度带着他们来到了衙门。台下何人？所犯何事？大人，你要为民妇做主啊！这刁妇霸占了民妇的房子，还将民妇的儿子吓傻了。今日在大街之上，民妇看见他鬼鬼祟祟，于是上前与他理论，不想却从他怀中掉出一物，此物正是我家祖传的宝贝琉璃瓶。他将民妇的家传琉璃瓶摔碎了。这琉璃你是从何而来？齐家世代行医，祖上曾救过立国一名富商，这玻璃瓶正是那富商所赠。这便说得过去了。他所言可属实？大人，不是这样的。那我问你，你现在所居住的宅子是否是他所有？是。你为何要霸占他的宅子？我丈夫战死沙场，我无处可去，只得回了娘家。但是我没想到，我娘已经将房产过户了。那你现在既然知道了，为何不立即搬离？我想搬离，可是我没有银子。你没银子，就是你霸占别人房产的理由？那我再问你，他的儿子是否被你吓傻了？唐骑士咬着嘴唇，他点了点头。你这刁妇，你真是厉害！你霸占他人的房屋，吓傻他人的儿子，毁坏他人的传家宝。我判你上刑30，3日之内搬离他的宅院，你可有异议？民妇无异议。大人，多谢您给民妇一个公道，您真是百姓的父母官。行。大人，民妇有一提议。讲。刁妇唐骑士罪行累累，若是平常杖打他，恐怕不能起威慑作用。依你之意，应当如何？去衣受杖。可行。大人英明。住手！这么好看，刚才大人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我有几处不明，还请大人解释一二。你且说来听听。单凭着妇人一人之言，大人就断定这琉璃瓶就是他的家传宝贝，这未免有些太草率了。依你之言，应该如何？他也说了，是齐家祖上行医，拿着传家宝便是由他夫家传过来的，那么他的相公应该认得，我们只需将他相公找来试探一下，便知晓了。哎呦，这位公子，你突然站出来替这刁妇求情，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你胡说八道，我可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那你就是看上了他女儿唐思思。我原本还想替他说一门婚事，可是那天我去他家，看见他屋内睡着一个男人。你这妇人，若是再胡说八道，我便差人撕烂你的嘴。
他生活不检点，还未出阁，竟然就在屋内养男人。真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那唐思思便是要被进猪笼的。大人，此事可是千真万确的。在他家的男人名叫唐石，他们对外说那是他远房哥哥，但是我知道他压根儿没有这样一个哥哥。来人，去将唐思思带来。唐思思听见县令的话，他拼命挣扎着。胡彪没有办法，只得将他带到马车上，将他的手脚捆住，嘴巴塞住。大人，这妇人说几句唐思思的坏话，你便要将唐思思带来，我也对他们家传的宝贝产生质疑。你为何不将齐崔氏的相公齐庆阳带来？究竟是你断案，还是本官断案？你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分青红皂白，诬陷好人，你这样的人不配当官。来人，将这扰乱公堂的人给我拿下！我看谁敢对公子不敬，将他们全部拿下！等等，不知尹大人前来所谓何事？突然路过，看此处甚是热闹，便停足观看一下。你们继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齐崔氏，你状告唐齐氏的种种恶行，你可有证据？大人，我家中有房契地契。除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证？我相公亲眼所见。你的相公不能作证。那便是他们。唐齐氏、齐崔氏所言是否属实？大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来家中打杂，还将我娘推倒，摔断了腿。齐志刚做了不孝之事，我爹夜里投梦于他，他心中害怕，所以才精神不正常。原本唐思思已经挣脱束缚，当他想要去救唐骑士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唐骑士这样的一番话：你有本事将你口中胡言乱语再说一遍。那栋老宅现在是属于你们，但却是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欺骗娘，让娘过户给了你们。你们想要将我赶出去，我无话可说，可是你们对娘有赡养义务，你们不能将娘也赶出去。齐崔氏，可有此事？齐崔氏十分清楚药国的律法，不孝者需带脚铐游街一圈，接受万人唾弃。大人，绝无此事啊！我娘现在还在屋内躺着，若是大人不信，可以随我去看看。唐骑士，娘年近70，你却还要她日日为你干活，她的悔分明就是在替你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的。这件事情究竟如何，我们一同回去问问便是。本官所要的是人证物证，不是你们二人在这里唇枪舌战。好呀，那我们就一同去问问。唐思思在那里？你就是唐思思？大人，民女正是唐思思。唐思思，我且问你，你是否在家中藏了一个男子？那是我的远房哥哥，他家中变故，突来投靠于我。他可有户籍？有，大人可随时查看。这位公子又是你的谁？他是我的病人。何事如此？正是，此案扑朔迷离，本官不能听信你们的片面之词，还需你们收集证据。等到你们将证据收集完毕之后，本官再做定夺。退堂。思思，没事了，我们回家吧。这么好看，唐思思，点个订阅吧。我家王爷瞧上你了。你家王爷？王爷最近身体不适，国师算过，与他八字最合，能替他消灾解难的人，只有你。你家王爷看上了一个名籍女子？是。可是我与他身份悬殊，就算他同意，皇上也不会同意的。皇上会同意。为何？唐姑娘，我知道此事在你看来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稍微去打听打听，你便知道答案了。唐思思昨儿已经收下了我的聘礼，她与我有婚约了，是吗？大人，我的确已经收下了尚书府的聘书和聘礼。唐思思看向唐骑士，昨儿唐骑士分明拒绝了白雪岩，为什么他今儿又改口了？难道王妃的身份不比尚书府儿媳妇的身份更牛逼吗？唐姑娘，过几日我便来接你去王府。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公子，我们回府吧，我一定会救你的。多谢李公子。公子，荀王的浑水我们不能趟。他虽说是个粗糙汉子，但他也明白荀王是个阎王啊，如果他们去管了这事儿，李家就完了。此事我自会定夺。他说完这句话便出了衙门。唐骑士牵着唐思思，两人也出去了。思思，我们逃吧。娘，我们为何要逃啊？你知道尹大人是谁的侍卫吗？不知。荀王。正在此时，唐石已经走到了唐骑士的背后。那荀王乃是我们药国的活阎王，你若嫁了他，必定活不过新婚之夜。为何啊？荀王16岁开始带兵打仗，18岁立了战功，被封为荀王。自从他凯旋回来以后，他前后共娶了8个新娘，但是都没活过新婚之夜。如今他已经20有6，就在3个月前，他突然得了怪病，见不得阳光，吹不得风。思思啊，
你说什么才见不到阳光，吹不得风呢？什么？真阎王！娘，这些事儿你是从哪里听说的？还需去哪里听说？这些事情，整个洛城的百姓都知道。洛城这么多人，他为何偏偏选中了我啊？思思，这恐怕与你生辰有关。他是要将你抓去取血练功。这么好看，你坐下来听听。订阅吧。事情传言虽说大多失真，但也有所根据。那你的意思是，这荀王真是个火焰王？带兵打仗是真，新娘惨死是真。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明白啊？因为我们那边的版本与你们这里流传的版本相同之处就只有这2点。原来如此。是谁告知你要嫁给荀王？尹大人。尹如？你们今日为何见了尹如？唐时，切勿直呼尹大人的名讳。娘，你先回房休息，我与哥说点事情。思思，你将唐氏带回来的初衷，就是要他当你男人，不如你们2人今晚就成亲。荀王就算再残暴，他也不可能在洛城之中抢一个有夫之妇啊！你初衷竟是如此。唐时，你看在思思救你一命的份上，你就答应吧。娘，你先回去睡觉，这件事儿我自会解决的。不行，你不能被尹大人带走。娘，你太焦虑了。思思，娘该怎么做才能救你啊？求你给我找个产婆嘛！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啊？就你矫情！朱琼是在朱家毫无地位可言，公公婆婆对她非打即骂，还扬言只要她这次生不出儿子，就将她打死。我肚子疼得要死，我生了这么久都没有生出来，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唐思思仔细打量着朱琼氏，她的羊水应该早就破了。你这个扫把星，你别妨碍老子出去发财！呸，真晦气！朱永康说着，他就大步离开了。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你生孩子不在屋内，还要跑到屋外来！你这般让你男人丢脸，以后还靠你男人养你吗？朱琼氏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唐时，娘，你们帮忙将她抬到我屋中去。唐思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是将我儿媳抬到你屋中，儿媳被你们晦气死了，我可要找你们赔偿！唐思思正打算自己去扶朱琼氏，想不到唐氏直接走过来，将朱琼氏打横抱起，然后进去了。这么好看，你快将他放下！订阅吧。你要不将他放下，我跟你没完！说他在我屋中出了任何事情，我愿意每人20两银子的价格赔偿给你。唐思思，这话可是你说的。老妇人不闹了。唐思思也进了屋，她摊开左手，紫檀木箱漂浮在空中，她将箱子放在地上，箱子迅速变大。朱琼氏已经差不多开了5指，可是她现在已经休克了，要让她自己生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唐思思给她输着液，准备开始给她剖腹产。她切开朱琼氏的腹部皮肤，朱琼氏还算幸运，她并无大出血。她将房门打开，唐骑士和苏婉婉正满脸焦急地等在门口。思思啊，朱琼氏怎么样了？唐思思对着她点了点头。娘，这些东西都拿去烧了，再去买几床新被子回来。好。孩子，我的孩子。她将婴儿抱到朱琼氏面前。思思，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思思，你是我和女儿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你，我和女儿已经死了。你还是躺着吧。思思，神还要求你一件事儿，你收养了孩子吧。我没有当父母的经验。孩子这么小，你若不收养他，他和我一起回到朱家，就是个死。秋婶，那你想过与他和离没有？他摇了摇头。秋婶，你若想和你的女儿能有安生日子过，你就得和朱永康和离。你写一份休书，休了他。只有男人可以休了女人，女人是不可以休了男人的。这是什么鬼说法啊？思思，这就是如今的世道，全天下的女人都一样。唐骑士烧了染血的衣物，正准备出门买新被子。他刚打开门，我儿媳和孙子呢？是不是被你们害死了？你不想赔钱是不是？小心我去报官！你想报官，你就去吧。这么好看，唐思思，你这个杀人犯，刽子手！永康娘正骂得起劲儿，朱永康搂着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回来了。娘，你叫她翠云就好。永康啊，翠云她……娘，这都什么年代了，你的思想怎么还这么封建？永康，你这样做是会让朱家的列祖列宗蒙羞的。朱公子，既然大婶不喜欢我，我还是回去吧。我的宝贝儿，你放心，我会说服我娘。你说服不了我，你要敢娶她，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娘，我是真的爱她。爱她？你知道她有过多少男人吗？你和她成了婚，她就算怀了孩子，我都不知道那孩子是不是朱家的。还有，你看看她那手，她能干活吗？你娶了她，还不得我伺候你们2个？
娘，你放心，我不会和朱琼氏和离。以后洗衣做饭劈柴这等粗活还是朱琼氏来做。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小？翠云，这只不过是目前的权宜之计。翠云，娘，你看看你破坏了儿子的幸福。她是什么女人啊？你都敢将她往家里领？她的确是琼花楼的姑娘，但是那也不是她愿意的事儿。你别说了，反正你想娶她，除非我死了。娘，朱琼氏生了没有？我咋知道生了没有？你走之后，她就被唐思思给弄到她屋里去了。唐思思，我婆娘怎么样了？她难产的时候，你对她不管不顾，你现在还有脸问我？我看你还是个小姑娘，我就不与你计较。你快将我婆娘还回来。她现在回不去。瞧你这话说的，她回不来，难道晚上你给我暖炕？唐思思捏紧了拳头，朱永康这是完全不将朱琼氏当人，这简直是将她当成一个牲口。唐石，揍他！唐石走上前去，他一把揪住朱永康的衣领，一下子甩得老远。永康啊，永康，你没事吧？要是永康有个什么3长2短，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和你死磕到底。欢迎来死磕。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姐，外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同你讲。思思啊，我听小雨说你将朱琼氏带来家里了。外婆，我瞧着那朱琼氏实在是可怜，就顺道帮了她一把。朱琼氏的确可怜，她本不是洛城人，2年前她家乡发大水，她父母亲戚全都死了，她变成流民逃难到了洛城，后来被朱永康捡来当婆娘。那朱琼氏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她生的是个女孩。那她以后在朱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外婆，刚刚朱琼氏说要将女儿抱养给我。好啊，思思，我觉得要不你就收养了那个小娃子，今晚就和唐石成婚。若是寻王的人来了，而你一旦被他的人带走，那么下场只有一个。外婆，不是说寻王只是病了吗？假如寻王的人将我带走，而我治好了寻王的病，那我就是寻王的恩人了。思思啊，你是不知，他以前没得病的时候娶了那么几个老婆，都惨死在新婚之夜，听说死状极其惨烈啊。这样说来，这寻王是有特殊癖好？这样就不行了，她可不能嫁给一个有特殊怪癖并且能够随时弄死她的人。外婆，我知道了。思思，刚刚我已跟你娘说过了，让她去买棉被的时候添置一些嫁娶物品，你一定要趁快嫁给唐石。思思，此事你去与唐石说说，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好，我们今晚成亲吧。为何？你我2人成婚之后，我便是有夫之妇。我想那寻王无论有何等癖好，他应该都不会娶一个已婚妇女的。你不是说他有特殊癖好吗？万一他就喜欢这样，那又当如何？男人将女人的贞洁看得很重，我觉得只要我成亲了，他应该就会仔细考虑这件事儿。我要再考虑一下。这么好看，你还考虑什么？点个订阅吧。衣食住行绝不短缺你。听这意思，唐思思是想要养着他。不行，你咋还不同意呢？我都不嫌弃你来历不明，身带残疾，你倒嫌弃我这个黄花大闺女。何意？难道你不明白，当初伤你之人，明摆着就是想要你断子绝孙，你的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所以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子嗣。你说的可是实话？当然，你不信的话，可以出去试一试。我之前还一直顾念兄弟之情，没想到他竟是这样想要我断子绝孙。好，成婚。那我们今晚就会成亲，你好好准备一下。思思姐，你真的要嫁给唐石？思思姐，他不是好人，我知道。那你为何还要嫁他？如果不嫁他，我就会被寻王府的人带走。思思姐，那李公子呢？尚书府我高攀不起，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思思姐，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吗？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姐是被他的手下欺辱，最后撞在他的刀上死亡。他也在场吗？是。唐思思没穿嫁衣，直接气冲冲地往唐石的房间走去。你为何任由手下欺辱婉婉的姐姐？他的父母犯了通敌叛国的罪名，作为他们的子女皆被牵连。他的姐姐被犒赏3军，而苏婉婉由于年少，皇上特地网开一面，她只需待在烟花之地。那你就可以眼睁睁看着她被欺辱致死？我并没有眼睁睁看着，我拔出了刀，如何选择，全看他自己。所以说，他那样做是在救他。皇帝下的命令，谁敢违抗呢？你以前是官家的人。唐思思又回去了，她将外衣脱下，开始换喜服。思思姐，你为何还要嫁给他？婉婉，你的姐姐被犒赏3军，她没有办法直接救她，不管你信不信，她拔出了刀，你的姐姐选择撞上去自杀，她就相当于救了她。我会替你查出你父母是否真的通敌叛国。思思姐，我以为
我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竟然和那个坏人站在一边。婉婉，你家中出事以后，你和你姐姐被带到了不同的地方，为何你会看见你的姐姐撞到唐氏的刀上身亡？有人将我带去了，是谁？我不知道。婉婉，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查出真相。这么好看，一拜天地，点个订阅吧。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唐石和唐思思入了新房之后，娘，送入洞房是什么意思啊？小雨，你想有个侄子或者侄女陪你玩吗？想。今晚他们会非常虔诚的祈求送子观音，给他们送个孩子。今晚你睡地上，我睡床上。你不是说我无法生育，你在害怕什么？我这不是害怕，我自小到大一个人睡觉习惯了，床上多了一个人，我嫌挤。你我二人结为夫妻，理应睡在一起。唐石啊唐石，你不明白我为何与你成亲吗？明白。那你还……你虽说是为了避开荀王才与我成婚，可你手臂上的手工纱一日不除，荀王便知道你是完璧之身，自然不会放过你。他用极其小心的方式剔除了手工纱，然后练习用沾了碘酒的棉签按住手臂。唐思思，你对自己还真是狠。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次日一早，他打着哈欠开了门。姐，我的小侄儿或小侄女呢？哪有这么快啊？难道是姐姐和姐夫昨晚求送子观音求得不够虔诚？那明晚我和你姐夫再求得虔诚一些。唐思思说完这句话，他就入了朱琼氏住的那屋。思思，昨日我相公有没有问起我？问了。他如何说？他和他娘一直嚷着找我要40两银子呢。我就知道，在他眼里，我就是给他们干活的奴隶。琼婶，所以你更要懂得自救。我已经嫁给他了，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没有法子自救啊。那就不说这事了。你放屁了吗？啥？没呢。没放屁之前就不能吃东西。我今天给你输一点营养液和消肿止疼的药。思思，谢谢你。我再问你一遍，你真打算将女儿抱养给我？成。只不过若想将她登记在我的户籍之下，得经过朱永康的同意。我觉着没有银子他不会答应。思思，我对不住你。反正我与唐氏成婚了，也需要一个孩子，有了这个孩子是正好的事情。这么好看，唐思思在头顶扎了一个丸子，穿上了他爹以前穿过的衣服。你要去哪儿？去街上。作何？挣钱。我不需要你养着，你就负责在家里照顾孩子，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快抱走，我不会照顾孩子。假如他哭了，你就把他抱到琼婶那儿去，琼婶会给他喂奶。唐思思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唐思思，他吼完之后，就将怀里的婴儿吓哭了。他顿时手忙脚乱。别哭，别哭啊！闭嘴！一个黑影闪过，男人跪在唐氏面前。他难以想象，昔日杀伐果断的战神，竟会像个奶娘一样哄孩子。如影，你可知怎么哄婴儿？主人将他召来，不过就是为了问他这个问题吧？这可真就难到他了。主人，属下并未哄过婴孩。我且问你，荀王看上了唐思思的消息，是否是你散播出去的？是。为何这般做？那日唐骑士被带到了衙门，主人让我务必保护他们二人的安全。属下只是想借着主人的名声，让那县令知难而退。主人，如影也没想到唐姑娘会逼着你成亲。没有谁可以逼迫她成亲，她愿意和唐思思成亲，自有她的道理。最近几日，我那几个哥哥有何动向？回禀主人，从面上看并无异常，派人仔细盯着。是，主人。还有，唐思思近日出门了，你且去暗中保护她的安全。属下领命。洛城的大街上，唐思思拿着一张画纸，走到了一个家具店。小伙子，你这图是哪儿来的？是我自己画的。老夫当了几十年的木匠，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它叫什么名字？轮椅，能不能做出来？小伙子，你还是找其他人做吧。你是洛城手艺最好的木匠，若是你都说做不出来，我还去找谁啊？李师傅听了，他的心情有些舒畅。制作这个轮椅耗时较长，老夫不保证能做出来。师傅，你放心，在工钱方面我不会吝啬。若你没做出来，我付50两银子；若是你做出来了，我付100两银子。1个月之后来取。好。这么好看，一想到搞钱，唐思思就不由想到了琼花楼的老鸨。唐思思往琼花楼的方向走去。几位姐姐看不见我哟，哪来的小毛孩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知道啊。那你身上有银子吗？几位姐姐开门做生意，难道还要看了客人钱袋才放客人进去？就怕你消费了付不起银子，被打个半死。姐姐们可是在帮你。姐姐们不必担心，我可不是自己来玩的，我是替我家大人过来选美人。你家大人是谁啊？大人既想要寻乐子，又不想被人知晓，我怎能告诉你我家大人的名讳？没一会儿，老鸨亲自来门口接待他。哟，小兄弟，里面请。小兄弟，那位大人可有什么喜好？想要个什么样的姑娘？大人的喜好挺特殊的，不知道你们琼花楼有没有这一款？小兄弟，
不瞒你说，我们琼花楼是洛城，甚至整个药国最大、最好、服务最全的地方。大人喜欢变态的。这位大人口味不一般啊。那是自然，所以你可要好好给我介绍一下。大人要是不满意，你们可就糟了。那我再多嘴一句，大人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呀？虽说大人男女通吃，但是他更倾向于男子。好说好说，不知这位大人是谁呀？你是害怕我家大人给不了银子啊？不，老身不是这个意思。那还不快些带路？小兄弟，还请你体谅一下，咱们琼花楼虽说是烟花之地，但也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乃是琼花楼的心脏，叫做天乐坊。不知大人是何身份，老身不敢将小兄弟带进去。我家大人乃是寻王殿下。小兄弟，那你可有寻王殿下的信物？寻王殿下说了，他的名字便是最大的信物。既是寻王想要，老身便要给寻王殿下最好的。唐思思放眼看去，却看见一男子穿着红衣，披着墨发，撑着头，半躺在一个亭台之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样的美男竟然沦为天乐坊的鸭子，暴殄天物啊！温公子，今日有客人点了你。是这位小公子点了我。温公子，当然不是这位小兄弟点了你，而是他家大人点了你。小公子，你家大人是谁？他家大人便是寻王。寻王？你觉得温公子应该如何去寻王府啊？温公子和我一同从后门出去，我们如同再寻常不过的两个人，从洛城的大街直接走去寻王府。不成，温公子是我们这儿的活招牌，我现还无法确定你的身份，不能让他随意跟你走。老板娘，你可让人在后面跟着我们，若是他没有将我带入寻王府，你的人再上来将我带走即可。小公子，你先行，我在后面跟着你。温清跟在他身后，4个打手出现在老鸨身后，若他是与寻王不相关的人，直接杀了他。是。4名打手领了命，如影便来了。你说要直接杀了谁？影大人。温公子出了天乐坊，自有我们寻王府的人接应，就无需你再插手了。是，有寻王殿下的人做接应，老身自是放心的。此事不可张扬。老身明白。唐思思与温清出来之后，为何街上没有女子，只有男子？是因为天气太热，女子皆在家休息？药国女子无论春夏秋冬都在家中劳作，家中家务本是男子应该操持的事情，为何女子需要在家劳作？温公子，你不是药国人？我是厉国人。温公子，冒昧的问一句，你今年多大了？21。温公子家中是否还有其他人？我母亲还是一介商贾，父亲是母亲的3丈夫，由于性子比较执拗不温柔，不得母亲宠爱。后来母亲生意失败，为了节省家中开销，便将我父亲休了。父亲深受打击，精神失常，他走丢了。而我则是在公主府选阅人之时，因长得清秀，于是就被带进了宫里。唐思思再一次惊呆了，感情这厉国还是一个女尊国。小公子，我们厉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这么好公娘看，救命之恩点个订阅吧。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你说什么呢？你将我救出天乐坊，莫不是因为你中意我？这个纯属巧合。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唐思思。唐姑娘，按照我们厉国的习俗，你将我带回去，我便是你的人了。温公子，你仔细想想，你以后想做什么？我尽量帮助你。我想做唐姑娘的大丈夫。大丈夫？温公子，我已经成亲了。唐姑娘有几个丈夫？1个。那我便做唐姑娘的2丈夫。温公子，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唐姑娘嫌弃我？不是。我不为难你，我不求做大，只做个2房便好。唐姑娘，若是你不要我了，我回天乐坊便是。哎，你等等。唐姑娘，还有何事？我会对你负责。唐姑娘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美女难过英雄关啊，撒娇男人最好命。唐姑娘，你家还远吗？不太远。不如我们先去吃点东西。算了，忍忍回家吃吧。他一下子牵住唐思思袖子，带着她进了一家饭店。唐姑娘，药国的男子做得更好，他们舍不得让自己的妻子在外劳作，于是主动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但是我觉着唐姑娘的丈夫不太好。如何不好？我虽说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不过那男人却让自己的妻子女扮男装出来讨生活，想必是个懒夫了。温公子，有机会你真得带我去厉国好好玩一阵子。唐姑娘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暂时去不了。为何？嘿嘿，囊中羞涩。温清从袖袋里取出一个钱袋。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虽说不多，不过
你也可以拿去先用着。温公子，你且自己拿着用，我可以挣钱。唐姑娘，也别一口一个唐姑娘叫我，怪生分的，叫我思思就好。你也叫我温清便好。自我爹去世之后，便没人再叫我的名字了。你娘不叫你名字吗？不叫。我们不说这件伤心事儿，来吃饭。这么好看，温清，点个订阅吧。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和你说一下。何事？我暂时不能将你带回家，你可否先找个客栈住下？思思害怕家中丈夫吃醋，算是吧。真羡慕思思的丈夫能够得此专宠。温清，药国和厉国有些不一样。思思，我会听你的话，我会乖乖的在那家客栈等候，等到你来接我的那一天。唐思思走后，温清便也离开了饭店，在对面客栈住下了。没过多久，门口传来敲门声。进来。老鸨进来之后，他将门关上，稍后恭恭敬敬地走到温清面前，对他行了一个礼。公子，那唐思思果真有趣的紧，你派人去盯一下她，看她家中那位大丈夫究竟是谁。公子，我已派人去过，不过他那老宅附近有人盯着，我派的人每次都有去无回。这般诡异，看来这唐思思的来头不小啊。公子，您是否跟老身回去？不了，我说过要在这里等他回来。公子，你有要事在身，切不可在唐思思身上浪费太多时间。这叫浪费？公子，老身并无责怪公子的意思，只不过若是公子无法按时完成任务，老身怕夫人会惩罚公子。娘已经将药国的一切都交于我了，那便按照我的方法来做。你说我如此是在浪费时间？那我问你，现在巡王府的那位真的是巡王吗？巡王府内高深莫测，老身不知。哼，以巡王的性子，他能在巡王府安静的待这么久？他若不是要死了，便是巡王府待着的人根本就不是楚寻春。公子英明。还有，如影曾在衙门出现，那时候他说巡王看上了唐思思。这么好看，公子，点个订阅吧。今日你们走后，尹大人也出现过。那就有意思了。如影是楚寻春的贴身侍卫，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唐思思这小女娃不一般呐。她不仅不一般，而且很有可能她知道巡王的下落。楚寻琛是只老狐狸，他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层关系。他暴露自己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捕猎？如影跪在唐氏面前，正在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主子，王妃今日去琼花楼将温清带走了。然后呢？王妃好像没银子了，温清给王妃银子，王妃并没有收下。他那后院有一些琉璃瓶子，你明儿找人办一个富商来收。主人，多少银子一个比较合适？他说多少银子合适，那便是多少银子。是，我那几个哥哥还是沉得住气。宅院外面并无其他异常，只不过琼花楼的人来过一次，派来的是寻常打手，已被解决了。琼花楼为何要派人过来？想必王妃上次和李公子去琼花楼闹出的动静有点大。罢了，去吧。是，主子。如影离开之后，唐时依旧抱着婴儿。这婴儿比之前听话多了，不哭不闹，还时不时对他发出咯咯的笑声。如果他能有这样一个小肉团叫他爹爹，那一定是一种不错的感觉。娘，我回来了。思思，你饿了吧？你想吃什么？娘给你做。娘，我不饿。你今日又去琼花楼了？去转了转。若不是我暂时无法外出，家中零用也不让你来操持。好了，别为这些事烦心，我会做好安排的。他朝着大床走去，一下子躺了下去。我累了，去替我将洗脚水端进来。他一睁开眼，只见唐时俯身在他身上，离他不过一拳的距离。这么好看，唐时，点个你做什么？你还叫我唐时？那我应该叫夫君。夫君。唐思思，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所以才去琼花楼找乐子？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你是何意？琼花楼后面的天乐坊里面全都是美男子，你去了之后乐不思蜀，是不是还想带一个回来？夫君，你真会开玩笑。你若觉得我不行，那我今晚就可以和你试试。夫君，我该为你换药了。他还是一动不动，将他栖身在下。夫君，若是不及时换药，对你的眼睛不好。他这才坐了起来，他身上那些伤好的差不多了，唯独他腹部那处还需静养半个月才能痊愈。你要记着，你如今已经是有夫之妇，
切不可对别的男子动心。你说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你当真要收养他？若是让他随穷婶回去，不知道会被怎么对待。那便叫秋回吧。门外响起敲门声，思思，将孩子给我抱抱，可以吗？唐思思将孩子递给朱琼氏，琼婶，孩子叫唐秋回，你觉得怎么样？好，好，他姓唐就好。思思，我是来和你告别的。告别？今日你出去之后，朱家的人又来过，我已经在你这里叨扰了太长时间，若我一直在这住着，会给你们添麻烦。琼婶，你是剖腹产，还需静养几日？我哪有这么金贵啊？没事儿的。琼婶，今日晚了，明日再回去吧。他点了点头，他还想再睡一个好觉。药国的女人真是可怜又可悲。药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是因为统治者太不尊重女性了。你若不想被杀头，以后别再说这些话。本来就是，妇女也能顶起半边天，凭什么不让女人读书，不让女人工作，也不给女人权利啊？还不是统治者害怕女性发展起来以后会动摇她的根本。唐思思，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哎，你给我打的洗脚水呢？在药国，本该你给我洗脚。我没让你给我洗脚，我就是让你帮忙把洗脚水给我端进来而已。自己去。你不想你的眼睛完全恢复了吗？唐石的胸口猛烈起伏着，过了半晌，他转身出去了。唐石从房中出来，端了一盆水进去。1刻钟后，他又端了一盆水出来。思思，唐石眼睛不好，以后你别让他给你端洗脚水。若是你懒得出来洗脚，让娘给你端进去。原本潜伏在树上的如影，他听到唐骑士这样说，直接从树上掉了下去。天哪，唐思思胆子也太肥了吧！他竟敢让荀王给他端洗脚水。娘，你快些睡觉。次日一早，朱永康刚打算上门讨银子，朱琼氏就主动走了过来。孩子呢？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你大着肚子进去，如今空着肚子出来，孩子是不是被唐思思给治死了？治死了可是要赔20两银子啊！在你眼中，完全没有我们母女的死活，只有银子，是吗？瞧你说的什么话！既然孩子已经死了，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要吧？朱永康，真是让你失望了，孩子没死。唐姑娘，这孩子毕竟我的亲骨肉，还请你将他还给我。还不了，我不是做慈善的，我救人需要诊金，要么你们就拿出50两银子当诊金，要么这孩子就扣留在我们这里了。你得了吧，一个女婴买不到3两银子，你却要我们拿出50两银子当诊金，这孩子你要养便拿去养吧，这样的赔钱货我们不稀罕。我们走。你这丧门星，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赶紧走，家里的脏衣服堆成山了，你不回去洗谁洗？朱琼氏，你说要用孩子抵诊金，但是你这孩子过于哭闹，我后悔了。他将唐秋回往朱永康怀里一塞，你还是抱着你的女儿回去吧，付给我50两诊金便可。唐思思，你怎么不去抢？我们洛城最好的接生婆接生一次也就是50个铜板，你开口就要50两，我看你是穷疯了吧你？这么好看，没错，我就是穷疯了。我给你1天时间，你若是凑不出这50两，我便去将你家搬空，然后变卖你家的房产。朱永康被气得全身发抖，他一下子将唐秋回塞回了朱琼氏手中。你们这2个赔钱货，一直给老子赔钱！朱永康，我可没有闲工夫听你们吵架，你们还是快些回去凑钱吧。你治的是他们，与我何干？他们是你妻子和女儿，我当然要找你要诊金了。我立马一纸休书休了他。朱永康，你少拿这些话来搪塞我。永康，你别与他废话，我们赶紧回去将休书写好，只要这休书写好了，他就休想敲诈我们。好，好。思思，谢谢你。琼婶，你别这样说，等到朱永康将休书拿过来之后，你就在我家帮忙做事。半个时辰之后，朱永康母子又回来了。你这个赔钱货，你从此就不是我们朱家的人了。朱琼氏将休书打开，从今往后，她自由了。我知道被丈夫抛弃对于你来说很受打击，我们夫妻一场，我还是劝你坚强些，别干那些个寻死觅活的事情。你呀，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同情你。还有啊，你被丈夫抛弃，你也没人要了，而我马上就要娶翠云了，到时候你可别来我门前闹，你若来闹了，我便对你不会留情。快滚快滚！我说我家今儿怎么空气不好，原来是来了2粒大老鼠屎。思思，你看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吗？我立刻去做。琼婶，你好好休息，养好身体以后，我自然会让你替我做事的。好，好。对了，我叫琼霜，我记住了，谢谢。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唐骑士去开了门。请问是齐庆阳家吗？不是，你们有何事啊？哦，是这样的，我呢是专门做琉璃生意的龚老板。我听说齐庆阳家中有一个传家宝琉璃瓶，想来看看。
唐思思听闻，他立即走了过来。龚老板，进来谈。好。这么好看，龚老板，点个不瞒你订阅吧说，那琉璃瓶子是我制出来的，被我那贪心的舅舅拿去，说是他家的传家宝。还有这等事情？正是。姑娘，那你还有上好的琉璃瓶子吗？有。娘，你去拿一个琉璃瓶子过来。好。不一会儿，唐骑士便将那琉璃瓶子拿了过来。姑娘，你这琉璃是怎么炼成的？这样的透明度，这样的工艺，简直超前了我们琉璃制造行业几百年呢。龚老板，这可是我养活全家人的秘密，我若说了，我拿什么去养家糊口？姑娘，我想收了你这瓶子，你觉着多少银子合适？龚老板，我想先听听你的价格。姑娘说这琉璃瓶是你炼出来的，想必姑娘不止这一个瓶子。我的确还有些琉璃瓶子，只是这价格……姑娘，无论你有多少个琉璃瓶子，我都以每个50两的银子价格收了。龚老板，虽说这个价格有些低，但是我见你很有诚意，那我便应了吧。希望我们二人以后能够再次合作。姑娘，你大约有多少个琉璃瓶子？大约100个吧。龚老板掏出一张银票，面值是500两。姑娘，我今日没有带装瓶子的箱子，我明日这个时候来你府上取，到时候将尾款全部付清。好说好说。次日一早，龚老板如约而至，他和他的属下小心翼翼地将每个瓶子小心单独地放在精致的盒子里。100个瓶子，他们竟然装了整整5车。龚老板笑盈盈地将剩余的银票全部交给了唐思思，他又给了他一个纸条。唐姑娘，如果你还有这琉璃瓶子，欢迎你来找我。龚老板给他的纸条上写着龚家商号，洛城基本有一半的商铺旁边都挂着一个龚字旗，他这是遇到大老板了。好，龚老板拉着5车瓶子离开了。他拿出一张100的银票递给了唐骑士。娘，这张银票用来家里开销，又分别给了唐雨和苏婉婉一人10两面值的银票，你们的零花钱。嘿嘿，多谢姐。多谢思思姐。这么好看，我想买下洛城点个订阅吧最好地段的一栋楼，需要多少银子？洛城最好的地段便是朱雀街，那里最好地段的一栋楼没有个3000两银子买不下来。你怎么对洛城这么清楚啊？偶然的机会了解过。那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我将店铺开在哪里比较好啊？你想开一家什么店铺？家具店。那就将店铺开在朱雀街56号的位置，那里基本上都是家具店，人们买家具的时候更习惯去那边。好，次日天一亮，他便兴致冲冲地出门了。唐思思出去没多久，他就遇到了正往他家赶的李乾坤。思思，我正想去找你呢。你找我有何事啊？其实药庄里的东西全部都搬走了，我正在给你重新修柜子，你去看看选哪种木料比较好。我现在正忙着呢。你要忙着做啥？去买房子。买哪里的房子？朱雀街56号那一片。李乾坤张大了嘴巴。朱雀街是洛城最繁华的地段，而56号那一块更是中心中的中心。你为何用这种眼光看着我啊？思，你知道那里的价格吗？买下那个地方的一栋楼，大概需要3000两银子。那你还买？必须得买。你知道那栋楼是谁的吗？待会儿就知道了。那栋楼就是孙员外家的楼。啥？就是那个要将他买过去冲洗，结果他还没到孙员外府就挂了的那个孙员外。思，想要买楼也不是没有办法，你想我陪你去吗？如果李公子有空的话，小女子是不会拒绝的。思，正常点说话。李公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喽。思，我可以帮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说。你不许与唐氏同住一屋。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唐氏有什么好？就算他再不好，我也不做你的妾。思，我不要你做我的妾，我会说服我爹娘，让他们同意你当我的妻。之前我与你门不当户不对，所以你爹娘不会同意你娶我为妻。如今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他们更不会同意。李乾坤，如果你不要再想那些的事儿，我们还是朋友；如果你再胡思乱想，我们连朋友都没法做了。唐思思说着这些，他毅然走远了。也不知道为何，他越是拒绝我，我就越是喜欢他。我这该不会是变态吧？的确有点变态。这么好看，主子，今日王妃去买房途中遇到了李公子。李乾坤还真是阴魂不散。李公子欲与王妃交换条件，但被王妃拒绝了。交换什么条件？只要王妃不与主子共住一屋，李公子便帮助王妃买房。他想去买的那栋楼是孙员外家的，那老匹夫死得早了点，否则本王真要去会会他。如影，此事你去办。是。唐思思一路走一路思量，她的创业第一步就遇到困难了。上次她与宋员外府的老夫人见面，老夫人就被胡彪提着扔进了粪坑，这次却要去买她的房子，指不定会被怎么折磨。唐大夫，你来买楼吗？你怎么知道我要买楼啊？唐大夫，你与荀王是什么关系啊？我不买楼。他说完这句话，扭头就走。想和我斗，
还嫩了点儿。娘，这是尹大人的意思，咱们这样合适吗？如何不合适？我们是要将这栋楼卖给他，是他自己不愿意买了。唐思思心有千千问，荀王怎么知道他要买楼？荀王派人监视了他，是否他已经知道他和唐氏并没有同房？如果这荀王将他强掳了去，他该如何是好？他回了家，秋回呢？在琼霜那里。你得随我一起叫他一声穷婶。不叫。你也和那些俗人一样，嫌弃他的身份，看不起他？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便应当与我一样，叫他一声穷婶。唐氏不回话。相公，如果你还想你的眼睛能快些好起来，你就得听我的话。瞎了便瞎了吧，我这些时日已经快习惯了。那你不想要孩子了？何意？虽说你有很大可能不会再有此事，但是谁叫我医术高明呢？只要你以后乖乖的听我的话。你以前为何不说？想要完全恢复你的生育能力，是一件特别费力费银子的事儿。以前你还不是我的相公，我并不关心此事。现在你是我相公，我必须为我以后的幸福着想。你真知得好。他本就是一个健康的男人。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假如最后被我知道你骗了我，我便让你天天下不得床。你要将我打成残疾？你是我的妻，我怎么可能这样做？你说我不会再有子嗣，我得日夜努力，用事实证明你说的是错的。你想要好起来，就得听我的话。这第一件事就是得禁欲。为何？他受伤了，你得让他好好休息，静静养着。你匆忙进来找我，还有何事？有一件事，我必须要与你商量一下。说。我今日去买楼，我还未说出我的目的，孙员外府的老夫人便知道我是来买楼的，而且还问我与荀王是何关系。这孙员外府的老夫人有点意思，这如影办事也有点意思。荀王如何知道你要买楼？我怀疑我们被监视了。那该如何？那荀王大概知道我们没有同房，从今夜起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唐思思，我觉得你甚是聪明。你可要记得禁欲哦。若你骗我，我会按照我说的那样做。此时屋外响起来敲门声，唐宇动作快，他跑去开了门。他看见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妇站在门口。姐，这里有位老奶奶。唐思思也连忙走了过去。姑娘，我不是来乞讨的，我来找我家小姐。你家小姐是谁啊？我叫唐娘，是小姐幼年时的奶娘。我家小姐姓苏。唐娘，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自从我被他们扔出琼花楼以后，我便日日夜夜守在琼花楼周围，想要打听小姐的下落。唐娘，小姐，我如今看见你很安全，而且过得很好，我就放心了。唐姑娘，多谢你救了小姐。唐娘，你快起来，小姐，我要走了。你要去哪里？我去守在将军和夫人的墓前，日夜为他们看守陵墓。唐娘，你别去了，父亲母亲他们并没有陵墓。苏婉婉走向唐思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你同意吗？外婆的腿摔断了，她这几日无聊得紧，唐娘来了正好，以后就由唐娘来负责照顾外婆的饮食起居，陪外婆聊天，你觉得如何？好，这么好看。下午，唐思思在房中继续画她的家具图。唐娘送来糖水，她送完糖水之后并没有离开。唐娘，你还有事？唐娘表情纠结，最后还是将一张纸条放在了她的糖水碗旁边，然后出去了。唐思思打开纸条，这是温清写给她的信。思思，见信如面，自从上次一别，便日夜思亲，望今夜一见，温清留。何事？无事。你若真喜欢那栋楼，我出面替你买下。你在洛城熟人多，万一你出去碰到那些老熟人，该当如何？我总不能躲在这屋中不出去。也好，那今天我让小萝卜头与你一起去买楼，我再去与那几个工匠谈一谈工钱。唐思思从袖袋中取出银票，全数给了唐石。唐石和唐宇出门之后，他正准备将袖袋中的纸条销毁，可是他将袖袋翻出来找，也没能找到纸条。难道纸条裹在银票之中，然后他将这些全部给了唐石？他跺了好几下脚，连忙追了出去。洛城的大街上，买下那栋楼至少需要3000两，你看看这些银票够吗？唐宇翻着银票，一个纸团从中掉了出来。姐夫，有一个纸团，上面可写了字。写了字的。唐宇，将纸团给姐夫看看。姐夫，你的眼睛。相公，小萝卜头，你们等等我。姐姐，你怎么来了？我还是不放心你们两个人去，我真害怕孙家那个老太婆会为难你们。姐姐你放心，有姐夫在，谁都不敢欺负我。唐思思一把将唐宇手中的纸团拿了过去。小萝卜头，我觉得你说的对，那你们去吧。谁约了你？你胡说什么？我就是去与几位木匠师傅谈价格。唐宇，你长大以后可别像你的姐姐一般，你让开。你这个男人，你穿成这样，可不就是让人调戏的吗？温清眼中带着厌恶，不如你从了我，从此我带你吃香喝辣，可好？
这么好看，听说啊，点个边疆订阅吧。打了胜仗，立国有意求和，于是啊，派了一个公主来耀国和亲。没想到这和亲队伍刚到洛城，就出了这等事情。他们今儿刚到洛城，他手下的女将啊，就来大街上抢男人。要不是我年纪大，我还真不敢来这边看热闹呢。我再说一遍，让开！嘿呦，这位公子脾气挺火辣的，我喜欢。来人，将他绑到我房中去。你们放开我！公子，我们不放你又该如何？滚开！我就喜欢你这样辣的。带回去。他们带着温清正打算离开，你没长眼睛吗？挡着本将军的路了。他刚张了张嘴准备说话，岂料那女将竟然看见了站在他身后的唐石。你长得倒挺标致，将这个男人也带回去。你们敢？你这瘦得像猴的小女娃，你想和我抢男人？他是我的相公，你不许把他带走。你说他是你相公，他就是你相公。再说了，就算他是你相公又如何？被本将军看上的男人就是本将军的男人，谁要敢抢，我砍断他的手。女将军说罢，两个女兵将唐思思按在地上，使她无法动弹。她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唐石和温清被带走了。等他们走远之后，女兵才将唐思思松开。姐夫被他们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呀？唐思思从地上爬了起来。刚才的女将是谁？还能是谁？是立国的大将军燕红山。他本次的任务就是护送大公主来洛城。听说啊，他有8个男宠，此次来到耀国，原来不得带家属。可是那燕红山对其中一个男宠实在是太宠爱，便将他带来了洛城。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啊？驿馆。我们回去。姐夫怎么办了？这么好看，小萝卜头，点个订今日阅吧。在洛城大街上发生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对娘说，免得娘会担心。姐夫还能回来吗？我今晚就去将他带回来。这次你不可坐在门口等我们。姐，刚才那个女将军好凶啊，你怎么将姐夫救出来？此事我自有办法。假如娘问起我和唐诗做什么去了，你就说我们在外面约会，今晚不回来吃晚饭。唐思思回去之后，换上了她父亲的衣服，将头发全部挽起来，然后出门了。她来到驿馆附近，她在驿馆偏僻处的林子里躲着。今日燕将军带回的2个男人都是绝色，将军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就让他们沐浴去了。你说这燕将军可真厉害，他随身带着一位高公子，现在又从洛城抢回2个男人。那高公子那般善妒，你说那2个男人得了燕将军宠爱之后，会不会有事儿啊？这事说得准啊，最毒男人心啊！他们为了争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哎，就是也不知道这次大公主会选择谁成为我们立国的大驸马。唐思思将一个石子从一边扔过去，你去看看，那边好像有动静，那你好好守着。那个女兵走后，唐思思猫着腰靠近了另外一个女兵，她手中拿着浸了乙醚的帕子捂住她的口鼻。女兵没一会儿就不动了，她将女兵拖进了林子里，换上了女兵的衣服，溜进了驿馆。她低头快走，与其中一个男士撞了。你匆匆忙忙是要去见将军带回来的2个男人？高公子，将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跟了将军这么多年，将军什么脾性我再清楚不过了。他若看上的男子，必定要收入囊中。公子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问？此次出行，将军只带了我一人随行，我以为在将军心中，我便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位。我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还请公子不要为难我。罢了，我不为难你，你去吧。唐思思转身朝前走去，她刚走几步，便听见了温清愤愤的声音：这么好看，你去告诉燕将军，点个订阅吧。他想我顺从他，除非我死。还请温公子沐浴完毕，随我一同去将军房中。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思思，这些天我好想你。这算是猛男撒娇？温公子，请你自重，我已经是成亲的人了。女人有几个丈夫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并不介意你已经成亲，只要你真心待我好，我便愿意跟你。你别这样看着我。难道是我不够好看？不是。那你为何总是拒绝我？因为我这个相公也挺好看的。我见过他虽说瞎了眼，但也的确长得不赖。温清，你知道他在哪间房吗？如果思思愿意将我从天乐坊赎出来，我便告诉思思。我挺喜欢做好人好事的，可是你知道你身价是多少吗？黄金10000两。那就对了，那你好好看看，我看起来像是拥有黄金10000两的人吗？我没钱赎你。只要你愿意收我，我可以拿出我的银子，你再拿着那些银子来天乐坊赎我就是。你能有多少银子啊？你过来，我告诉你。他在他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你能有这么多银子？那你这些年挺难过的呀。所以思思千万不要辜负我，我的内心已经千疮百孔了。若是思思伤害了我，
我会想不开的。我答应将你赎出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我可以将你带回我家，但是我不会娶你。我是药国女，一女不侍二夫。只要能留在思思身边，就算你不给我名分，我也愿意。还有，你的身份是我弟弟的夫子，你可愿意？琴棋书画和音律我都知晓，倒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教他。你同意，那我也同意。你的相公在最靠右的房间。他刚打开门，就看见高公子带着2名男士站在门口。不知高公子突然出现有何贵干？贵干不敢当，刚才我已得了大公主的应允，将他们2人带到大公主房中，让大公主先过过目。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们几人一起到了大公主所在的3楼房间门前。大公主，人已经带到。进。参见公主殿下。起。谢公主殿下。他们便是燕将军带回来的2个男人。正是。我就说，送往公主府的男人总是一个不如一个，原来长得好看的全被他燕红珊给留下了。大公主，你冤枉燕将军了。燕将军将此2人找来，就是替大公主解闷的。果真如此？若非如此，小人也不敢私自来将此事告知大公主。那你回去替本公主告知燕将军一声，就说本公主对他送来的2个男人十分满意，稍后重重有赏。是。高公子应声完毕，他便退出去了。你们2人到本公主面前来，2人皆是不动。公主在与你们说话，你们都聋了吗？承蒙公主厚爱，可是小人心中已有所属，还请公主不要强求。放肆！公主殿下，此次我们立国战败，您是来药国和亲的。若是您在药国闹出大动静，传到药国皇帝的耳朵里，恐怕对2国交好不利。这么好看，你的脑袋是不是不想要了？公主，属下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将此忠言说出来，想要的便是公主能在药国谋得一个好夫婿。像公主这样的大美人，唯有药国的荀王可以勉强与您相配。公主切不可为了眼前这2个男人而放弃药国第一美男荀王啊！你说的是楚寻琛？正是，我听燕将军提起过他，他可损了我们立国多名猛将。像本公主这样的绝世佳人，也的确只有荀王能与我相配。你叫什么名字？属下的威名不堪入公主殿下的耳。你是个极其懂事的人，以后就别跟着燕将军舞刀弄枪了。你留在本公主身边，替本公主出谋划策。是，公主。依你之见，本公主该如何得到那荀王？首先，公主应该在洛城百姓心中塑造一个完美好形象。公主应该将他们2人在洛城大街上人多的地方把他们都放了，并且要向百姓宣传，燕将军将他们邀请到驿馆，讲解药国的礼仪传统。我们入乡随俗，等学会了这些礼仪传统，再去见药国的皇帝，这是立国对药国的尊重。如此说来，显得我们立国低人一等。公主殿下，我们这般说，从表面上看的确是低人一等，但是从深层含义上看，却显得我们大度明理，修养极高。你们2人将他们送出去。是。这么好看，房门已被打开，订阅吧。温馨和唐时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你们这是何意？公主殿下，他们2人定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要借着公主飞黄腾达。公主切勿上当，本公主才不会上了他们2人的当。将他们轰出去。公主，我们想要塑造我们的良好形象，不仅要看我们怎么说，百姓还要听他们2人如何说。若是我们说的与他们说的不一样，洛城百姓就会觉得我们造假，那该当如何？大公主，请允许属下来替他们做思想工作。属下有信心，一定能说服他们2人替立国说话。准了，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燕将军身边还有这样的能人。谢公主殿下。公主，请给属下1刻钟的时间，属下一定说服他们。本公主之所以听取你的意见，是因为觉得你有能力让本公主和荀王和亲。若是本公主最后的驸马不是荀王，你就等着尝一尝立国最残忍的酷刑吧。属下遵命。你如何来了？我来救你。你是救我还是救他？相公，你别闹，现在你和温公子能够安全从这里出去才是最重要的。你呢？我自有办法。你刚才没有听到立国大公主如何说？若她的驸马不是荀王，你该当如何？还能如何？拖家带口逃命去。唐思思，跟我走，我是你男人，我来保护你。你先回去，我绝对不会有事儿。等到我把这边的事情做完之后，我就会回来的。你骗我！我唐思思对天发誓，如果我没有回来，我就是小狗。唐思思，我要你活着回来。唐思思应完声，他就打开了门。麻烦2位姐姐将他们送出去。大公主的脾气阴晴不定，你可好自为之。多谢姐姐提醒。看着他们走后，唐思思深呼吸了一口气。燕红珊带着10来个女兵将唐思思团团围住，将她带走了。将军，属下今日在驿馆周围执勤的时候，突然被人从身后袭击。等到属下醒来之时，身上的兵符被脱，属下意识到是有人混入驿馆，于是立马来向将军禀告。这么好看，这个观音盏是胡彪连夜排队才买到的，所以
你想用这个宝贝来贿赂我，让我去当你的小妾？哎，思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两个人是朋友。我之前对你说那样的话，的确冒犯了你。我今天是特地来向你赔罪的。你要是能这样想，那我们还是朋友。思思，快打开看看。他打开箱子，当他看见里面的观音盏之后，他沉默了很久。买这个东西，你花了多少银子啊？500两银子。拿去退货。啥？这观音盏数量有限，还有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这观音盏就是龚老板从我这里买去的，我卖他50两银子一个，他一转身就卖了500两银子一个，奸商，大大的奸商。唐思思和李乾坤赶到龚家的陶瓷商铺，果真看见前来买观音盏的人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各位父老乡亲，你们好，我们龚家商号是耀国的100年老商号，如今龚老板远去立国，寻得这样一个宝贝，这宝贝的功效想必大家也都见识过了。刚才这水还是寻常的水，可是倒入观音盏中，这水便拥有了生命。那我现在呢，再将这一节枯枝插入水中，看看原本的枯枝遇上了有生命的水，便能枯木逢春。所以只要大家将这观音盏买回去，被观音盏盛装过的水定能除百病，让大家返老还童。假的！唐大夫，你们还不去将唐大夫请上来？龚老板，我以为你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没成想比起做生意，你更会骗人。唐大夫，我听说你最近想买一栋楼，这你也知道？若你愿意，我以后从你那里拿货时，以每个100两的价格拿货，并且这次为了弥补你的损失，我将朱雀街56号那栋楼买下来送给你。龚老板，我唐思思爱财，但取之有道，以你这种坑蒙拐骗的方式去赚钱，我很不屑。唐大夫，你若不与我合作，恐怕就出不去了。我既然敢进来，那便有信心出得去。思思，你先走。唐大夫，你小小年纪，口气倒是不小。莫说是你，就算是李公子，龚某也是不怕的。那你怕荀王吗？何意？龚老板消息灵通，难道你不知道荀王对我有意吗？那等空穴来风，不可信。那你知道荀王的贴身侍卫尹大人在暗处保护我吗？不可能。那是否要我将尹大人叫出来，让你看看？此时传来了敲门声，龚老板瞪圆了眼睛看向门口，莫不是尹大人真的来了？三叔，是我。贤侄，你今日怎么出来了？我听闻三叔寻得一宝物，名叫观音盏，特前来看看。龚允玉话音刚落，公子一便将最后一个观音盏拿了上来。听闻只要将水装入这观音盏中，此水便有了生命。三叔，这样的宝贝，你为何不先拿来给侄子用用？贤侄，是三叔的错，三叔鬼迷心窍了。三叔，我腿脚不便，于是便将走访商铺的任务交给你，你太让我失望了。贤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三叔，你年岁大了，还是回家养老吧。李公子，刚才三叔对你多有得罪，还请李公子看在我的薄面上，不予追究。还是龚公子懂事，此事不提也罢。这位姑娘，刚才三叔多有冒犯，若有冲撞姑娘之处，我替三叔向你道歉。我和龚老板刚才属于相互冲撞，我没吃亏，不碍事。如此，龚某便差人将唐姑娘和李公子送回去。改日龚某备了薄礼，再来府上登门道歉。不必，龚公子，你这拐杖看着好精致啊。这根拐杖是在我10岁那年，祖父请了最好的玉匠，耗时半年时间雕刻出来的。龚公子，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好，什么交易？龚公子，若你信得过我，便将你的腿给我治一治；我若治好你的腿，你便将你这根玉拐杖赠予我，可好？为何？我喜欢龚公子手中那根拐杖，当我外婆80大寿的时候，将拐杖送给他做生日礼物。龚公子，我的病都被唐大夫治好了，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一次。龚公子，你可愿一试？龚云玉点了点头。李公子，你先出去一下，我先替龚公子做一个初步诊断。思思，我就站在门口，你有事叫我。这么好看，龚公子，还请你坐在矮桌上，把裤脚撩起来，让我仔细看看，可有知觉？无。他再用力一捏，现在呢？有。还有痛觉，那边还有救。唐大夫，需要多久我能恢复正常？龚公子，你这病与李公子的病不同，不是天生带来的病，而是后天才有的。可是父亲说，我刚会走路那会儿，腿脚便出了问题。龚公子，若是方便的话，什么时候我想去薛府转一转？我会安排时间。还有，我替你治腿病一事，暂且保密。好。唐思思出来了。思思，你没事吧？我替龚公子做了一个简单检查，我能有什么事啊？无事便好。你若有事，我非得拆了这里。龚公子是个大善人，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走吧。唐思思看着由唐玉牵着的唐石。思思，他们来接你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先回去吧。李乾坤走后，唐思思便跟着唐石和唐玉一起往梧桐巷子里走。姐，就在刚刚，温夫子已经将他的行李全部都搬来了。他住在哪儿？住在离我房间最近的偏房里，方便我学习。那便好。几人刚走到梧桐巷子口，唐思思就看见了老鸨带着10几个打手过来了。小萝卜头，你和姐夫先回去。姐，他们怎么来了？他们该不会是来抓我回去的吧？这么好看，小萝卜头，有姐姐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姐，他们都是坏人，你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们去找李乾坤哥哥来帮忙。无需谁的帮忙，我能搞定这件事儿。唐宇，
既然你的姐姐这般有信心，此事便交给她来处理。他说完这句话，便一把将唐雨提起来，将他带走了。好你个唐思思，你假装巡王府的下人，竟然敢将温公子给骗走了！温公子在何处？我们借一步说话，谁要跟你借一步说话？你今儿不将话说清楚，我就砸了你家！温清从梧桐巷子里奔来，他一下子挡在唐思思面前。是我要跟着他，与他无关。将他们二人都带回去。你是天乐坊的花魁，天乐坊没了你，我靠什么赚钱？他是一个人，不是替你赚钱的工具。在我眼中，他就是替我赚钱的工具。我要替他赎身，你就开个价吧。好啊，你若想替温公子赎身，那你得准备黄金1万两。好，7日之内，你若没准备好1万两黄金，到时无论你如何说，我都要将他带走。若我交了黄金1万两，从此温清便与天乐坊没有任何关系。你若替他赎身，我便会将他的卖身契给你，从此他便是你的人，与我天乐坊再无任何瓜葛。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主人，刚才多有得罪，起身吧。多谢主人。那边可安排妥当了？主人，一切尽在你的意料之中。下去吧。是，主人。唐思思怒气冲冲地回去了。唐氏，我问你，是你告知温清，琼花楼的老鸨来找我了？他本就是为了温清而来，若我不说，你打算替他扛下所有？你分明有能力帮他，你不仅不帮，而且还将他置于险地。我为何要帮他？他想与你靠近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你别这般说，说的好像你喜欢我，你在吃醋一般。你已与我成婚，不该与其他男子不明不白。难道我与你成婚之后，从此我接触的就只能是女子？药国女子应该恪守妇道。温清说的对，药国男子比不上厉国男子。你若一直保持这样的思想，我没办法和你过日子。唐思思，我今儿来就是告知你一声，不管你乐不乐意，温清我一定要救。我将他救出来以后，他便是唐雨的夫子，久住家中。他说完这句话便出去了。思思，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娘，我要出去谈生意，要出一趟远门，大概4、5天回来。这么好看，思思，不让唐石与你一同前去吗？他的眼睛不方便，他与我一同前去，我还要照顾他。娘，你放心，我会去做一个车队，再请几个人与我一同前去的。唐石站在房间门口，他将唐思思与唐骑士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去哪儿？不用你管，我随你一起去。不用，思思，你便带着唐石一起吧，你们二人一起，我也放心一些。好，他们二人来到了马车租赁市场，他一次租了7辆马车，又雇了14个人，他们的车队浩浩汤汤的出了城。唐思思与唐石坐在马车内，唐石始终一言不发。唐石，你觉得你今日错了吗？何错之有？你那般对付温清，导致他现在被老鸨关起来了，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没有。你这人，我早说过，温清这人来历不明，他靠近你是另有所图。今日你急急忙忙去的地方，也是温清提供给你的？是。那我们便去那里看看，看那位温清温公子究竟设了什么陷阱等着我们。你别把人想得那般坏。坏与不坏，时间会证明一切。这么好看，唐思思没再说话，而是靠着马车上的软垫睡觉。如影骑着马走到马车窗边上，他小声道：主人，车队的人已经全部换成了我们的人。主子，按照这个方向，我们接下来就去龙虎山。那里的山贼出了名的多，难道温清的把戏这般幼稚？唐思思翻了一个身，他一下子滚了下去。你怎么不拦着我一些？你想为了别的男人前来龙虎山受罪，我拦也拦不住。哼，随你怎么说。总之我唐思思行得端坐得正，我与温清之间清清白白。马车突然停了下来，易容后的如影在车窗边道：姑娘，公子，我们已到了龙虎山附近，现在天色已晚，不宜上山，我们在山下住一晚，明日再上山吧。那就在山下休息一晚吧。他说话间瞟了一眼他的车队，他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他们在山下搭了帐篷，唐石平躺着休息，唐思思侧躺着。他想出了是何处不对，这车队的人是他亲自选的，虽说他只见了他们一面，但是他记得其中有一个人脸上有很大的一颗痣，而刚才这些人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么好看，你睡着了吗？点个音乐吧。我们今晚要逃走。为何？我们的车队被人换过了，现在车队里其他人已经睡了，只留了一人在虎堆旁守着。待会儿我去将他引开，然后你往山里跑。他正在想以什么理由拒绝唐思思。哎呀，你别觉得你一个大男人丢下妻子一个人跑了很丢脸，你的眼睛没有完全恢复，夜里视线不是很好。你先走，我殿后。可你的眼睛？我会武功。那也是，我会沿着中桦树的方向跑，桦树的尽头有一个山洞，你来那里找我。他心里默念着桦树，桦树，朝着桦树生长的方向前进。很快他发现这不科学，现在黑灯瞎火的，他又没有拿火把，他根本就看不清桦树究竟往哪里生长。他再回头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刚才休息的营地在什么方向了，他迷路了。不远处似乎有狼叫的声音，不行，他得爬到树上去。又有狼叫声传了过来，他听到周围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几只绿眼睛在草丛中若隐若现。温清为什么要将金子藏在狼窝里面？这么好看，头狼迈着健硕的步伐走了过来，他抬头看了一眼唐思思，然后走到一旁蹲下。唐思思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另一只狼从远处奔跑过来，纵身一跃，狼跳起的高度离他约有2米远。唐石救我！眼看那群狼马上就要够着他了，一支羽箭飞射而来，射中了最上面那只狼，狼一下子从上面跌落下来。他终于看见唐石了，在他的手中还拿了一把刀。2匹狼在他左右两侧同时出击，小心！唐石挥手砍死了1匹狼，而他的左手也被另一匹狼咬中。唐石！唐思思大吼一声，举着火把从树上跳下。狼看见有火，四处散开。你没事吧？不碍事。刚才万分危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狼群怕火，于是拿出剩下的酒精，又将自己衣服扯下绑在树枝上，做成了一个简易的火把。唐思思看着自己腿，再看了看唐石的手臂，他们2人现在都需要止血包扎，而且他还需要打狂犬疫苗。你刚才将什么倒在了衣服上？酒精。这么酒精，好看，一种酒。点个订阅吧。我用的是医用酒精，消毒用的，闻着的味儿和酒一样，但是不能喝。不信你闻闻。他拿出几块浸了乙醚的帕子给他，他闻了一下，这一闻，他整个人都倒下了。唐思思见此，他立刻摊开左手，集中注意力。紫檀木箱子漂浮在他的掌心之中，他将箱子放下，从里面拿出了很多东西。替他包扎好伤口之后，他又拿出了针管，替他打了狂犬疫苗。给他包扎完以后，他再给自己的腿包扎。可是狼群依旧围着他们，没有散去的意思。一根自制的竹箭带着火球飞来，唐思思被吓得目瞪口呆。狼群发出呜嗷的叫声后，皆是散去。最后，一群穿着怪异的女人从树丛中站了起来，自制的矛对准了唐石。唐思思眼看着矛就要刺向他，这位大姐，有话好好说，不要动刀动枪的。大当家，这样刺死他，未免也太便宜他了。男人都该死，男人是该死，但是我知道，让一个男人比死更难受的是什么？是什么？让他变成阉人。就这样做。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做，将这个为男人说情的自甘堕落的女人也一同带回去。是。这么好看，唐思思和唐石都被架着走了，来到了他们的窝点。用木板搭建的大门上有一个牌匾，牌匾上写着女儿国。大当家，您今日收获颇丰啊！昨晚运气好，碰到了狼群，这些狼肉够大家吃一段时间了。大当家，那是你救下的姑娘，她是个顽固不化的女人，刚才她还在为这个男人说话，你竟还敢为男人说话，你可知这男人就是世上最坏的人？话不能这么说嘛，世上的坏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总之你为男人说话就是你的不对。冯姥姥，你别为这个愚昧的女人生气，等到她接受了教育之后，她就不会这么想了。大当家的，她思想这般顽固，你可要好好教育她。冯姥姥请放心，你知道男人是什么吗？男人女人都是人，你这女人就是被男人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和你一起被抓来的那个男人和你是什么关系？那是我远房哥哥。你会写字吗？会一些吧。我们女儿国的夫子不会写多少字，这都是愚昧的药国文化造成的。只要你杀了那个男人，我们就让你当我们女儿国的夫子，你还可以辅导我统领女儿国走向繁荣昌盛。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主要靠狩猎和挖野菜摘野果生活，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非常容易患病的。你的理想国恐怕很难实现，那该如何是好？我倒有一计，我打算做生意，需要很多帮手。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大当家的，冯姥姥快不行了！她刚刚还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冯姥姥原本在吃狼肉，可她吃着吃着就说不出话来，再然后她就倒地了。我有法子救她，救你，你相信我，你来试试。唐思思走过去，她查看之后，确定冯姥姥是噎住了，连续快速的向上推压冲击，反复几次之后，堵塞在冯姥姥气管的狼肉上移。随着冯姥姥一声咳嗽，吐出了狼肉，所有围观的女人全都看呆了。难道那块石板上的字成真了？她就是他们的救赎？冯姥姥，你怎么被狼肉噎住了？大当家，我好久没吃到肉了，刚才吃的急了一些。这么好看，冯姥姥，点个订阅吧。是我让你们受苦了，我以后带领大家再多打一些猎。大当家的，你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如果没有你，我们早就死了。你现在冒着危险去打猎，养活我们所有人，大当家，你就是我们心中的王。你很厉害，你叫什么名字？唐思思。今日你救了冯姥姥，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儿，我要你们放了我远房哥哥。我们可以放了他，不过在放他之前，必须让他欺负不了女人。你想做什么？阉了他？不行，我阉了他是为你好。大当家的说完这句话，就往关押唐氏的蘑菇屋走去。唐思思立马追上前去。你的想法太极端了，你无法带领女儿国的女人们走向公平与幸福。唐氏耷拉着脑袋，还未醒来，而大当家直接在他面前磨着刀。他是我相公，你今日若敢动他分毫，我唐思思今日便和你鱼死网破。你不是说他是你远房哥哥吗？他既是我的远房哥哥，又是我的相公，那我今日倒要看看你怎么和我鱼死网破。现在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救唐石要紧。他摊开左手，集中注意力，紫檀木香浮现于他的手掌之上。他本想拿出手术刀和大当家鱼死网破。吾等跪拜女王，女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可能？那石头上出现的预言不可能是真的。你们做什么？女王，您终于出现了，您将带领我们走出苦难，走向平等与幸福。哎，你们别跪着，
你们去将女王的王后放了，带到上房去休息。是，女王请放心，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去照顾王后。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女王啊？女王，请随我来。冯姥姥带路，大家一起往山后走着。走了大约1个时辰，他们来到一个峡谷，峡谷内有一条河流过，河边有一个巨石，巨石上刻有字迹：女本柔弱，备受欺凌，女王天降，平等安康。女王，你看这一句，女王天降，这说明女王不是凡人，您是天上来的仙女，您刚才使用了法术，您就是我们的女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既然你们已经承认我是你们的女王，那么女王说的话你们听不听？听！从今往后你们叫我老大就成，就别叫我女王了。是。还有，咱们女儿国不能有一个大当家和一个老大，既然你们承认了我，那么大当家就只能屈尊当老二了。大当家的，你愿意吗？愿意。老二刚说完话，峡谷的另一头就响起了敲锣的声音。又是一个。冯姥姥为何听见敲锣声被吓成这样啊？这个峡谷后面就是田坝村，田坝村有一个风俗，认为老人年满60不死，就是会克死全家的恶虎，其余家人就得给他修一个恶虎穴，让老人住进去。子女每天来送一顿饭，便会给恶虎穴添上一块砖。等到恶虎穴里面的砖全部砌好之后，老人就只能在恶虎穴里被憋死。啊，还有这样残忍的风俗？没错，冯姥姥就是在恶虎穴快被封完之际，自己推开墓穴逃出来的。田坝村修建恶虎穴，天理不容，我自会去一探究竟。若是今日被封死的老人是女人，我一定会将她救出来。如果今日要被封死在恶虎穴中的是个男人，你便见死不救。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冯姥姥，你这是做什么？老大，求你去看看我的儿子孙女儿，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叫什么？我儿子叫田秋实，孙女儿叫田小花。冯姥姥，你快起来，我们现在就去田坝村一探究竟。老大，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谁愿意和我一同去田坝村？人群中死一般的寂静。既然如此，那他就自己去吧。王后，你慢点走，你若是摔了，我可负不起责啊。你若是再叫我一声王后，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唐思思，你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长话短说，就是我当了他们老大，你是老大的相公，我现在是你们老大，你们再叫他王后已经不合适了。老大，那我应该叫他什么？你就叫他唐公子。那也行，那我以后就叫你唐公子。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没什么。唐公子，老大要去田坝村，田坝村的村民极其泼辣，老身恳请唐公子随老大一起。如此？真是你胳膊受了伤，你还是待在蘑菇屋里静养吧。这么好看，唐思思，点个你记着订阅吧。我是你男人，我不需要你来保护，该我保护你。二人乔装打扮了一下，他们刚来到田坝村，就看见田坝村的湖边聚集了很多人。都是因为你毁了恶虎穴，导致我们田坝村的运势变差。前几天我家母猪认崽，难产死了。因为你毁了恶虎穴，导致我那儿媳又生了女儿。田小花被五花大绑的跪在湖边。现在你满意了吗？爹，她是我的奶奶，她是你亲娘，她身体健康，为何你要将她活埋了？她年过60依然不死，便是我们整个田坝村的厄运。她虽是我娘，但是我也得为了全村人的命运，将她葬在恶虎穴内。谁说老人60不死就是村的厄运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到60岁的时候，到时候你们被关在恶虎穴内等死，我就不信你们还能说出今日这番言论。田小花乱了我们田坝村的运势，只有将她除去，方可使得我们田坝村运势回归。处死他！处死田小花！处死田小花！你就救救小花吧！你这女人，咱们家里还有儿子，你何必为了这个赔钱货得罪村里的人？你们要将小花沉塘，那也将我沉塘吧！娘，这不关你的事儿，你快走！小花，娘不走，娘做不了主，娘一直觉得亏欠了你，娘这次会一直同你在一起。不，娘，你快走！唐思思一下子站了起来，她刚打算说话，唐石的声音就从她身边响了起来。住手！你是谁？唐石？没听过，还愣着做什么？赶紧的！石子从唐石手中飞出，击中了推让田小花的人。那几个人本就站在湖边，现在被突然袭击，一个没站稳，直跌入湖中，在湖中挣扎着。大人，求你饶了他们吧！这是你们推崇的方式，我只是用你们的方式对待你们，怎么收不住了？大人，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啊！这么好看，这个法子是你想出来的，不如你自己来体验一把。不，你不来体验，如何知道这个法子好不好？他一伸手掐住李正脖子，一下子就将李正扔到了湖里。老人60不亡，则是田坝村的灾星，这本就是无稽之谈。以后我若再知谁推行此法，
知晓一个，杀死一个。唐石说罢，所有村民皆是一震。他们今日见了唐石的手段，他真的会杀人。带我去今日被活埋的老人处。大人，这边请。外公，外公你出来！小童，我们快走吧。小童，快随你娘一同回去。外公，我要叫你出来！小童，你疯了吗？田小花就是因为毁了恶虎穴，她今日就要被沉塘了。难道你也想被沉塘？你们只知道去地里干活，从来不陪我，是外公陪着我长大的。唐思思和唐石已经到了，去将那恶虎穴打开。带路的村民哪敢反抗？他拿着锄头，几下的功夫就将恶虎穴打开了。外公，小童，外公这是死了。外公，你没死，你为何砸了我家的恶虎穴？从此田坝村没有恶虎穴一说，这怎么可能？你让人砸坏了我家的恶虎穴，你得随我去见李正。大人，我能走了吗？滚！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唐思思面前，他刚打算对唐思思和唐石跪下。老人家，如果你要表示感谢，你就随我们回去，替我们做点事情，可千万不能动不动就跪啊！我能做啥？老人家，你能做的有很多，你随我一同回去吧。冯姥姥也在那里，冯老太婆也在。是。那我去。姐姐，你能对外公好吗？能。那我就将外公交给你了。小朋友，你放心。唐思思他们离开了，走到半途，唐思思突然迈不开步子了，止痛药的效果过了，这会儿她的脚像是针扎一般。这么好看，离开田坝村之后，你好像就有了心事。我没想到在药国竟然还存在这样的事情。药国是一个封建奴隶社会，阶级制度十分严重，平常百姓想要读书难之又难，他们思想愚昧，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很正常。我这些天一直思考什么？药国的国泰民安是否都是表象？各地官员的面子工程做得多，麻痹了统治者的双眼。依你之见，应该如何？其一，要多开办学堂，让所有适龄孩童都能读书，读书能明智、明德、明心。其二，要废除药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提倡男女平等。其三，废除奴隶制与阶级等级制度，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我们先循着桦树种植的方向去找一个山洞。他越走越奇怪，这桦树种植的方向绕了一圈之后，竟然指向了女儿国。女儿国的女人们看见唐思思他们回来，他们一个个欢呼雀跃着：“老大回来了！老大回来了！老大，你怎么了？之前的腿伤复发了。”田秋实和田小花都过得很好。那就好，那就好。冯老太婆，邓老头，冯老太婆，村里传言你跑进山里喂了狼了，没想到你呀还活得好好的。邓老头，今儿那锣鼓声埋的是你？哎，是啊。我记着你今年不是59吗？我那女儿女婿说算虚岁。邓叔叔，您饿了吧？我们煮了野菜汤和狼肉，您过来吃一下吧。唐石将唐思思背回了之前他住的蘑菇屋。你的腿都这样了，你还敢到处乱跑？他原本打算自己动手，没想到唐石竟然在帮他处理伤口。我为何闻了你给的帕子便晕了过去？大概是你流血过多。为何我会在这里醒来？哦，他们打猎路过，遇到我们，就刚好将我们收留了。那你倒是挺能耐的，不过半天时间，竟然就变成了他们的老大。好说好说。我听晴雪说你会法术，你从你的左手里凭空变出来了一个箱子。那不过是障眼法而已。我也觉着奇怪，昨夜你原本趴在树上，手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后来你手中却有了火把。幻觉，这都是你的幻觉。这么好看，老大，唐公子，吧，请用膳。晴雪，狼肉吃了上火，我们现在受了伤，不宜吃。老大，那你想吃什么？我去替你重新做。以他们现在的条件，野菜和狼肉就是他们唯一的食物了。唐思思并不想为难他。你来女儿国多久了？1年多了吧？那你可知这女儿国内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吗？老大，你想要孩子了吗？啥？只要喝了子母河的水，在许愿树下虔诚祈祷，就能拥有自己的孩子。唐思思目瞪口呆，这怎么和《西游记》里面的女儿国设定相似啊？你带我去子母河和许愿树下看看。好。晴雪带路，唐思思和唐石走在他身后。老大，喝了子母河的水，我们就去许愿树下许愿。晴雪又带着他们往许愿树走去。老大，你照着我这样做，只要你态度够诚恳，那么老天就会赐给你一个娃。我晴雪真诚的祈求上苍赐给我一个孩子。老大，你来，这棵树应该有好几百年的寿命了，你还能知道一棵树的寿命啊？当然了，一个年轮代表1年寿命。这么好看，啥叫年轮啊？要把树锯开才能看见。老大，你跟我来。唐思思随着晴雪走过去，在树的另一头竟然有一个树洞，这棵这么大的黄角树竟然是中空的。老大，这个就叫年轮吗？难道温青树的山洞就是这个树洞？为何不进去看啊？这是许愿树，如果我们进去了，那么许愿树就不灵了。这是谁告诉你们的？当初带我们来这的人是谁？那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答应过他，绝不能说。唐思思钻了进去。老大，你快出来，这里不能进去。哎呀，我是仙女，我能进。树洞里面另有乾坤，这树洞与山洞几乎融为一体。他往里走了走，果然看见了10个大箱子。他打开其中一个箱子，是黄金。唐时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冒充我们车队的人已经被我全部赶走了，但是马车还在原地。那就好办了。他们2人出来，唐思思对着秦雪道：“你们去通知40个较为年轻的女人过来。”好。一盏茶功夫之后，几乎女儿国内全部的年轻女人都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唐思思组织他们抬箱子，等到10个箱子全部被抬上马车，唐思思又从中选了20个人负责驾驶马车。他将其余的人召集在一起。我此时前去有事，你们在这里好好生活，1年之内我必定会回来，到时候我便来接你们离开这里，让你们开始崭新的生活。老大，你真的会回来吗？我唐思思说到做到，说我没有回来，天打雷劈。在这个封建朝代，赌肉发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老大，你不要这么说，我们相信你。唐思思和唐时坐上了来时的马车。你先回城，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做。接下来的什么事儿啊？你去将金子运回洛城，不就是为了想替温清赎身？这么多金子，这么多人，你打算怎么办啊？好歹我以前也在替官家做事，有一些人脉。万一你身份暴露呢？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唐思思思考再三，终是同意了。唐时下了马车，唐思思驾着马车进了城门。娘，我回来了。思思啊，生意谈好了吗？谈好了。唐时呢？哦，他还有些事情，晚些回来。这2天他实在是累了，他吃了饭，简单洗漱一下，便躺下休息了。次日一早，唐骑士便来敲门了。思思，温夫子来了。唐时呢？温清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思思，你不是说唐时还有一些事情吗？啊，我刚才听错了，我以为你要说的是唐时回来了。温公子啊，你吃了早饭没有？今日走得早，还没来得及吃。我正好将早饭做好，快过来一起吃吧。好。唐思思小腿受了伤，她怎么着都不舒服。思思，你怎么了？没事。自从知道女儿国的一切也许就是温清的设计之后，她便觉得他骗了她，不想再搭理他。她现在也能理解为何唐时提醒她小心温清。思思，你有心事？没有。唐骑士已经将饭菜上齐，就在他们打算吃饭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唐思思也顾不得腿上有伤，快速跑去开门。他以为是唐时回来了，没想到当他将房门打开的时候，看见的却是燕红珊和2名女兵。这么好看，唐姑娘，这件衣服是公主赏赐给你的，3日后你便穿着这件衣服去参加耀国的皇家狩猎。皇家狩猎？难道唐姑娘没有仔细看公主给你的任务？哦，我认真看了。唐姑娘，你莫要辜负公主对你的期望才好。多谢燕将军提醒。娘，我出去一会儿。思思，正吃着饭呢，听说唐将军大胜而归，我想去看看。唐思思刚走上洛城大街没一会儿，就发现洛城大街被围得水泄不通。都散了，唐将军已经走过了。李公子，你这是在体验生活？思思，我觉得你说的对，我除了刑部尚书之子这个身份外，一无所有，所以我打算我要从低的职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挑战自己。好好干。思思，你也是来看唐将军的？可遗憾的是，唐将军走过了。不遗憾，唐将军会先将洛城的几个主干道走完，然后再进攻。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能从最好的视角看见唐将军。好。李乾坤带着唐思思去了青如茶楼。待会儿啊，唐将军就会从楼下走过，我们就喝着茶，吃着点心，一睹唐将军的风采吧。改天我请你吃饭。可以。思思，昨天我去你家中，你娘说你出去谈生意去了，你今儿回来了，是生意谈好了？差不多了。你看上的那栋楼，我后来又去和孙家谈了谈，孙家松口了，你有空的时候可过去看看。真的？当然，不过买楼的银子得你自己去付。那我以茶代酒，既谢谢你。等到我家手头的事儿都办完了，我请你去穷快乐玩。李乾坤瞬间就不开心了。唐思思果然对他没有半点儿女之情。半盏茶功夫后，一个身穿盔甲、骑着枣红色汗血宝马的人出现了。那顶马车里坐着的就是唐将军的妻子。是，听说唐将军与他的夫人是在战场上相遇，他们2人感情很好，唐将军无论去哪里都会将她带上。他的夫人可真幸福。唐将军只娶了1妻，育有1子，那1子如今5岁了。突然，马车停了下来，一个妇人冲进队伍，张开双臂拦住了唐将军的去路。这么好看，点个果真是你，唐延颂。你是齐音？原来我现在已经变为原名原姓了。此时，维持秩序的官兵已经上来。慢着！他想说话，却不知该如何说。他所得到的消息是，唐骑士已经死了。夫君，何事啊？原来如此。娘，你怎么了？唐延松看着唐雨，这个孩子叫他娘。他走的时候，他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了，那就是当时出生的孩子，是他的孩子。那么思思呢？思思在哪里？唐延松四周看着，他最终看见从茶楼里面匆匆赶来的唐思思。娘，
小雨，你们没事吧？唐思思狠狠瞪了唐岩松一眼，然后一手拉着唐雨，一手拉着唐骑士回到了人群中。唐岩松看着他们3人消失在人群中。思思，娘这是怎么了？今日回城的那个唐将军，大概是我爹。啥？你说清楚些。此事8九不离10了。苏婉婉躲在墙后，他捏紧了自己拳头。唐岩松竟然是唐思思的爹，那个害死了他的爹娘，害得他家破人亡的恶人，竟然是唐思思的爹。亏他以前还觉得唐思思就是他的救命恩人，报仇，他一定要报仇。唐思思将唐骑士带回他的房中。娘，不必为了这样的男人伤心。我们一家人受尽欺负，差点饿死在洛城。他倒好，他当上了将军，并且又娶妻生子了。在他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存在，而我却还在日日夜夜思念着他。娘，以前我们不需要他，现在也不需要，我会好好养着家。思思啊，我痛啊！娘，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我就想，既然他已经打算不要我这糟糠之妻，我爱了他大半辈子了，我应该成全他。改日我去他府上，去讨一封休书。娘，是他对不住你，你无需向他讨要休书，我替你写一封休书，你休了他便是。药国哪有这个先例呀？无论何事，都需要有第一个去尝试的人。若是你和小雨去认他，他应该会与你们相认。我不需要，我只有娘。我也不需要，我只有娘。这么好看，娘，点个订阅吧。别去想那个臭男人。唐骑士擦了一把眼泪，大声问道：“谁呀？”是我。唐思思走过去，打开了门。他很想知道唐岩松今儿来是为了何事。思思。唐骑士看见唐岩松第一眼想到的就是逃避，他转身欲走。婴儿。泪水模糊了唐骑士的双眼。婴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我能不能弥补你们？滚！你这负心汉，老身不管你是谁，你欺负了我的女儿，就是个畜生！你当初在我面前发誓会一生一世对她好，我才允许你们2人的婚事。如今你出息了，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弃糟糠之妻。娘，唐将军，你别这么叫我。娘，我当时收到消息，婴儿和思思出海帆船，在海中溺亡了。这是哪个混账东西说的混账话？婴儿自从被你们唐家赶出来之后，他大着肚子带着思思，2人几乎一路乞讨过来。若不是还有我在洛城，估计他们2人早就饿死了。娘，这些事情我都不知情，但是我会回去弄清楚。那你就好好回去弄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娘，婴儿，如果我想将你们接回将军府居住，你们还愿意吗？是以什么身份住进去？思思，我与你娘本就是夫妻。娘与唐李氏，谁是妻，谁是妾？唐岩松沉默了。他先与唐骑士成婚，再与唐李氏成婚。按照顺序来说，唐骑士是妻，唐李氏是妾。可是唐李氏在战场上为他挡刀，至今身体都不是很好。他也以他正妻的身份与他生活多年。若是现在让他当妾，他恐怕接受不了。我娘是善良朴素，若你不给他一个好身份撑着他在将军府过不下去。星儿她也善良朴素，她不会为难你们。你回去吧，你无需将我们接到将军府去住。你也不是我的夫君，我的夫君战死在沙场上，他这辈子只娶了我一人，他心中只有这个家。婴儿，若你愿意，可与星儿平起平坐，你们都是我的妻。唐将军，请回吧。最后，唐岩松叹息了一声，走了出去。唐岩松走后，唐骑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这么好看，娘，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唐骑士呆若木鸡的摇了摇头。那我换个问法，你还爱他吗？唐骑士眼中的泪滚了出来。如果他再来接你，你是希望跟他走，还是留在这里？小雨啊，你想要爹吗？我不想要爹，爹是个坏人。你爹不是个坏人，他只是被欺骗了。那我也不要他，他让娘伤心了。小雨，你若跟着娘，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好日子。你只有去跟着你爹，你才能有好日子过呀。娘，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在过好日子。娘，无论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支持你。他泪眼朦胧的点了点头。唐骑士被劝着回房休息了。思思，我这几天很少能看见你，你是不是在故意避开我？没有。你在寻找唐石？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他根本就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你，他于你而言只是你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而已。就算他是过客，我也必须要找到他。为何？温公子，晚了，快回房休息吧。若是唐石一去不复返，你会考虑我吗？若我考虑你，那么这样的情况放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犯了重婚罪。他说完这句话，就往自己房间走去。苏婉婉走到温静旁边，温公子，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们合作怎么样？苏姑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温公子，你喜欢唐思思，而我想要唐石死，我们2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与你合作？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若温公子想清楚了，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不用想，我想与思思在一起。既然唐石已经失踪，那他就永远不要出现了。好，次日清晨，思思，娘，什么事儿啊？思思，咱们家门前停了一辆马车，说是来接你的。他猛地醒了，这2天的事情太多，他差点忘记立国大公主的事情了。他快速起床，然后将他们送来的衣服快速穿上，又随便将头发扎了一个马尾，然后出去了。思思，你做什么去啊？娘，
有个朋友约我出去玩，我今天会回来很晚或者不回来，你不要担心。是哪个朋友啊？李乾坤。唐思思上了马车。燕将军，今日怎么是你来了？若是没有本将军这张脸，你以为你能进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今日大公主受邀参加耀国的皇家狩猎，参加此次狩猎的除了耀国的皇子，还有耀国大臣未婚之子。此次狩猎拔得头筹的人将会成为大公主的驸马。他们知道本次狩猎的目的吗？此等好事便是不能提前告知，若是他们提前知道，会在狩猎过程中徇私舞弊，那大公主便无法选出耀国最神勇的男人做驸马了。那大公主会出席本次狩猎吗？我们既然来了耀国，便要入乡随俗，守耀国的规矩。未出阁的女子还是待在家中为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位传闻中立国的第一美人是什么样子。唐思思，其实本将军已经为你想好了法子。大公主心仪之人是荀王，你的目的就是让荀王的猎物最多。每个皇子和大成之子剑都不一样，你需要拿着荀王的剑去射击猎物。燕将军，你的法子非常棒，但是我只是耀国一个普通民众，我以前连饭都吃不饱的，哪里学过骑射啊？没学过不要紧，你不也没学过武功吗？照样混进了驿馆，将那2个男人救走，并且得到了公主的信任。燕将军，那是纯属我运气好。大公主很欣赏你，你可别让她失望。若是你让大公主失望了，恐怕你的四肢无法长在你躯体之上了。燕将军放心，小的一定完成任务。马车行至洛城外的皇家猎场，燕红山带着唐思思刷脸进入其中。现在唐思思的身份就是燕红山的手下，与燕红山一起负责监视本次狩猎的公平性。皇家猎场被分为3部分，右边部分是帐篷区域，各个家族和皇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帐篷区域。左边部分则是皇家狩猎场。别看了，你就住在这里，赶紧进去休息一会儿。晚点的时候，大皇子会主持这次狩猎比赛。是。他进了自己帐篷，帐篷里面有一张小床，地上铺着羊毛地毯，四周布置了鲜花。你们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李乾坤被4个人抬着进了皇家猎场。这么好看，大少爷，点个老爷爷是为了你好。你胡彪，你这吃里扒外的家伙，你究竟是我的随从，还是我爹的随从？大少爷，你就别念着唐大夫了。唐大夫有了相公，你难道想去给他做小？我揍你个大头鬼！胡彪，你要再敢说一句，小心我敲爆你的头，你信不信？大少爷，我说的都是实话。这次回去，我就要将你开了。唐思思将李乾坤和胡彪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哎呦，这不是李公子吗？嘿，琼花楼一见之后，徐某对你甚是想念呢。我还以为许大公子除了逛琼花楼以外就没有其他兴趣爱好了，想不到许大公子还会狩猎呢。之前李公子身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徐某也难以想象李公子竟然会狩猎。许大公子，我们打个赌如何？说，我们就来比试比试，若是我赢了，那么许大公子跪下来叫我一声爹，如何？若是我赢了，我要你跪下来，一边学狗叫，一边叫我爹。所以在许大公子的心里，自己是一条狗吗？李乾坤大笑着进入自己帐篷，留下许南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李乾坤啊，李乾坤，你可千万不能想着去赢啊！中书侍郎之子许南参见荀王。唐思思听着这声音，他整个人都是一颤。楚寻琛来了，楚寻琛他真的来了。楚寻琛就仿佛没看见许南一般，直接从他身旁走过。二弟，叫他的人便是耀国大皇子楚人云。楚人云从小就身体不好，他瘦弱不堪，面无血色，所以他每次都充当皇家狩猎的主持者。楚寻琛回头，唐思思将他的正面看了一个正着。这荀王楚寻琛的脸竟和唐时的脸长得一模一样。他一下子从帐篷内出来，楚寻琛和如影也看见了他。这么好看，荀王，点个订阅吧。这便是唐思思。原来你便是唐思思。我是。本王听如影说，你不愿嫁给本王。我二弟，你别吓坏了人家小姑娘。就你那可欺的体质，放眼整个耀国，谁敢嫁你？大哥身体不好，便不要每年都操办这狩猎活动了。我能为父皇分忧的，只有此事了。大哥，你快进帐篷去，别在外面吹了风，受了寒。二弟也早些进去休息。你是耀国人，却出现在立国区域，穿着立国人的衣服，你这是叛国了？荀王，我这是为了2国友好，给他们当导游的。导游？就是他们来这里人生地不熟，我身为耀国人，应该有主人翁意识，就带着他们到处走走，给他们介绍一下耀国的风土人情。如此，你便替立国人当好这个导游，他们如有不满之处，本王拿你试问。是，荀王。楚寻琛走后，许南问道：“你是个什么来头？荀王从来不爱搭理旁人，
倒是与你说了不少话。巡王自然是有眼光，不会与你这种闲人说闲话。你说谁是闲人啊？此时燕红山出来了。许大公子，你这是做什么？你就是立国的燕红山？你这闲散人，竟敢这般称呼本将军！哼，女人就该在家生孩子，伺候公婆，真是搞不懂你们立国人瞎折腾什么劲儿。最后还不是被男人打的投降，需要靠和亲才能解决这场纷争。你再说一遍。我爹是中书侍郎，你若动我分毫，我爹不会放过你。你爹是中书侍郎，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哈哈哈哈！许南啊许南，我说你那么脆弱，你来参加此次狩猎做什么？许南面红耳赤，他从地上爬起来，然后跑进了自己的帐篷。李乾坤看着唐思思，他刚准备张嘴，唐思思就钻进了帐篷。他帮着厉国人做事儿，还是不要将李乾坤牵扯进来为好。这么好看，今年狩猎与往年一样，狩猎一共有3天，比赛者3天时间都必须待在狩猎场中，最后按照个人得分排出名次，甲乙丙为前3名，获得甲乙丙名次的可获得本次的神秘丰厚大礼。大皇子，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奴才来替您说。楚人云摆了摆手，为了保证本次比赛的公平公正，我们的公证员除了药国人，还有厉国人。叶红山带头点头示意。我们以往比试剑术都是千篇一律的射击狩猎场原有的猎物，这样的比赛缺乏乐趣。而我这次在狩猎场中加入了一些好玩的猎物。许南说到这里，他拍了拍手掌，一大群穿着统一红衣的奴隶被赶了上来。许公子，你这比赛方式，本皇子见所未见，不如换个平常些的。大皇子，按照惯例，每年的狩猎活动都是由我们几家轮流出题布置，今年轮到我们许家，而且我看各位皇子公子的兴趣极高，我们还是不要临时改变了吧。大皇子，我觉得许公子提出来的方案挺好，这比简单的射击猎物要好玩得多。就是普通的猎物是没有思想的，而奴隶有思想，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射中普通猎物记1分，而射中奴隶猎物则记2分。各位皇子公子先自行准备一下，等到奴隶们进入狩猎场一盏茶功夫之后，我们就出发。大群的奴隶被赶着往狩猎场而去。燕红山大喊一声驾，他的马儿快速奔跑了起来。只一眨眼的功夫，燕红山带着他的几个女兵便冲出了很远。我们是公证员，不需要速度那么快的，我们待会儿慢悠悠的进去，你们2人做好记录便是。是。他们3人悠哉悠哉的进入了狩猎场。唐姑娘，我们现在该当如何？就兵分3路，各自记录各自看见的情况。唐姑娘，你注意安全。好。另外2名女兵各自驾马离去。唐思思还是骑着马慢走着，走了一会儿，马儿竟然不动了。她学着刚才燕红山的架势，大喊一声驾，马儿依旧没有反应。驾驾！这一次她夹紧了马肚子，马儿嘶叫了一声，一下子冲了出去。这么好看，我刚才分明对准了一个奴隶，差点射中了。你是不是故意来捣乱的？许公子，天地良心，我可不想来捣乱，主要是这马它不听我指挥。你不准再骑马。好呢。刚才本公子的箭已经射出，你们过去看看，射中了没有？公子，地上有血，应该是射中了那个奴隶，他受伤了，跑不远。那就给我追！许南说完，就带着他的人朝着有血的方向跑去。唐思思也跟在他们身后。抓住他！抓住他！许公子，若不是你亲自抓住他，你必是作弊！你们都给本公子站住！本公子要亲自去抓。楚寻琛骑着枣红的马出现。许公子，这名奴隶是本王发现的，你可有异议？不敢有异议。那便好，来走。你刚才看见了吧？巡王抢我猎物，他作弊。刚才我并未看见奴隶身上插着属于许公子的剑，巡王算不得抢你的奴隶。你是不是不敢得罪巡王，才故意这般说？作为本次狩猎活动的公证员，我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比赛的公平公正，凡事我都以我看见的为准。好一个公证员，你给本公子等着！许南说完这句话，就领着他的侍卫走了。别出声，否则我杀了你！我们不出声。几个侍卫走了过来。猎物呢？刚刚明明从这个方向跑了，怎么现在不见了？再仔细找找。兄弟，你放了我，我可以将他们引开。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其实是被他们抓来当炮灰的，我也是身不由己。谁？是我，厉国的公证员。你在草丛里鬼鬼祟祟做什么？小姐。笑什么笑啊？人有3急。你可看见了一名奴隶从这边跑过？我刚的确看见有一抹红色从那边闪过，至于是不是奴隶，我并不清楚。追，一定要抓住他！兄弟，我刚救了你，你这又是做什么？我要你救我所有同伴。你觉得我有多大能力啊？我就只是这场狩猎活动的公证员。你可以。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我将这个同伴藏在那边的山洞中，我这次出来就是来寻找新的同伴的。你觉得你真的救得了他们？救不了也得救，我无法看着他们像畜生一样任人射杀。你不宜四处行走，我发现奴隶之后会做上这样的记号，并且会发出2长1短的布谷鸟叫声通知你。
你听到声音就循着记号来找他们。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思思，我可算是找到你了。李公子，你今日的收获不多啊。你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你看见奴隶了吗？那样的事情我做不来。许南那小子真会胡闹，竟然想出这样的法子，他简直太没有人性了。我也觉得那小子欠揍。你想揍他还不容易，待会儿我逮住他，让你揍个够。公子，徐公子的爹是中书侍郎，若你揍了他，就又给老爷惹麻烦了。这么胡闹，你不说话会死吗你？出门之前，老爷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看好你。胡大哥，此事简单，待会儿我们遇到许南，在他身后袭击他，当他还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就将他揍了。他被揍得晕头转向，也不知是挨了谁的打。嘿，这个可以有。你究竟是不是我的贴身侍卫？我觉得唐姑娘说的对。乾坤，其实我今儿找你还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你说。你知道本次狩猎活动拔得头筹的人会得到什么奖品吗？皇上亲赐的宝贝。这次的奖品是与立国大公主和亲。啥？但坏就坏在立国与我们审美不同。他究竟长成什么样？目测体重300斤。我马上去申请退赛。你这样做太逆行了。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一定会输。你说。唐思思又在李乾坤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这个法子能行？能。成，我刚才看见他们往那边走了。李乾坤带着唐思思一起上路，他们找到了楚寻琛的行走路线，并且一直跟在他的后面。李公子跟了本王一路了，有事，我也就是想跟在邢王身后捡点邢王看漏的猎物。李公子就不怕你身旁的公证员记你作弊？就是，李公子，你不能这般投机取巧。是，公证员说的对。邢王，那我告辞了。唐思思将李乾坤背上的剑换成了楚寻琛的剑。乾坤，这一下你可要认真打猎了。遵命。我还要去监督其他人，先走了。思思，等等，我还有话想对你说。有什么话，等到一切结束之后再说。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再问你一遍，刚才那个小孩在哪里？你们这些贱奴跑进来之后，躲到哪里去了？奴隶依旧不说话，许南彻底怒了，他将匕首一下子插入奴隶肩上，鲜红的血流入红色衣服内。你若不说，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你。你们不要杀我娘，我跟你们走！快跑，快跑！小东西，你挺能躲的，害得本公子好找。你放开他，有什么事冲我来。我还以为你这奴性十足的奴隶，不知道反抗，不知道疼，原来你也有在乎的东西。你们放了我娘，我跟你们走。母的和小的都被抓住了，你爹呢？阿莹，不要说，不要说，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又是你。许公子真是好能耐，又抓到2名奴隶。依我看来，许公子是胜券在握了。你别拍我马屁，没用。我刚从寻王那边过来，寻王的猎物定不会少吧？寻王的心思不在狩猎上，他暂时并无猎物。如此，本公子倒是很有潜力夺冠呢。正是。你刚才说你知道这个小贱奴的爹在哪儿？我刚才从那边路过的时候，刚好看见有个公子在追一男奴，我也不清楚那男奴是不是他的爹。那男奴往哪个方向跑了？那边。追。小奴隶和他娘被许南的侍卫压着，而许南带着另外的侍卫朝着唐思思所指的方向追去。你们快点走，若是走得慢了，小心爷手中的鞭子不客气。两位爷，你们要将他们押到哪里去啊？这不是你该问的话，你赶紧离开。我就好奇问问。再说了，我是本次狩猎的公证员，我想走到哪里便走到哪里。你们若不许我跟着，除非你们要作弊。得，你想跟着那边跟着吧。在靠近第3座山的时候，侍卫吹了一声口哨，他们面前巨头旁边的树藤被人拨开，从里面走出一个侍卫来。许公子真是厉害，竟又抓住了2名奴隶。许南为了防止猎物太多影响他狩猎的速度，所以他就将他猎到的猎物统一存放在这里，并且派侍卫守着。唐思思进入山洞之后，他彻底傻眼了，里面被绑了10几个奴隶，他们身上都带有伤，这么多伤者，就算他不停歇的治疗，没有1天1夜的时间也难以办到。姑娘，你现在看也看了，该离开了吧？是，我已经看完了。他起身离开了这个山洞，他刚走出没多久，就看见楚寻琛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了。这么好看，公证员，你为何会在这里？我四处走走。那可要本王陪你四处走走？不用了。楚寻琛翻身下马，他走到他身边。寻王，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告诉我，你协同李乾坤将本王的剑偷走了一些，有何用意？我们这个问题，本王不为难你。你告诉本王哪里有大量的奴隶？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告诉本王哪位公子手中的奴隶多，本王去将他们抢过来，那么最后赢的人便是本王了。我不知。他直接拉满了弓，对住了他。可不能撒谎哟。寻王，那个我是公证员。本王知道。那你放下剑，咱们好好说话。不成。他两指一松，一根羽箭朝着他的脸飞了过来。他听到身后有异响，他转身一看，看见他身后有一头受伤的老虎。这头老虎在靠近他的时候，
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若不是楚寻琛射中了他，恐怕他已经被老虎咬断了脖子。寻王，谢谢你。这片林子还没有开发过，里面的猛兽比较多，一般不会有人去里面狩猎，你也无需在里面晃悠。我知道了。走吧。他有些不可思议，刚才他不是还问他谁收到的猎物更多吗？他就这样放他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等到他再次回头，却发现楚寻琛已经不见了。他走了半炷香的时间，忽然听到了两短一长的布谷鸟叫声，他快速朝着那边跑去。当他还没有跑到这里，一根羽箭飞来，射中了他前面那个男奴。男奴不可思议地看向他，跪在了他的面前。你那么拙劣的伎俩，能瞒过本公子？你早就知道。当然，不然怎么能钓到这条大鱼？这么好看，你和他是一伙的。点个订阅吧。不，这次你就说错了。他就是纯属心地善良，想要帮一帮你们。可是坏就坏在他虽心善，但是脑子不好使。他们也是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人？奴隶可算不得是人，奴隶最多就是比猪牛羊稍微贵一点的牲畜而已。许南，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会遭报应的。迪亚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条件他了吗？之前我得知消息，苏婉婉被送到了琼花楼，我正想去照顾她的生意，结果被他抢了先。他联合李乾坤一起，竟然将苏婉婉抛越了。想必如今苏婉婉在尚书府都要来李乾坤的孩子了吧？畜生！李乾坤的确是畜生啊！你妹妹才多大？不过13岁的年纪，滚开！不知苏兰苍从哪来的力气，他一下子挣脱开所有束缚，他一个滚身捡起了地上鞭子，鞭子缠住了许南的脖子。带我出去，我要见他。你想见苏婉婉，去找李乾坤，找我做什么？苏兰苍，我知道你妹妹在哪里。没错，他知道，他和李乾坤的关系很好，你可以与他一起去问问李乾坤，你妹妹还活着没有？带我去找李乾坤。他将许南作为人质，带着唐思思离开了。在走了一段路后，苏兰苍将许南打晕，扔在树丛里。苏兰苍，你妹妹并不在尚书府，她也不是李乾坤的女人，她在我那里。除了亲眼见到婉婉，亲耳听她说，否则我不会相信。我要见李乾坤，你若不带我去，我一样会杀了你。你别冲动！咣当一声，苏兰苍倒了下去，他晕倒了。唐思思，寻王，这是你猎的？寻王，能麻烦你一件事吗？不能，本王已让如影给你带了消息，本王看上你了，而你却连夜嫁人。寻王，这一码归一码。你想本王救她也可以，不过本王有条件。只要我能做到，随便你开口。本王身边缺个太监，你去如何？我？这是什么怪癖啊？你不愿？好。楚寻琛打了一个响指，从树丛中飞跃出一人，跪在他面前。主人，将他带回本王的帐篷内，任何人不得靠近。是。唐思思，等你认祖归宗之后，休了你那夫君，跟了本王，如何？我和我相公感情很好。不急，你现在不愿，不代表以后不愿。本王有信心会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刻。如此听来，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寻王对我用情至深呢。你且记得，从今儿起，你便是本王的人了。若是有谁敢欺负你，本王替你撑腰。寻王，你这话说的有歧义。无歧义，太监也是人。楚寻琛说完这句话，便对着林子道：将许南猎到的奴隶全部抢过来，并将他们全部活着带到本王营地。小唐子，你今晚要不要去本王帐中替你的奴隶朋友疗伤？我去。那本王今晚可等着你。这么好看，主子，唐姑娘来了。进。唐思思走了进去。你若来得再晚些，你这位朋友就要血尽而亡了。唐思思听后，她连忙跪坐在软垫上，查看了苏兰苍的伤口。你还不动手？寻王，待会儿的画面过于血腥，不如你回避一下。本王什么血腥的场面没见过？开始吧。小唐子，别的大夫给病人治病都会带着药箱，你为何不带？寻王，我带了药箱。他说罢，摊开左手，一个紫檀木箱出现在他的手心中。等到他将一系列工作做完之后，已是大汗淋漓。你这救人的方式，本王倒是没见过。还有你这药箱，是从何处变来的？寻王，我将药箱放在袖带中，不仔细看难以察觉。原来如此，这间帐篷已经脏了，本王今夜要换一顶帐篷休息。你如今已是本王的人，本王的营地你出入自由。寻王，你是个好人。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说罢，便出了帐篷。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苏兰苍，他拿出了输液装置给他输液，再将楚寻琛床上的那床被子给他披在身上。那个尹大人，唐姑娘，以后咱就是自家人，有任何事情你尽管吩咐。我想去看看今日寻王带回来的奴隶们。唐姑娘，这边请。尹大人，里面的奴隶伤势严重，不宜有人打扰，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这间帐篷。唐姑娘放心，我会安排下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个帐篷内横七竖八的躺着很多奴隶，小奴隶和他娘也在其中。不要怕，我是苏公子的朋友，我会救你们。姐姐，
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姐姐，那你先救我娘。唐思思先给她做了手术，然后再替她包扎，最后给她喂了药，让她休息了。她一直在做手术，从未停歇。姐姐，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他们必须得到及时治疗，否则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必死无疑。小妹妹，你能帮姐姐做一件事吗？姐姐，你说。旁边帐篷里有位哥哥，你去帮姐姐将她手上的针拔出来，并且用棉签按住伤口，直到不再流血为止。姐姐，我明白了。唐思思继续做手术，不知过了多久，她听到了鸡鸣声，而她也完成了最后一个奴隶的手术。她刚抬起头，眼前一片空白，她晕了过去。她所做过手术的奴隶基本上全部睡去。苏大人，您终于醒了。我这是在哪里？您是在巡王的帐篷内，是姐姐救了我们。姐姐？就是今天当公证员的姐姐，她是个好人，她救了好多人啊。你娘呢？娘和其他人都在另外一个帐篷里，姐姐正在给他们治病。苏大人，我要去找姐姐和娘了。小奴隶走进帐篷之后，他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唐思思。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如影一下子冲了进来，他骤跃过去，一个人影从他面前闪过，他再一看，便看见楚寻琛抱着唐思思大步走了出去。如影看着楚寻琛的背影，他跟了楚寻琛这么多年，他还是头一次看见他这般对待一个女人。这么好看，如何？点个订阅吧。巡王请放心，这位姑娘只是疲劳过度，昏睡过去了，她休息一段时间便会好起来。下去吧。是。大夫退下之后，楚寻琛亲自守在他身边。如影在帐篷外等得着急，今日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巡王还没出来。一到50了，巡王还没出来。太阳下山了，巡王还是没出来。等到这天结束的牛角声响起，唐思思一个机灵，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是今日比赛结束的号角声。啥？本王身上长刺了。巡王，民妇已经婚嫁。你的夫君名叫唐石，你很爱他？爱。可据本王所知，你与他并无太多肌肤之亲。我们那是因为他有伤在身，我要克制我自己。哦，原来如此。可你夫君唐石已有几天未归，说不定他被仇家寻中，已是不在人世了。巡王，你安插了人，日夜守在我家周围，你可有夫君的消息？本王凭什么帮你？你若帮我这一次，以后但凡巡王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在所不惜。唐思思，你命硬吗？还行吧。本王已娶了8个新娘，一个个皆是在新婚之夜被本王克死。你命硬，若是来当本王的第9个新娘。巡王，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唐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了。我已经让厨师给你做好了饭菜，你若觉得饿了，我便让他们将饭菜送到你的帐篷去。尹大人，我是想让你安排给那些奴隶做点食物。唐姑娘放心，我会吩咐下去的。多谢。姐姐，你好了吗？我没事，只是有点累，睡着了而已。姐姐没事就好，既然姐姐累了，就快些回去休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没有名字，之前的主人叫我78，因为我是他的第78个奴隶。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小茹，怎么样？好。姐姐，苏大人想要见你一面。我知道了。他出了帐篷，来到苏澜仓住着的帐篷内。我听说你替所有奴隶疗伤了。救了我们，便是与所有奴隶主作对。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救了你们，可以是我想要买下你们。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他们还有什么身份，我并不知晓，但我却知道你，苏公子，你的妹妹苏婉婉在我家中，说是这次我能成功将你带出去，你便能和你妹妹团圆了。我们都是犯了死罪的奴隶，所以才成为了这次狩猎的猎物。你好好休息。他说完这句话，心情沉重地离开了苏澜仓的帐篷。他的运气可真是不好，刚出来就碰到许南他们狩猎回来了。唐思思，你这正义凛然的公证员，今日为何没去狩猎场？徐公子，我不去狩猎场，其实是为你好。各位公子，你们可知护国将军苏国栋大子苏澜仓？听过，听说他是南疆城第一才子，就是可惜了苏国栋通敌叛国，苏家就此败落了。那大家想不想看看这位南疆城第一才子？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当奴隶？唐姑娘，大家都想再见苏公子一面，你一直将他藏着，那就不够意思了。唐姑娘，你若真知道苏澜仓在何处，就将他叫出来让我看看。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各位公子别不高兴，他虽不说，但是我却有办法让苏澜仓自己出来。这么好看，来者何人？我来替大皇子治病。大皇子的病，药国的无数太医都无法根治，你这一介女流如何能治？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去，你若惊动了大皇子，那就是死罪。带我去见大皇子。大皇子已经休息，你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你若不愿，那便得罪了。唐思思说罢，将手中的针头插入他的膝盖，针管里面是大量的麻药，没一会儿他便晕了过去。唐思思将他拖到隐蔽处，换上了他的衣物，混入了楚人云的帐篷范围内。他低头快走着，偶遇另一个侍卫，侍卫将手中水桶放在唐思思面前。你替我将这桶热水提到大皇子帐中，我要吃坏了肚子，得去茅房一趟。你咋这么慢？若是凉了大皇子，咱家可拿你试问。快些！公公说完，便在前面领着他。大皇子洗澡不许有人伺候，你快些进去，将热水盛上之后就出来。是。快去将热水添上，然后出去。
大皇子，小的有一事相求。你是谁？为何闯入本皇子的帐中？我是此次比赛的公证员唐思思。你为何穿着侍卫的衣服，又出现在本皇子的帐篷内？我是来替大皇子治病的。你会治病？小的祖上是开医馆的，小的从小耳濡目染了一些。本皇子劝你快些离开，那些从小接受培训且有着丰富经验的御医都无法根治本皇子的病，你只是耳濡目染了一些，如何能治？大皇子是否乏力、消瘦、食欲不振、长期低烧咳嗽，甚至有些咳中带血？大皇子的病虽可以治愈，不过却难以治愈，而且还具有一定传染性。若是与大皇子亲密接触之人，很有可能也会患上此病。你就不怕本皇子杀了你？大皇子，我可以这般说，你这个病，放眼整个药国，除了我，无人能治。你真的能治？我若不能治，你可以砍我的头。也罢，本皇子就让你试一试。你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本皇子，不会只是为了替本皇子治病吧？小的还有一事，想求大皇子帮忙。说。我想要大皇子终止用奴隶充当猎物，并且释放已经被猎到的奴隶。若是贸然结束，对本皇子的影响颇大。大皇子不也不赞同用奴隶作为猎物吗？你为何要救他们？悲悯，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你倒是一个让本皇子刮目相看的姑娘。大皇子，先让我替你诊断一下，我好制定为你治疗的方案。楚人云伸出了手。本皇子得了何病？用我们那边的话来说是肺结核，用你们这边的话来说是痨病。痨病？你真的能治？能治，不过你也得认真听话，好好吃饭，保持心情愉快，好好接受治疗。他拿出几盒胶囊，这种药每日3次，每次1粒，一个绳子结成套，套内放了一个烧鸡。许南等人躲在暗处，小罗从帐篷里出来，他看见地上有一只烧鸡，他蹲在地上，拿着烧鸡闻了一下，烧鸡香着呢。小罗拿着烧鸡刚打算离开，许南拉扯手中绳子，绳子收紧，小罗的脚给捆了起来，倒挂在树上。许兄，你不是说要抓苏兰仓？你抓这个小奴隶做什么？虽说苏兰仓当了几个月的奴隶，但是他的思想却并没有被奴化，他甚至还妄想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个小奴隶，我就有办法让苏兰仓出来。你们错了，苏大人不可能会出来。是吗？许南一拳打在小罗肚子上。苏兰仓，这个小奴隶在我手上，你若不出来，我就一拳拳打死他。这么好看，许南又是狠狠一拳。苏兰仓，你这个缩头乌龟，你要一个小奴隶替你受罚？这一次，小茹没有忍住，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许南又是一拳砸在小茹肚子上，小茹晕了过去。苏兰仓，这个小奴隶已经晕过去了，若是再挨一拳，恐怕他就没命了。放我出去！你现在的身份是寻王猎盗的猎物，若我放你出去，寻王的颜面何在？你也听到了，若是我再不出现，小茹便死了，与我无关。尹大人，求你放我出去！为了一个小奴隶，值得吗？他是一个人，是我在乎的人。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见。许南，你放了他！你让我放我就放，你究竟想怎么样？喂，你们想怎么样？苏兰仓，听说你是南疆城第一才子，好奇的很，你学2声狗叫来听听。嘿，光是学狗叫也太简单了，他应该一边学狗叫，一边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苏兰仓，你还不照做，我就将这个小奴隶的脑袋割下来。苏兰仓捏紧拳头，咬紧牙关，他竟是直接趴下了。他的尊严与小茹的性命相比，他选择保全小茹的性命。你要再不叫，这个小奴隶的脑袋就要被我割下来了。我苏大公子，你是没见过狗是如何爬行的吗？你这叫狗爬吗？狗要一边爬一边摇尾巴，屁股摇起来。许南，你不是人，我要和你拼了！滚开！苏兰仓用手在小柔娘鼻前探了探，他已经没气了。许南，在你眼中，人命就是这般亲切。唐思思，你若帮了他们，你就和他们是一伙的。唐思思一刀扎在他左肩胛骨的位置，这一刀是我替小茹刺的，这一刀是替小茹娘刺的。唐思思，我要杀了你！唐岩松身穿盔甲走了出来。将军，这个女子带领这些奴隶以下犯上。思思，你在那边胡闹什么？唐将军，我没有胡闹，胡闹的人是许南。唐将军，我不过是杀了一个该死的奴隶而已，这个女人竟然给了我2刀。你杀了人，却还说别人在胡闹。唐将军，他们可都是犯了死罪的奴隶，他们本就该死。他们是否该死，不该由你来说，更不该由你来判决。唐将军，你是不是和他们是一伙的？本将军就事论事，此事我不服。伴随着轻微的咳嗽声，楚人云来了。参见大皇子。起身。谢大皇子。发生了何事？大皇子，唐思思和这些奴隶一起反了，而且他还伤了我。真是如此？请大皇子明察，我们并无反叛之心，是许公子杀人在先。可是这样，大皇子，他们是奴隶啊！他们是奴隶，所以你便可以对他们随意打杀。奴隶的命属于奴隶主。奴隶虽然属于奴隶主，但并不代表奴隶主可以对奴隶随意打杀。大皇子，之前是在下愚笨，对药国法律存在误解。如此也不怪你，只不过此次
用奴隶作为猎物进行猎杀的实在不妥。此条比赛规则就此结束。本皇子会安排受伤的奴隶接受治疗，并且会按照这些奴隶的意愿替他们重新分配奴隶主。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楚寻琛得了消息，他快速赶回。等他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直接去许南的帐篷把他抓了起来，绑在帐内等待唐思思醒后发落。寻王，我是中书侍郎之子，本王今日不在，你便在本王的帐篷范围内撒野。寻王明察，我并未在寻王帐篷范围内，我将那小奴隶骗出了您的帐篷范围内。啪的一声，楚寻琛一巴掌打在许南脸上。就是因为你与苏兰苍的个人恩怨，你抓了我猎到的奴隶闹事儿，现在将奴隶作为猎物的规则被取消了，本王此次的比赛分数大打折扣，你怎么赔？寻王，在最后一天的时间内，我一定会好好狩猎，我将猎到的猎物都给你。罢了，本王就将你丢给唐思思，让她来收拾你。楚寻琛到了唐思思休息的帐篷，他走到床边，他在睡梦中仍然睡不安稳，他的眉头紧皱，双手紧握着。小茹，小茹，他一下子惊醒过来。唐使，你叫本王什么？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本王与你夫君长得很像。不像。许南胡闹了一场，让本王猎到的奴隶全部都作废了，本王很是不开心，本王将他给你，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已经惩罚过他了。他拿出一个翡翠的玉质口哨，这是给我的。本王说过，从今往后本王就是你的靠山，你若需要本王的时候就吹响这个口哨，本王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这个口哨的声音能传这么远？当然不能，这个口哨的材质特殊，吹出来的声音与其他口哨不同，只要此口哨声响，在你周围的属于本王的人会用最快的速度通知本王。这么好看，那万一我所在的地方周围没有你的人呢？那就算你倒霉。主人，今日比赛已经结束，大皇子让你去教场，马上要清点猎物数量了。走，与本王一起去看看。是，寻王。唐思思跟在楚寻琛身后，两人一起往教场的方向走去。烈元庆公子23分，金光善公子25分，寻王0分。什么？唐思思觉得他整个人都石化了。李乾坤同样是一脸懵逼，他那么费力的狩猎，寻王不可能是0分。查，大皇子，大部分猎物身上都插了红色羽毛的线，乍一看像是寻王殿下所猎，但是仔细观察可知，这些线的羽毛是被猎物的鲜血染红，所以才变成红色。其实这些猎物全是许南公子所猎。唐姑娘，你的好意本王心领了，本王知道这次第1名的奖励是什么，寻王妃的位置本王一直给你留着。这次的狩猎比赛，许南第1名，三皇子第2名，李乾坤第3名。叶红山看着台子上的许南，一脸猥琐的模样，他带着厉国人愤然离场。思思，你还愣着做什么？走，我送你回去。小茹他们呢？大皇子已经发话，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安置。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到了洛城之后，一起去下馆子。哎，听闻醉仙楼来了一个厨子，那手艺别提了，宫廷御厨也不过如此。这洛城有什么好东西，瞒不过你的眼。我们待会儿就去醉仙楼。这么好看。二人到了醉仙楼，小二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二位客官，里面请。小二，将你们店里最好的菜都上一份。好呢。李公子出手果真阔绰，我还能对你抠抠搜搜。唐思思看着满桌子摆盘精致的菜肴，她随便夹了一个，嚼在嘴里索然无味。不好吃？她点了点头。好吃的呀。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最美味的东西，火锅、串串、烤肉、奶茶。要不要去我家？我要打开你新世界的味蕾。你还会做饭？那是当然，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做饭。走，要说这个火锅底料得用牛油熬，鸭肠、猪血、毛肚等等，样样不能少。鸭肠和猪血我倒是听过，但是这毛肚为何物？不能告诉你，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吃不下了。他们二人到了菜市场，你就站在这里等我，我一会儿出来。你这火锅的配方还是秘密吗？主要是他喜欢的那些食材，在古时都是妇人不吃的东西。若是让他瞧见了，他待会儿心里有阴影，就不会吃了。他进去之后，将所有食材都买好了。走了，小萝卜头，姐姐回来了。姐，你终于回来了，小雨可想死你了。乾坤哥哥也来了。小雨，你比上次我见你长高了一点啊。乾坤哥哥，我有好好吃饭，我希望长大以后能像姐夫和乾坤哥哥一样高。小雨，你以后会长得那么高的。温清听闻声音也出来了。思思，你回来了。温夫子，小萝卜头这几日学习情况如何？他很听话，学习能力也很强。咱们小萝卜头真乖。思思，你们站在门口做什么？快进来坐。李乾坤被唐启士迎到了大厅。这么好看。思思，你和李公子吃饭了吗？娘，这顿饭我去做。吃火锅啦！思思，我现在还没尝，但是光是从你所做这锅汤的色和香上面来说，洛城没一个厨师有你这般能耐。我可不是让你们来喝汤的。他说着，就将了一块毛肚放入红汤之中，烫了10几秒后，将毛肚放在李乾坤碗中尝尝。思思啊，你不去开个饭馆，真的可惜了。
下次请你吃石板烤肉。思思，我终于知道你为啥嫌弃醉仙楼的大厨做的菜不好吃了。你的嘴啊，被你的手艺养刁了。此时，宅院的大门咯吱一声打开了。唐石，你终于回来了，你快洗了手，过去坐下，我去给你拿碗筷。他走到唐思思身边，李公子，让一让，尝尝。这是第一片。女婿，这是思思烫的第2片毛肚，很好吃的，你尝尝。娘，思思烫的第1片毛肚谁吃了？李公子是我们家的贵客，思思将第1片毛肚给了李公子。为夫现在没有胃口，晚上再收拾你。你尝尝看，味道好不好？若是味道不好，你再回房休息。当毛肚入口的那一刻，他就尝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思思，这道菜名叫什么？火锅。以后可以常做来吃。常做来吃可不行，我们的肠胃受不了，一般7天吃个2、3次就可以了。也行。吃过火锅之后，天色已经完全暗了。李乾坤回了府，唐思思则是和唐石进了屋。你这些天都干什么去了？我还以为你不关心。你是我夫君，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你？那你不来找我？这天大地大，我去哪里找你？由于他离他很近，他闻进了他身上的味儿。吃火锅就是这样，吃的时候爽，可是吃过以后，衣服上全是火锅味儿。你去洗澡吧。他又是闻他，又是让他去洗澡。难道今晚？他将他的手臂拿过来，舔着他的手臂，依偎在他的胸口。外面那些监视者太变态了，我们得再精明一点，瞒过他们的眼睛。既然他们那么变态，我们就要做得再像一些。他抱住他的手却不老实，在他身上捏来捏去，弄得他痒痒。唐石，你别挠我痒痒。你明明看着那么瘦，摸起来却还是软的。他狠狠咬了一口他的嘴唇，几番纠缠，在趁他失神之际破齿而入。唐思思已是全身酥软，他知道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一把将他推开。夫君，为了你以后的幸福生活，你不能冲动。思思，我觉得我能行。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听话，睡觉。次日清晨，唐思思起了一个早床，算着时间，外婆的轮椅该做好了。唐姑娘，你终于来了。李师傅，我的轮椅做好了吗？做好了，做好了。唐姑娘，这样的椅子一经推出，以后腿脚不便的人就有福了。他的轮椅再一推，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他扭转轮椅，看见龚云玉和龚子义。唐姑娘，我今儿约龚公子来，就是为了让他看一看你这轮椅。唐姑娘，你何时到龚某府上做客？我将刚买的弄我的装修工作交接一下之后就过去。我那边有专业的装修团队，如果唐姑娘不嫌弃，龚某可以将他们借给唐姑娘使用。这怎么好意思啊？唐姑娘，请原谅龚某有些着急。他太想站起来了。龚公子放心，其实这施工图我也画的差不多了，只要装修团队到位，吩咐一下，明日就可以来府上。那龚某恭候唐姑娘的到来。第3日，他睡到自然醒之后，刚出门就发现龚子义坐在马车上等他。龚公子，你来了多久了？没多久，片刻而已。唐姑娘，由于家中成员比较繁杂，而且宅院较大，我们从后门进入方便一些。若是怠慢了唐姑娘，龚某在这里给你赔不是。龚公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压根就不介意这些。他们来到了龚府的后门，十分低调的进了府。龚公子，你的腿需要针灸、药疗以及做康健恢复，全听唐姑娘安排。龚云玉平躺在床上，唐思思为他扎针。云玉，你可别再相信那些庸医，你看看这些年，他们将你的身子折腾成什么样了。华大夫，你这般大喊大叫，唐姑娘会分心的。我华雀的医术算不上药国第一，但也算得上是数1数2的人。我为云玉治腿这么多年，都没能让她站起来，你们却去相信一个初出茅庐的丫头片子的话。咯吱一声，房门被打开了。唐思思扶着薛云玉，龚公子，我戴在你膝盖上那个东西可以辅助你行走，我每隔3天过来替你扎1次针，你每日都要服用我开给你的药物，每日都要让龚子义扶着在院子里锁上半个时辰。1年之内，我保证让你能不懈外力站起来行走。唐姑娘，我相信你。师傅，云玉，你再好好走走，你就是唐姑娘。我是。唐姑娘，你师出何门？我家祖上世代是开药庄的，我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外公曾给过我一本药书，我有空就琢磨。妙啊，思思，你是天赋异禀。华大夫，你过奖了。其实思思对你也有疑问呢。你问。龚公子如何成了华大夫的徒弟？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做一笔交易，老夫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你便将收老夫为徒，如何？啥？这么好看？思思，你当我师傅，你不吃亏。你可知我那徒弟有多富有吗？药国1/3的财富都聚集在龚家。你若当了我师傅，那么云玉就是你的徒孙，咱们无论做什么研究，云玉都会从经营上支持我们。那行吧。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真是压力山大。华大夫，你现在……师傅，你叫我雀儿就好。我还是叫你华大夫吧。师傅说的话，徒儿听从。华大夫，要不你还是叫我思思吧。思思，我告诉你一个关于龚家的秘密。龚家虽然拥有药国大量的财富，但是几乎龚家的每一代都子嗣单薄，特别到了云玉父亲这一代，更是连怀孕都难。当初他夫妻2人找到了我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让他们怀孕。华大夫，
能否将你当年的治疗方法与我分享一下？思思，那你可否将你治疗云玉的方法告知我？好，华雀十分高兴，他过去拿了很多医书过来。思思，你是医学奇才，你将这些书拿回去好好看，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懂得其中的奥秘。回去之后，他只简单吃了饭菜，便将自己关在屋子中。花却对医学如饥似渴，他也如此。他太想知道如何能治疗不孕不育了。他打开了其中的一本书，想不到里面竟然是春宫图，上面写着一段话：要想治疗不育之症，必先知道怀孕之法。他深吸几口气，他不是在看小黄画，他是在学习。咯吱一声，房门被打开了。他犹如惊弓之鸟，一下子将画册藏在身后。这么好看，瞧你做贼心虚的模样，点个订阅吧。你看的是什么书啊？他在微微用力，竟是将书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就躲在屋内看这？你这人太讨厌了！思思，你是不是想要？不是，那你……我这是在学习，在学习。我知道你是在学习，你想要学习什么动作，什么姿势？你告诉我，我教你。你看的这本书都是好久之前的老版本了，过时了。你对这方面很有研究。你昨天是不是出去和别的女人研究这些方法去了？没，我发誓。那你干什么去了？我回去了一趟。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何你和荀王会长得如此像？你可以调查一下，你的家人对你这般心狠手辣，会不会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你家的孩子？你放心，我绝对是我爹的亲生儿子。至于我与荀王相似一事，你有没有想过，我就是荀王？唐石，假如你是荀王，那我就不叫唐思思，我将我的名字倒过来写，我从此就叫思思唐，可以吗？这也不免是个好名字。你为何觉得我不是荀王？那荀王是谁？火焰王，能轮到你之前那个样子。还有，你有时候虽然很欠揍，但是我却知道你并不坏。你哪像荀王，残暴嗜血克老婆，杀人如麻，死变态。你可知三人成虎？我也知，这世上无空穴来风。思思，我问你，假如我就是荀王，你该如何？离开你。为何？我惜命。那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吗？你不会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暂时不想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次日清晨，唐思思醒来之后，唐石已经不见了。她心中既有不爽，又有失落。思思，唐石出去办事儿，要2-3天才能回来。他走之前，让我听你说一声。娘，我知道了，我今日也有事儿，要出去一趟。昨儿，他在洗澡的皂荚中加入了特殊香味儿，那香味儿闻着清淡，但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他牵了一条狗，给狗闻了这味儿，然后牵着狗出了梧桐巷子。他再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来到了一条比梧桐巷子更老更破的槐花巷子。他再走了一会儿，看到在一棵花开正茂的槐花树下，唐氏抱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他见此情景，心脏狠狠地抽痛了几下，他觉得眼眶发酸。他果然猜对了，他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他立即转身就走，他漫无目的地在洛城大街上走着，突然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唐思思。他认出了这姑娘身上那身衣服，她就是今日唐氏出来幽会的姑娘。想必你也知道我是谁了吧？我对你不感兴趣。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幽儿，与二哥哥从小青梅竹马，我们真心相爱。二哥哥原本说他会娶我，可是没想到他遭了变故，我最近才找到二哥哥。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让开。二哥哥是不是告诉你，他接下来要忙几天不回家？他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都会与我待在一起。我和二哥哥才是真爱，你这个半路冒出来的女人，你破坏了我和二哥哥之间的感情。你这姑娘真是恬不知耻。我与唐氏已经成婚，你明知他有婚约在身，你却还往他身上凑，你这不矜持的女人，就该将你抓去进猪笼。你，唐思思，你别以为你强迫二哥哥成了婚，二哥哥就是你的。二哥哥对我说了，他根本不爱你。他若不爱，他自己来说，轮不上你来剁碎。我待会儿会去夜来客栈，二哥哥也会来。等我有了二哥哥的孩子，我就会母凭子贵，当上二哥哥的正妻。幽儿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了。他不知不觉中竟然走到了悦来客栈，他并未进去，而是在旁边的布店暗中观察。幽儿进去半炷香的时间后，唐石就进去了。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呼吸都困难了。思思，思思，我对你讲，我升官了，以后整个洛城的所有街道都归我管。挺好。我爹非常高兴。我以前老是惹我爹生气，我从来没想过，原来我也可以让我爹这么开心。思思，你知道许南的奖品是什么吗？他今早收到了圣旨，他要与立国大公主成婚，他以后就是立国的驸马了。他今天逢人便炫耀，别提多嘚瑟。思思，你怎么了？今日怪怪的。我没事。你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有事。李乾坤，我想喝酒，带我去喝酒，能喝醉的那种。走，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的酒包你满意。李乾坤带着唐思思来到了洛城之外的桃花小筑。思思，走，我带你去挖酒。挖酒？我小时在这里住着，当时与我一起住在这里的人名唤作春婶儿。春婶儿她负责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她喜欢桃树，于是江水里种满了桃树。春婶儿还喜欢酿酒，竹叶青、梅花酿、桃花酿、荷花酿、桂花酿，她几乎可以用每一种花酿酒。你说的这位春婶倒是一位奇女子，
也算不得什么奇女子。以前他们家就是酿酒的，她替我酿了许多酒，都替我埋在桃树下，每一棵桃树下面都有一坛酒，至少也封存了10来年了。这么好看。他领着他走到一棵桃树下面，李乾坤拿了一个小锄头就开始挖，没一会儿他就挖到了一个坛子。闻着这香味儿，春婶真是好手艺。那可不，当初啊，他酿酒的时候酒香四溢，我真是馋得很。不过那时春婶儿却一口酒都不让我喝。现在春婶在何处啊？春婶儿就在这桃花小树下面的村庄。哦，这酒怎么样？高，实在是高，给我满上。思思，这酒喝着不觉得醉人，但是它的后劲儿却挺大的，你还是不要喝了。不行，今晚我们不醉不归。你是不是已经醉了？醉你个大头鬼啊！你是不是舍不得了？他一把夺过李乾坤手里的酒坛，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碗，然后咕噜噜的喝完了。他觉得用碗喝酒不得劲儿，于是抱着酒坛喝了起来。思思，你慢点喝，你慢点喝。上次你不是说，若许南惹我不开心了，我们就去将许南揍一顿？思思，此事我们从长计议。我不要从长计议，我今晚就要去收拾了他。你难道要说话不算话？你当真想？想，若是今晚揍不到他，我今晚就睡不着。好，他翻身上马，朝着他伸出一只手，两人一起朝着洛城飞速而去。两人靠近徐府之后，却发现另外一班人马翻进了徐府的围墙，他们跟在那群人身后。那群人进入了许南的房间，而唐思思和李乾坤则是潜伏在窗外。救命！救命！许南的叫声惊动了徐府的府兵，密密麻麻的脚步声朝着这边过来。不一会儿，那一群蒙面人也从徐府的围墙翻出。这么好看，你刚才为何不动手？那许南的长相虽不是清畅国色，但他好歹也算得上一个美人。本将军看见这样一个美人，多少是有些下不了手的。那我们此次任务失败，该如何向大公主复命啊？大公主此次本就是为了两国友好而来，她与耀国男人联姻之后，便会生活在耀国。本将军负责保护她的安危，也负责保护立国与耀国的两国友好。若我真的阉了许南，被耀国查出是我们所为，那么耀国立国将不再友好，两国边境的百姓又将苦不堪言。将军高瞻远瞩，我等疏忽了，走吧。是。叶红山他们离去之后，李乾坤才扶着唐思思从躲着的墙角处出来。原来想要阉了许南的人是大公主。这次我们虽然没有揍到许南，不过我们却也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许南嫁给大公主，她不会幸福的。李乾坤，我想睡觉了。我送你回去。不，我娘若是见了我这个样子，她会担心。你替我找一家客栈，我睡一觉，然后自己回去。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住客栈？你若不放心，你就在我屋外守一晚啊。他这句本说的是玩笑话，可是等到他第二天酒醒之后，打开门，却看见李乾坤蜷缩在门口，他的眼眶一湿，随后擦了擦眼睛。他只为唐氏伤心一次，他虽是他名义上的夫君，却连一个朋友都比不上。思思，你醒了？你昨晚一直睡在这里？我带你去吃早饭。你这次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要好好感谢你。那你啥时候再做一顿火锅来给我吃？李乾坤，你真是个吃货。他碗里的面才吃了1/3，他就感觉面前一暗。他抬起头一看，看见唐石面色铁青的站在他面前。这么好看，唐石一把将唐思思提起，然后将她甩到肩上扛着走了。唐石，你放我下来！到了家中，他径直进入了他们的房间，他也终于挣扎了下来。唐石，你这是什么意思？唐思思，你昨晚一夜未归，你就不解释一下？你经常夜不归宿，我也没见你解释一回。你怎么？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唐石，我告诉你，我和你之间是平等的。你若婚内出轨，我也不会对你忠诚。你这话是何意？我与你没有夫妻之实，你若喜欢上了外面的姑娘，你告诉我一声，我就与你解除夫妻关系。我祝福你们。但是你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你这就太不尊重我了。唐思思，你究竟在说什么胡话？说胡话？你和你的诱儿在槐花巷子幽会，并且一前一后进入了旅馆，我都亲眼所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一般男人出轨，刚开始都会这般死不承认，可惜这个朝代没有相机，否则我真要将你们拍下来，让你心服口服。我已无法和你以夫妻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唐石，我们和离吧。他搂住他的头，对着他的嘴唇亲了下去。他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然后奋力挣脱。唐石，我告诉你，我与耀国其他女人不同，你别用对付他们的方法来对付我，没用。思思，你和唐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娘，我要与他和离，从此他就不是我们唐家人了。思思，你们之间究竟怎么了？他在外面有人了。思思，男人有3妻4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呀，他没将那女人带回来，而是在外面偷偷摸摸的在一起，这就说明他很在乎你。娘，外婆，这件事你们不用再说了，我打算自己做主。他回了房之后，直接将休书递给唐石。你自由了，从此无论你去找哪个女人，我都不会管。我不认。由不得你认不认。总之，我们散了。我们散了。他听着这句话，心猛然抽搐了一下。喏，你的行李。唐思思，你非得做得这么绝吗？我的眼中容不得沙子。你说我们是假成婚，为何你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因为他好像喜欢了。既然开始喜欢，那便容不得沙子。他将他推了出去，将他的行李扔了出去，咣当一声将房门关上。唐思思，滚吧！你会后悔的。他回到了巡王府，面色铁青。那个名叫幽儿的女的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主子，我们会将此事调查清楚，本王只给3日的时间，若是查不清楚，本王要你们提头来见。是，主人。
朱茵，这些时日，你待在本王和唐思思身边的时间较多，你替本王分析一下，为何唐思思那刁民可以将本王治得死死的？依属下之见，主人这是喜欢王妃。以后这样的话不可再提起。既然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本王断干净，本王便如了他的意。是主人。在李乾坤的帮助下，唐思思在司堂阁家具店旁边又选中了一栋楼，打算开一家司堂阁火锅店。这次李乾坤帮了他大忙，所以他腌制了很多肉。李乾坤到的时候，他正在烤肉。思思，你快过来尝尝，这烤肉的味道如何？思思啊，这烤肉又与火锅不同，又是一种绝味儿。那是，烤肉除了掌握火候之外，这烧烤料也十分重要。这烧烤料香，太香了。那是当然，这可是我的独门秘诀。思思，你下一个目标该不会是开烤肉店吧？我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聪明啊？思思，不如我们一起合作开烤肉店吧。我出银子，你出技术。有一件事我们却可以合作。什么事儿？你带我去见春婶，我想与他签合同，定期定量的购买他的酒。这么好看，主子，点个王妃与你订阅吧和离之后，并未表现出半点伤心。她整日忙于买楼装修，今日她还约了李公子去家里吃烤肉。吃过烤肉以后，乘坐李公子的马车出了洛城。那个名叫幽儿的女人找到了没有？暂时还并未找到。今儿是最后一天，若是没有幽儿的消息，你们提头来见。是。陆颖，主人还有何吩咐？去影子库看看。是。影子库顾名思义，就是他所有影子的所在地。影子库中一共有12名影子。闺房见过巡王，他们最近可有出去过？除了上次影子九出去替巡王在王府待了一段时间，其余影子并未出去。检查一下。是。他一个个的靠近影子，取掉他们脸上的黑布。直到他取掉影子九头上的黑布时，他整个人颤抖了起来。真正的影子九已经不知所踪，被绑在铁链上的是影子库的一名死卫。巡王，奴才不知这影子九是何时逃离，不过奴才一定会抓住影子九。你看好他们，若是再有人逃出去，本王拿你试问。谢巡王。陆颖，不用再找名叫幽儿的女人，给本王备马，全城搜索唐思思和李乾坤的下落。是，主人。另一边，唐思思与李乾坤到了桃花村。想不到你都长这么大了。春婶儿，我们也有10年没见了。好啦，好了。快和春婶说说，是谁治好了你的病啊？是他。药国不应该存在你这样一号人物啊！有很多高手在民间，就如同春婶一样。乾坤啊，你带来的这个姑娘合我的口味，你们也别在外面待着了，进去坐。你这小子，一别10年不来看我，今日突然来了，却带了一个姑娘来，你这是要将思思带回来给我瞧瞧？春婶儿，你别开玩笑，我和她是朋友，我这朋友是喝过你酿的酒，慕名而来。你将她带到了桃花小筑？春婶，你这荷花米酒闻着有一股荷花香味，像是置身于万亩荷花池之中，而入口的是那一股清凉，就像炎炎夏日中飘来的一股凉风。这荷花米酒中还加了薄荷吧？思思，你说的很到位啊，这里面的确加了薄荷。有时我酿酒之后也会给他们取些风雅的名字，可是在这里无人懂我的风雅。春婶，不如将你的这些酒拿出桃花村，让更多懂酒的人来品你的酒，这才是你今日来的目的吧？春婶，你是有大才华的人，你待在这里太屈才了。思思，我在等一个人，与其等待，不如去寻。这天大地大，如何寻得？我有法子，你将他才能看的内容刻在酒瓶上，再由我来出售酒。只要这酒卖的越多，便越有可能找到他。我原本以为你叫着乾坤一块来，是来替你说情的。感情这事儿，前后他都没怎么开口，你便快要说服我了。春婶儿，你要相信思思。我应了你这事儿。思思，今日也晚了，你们在此休息一晚，明日再回去。好啊，我也想尝一尝春婶的手艺。晚上，春婶做了一个红烧鱼，一个八宝鸭，还有几个素菜，再配上她酿的花酒。唐思思一不小心就吃撑喝醉了。李乾坤扶着她进去休息。怎么，春婶好不容易替你争取来的机会，你要白白浪费？春婶儿，我们真的只是朋友。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若只是朋友，打死我都不信。春婶儿，在他心中，我只是他的朋友，那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做他的朋友。我不愿强人所难，更不愿强他所难。由于唐思思喝了太多酒，因为内急醒了过来，她迷迷糊糊的起床，撞到一个人的身上。你是谁？思思，是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怎么来了？你好狠的心，与我和离之后，就与李乾坤双宿双飞了。是你出轨在先，怨不得我。李乾坤呢？死了。什么？和我抢女人的人该死，能轻易被人抢走的女人也该死。一把匕首在黑暗中闪了一下，然后朝着唐思思刺去。唐石，你疯了吗？我们好聚好散，你非得杀了我不可。没什么好聚好散，你对我不忠，我便让你活不得。他一把抓住他的后颈，将匕首抵在他的脖子上，无数的火把将这里包围。影子九，你若放了他，本王便饶你一命。巡王，他们为了你的安全，将我们12人永远囚禁在影子库。影子库里暗无天日，我们不像是人，而像是一群老鼠。他们从来不知道，除了影子库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我出来过，看见过，
便再也回不去了。你想如何？你若想救你的女人，就让你的死位全部退下。主人，你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影子九手中的匕首微微用力，尖端刺入他的皮肤，他的脖子上冒出血珠。全部退下。主人，退下！看来荀王还是一个痴情种。你究竟想要什么？荀王，你说你病重的那段时间，我伪装成你，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若是你消失，我成为荀王，会不会有人发现？你想取代本王？当然。你放了他，我给你荣华富贵。荀王，他们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我若放了他，我当场就会人头落地。你若真喜欢他，在乎他，那你就断了你的四肢，毁了你的脸，否则我直接杀了他。这么好看，这位影子九兄弟，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和荀王交情甚浅。闭嘴！他手起刀落，朝着唐思思的胸口刺去。楚寻琛却趁此机会将手中匕首掷出，可是就在他掷刀那一瞬间，他竟然头昏眼花，歪了方向。荀王，你去唐思思家打探消息的时候，可喝过一碗水？他是喝了一碗水，那碗水是苏婉婉端给他的。要怪就怪你的仇人太多，想杀你的人太多。唐思思的力气终究不敌影子九，匕首刺到了他的胸口，他疼得几乎昏厥，他像扔垃圾一样将它扔掉。荀王，这匕首的刀身上擦了药了，只要用它在你的脸上划几刀，你的脸会立即腐烂，然后我再剁了你的四肢，将你关到影子库去，从此你就是影子九。他举着刀正打算刺下，一支箭射过来，影子九躲了一下，如影全身浴血的跑了过来。主子，你怎么了？他中毒了。我们遭到了不明队伍的袭击，唐姑娘，快带王爷走。他说罢，就提着带血的大刀与影子九打了起来。他费尽全力将楚寻琛搬到了马车上，他驾着马车快速离开。唐思思看见蒙面人与楚寻琛的死卫拼命厮杀，楚寻琛此次带了死卫20余人，而那群蒙面人却有几百人。大批的蒙面人朝着马车的方向涌来。楚寻琛，你再不醒来，你就要被活捉了。这么好看，楚寻琛人呢？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唐思思受了伤，而他中了毒，他们都跑不远。若是那楚寻琛没死，那死的人就会是你。别他娘的威胁我！我敢豁出性命与你们合作，那就代表我还有其他筹码。他拍了拍手，一个穿着鹅黄衣服的姑娘被带了过来。唐思思在快要晕厥之际，看清了黄衣姑娘的长相，她就是幽儿。优越的傻子，以为我是楚寻琛，很轻易就跟我走了。楚寻琛，你若不出来，我就让你的亲妹妹替你受你的苦。我先将她的脸划烂，再砍了她四肢，扔到猪圈去。你放了她，要我放了她可以，你过来。二哥哥，他们都是坏人，你快走啊！此时唐思思也被揪了起来，她摇摇欲坠地站着。荀王，他们二人，你究竟更爱哪一个？放了他。你觉得我现在会听你的命令吗？你的所有的死卫已经都死了，你只有一人在此，在这里我说了算。一个是楚寻琛拼了命也要保护的姑娘，而她却是他顺便救一把的姑娘。他们二人谁轻谁重，他真是不想去自取其辱。影子九，你这不是欺负我吗？这还用选？老娘爱美了一辈子，我才不要被你划破脸，砍断四肢。有本事你来找老娘的尸体啊！他说罢，转身纵身一跃，跳入了身后的巡洋。思思，然后也随着他跳了下去。天皇28年7月，一大群人围在唐家外面，将苏婉婉带走。你不可以将她带走，她还是个孩子呀！唐思思与我约定，她每隔2个月便会来交一次尖子。这次我已经快谢了几天了，可她仍未出现，不能再拖了。婶子，我不想去琼花楼，婶子你救救我！让婉婉继续住在这里，需要每月多少的金子？1个月500两，2个月1000两。唐骑士立即愣在原地。唐思思临走之前只给他们留了生活费，他们家中的生活费都快用完了，他现在要去哪里找这500两金子呀？他当初说会玩几天回来，可是现在都过去2个多月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婉婉，婶子无能，婶子救不了你呀！婶子，你今晚要救我，可是你不救我，我就掉入火坑了。几个琼花楼的打手将苏婉婉架着抬走了。琼花楼的人走后，唐骑士只得坐在台阶上哭。思思，你啥时候能回来呀？娘，你别哭。雨儿，你说思思究竟在哪里呀？我虽然不知道姐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姐姐，她会回来的。那你婉婉姐怎么办？娘，我正觉得奇怪，当时姐夫回来找姐，婉婉姐本来就不喜欢姐夫，可是那天她却主动端过去一杯茶水。雨儿，我没太懂。娘，或许我错了，婉婉姐并不像我想象中那般善良。将军府，将军，我们已经寻找2个月有余了，还是没找到唐姑娘的尸首。你都说没有见到思思的尸首，你如何断定思思已经不在了？以后你若再说这样的话，小心我军法处置。将军，属下再去继续寻找。申秋，你去准备一下，随我一起去唐家。将军，夫人那边，不管夫人愿意与否，我都要将他们母子接回将军府。这么好婴儿，看，以前是我对不住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唐将军还是叫我齐音吧。你不许来欺负娘！玉儿，
我不欺负你娘，我是来带你们离开的。娘，你愿意跟他走吗？你若不愿意，雨儿绝对不让他带你走。我现在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了，我会保护好娘的。雨儿，你想去将军府吗？我不想去，我想在这里等姐姐回来。雨儿，我们去将军府等姐姐回来，好吗？娘，我们在哪里等姐姐回来？银儿，之前你们收留的那个人，他不是善类，他有许多仇人。如果你们不跟我回将军府，我真的有些担心呢。我是以何种身份回去？我的妻李信怎么办？我与你之间的事情，我与你决定便好。李信跟了我这么多年，他在战场上救过我，他为我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我无法辜负他。我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你与他为我的平妻，你们二人在将军府的地位一样。你还喜欢我吗？我在意你。有了他这句话，他就心满意足了。唐骑士一家人随着唐延松一起搬到了将军府。是夜，唐骑士刚开始替唐延松沐浴宽衣，唐延松就按住了唐骑士的手。叶儿，你无需替我沐浴更衣，我来替你沐浴更衣吧。夫君，我还是替你。现在只有我们夫妻二人，你就别去管那些礼法了。你为我生儿育女，替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只是为你做这点小事而已。他为他沐浴更衣之后，二人躺在床上，他抱着他，两人沉沉睡去。次日一早，当唐骑士醒来之时，唐延松已经不在床榻边上了。戚夫人，你今日看起来仿佛年轻了10岁啊！真的吗？阿紫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阿紫，你随我进来。阿紫与唐骑士一起进了屋。唐骑士将自己的衣服翻了出来，他的衣服一件件的全是颜色暗淡老旧的款式，有的衣服上还有补丁。他将这些衣服打包，然后递给阿紫。阿紫，洛城东街的破庙里住着许多乞丐，你替我将这些衣服拿给他们，再给他们些吃食。还有，我不懂现在的衣服有哪些款式，夫人们都用什么胭脂水粉的，你替我采购一些胭脂水粉和布料回来。今日事情有些多，怕是要辛苦你了。这些铜板你就拿街上去买点吃食吧。戚夫人，我一定会办好你交代给我的事情。这时，唐求氏带了2个丫鬟过来了。好儿媳，我们好些年没见了，你想娘吗？娘，儿媳想你。好儿媳，娘也想你呀。以前你在我们家的时候，你多勤快呀，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都是你洗，全家人的饭都是你做。像你这样的好儿媳妇，我去哪里找啊？娘，你今日来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好儿媳，将军府的这些下人都毛手毛脚的，你看你的心细手巧，不如你来洗这些衣服吧。老夫人，这些衣服还是我来洗吧，我家夫人不适合做这些。你算什么东西？你将这些衣服洗坏了，你赔得起吗？好儿媳，你说是不是啊？好你个死老太婆，唐将军这前脚刚走，你后脚就开始作妖了吗？你这个断腿的老太婆，你忒不要脸了！自己的儿子不养你，你就跑到我儿子这里白吃白住。我儿子给你吃饱喝足，你就来骂他娘！你这死老太婆，为老不尊，当面一套背面一套。若是你儿子知道你这德行，他要将你赶出去的。你这断腿老太婆，你的嘴巴太毒了，我要将你从这里推下去，再将你的另一条腿摔断，看看我儿子究竟是向着你还是向着我。唐求氏推着轮椅就往后推，唐骑士和琼霜连忙过去阻止。几番推让之下，唐求氏摔倒在地。儿媳打婆婆了，不叫儿媳打婆婆了，没天理哦！我洗。这么好看。次日一早，唐骑士还未醒来，唐求氏就在梅花小院大吼大叫：唐骑士，你这是洗的什么衣服啊？你就算有心不愿，你也不能这么糟蹋我的衣服啊！唐骑士被这叫声吵醒，他不明缘由的出门，看见昨晚还好好的衣服，今日竟然全被解破了。唐骑士啊，唐骑士，我不过是让你洗几件衣服，你竟然将我的全部衣服都剪烂了，这些衣服可花了我好多银子啊！你赔我！这些衣服不是我剪烂的，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这就是发生在你们梅花小院的事情，不是被你剪乱的，又是被谁剪烂的？总之，你今儿要是不赔我衣服，我就将你这梅花小院给砸了！他眼中噙着泪，将唐延松给他的盐袋子拿了出来。你哪来的银子？都是我儿子给的吧？都拿来！我儿子的银子，你一个都别想要。作为补偿，我已经将将军府刷马桶的工人给解雇了，以后整个将军府的马桶都会送到梅花小院来，你负责来刷。这些衣服都是你来剪烂的，你还栽赃给我们！你这小兔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为什么要自己剪自己的衣服啊？这些衣服若不是你剪的，那你怎么会提前预知此事，并且提前解雇刷马桶的工人？你这兔崽子，竟然血口喷到你奶的身上，看我今儿不打死你！唐宇对着他的手臂狠狠一口，唐求氏感觉手上的那块肉都快被唐宇咬下来了。唐宇，你松开啊！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做，唐宇就是不松口。好儿媳，你快让他住嘴吧，我的这块肉都要被咬下来了。雨儿，你松口吧。大公子最爱自己的母亲，他肯定看你们这么陷害齐夫人，他才出口的。若是老夫人不向齐夫人道歉，恐怕大公子不会松口的。好儿媳，都是我的错，是我昨晚派人来将这些衣服剪破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你，我对不住你，对不起你啊！他说完之后，唐宇终于松了口，而唐秋实的手臂好肿好大的一片。唐夏花扶着唐秋实回房，唐瑞华守在梅花小院内。
梅花小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出去，而唐银山则是提着唐宇的领子走了出来。你说我该怎么救雨儿啊？雨儿毕竟是将军的亲生儿子，他们不敢将他怎么样。不，你不了解他们这群人，他们歹毒着呢。齐夫人，你在家中照顾秋回和婶儿，我从后面的院子翻出去，去尚书府找李公子。李公子与思思交好，他一定会出手相救的。琼霜，你快去吧。小兔崽子，我跟你说，就算你真是大叔的儿子，如今你咬了你奶奶，大叔回来也饶不了你。唐李氏匆忙赶来，他脸上满是担忧。唐银山，听说你将唐宇带走了。李嫂子，你的消息可真灵啊！你放了他。放了他？你可知他将老夫人的手咬成什么样了？他可是将军的儿子。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唐宇是将军的儿子，老夫人还是将军的亲娘，自家奶奶教训下孙儿，这还不行了？李夫人，你请回吧。李嫂子，我这戏演的怎么样？不错不错，我先走了，你们还是悠着点，别弄出人命了啊！这个你放心。二娘，雨儿，二娘在。李嫂子这演技啊，也十分精湛呢。二娘，劳烦你去告诉我娘一声，我没事，让她不要为我担心。雨儿，你放心，二娘会将你这话带到的，你一定要坚强，听见了吗？此时唐求氏的手臂已经包扎完毕，他走了出来。那个小兔崽子在哪里？奶奶，他在柴房呢，将他绑了，到我的房间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张嘴倒是挺厉害的，你不想唐骑士受苦，那么他该受的苦就得你来受着。他说完这句话，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唐宇的脸上，唐宇一下子失去平衡，倒在了地上。给我打20个耳光，我看他以后还咬人吗？唐求氏说完，几个丫鬟全部跪下了。他可是唐将军的亲儿子，他们哪里敢动手啊？我吩咐不动你们了，你们不敢打，我自己来打。唐求氏狠狠一巴掌打去，唐宇的耳朵嗡嗡作响。你这小兔崽子，若是再敢咬我，看我不将你的嘴缝起来！他又是一巴掌狠狠打下去。你爹不在府中，我这个做奶的来替他教训你，你真是个有人生没人教的兔崽子！他又一巴掌拍过去。唐骑士就凭你来霸占将军府的家产，他这简直就是做梦！将军府的所有财产都是我大儿的，也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我二儿和我女儿的。你们这些人休想觊觎将军府的财产！唐宇已经晕了过去。老夫人，你就别打大公子了，你若再打下去，他就没命了。没命？他一个皮粗肉厚的野小子，他哪里有那么娇气？给我用水泼醒了他，再继续打。老夫人，若是大公子真的有个3长2短，我们就惨了。就算老夫人是将军的亲娘，也一样难逃其咎的。你这贱奴是在教我做事？奴婢对老夫人忠心耿耿，是真的不能再打了。将他关在柴房内，饿上3天3夜。唐宇被拖了下去，他又被扔在柴房内。黑暗中，一丝血从他的耳朵里流出，而他还没有醒来。唐宇，你在哪儿？乾坤哥哥来了。哪里来的臭小子，敢在将军府撒野？老夫人，这是尚书大人的大公子。尚书？那官职有我儿子大吗？将军是正2品，尚书大人是正3品，比将军的官阶稍小一些。那怕个啥？来人，将这臭小子给我抓起来！唐宇在哪儿？你若再不将唐宇交出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唐宇就在里面。李乾坤几步冲了过去，他一脚踢开了柴房的门。他靠近唐宇之后，才发现他的耳、鼻、嘴皆有血迹。他抱着唐宇出来，恶狠狠地看向唐求氏。若是唐宇有个什么3长2短，我一定饶不了你。说罢，他便抱着唐宇离开了将军府。薛府，唐思思一下子睁开了眼，她做了一个噩梦，梦里唐骑士和唐宇被人欺负得快要死了。她一下子坐了起来。师傅，你快大家休息。2个多月前，薛家商号的人发现了受了重伤的唐思思和楚寻琛，楚寻琛被送回了寻王府，而唐思思则是被带回了薛府。我娘他们怎么样了？师傅，云玉前几天传来消息，他们在几天前就被唐将军接到了将军府。寻王那边？师傅，你放心，虽然你摔下去的时候，寻王当了你的肉垫子，不过徒儿每天都在按师傅配的药方替寻王输液。寻王在10几天前就已经醒来，最近他的气色是越来越好了。阿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我这段时间得了师傅的真传，我高兴还来不及。我想去将军府看看我娘他们。那我和云玉说一声，让他派辆马车送你过去。薛公子。思思，我思索再三，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前去。这段时间本就叨扰了，如今还劳烦你与我同往，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无需报答，我还等着你替我治腿疾。薛公子，我买楼借你的银子，我会趁快还上的。思思，那不是我借给你的银子，你是我师傅的师傅，也就是我的师祖，我那是孝敬你的。薛家商号薛云玉公子前来拜访，还请薛公子稍等片刻，容小的前去向夫人禀告一声。这么好看，唐李氏亲自去门口接薛云玉。思思，你终于回来了。听说我娘他们来了将军府。说到此事，唐李氏的脸上有些不自然。李夫人，他们发生了何事？今日雨儿咬了老夫人，老夫人便说要惩罚她，于是将她带到了修竹院。不过雨儿刚才已经被李乾坤带走了。雨儿怎么样？我听修竹院的丫鬟仆人说，李公子将雨儿从柴房抱出来的时候，她的眼睛、嘴巴、鼻子都在流血，也不知是真是假。唐思思气得胸口直疼。李夫人，薛某突然想起还有些事情，改日再来拜访。哎呦，薛公子，你何时方便，何时就过来嘛。告辞。薛云玉和唐思思再次上了马车，薛子义驾着马车快速往尚书府而去。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啊？他耳中有血，口中有血，鼻中有血。刚才老夫问他话，他竟不知回答。老夫啊，觉得多半是聋了。李公子，唐姑娘来了。李乾坤连忙推开人群出来了。思思，我没能保护好雨儿。我回来了，一切都会没事的。李公子，唐姑娘身上还有伤呢。李乾坤这才放开了他。你没事吧？我的事情之后再与你详说，带我去看个小萝卜头吧。
唐思思将李勤坤他们请了出去，然后为唐雨清理耳道的淤血。他为唐雨的初步诊断为耳膜穿孔。雨儿，雨儿，告诉姐姐，是谁伤了你？姐姐，你这几天都哪里去了？雨儿，你听不见吗？姐姐，你怎么不回答我？他也是知道他是暂时失聪了。雨儿，你放心，姐姐会治疗你的。我真的听不见了。这么好看，修竹院，点个订阅。娘，听说唐思思回来了，那可咋办？你怕个啥？没有我的允许，他连将军府的大门都进不了。娘，他进来了。啥？听说是唐李氏那个贱蹄子提前给守卫打了招呼。唐李氏那个贱人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娘，我们今儿是来商量唐雨一事儿。我昨天见唐雨伤得严重，若是大哥回来知道此事儿，他肯定会追责的。他能怎么追责？他还能将他老娘赶出去不成？再说了，唐雨就一定是我们唐家的孩子吗？依我之见，那唐雨就是唐骑士与外面的野男人生的。没错，唐雨就是当年唐骑士与野男人生的。当初严嵩走后，唐骑士便禁不住寂寞，经常与外面的野男人搞到一起。大哥，你真是厉害！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不用为唐雨受伤负责，而且还能将他们全部赶出将军府，真是一举两得。可要如何让大哥相信这唐骑士找了野男人呢？这还不简单，你拿点银子去洛城的大街上找一个乞丐，然后让他乞丐一口咬定与唐骑士之间有奸情就好了。那我立即去办。唐延山说完这句话，他刚打开门就被李勤坤一脚给踢了进去。今日修竹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出去。唐思思，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可是将军府的老夫人。别说你今天是将军府的老夫人，就算是你天王老子，我今儿说修竹院的一个人都别想出去，那就一个都别想出去。你这是以下犯上，目无尊长。你不爱幼，我就不尊老。你究竟想怎么样？是你打了唐雨，我打了他又如何？我这个当亲奶奶的，难道不可以教训自己的孙儿吗？你将他当做孙儿？唐求士，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在外面可全听见了。你听见又如何？就算你将这些话告诉严嵩，他也不会相信你的。哼，你放心，我会让他亲手将你们全部赶出去。他说完，撒了一罐粉末过去，然后关上门，快速退出了房间。这么好看，唐思思的那瓶药粉几乎全洒在唐求士身上。唐求士开始抓挠手臂，瑞花，夏花，我好痒，像是有无数的虫子要从我的皮肤里钻出了一般，救我呀！唐瑞华早已经跑出去了。夏花，乖女儿，你快帮我挠挠。娘，我去找唐思思给你报仇。所有人都跑出去了，唐求士脸上、手上全部布满了红疹以及抓痕。他出来向丫鬟求助：“快去请将军回来！快去请将军回来！”老夫人，你这是天花呀！唐求士愣愣地站着，然后直直地倒了下去。唐求士倒下之后，没人敢去扶他。唐延松在得到唐思思派人带去的消息后，他快马加鞭地赶回来。唐延松快速往修竹院走去。到了修竹院后，他就看见唐求士躺在地上。为何没人将老夫人送回房间？将军，我们没得过天花，我们怕死。唐延松一下子将唐求士抱起，进了屋。修竹院的丫鬟仆人各打30大板。哎呦，严嵩啊，严嵩，他们说娘得了天花，娘该怎么办？娘还不想死啊！娘，你身上是何时长了红疹呢？唐思思给我身上撒了粉末，之后我就觉得很痒，我就一直挠，然后就发现长了很多红疹子。娘，天花不会这么快生红疹子，您放心，应该不是天花。您在房间中休息一会儿，我去见思思。思思，不给爹倒一杯茶。唐将军要喝茶，那就自己倒呗。你小时候最喜欢骑在爹的脖子上，喜欢爹带你下河钓鱼摸虾。唐将军都说了，那是小时候，人总是会变的。这么好看，你若心中对我有任何的不满，你尽管对我说，我会尽力改正，尽力弥补你们的。可你乃是你的长辈，你不能将气撒在他的身上。唐将军这句话说的有趣啊！我何时在老夫人身上撒气了？倒是老夫人为老不尊，你走之后，他便将我娘、我弟、我外婆禁足在梅花小院。若是我娘不完成她交代的任务，梅花小院里的任何人都没有食物。我娘已经将她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可她呢，却夜里差人来捣乱，目的就是为了不给梅花小院送食物。我弟不忍看见我娘受欺负，咬了老夫人一口，老夫人并将她带到修竹院，打得她耳膜破裂，听力受损。你说什么？女儿在哪里？在我一个朋友家中。那她现在如何了？唐将军现在知道关心了。思思，女儿的事情我会尽力弥补，但是你现在能不能将解药给我？你奶身上的皮肤都快被抓烂了。哼，又是弥补。老夫人生病了，你应该去找大夫，找我有何用？思思，那是你奶。唐银松，我想问问你，我娘算什么？唐雨又算什么？你趁我不在，将他们骗到将军府来受欺辱，难道就是为弥补你的愧疚之心吗？银松，你怎么回来了？银儿，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何不派人来找我？我也没什么大事儿。银松，你军营之中还有事儿，你回去忙啊。不可否认，你爱唐思思和唐雨，但这些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你的胆小懦弱害了唐雨，你才是他娘，该你来保护他。而不是在遇到危险之时，一个7岁的孩子来保护你。唐骑士被震得往后一退，他整个人都懵了。
唐思思已经无法直立站着，她捂着胸口，勾着腰，唇色已经接近裙白的状态。我改变了穷神的想法，却没能改变你。你说不改变，你继续生活在将军府，我和唐宇迟早会被你害死一个。思思，这些话虽然很难听，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知道此时你的心很痛，但你必须忍着，否则当这样的悲剧再发生一次时，你会更痛。琼双镜唐起石哭得厉害，他将他扶着进屋。这么好思思看，，雨儿一事点个订阅吧我会彻查清楚，并且会还雨儿一个公道。你奶的事情，你说的没错，唐求士身上的毒是我下的，不只是唐求士，你的好弟弟好妹妹们，他们年轻一些，抵抗力强一些，毒性发作的时间长一些，但是他们也会相继中毒，而且这毒除了我，药国无人能解。思思，你为何如此？为何如此？在我心中，他们不是我的亲人，当然你也不是。唐宇和唐琪是对我不错，所以我将他们当作亲人。思思，你要如何才能将解药给我？唐宇什么时候好起来，我就什么时候给解药。你放心，这种毒并不会致命，只会让他们身上奇痒无比，就算是抓破皮肤，同样不会止痒。你若不想他继续自残，可以将他们绑起来啊。思思，我是你爹，不是你的仇人。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梅花小院。当他回到修竹院时，唐瑞华请的大夫已经到了，但是大夫诊断不出唐求士得了何病。这时，唐瑞华在开始挠自己的脖子了。哎呦，痒啊痒！严嵩，救救我呀！将老夫人绑起来。是。严嵩，你要干什么？严嵩，我是你娘啊！将老夫人的嘴堵上。哥，你去找过唐思思没有？她怎么说？瑞华，下一个就是你。哥，你在说什么？你的脖子上已经出现了红疹子了。哥，我该怎么办？哥，你一定要救我们的，我们才是你最亲的亲人。够了，难道你打算不管我们了吗？如果你不管我们，那我们就只有去死了。那你对付雨儿和伊儿的时候呢？可有想过他们是我的妻儿？你这般对付我的妻儿，可有想过我是你哥？哥，那唐宇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我们对他心中有恨，其实是在为你打抱不平啊！唐瑞华，我真是没想到，你为了替自己开脱，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大哥，此事千真万确，当初你走了没多久，其一他就耐不住寂寞，和别的男人鬼混。他被我们发现之后，自己没脸在家里待下去，于是带着唐思思逃走的。我们也是为了你着想，才没有将此事的真相告知你。好，那你就去将大家都找来对质。你若在此事上说了假话，你我二人的兄弟情谊就此了断。大哥，我一定会将那个男人找出来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1个时辰后，大家都齐聚在将军府的大厅内。严嵩，你将我们全部叫来，所为何事啊？银儿，我今儿就会给你和雨儿一个清白。没一会儿，汤延山就带着一个换装后的乞丐进来了。大叔，我找到他了。儿啊，婴儿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哎呀，可想死我了！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我叫田大汉，是栗子村的人。你认识我家夫人？将军，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夫人。若我知道，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敢干那些事儿啊！你究竟是谁？你为何要这般害我？妮儿，你怎对我这般无情啊？就算我田大汉没钱没势，不能给你幸福的生活，但是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你不能为了荣华富贵就不承认这一切呀！你这骗子！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思思和雨儿都是将军的孩子。伊儿啊，我爱你，更爱我们的孩子。若是你不承认我，你觉得待在将军府能使你快乐，我也成全你啊！你为何要害我？妮儿，我哪里在害你啊？你难道忘了你当年给我的定情信物了吗？我给过你什么定情信物？我压根就不认识你，没见过你。田大汉从怀里掏出一个肚兜，红色的肚兜虽然非常旧，上面甚至还有一块很小的补丁，但是上面绣着精致的鸳鸯戏水的图案。唐延松见了，他往后退了一小步，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这个肚兜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他与唐骑士成婚的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上面补丁的位置正是他当初不知道该如何解肚兜不小心扯坏的地方。他本一点不相信田大汉说的话，但是此时此刻他有些信了。这么好看，他怎么在你手上？订阅吧。妮儿，你忘了吗？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那一天晚上，我说你这肚兜很好看，于是你就将它送给了我。还说见物如见人。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在你手上，我没见过你，我也不认识你。既如此，那我不打搅你了。站住！唐将军，我所言皆属实，小人当初确实不知道她是您的夫人，不然就算给小人100个胆子，小人也不敢呢。你说唐宇是你和齐音的孩子？是啊，当初她对我说，丈夫死了，让我做她的丈夫。我家里穷，一直没娶媳妇儿，她不嫌弃我穷，我也不嫌弃她嫁祸人，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那个唐宇就是我与她生的孩子。原本呢，我想孩子跟我姓，但是她说害怕别人知道她的外面有汉子，会嘲笑她，于是孩子还是姓唐。你可敢与孩子滴血认亲？
我敢！来人，去尚书府将唐宇带回来。唐将军，滴血认亲本就是谬论，这谬论不知让多少骨肉分离。你说该当如何？我敢100%的肯定，唐宇就是将军的孩子，而这个冒牌货是他们去洛城大街请来的乞丐冒充的。唐思思，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我问过梅花小院内的丫鬟阿紫，娘前几天让她拿了一些衣物和食物去给洛城的乞丐，想必这件肚兜就是娘在收拾旧衣物的时候不小心裹在衣服之中，让阿紫带了出去。此事可找阿紫对质。阿紫被带来大厅，唐寅松问道：阿紫，你可有将齐夫人的衣物拿去送人？将军，确有此事。夫人心善，让奴婢将一些旧衣服和食物拿去给城内的乞儿们。当时奴婢将衣服分给了好几个乞儿，给那里的所有乞儿都分发了食物。此事只要找到那些乞儿，他们都可以作证的。你怎么在这里？你认识他？将军，奴婢认识他。当时奴婢去分发衣物的时候，是将旧衣服分给女乞儿，但是这个男人好生泼皮，他一个男人，他硬是要抢女乞儿的衣服，还说奴婢分发不均，没给男乞儿带衣物，奴婢不公平。最后奴婢说不过他，只得让一些旧衣服被他抢了去。你今日到将军府来是为何故？唐将军饶命！唐将军饶命啊！是他，他给了我100两银子，让我冒出天大汗，说事成之后会再给我100两银子。大叔，你听我解释，这都是我爹出了馊主意。你这下兔崽子，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大叔，我真没胡说八道，若不是我爹让我这么做，我哪里有胆子这么做呀？银善，你说大哥对你们这么好，你怎么忍心这般对大哥大嫂？我真是对你们太失望了。给你们1天时间收拾东西，从将军府滚出去。大叔，我知道错了，求你原谅我一次吧。大哥，爹临走之前说过，他走之后你要照顾好娘和我们。张修叔父，难道你忘了吗？你们若是再废话，我就立马派人将你们撵出去。尹松，有为他们求情者，和他们一样处置。唐求是立即不敢再说话了。思思，可否将玉儿接回将军府？若他再出了危险，该当如何？我会派专门的人保护梅花小院，他们只听从你们的安排。也好。思思，我不能在家中久待，今日就得回军营，由你照顾婴儿和玉儿，可好？我身份低微，有些事情怕是做不了主。在将军府，你说的话便是我说的话。大家可都听见了，这话是唐将军说的，不是我说的。思思，你奶和你小姑身上的毒，那毒没有解药，3日之后自会消散。这么好看，嗨，李公子，您来了。看来你是这里的常客呀，你这地方寻得不错嘛。我还能亏待您，李公子，今日可用您的存酒？用，当然用。小厮端来了数十种美酒，上次我们设计的装酒瓶子，你已经找人设计出来了。春婶那边已经生产了几百坛美酒，就等着你的火锅店开业了。秦宽，你的品味不错嘛。那是自然，上次我见你喜欢喝春婶酿的酒，于是便从他那里拿了100坛左右，存在这个店里。以后你若想喝，随时叫我。若是不叫你，我还喝不上了呗。思思，你是女子，你若不与我待在一起，你若喝醉我不放心。哇，我上次怎么没喝过这种酒啊？这也是春婶酿的很好喝的酒，名叫一夜清。你说我真将春婶的酒推出，这洛城之中可会多了许多酒鬼。春婶酿的酒好喝不醉人，就连你这样酒量的人，不是也能喝几坛？人生快事，必须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你的伤好了吗？若是没好，我敢这么放肆吗？起完酒下肚，唐思思有些醉了。乾坤啊乾坤，再过几日我要消失一段时间了。你要去哪儿？不可说。思思，你不要吓我，这是我与一个人之间的约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等到你下次回来，我希望我有能力能保护你，那时你再考虑一下我，好吗？思思，思思。他已趴在桌子上，发出了微鼾声。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将他背着送回了将军府。他害怕此等行为会坏了唐思思的名声，于是他背着他从后门入。他与他刚进来没多久，就遇到了唐寅松。唐将军，您回来的挺早。他将唐思思从李勤坤手中接过，脸色不佳的将唐思思送到了梅花小院休息。这么好看，而他却在书房单独约见了李勤坤。李公子与小女走得较为频繁，李公子可知你的此番行为会对小女造成不好的影响？唐将军，我知道此番做法会对思思产生不好的影响。既然李公子明白，还请李公子以后少与思思私下来往。不行，唐将军，我的意思是，我与思思私交甚好，我们很多时候都要一起讨论从前、现在与未来。你要与小女讨论未来，你倒是给我们唐家一个说法，总不能趁着我女儿小诓骗她吧？唐将军，你放心，我对思思一心一意，我绝不会诓骗她。你若无法给她幸福，就无需再缠着她。唐将军，我爱她，我会给她幸福。光说有用？爹，我明日就带着聘礼来府上提亲。爹？不对，爹，你瞧我这张嘴，我这一激动给叫错了。这一声爹，你还是别叫早了，等到你与思思成婚之后再叫吧。好，爹，依你，都依你。唐寅松瞪了他一眼，他立马改口道：唐将军，我明日带着聘礼来提亲一事，千万不能让思思知道。她若知道，铁定要与我闹脾气。为何？我之前因为类似的事情惹过她。唐将军，你放心，我来了聘礼，你收下聘礼，只需将思思留着，切勿许配他人，我自会慢慢征得她同意的。次日，李勤坤带着聘礼从后门入。唐寅松收下聘礼之后，唐思思还在睡。寅松，你找思思啊？唐骑士敲了敲唐思思的房门，思思啊！但是房中毫无反应。唐骑士有些担忧，他将唐思思的房门推开，房间内空无一人，矮桌上留着一张字条：娘，我有事儿需要外出一趟，勿念。哎呦，这孩子他又是去哪里了？燕儿，你别太着急，思思是有打算有安排的姑娘，她若这般说了，想必是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
我也会留意思思的下落，有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的。这么好看，点个巡王府内院子内有个铁笼子里装着一个人，此人正被太阳烤着，双手被铁链锁住。想喝水吗？想。这声音虽然沙哑不堪，但是却足以让唐思思震惊万分。这声音竟是唐石的。你不是说你不想躲在暗无天日底下，你想要生活在阳光下？秦王心善，成全了你，你还不感恩戴德？唐思思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她真是害怕这个人就是唐石。尹大人，若是药凉了，影响了药效，奴才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你是新来的太监？是。你倒是和以往那些太监不大相同，找死都这么积极。尹大人，奴才的命就系在这一碗汤药上，丝毫不敢怠慢。走吧，卑职参见郡王殿下。翁太医，你每天给本王熬的这些黑色汤药喝了没有用处，你便找一个小太监来受死。本王真是不知道你与隋太医存在巡王府的意义何在。郡王，卑职也没有想到这些太监如此不听话，竟然替郡王取来假药。这就是你这次寻来的替死鬼？郡王，卑职，你勿要说话，本王先让你仔细瞧瞧那笼中人。郡王饶命啊！饶命啊！背叛本王，你可后悔？后悔？成王败寇，你杀了我吧！杀你？你倒是想得美。楚寻琛，你生性残暴，嗜血成性，臭名远扬，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他这张嘴着实让人讨厌，割去他的舌头，再将他暴晒致死。巡王殿下，奴才觉得，既然这个人惹了你，让他就这么死了，未免太便宜他了。依你之见，应当如何？奴才还没当太监之时，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死。当了太监之后，奴才就改变了想法，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从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公公。你这小太监出的主意实在不错。你杀了我吧！翁太医，就由你来为他主刀。是。你们都下去吧。小太监，你留下来。唐思思，你早就认出了我，恶毒，你这恶毒！唐思思被骂得愣在原地。所以说，他不是唐氏，他是影子九。此时房间里只剩下楚寻琛和唐思思。小太监，你想要救他一命，你可认识影子九？巡王，是我呀。你？对呀，我来了。来人，将这小太监拖下去打30大板。是。如影亲自将唐思思带到偏殿。唐姑娘，你认出我了？刚才被认出了。如影将一块软垫递给他。唐姑娘，你将这个垫在身上，待会儿我打的时候，你就要齐力一点。真的要打？唐姑娘，我不可违背巡王的意思，请你谅解。尹大人，我觉得巡王与之前有点不同，你能告诉我他究竟怎么了吗？唐姑娘，那日影子九将你逼得跳下悬崖，巡王也跟着你跳了，但是巡王这次受伤严重，昏迷了1个半月之久。他醒来之后，不记得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了。他为何要随着我一同跳下？唐姑娘，这个答案或许只有等到巡王将那些事情想起之后才能揭晓了。唐姑娘，他好了。30大板打完之后，如影派人将他送回了药房。翁太医拿着一瓶药灌入了影子九的喉咙里。王如是，我要杀了你！翁太医浑身一抖，他将另外一瓶药递给了唐思思。你去将这瓶药泼在他的脸上。这是什么药？可以毁去他人容貌的药。唐思思，你入巡王府不就是想知道唐石的下落吗？你帮我一次，我告知你有关他的消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唐石任务失败，危在旦夕。若你不及时救出他，他的下场比起我好不了多少。小唐子，你磨磨蹭蹭做甚呢？动作快些！唐思思依旧呆愣地站在那里。翁太医快步走上前去，夺过唐思思手中的瓶子，然后对准影子九的脸泼了过去。影子九的脸瞬间冒起白烟。孟如初，他的那张脸已经血肉模糊。现在要对他进行阉割，你去脱掉他的裤子，然后回忆你被阉割时的过程，将他割了。翁太医，那你们先出去，人多我手抖。你可快些，别磨磨蹭蹭的。若是误了时辰，巡王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唐思思，你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你可知，一旦你决定救唐时，就是与楚寻琛作对，你不害怕？你想让我帮你什么？杀了我！为何？我不怕死，但我不甘受辱。其实你是可以活着的，你这一身伤正好让我徒儿练手。我给你全新的面孔、全新的身份，还有全新的人生。你敢将自己卖给我吗？你打算如何救我？我与尹大人有几分私交，我先放了你，然后你挟持我。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去通知尹大人。尹大人见我的性命受到威胁，他肯定会选择放了你。你出了巡王府以后，就想办法联系薛府的人，找到薛府的华雀，他是我的徒儿，只要拿着这个东西，他一定会救你一命。说完了吗？大概说完了吧。说完了，就该上路了。影子九说完，他2指成爪勾在唐思思的脖子上，影子九将唐思思挟持着出了地下室。快去禀告尹大人。1刻钟之后，如影出现在他们面前。影子九，放了他，你放了他，我便放了你。放了我，尹大人不怕巡王惩罚，你自己的生死由你来决定。给我在巡王府门口备一匹快马，快点，否则我杀了他。尹大人，全部放下武器，往后退。影子九挟持着唐思思往巡王府门口走去，他已看见了那匹马。他带着唐思思靠近马，然后将唐思思猛推了一把，自己迅速翻身上马，驾马离去。这么好看，你这货物，留你不得！他刚要动手，却突然动不了了。你对我干了什么？用你们这里的话来说，你被点穴了。你可知后果？他究竟是何处受伤，竟会武功丧失大半？
并且失去记忆。他的手朝着他伸过去。你这肮脏的小太监，别碰本王！哎呦，奴才这人就是叛逆。寻王殿下让我不碰，奴才今儿非要碰你。哎，此事我们管不管？这事儿我们管不了。王妃和王爷在梧桐巷子里就是如此。哎，若是王爷怪罪起来，那可是我是好。为了保护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据吧？你敢？看我敢不敢！你这恶心的小太监，滚开！寻王殿下，奴才不仅要脱你衣服，还要将你弄到床上去。你若敢将今晚的事情说出去，那你就会成为整个洛城的笑话。死太监，你敢胡来，本王将你大卸八块！反正要被你大卸八块。今晚不做点什么，都对不起我自己将要受的这个刑罚。在他一阵推攘之中，他倒在了床上，他也顺势倒了下去，压在他的身上。死太监，恶心！他一口亲在他的脸上，说：“我还是死太监吗？很恶心吗？”死！他的话还没说完，他一下子亲在他的嘴上。他堂堂寻王，竟被一个小太监侵犯了。不过他的身体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抗拒，竟然还有点舒服。完了，他这是弯了。这么皇宫，宣寻王觐见。儿臣参见父皇。寻儿，朕为你说了一门婚事。父皇，儿臣觉着现在立国与药国的边境不稳，不是谈及儿女私情的时候。如何不稳了？立国都将他们的大公主送来药国和亲了。父皇，您今日召儿臣进宫，就是为了此事？什么叫就为了此事？朕已经替你选好了寻王妃，虽学士之女，虽莹莹，德才兼备，慧心兰志，饱读诗书，她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太君父皇，恕回承命。其实儿臣心中已有了寻王妃的人选。谁？唐将军之女唐思思。胡闹！你想娶药国的任何一个女人，朕都会允许，唯独唐思思不行。为何？她是琼玉看上的女子，而且朕已经应允。父皇，你为何会赐婚琼玉和唐思思？此事琼玉来对朕说过3次，朕才同意。当初唐思思混入狩猎场，倒是与琼玉接触了几次。父皇，儿臣在落难之时，因为得唐思思相救，是以才能活命。况且儿臣和唐思思已经在民间成婚，与她有了夫妻之实。你与唐思思有了夫妻之实？是。若不是后来儿臣再次遇刺受伤，恐怕儿臣与她已经有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何不与朕说一声？父皇，儿臣也并未想到琼玉想娶思思。你先回去，朕要好好想想这件事儿。父皇，儿臣告退。楚寻琛从责问殿出来，如影并跟在他的身后。如影，你说这事完全属实，属下不敢欺瞒主人。主人之前的确以唐氏的身份与唐姑娘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在那段时间内，主人还与唐姑娘成了婚。那本王可与她有过夫妻之实。主人，我们只负责在屋外守护您的安全，至于屋内发生了何事，属下不知。本王为何会与唐思思成婚？主人，以属下之见，主人应该是对唐姑娘真心付出。何以见得？属下若说了，主人不许生气，更不能惩罚属下。你说，主人若不答应，属下不敢说。本王答应你，说属下曾亲眼所见，主人为唐姑娘端洗脚水，并且为唐姑娘洗脚。还有呢，主人几乎每晚都要赶回去与唐姑娘一起睡觉。继续说，主人喜欢吃唐姑娘煮的火锅，主人特地吩咐过属下，若是唐姑娘做了火锅，无论你在做什么，一定要通知你。所以你之前那般袒护唐思思，其实是在替本王袒护她。主人，你当初为了救唐姑娘，坠入悬崖，身受重伤，失去与唐姑娘相处的部分记忆。若是在你失忆之时，属下没有保护好唐姑娘，等你恢复记忆之后，主人一定会杀了属下。本王忘记了她，难道还要忘记了本王？王爷，以属下之见，唐姑娘应该是不认为当初和她一起在梧桐巷子里面生活的那个人是你，反而觉得唐石是你的一个影子。再说，唐姑娘与唐石成婚，就是为了逃避寻王。这样一想，她似乎成了二人的媒婆。如影想到这里，不免淡淡的笑了笑。自己去领20大板。主人，你答应过属下。本王惩罚你的理由，是因为你刚才笑了。如影石化了，这理由好牵强啊。将军府的大厅内，唐延松正在和楚寻琛一起喝茶。唐骑士原本在灶房帮忙，当他听说今日楚寻琛要来将军府之后，他便快速从灶房赶了出来。唐石，你已经在这里。唐将军，这位就是齐夫人吧？正是贱内。唐石，你今日回来可是为了思思的事儿？孩子，我们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我这个当娘的自私了一会儿，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一直守活寡，所以我才……银儿，你在说什么？将军，其实我们在梧桐巷子的时候……齐夫人，我是寻王。啥？你是寻王？齐夫人，这是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了。臣女敬过寻王殿下。请起吧。谢寻王殿下。唐大小姐，本王专门请先生算了一卦，3日后便是一个好日子，我们便3日后成婚吧。寻王殿下，这时间太急，臣还未好生准备啊。唐将军无需过多准备，明日本王就差人将喜袍送来将军府，只要唐大小姐到了时辰，穿着喜袍上花轿即可。寻王殿下，臣就这么一个女儿，臣还是觉得时间紧迫啊。唐将军，本王对唐大小姐已经倾心已久，本王早就开始操办与她的婚事了。唐将军，既然寻王已经看好了日子，那便3日后成婚吧。他现在不知道唐石的情况，他害怕耽误的越久，唐石的情况越糟。唐将军，既然唐大小姐这般认为，3日之后，王府的花轿就上门来迎娶。楚寻琛说完这些，他便离开了。思思，你不必如此啊。唐将军，我都说了，我自愿嫁给楚寻琛，没有任何人逼我。
的确，没有任何人逼她，但就是没有人相信她是自愿嫁给楚寻琛的，而且他们都一直认为她活不过新婚之夜。这么好看，大小姐，你醒醒！唐思思翻了一个身，继续睡。大小姐，前日你必要嫁给寻王了，我们得替你梳洗打扮啊。对啊，我今天要出嫁了，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大小姐，奴婢二人刚才讨论了一下，其实大小姐可以不用嫁给寻王的，说说看有什么办法？反正寻王的新娘都活不过新婚之夜，夜里光线不好，寻王也看不清楚。大小姐，我愿意代嫁到寻王府，你和李公子私奔去吧。秋霜啊，你的思想前卫呀，竟然想到代嫁。大小姐，我的命是将军救的，我这般做也算是将这条命还给将军。秋霜，刚才不是我们商量好了由我代嫁吗？冬梅，你别和我争，我比你大几个月，此事由我去。你们不怕死吗？大小姐，我愿意替你去死。大小姐，我也愿意。哎，你们别这样，我嫁过去，我们都不会有事儿的。寻王府，主人，此时该去将军府接王妃了。本王身体不适，今日你去接王妃。主人，还是你去接王妃比较好。不去。主人，你若不去，王妃会成为整个洛城的笑话。主人不是对唐将军许诺过，会给王妃一个最盛大的婚礼吗？既然觉得时间不够，那不还快走？迎亲队伍到了将军府外，鞭炮声震耳欲聋。大小姐，寻王的迎亲队伍来了，是寻王亲自来接的亲。走吧，大小姐这反应也太平常了一些吧？要知道寻王的前8个新娘都是寻王身边的尹大人去接的亲，这一次可是寻王亲自来的。楚寻琛翻身下马，对着唐延松和唐骑士鞠了一躬，一把抱过唐思思，便将她往花轿内塞去。寻王，臣就思思一个女儿，还请寻王善待她。岳父大人请放心，本王一定好好待她。不远处的客栈内，寻哥哥是我一人的，其余靠近寻哥哥的女人都得死。上次让他命大逃过一劫，今晚本公主要他的项上人头。属下遵命。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唐思思被丫鬟牵着带走，楚离琼端着一杯酒过来。二哥，恭喜啊，今晚怎么不醉不归？你要想喝酒，今日便让你三哥陪你喝，你可勿要将你二哥灌醉了。父皇，今日是二哥大喜的日子，我想与他喝酒都不可以了？不是不可以，你二哥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可不许将他灌醉啊！父皇，你这就偏心了。你小子要是成婚之时，朕也不许你的其他几个哥哥灌你酒。寻儿，你快去吧，别让新娘子等久了。是，父皇。新房内，他听见有脚步声传来，咯吱一声，房门被打开了，有人正朝他靠近，一把长剑朝着唐思思的脸刺去。唐思思趁着这会儿的功夫，藏在袖中的短弩射出，刚好射中来者的小腿。你是谁？你杀了我吧！杀了你！你想得美！若他只是中了箭，他100%能逃出去，但是他所中的箭上有高浓度的麻药，此时他的半边甚至都没有吃血了。秋霜冬梅听到动静，连忙闯了进来。大小姐，他是谁呀？女人暗自用力，唐思思一下子掐住了他的嘴巴。你还想咬舌自尽？想得美！你配不上寻王，寻王只是在利用你。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原来是因为我今日嫁给楚寻琛，所以你来取我性命。这般来说，你喜欢他？唐思思，我今日杀不了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有人会杀了你。如此说来，楚寻琛的前几个婆娘也是你杀的？寻王圣洁，任何人不得玷污。秋霜冬梅，你们先将他带下去，此事千万不能让楚寻琛知道，将他嘴里塞了破布，关在你们房间的柜子里，我晚些时候亲自来问。是大小姐。又一阵脚步声传来，咣当一声，门再次被打开。你在梧桐院子为了不嫁给我，与人成婚，想不到到头来却仍然是与本王成婚。你知道在梧桐巷子的事情，那你打算杀了我吗？在你看来，本王会因为这点小事杀了你？那我今晚还会活着吗？你觉得呢？必须的。他这句话刚说完，楚寻琛便一头栽在床上。其实他早就将药藏在指甲中，刚才喝交杯酒时，指甲中的药粉落入他的杯中。门外有人影走动，唐思思一边剥楚寻琛的衣服，一边喊道：啊，夫君不要啊！夫君你轻点啊！夫君疼啊！他这些话喊过之后，门外的人影便消失了。唐思思给楚寻琛一脚，将他踢在床的最里面，然后躺在床的外面。他睡在外面是为了方便逃跑。次日清晨，唐思思在愤怒的眼神注视下醒来，他看见楚寻琛只穿着短裤站在床前。唐思思，本王的衣服是你脱的？有几件是我脱的，有几件是夫君自己脱的。昨晚你都对本王干了什么？哎，王爷，这怎么好意思说呢？不可能，你都没有落红。王爷，我又不是第一次成婚，当然不会有落红啊。为何本王对此事没有任何记忆？夫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脑子受过伤，比较脆弱，再加上喝了酒，对昨晚那事儿断片了。大小姐，刚才王爷派人来说了，待会儿大小姐要和王爷一起去会见一位重要的客人。到了大厅之后，他才发现正与楚寻琛一起喝茶的人正是楚人云。夫君，大哥。二弟，花城女子失踪一案，想必你早有耳闻了吧？听过，
父皇的意思是尽快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毕竟这关系到你的声誉。大哥，我的声誉已经这般，还需如何美化？你好些年没在洛城，而且你刚回来不久，为何洛城之中会传出那么多对你不利的说法？此事我正在查，二弟，此事可以慢慢查，但是花城少女失踪一案，若是无法尽快查处真凶，恐怕受害的少女会越来越多。啥？受害少女？就在这接连3日内，就已经出现了3名被害少女了，她们的尸体太过凄惨，我都不忍对你讲述。大哥，还请你仔细将此事说说。弟媳胆子大吗？她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前几日，一名樵夫上山砍柴，发现一衣不遮体的女子被挂在树上，她双眼被挖，皮肤皆被烫得布满褶皱。前2日，又有一渔夫下河打鱼，渔网最终捞出一具女尸，那女尸一丝不挂，四肢皆是被折断。就在昨日，又有一具女尸突然出现在花城的街道上，听说被人发现之时，正在被野狗啃食。究竟是谁如此狠毒？市井已经有相关传言了，他们本该来参与巡王侧妃的评选，可是他们竟为了避免被巡王看上，所以在家人的协助下逃离。巡王生气了，于是开始报复了。自从我回了洛城之后，仿佛洛城发生的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干的。二弟，谁让你的名气比较大呀？说来可笑，立国的人称我为战神，要国的人称呼我为活阎王。二弟，别去想这些，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今日我前来巡王府，就是来将父皇的意思传达给你。既然事情已经说完了，我也便要离开了。大哥，我算着时间，你的药快吃完了，我这里还有一些。弟媳有心了。大哥，思思给了你什么？一些治咳嗽的药而已，本王倒是不知王妃的医术这般高超。夫君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二弟，我知道你刚成婚，此时与你说这事儿实为不妥，但是此事迫在眉睫，你还是亲自查一趟吧。我今日还有事，便不打扰你们的新婚生活了。楚人员说完这些，便出了大厅。我跟随你一起去查案，如何？女子不宜出门，你便好好的待在西凤阁，绣绣花，品品茶便好。我可以女扮男装啊。不许！他说完这些，便一拂袖子离开了大厅。楚寻琛，你不让我去花城，我偏要去。次日清晨，如影来告知楚寻琛出发去花城了。唐思思知道如影的意思，如影是想他去送送他，他借口还在禁足之中，便没有去送他。这天夜里，唐思思换了夜行衣，她和秋霜冬梅一起溜到了巡王府的围墙边。秋霜冬梅在下面给她当肉墩子，而她则是费力地往围墙上爬去，终于爬上了围墙。然后咣当一声，她直接从墙上摔了下去。站在墙外的温清和薛白看见她乱七八糟地躺在地上，两人都傻了眼。唐思思今天白天之时特意想办法通知了温清和薛白，薛白武功高强，况且他救过他，他现在对他忠心耿耿，与他同行，他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与温清同行，除了想要借此来气气楚寻琛，倒是没什么别的想法。这么好看。次日清晨，花城。请问3位公子，你们可是外地来的？是，不知老爷有何事？老夫确实有一事相求。老夫家中有一女，年方18，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知书达理，温婉可人，不知公子可否婚配呀？李老爷，我们2人尚未娶妻。李老爷，不如让令千金许配给我们。你们一个太黑，一个太胖，不适合我女儿。公子，你可否婚配呀？李老爷，小生并未婚配，不知小生可否配得上令千金？你太瘦太矮，不适合我女儿。公子，昨日又有一个姑娘失踪了，老夫是真的害怕我女儿有一个3长2短呢。小生并未婚配。好，真是太好了，公子啊，那你愿意随老夫一同回府吗？你可以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见见小女啊。温清点了点头，几个人随着李老爷一起去了李府。爹，小乔，爹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爹为你选的夫婿，这2位啊是他的朋友啊。爹，女儿永远不嫁，女儿要留在家里服侍你和娘。小乔，爹也不想让你嫁人，但是现在情况危急，你若真有孝心，你就顺了爹的意，让爹不要为你担心呐。爹，小乔，自古婚事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不必再说了。温公子，你与你的朋友这几日便住在府中，我会尽快安排你们的婚事。小菊啊，送几位公子去西厢房休息。次日清晨，唐思思换了女装，她的妆容、衣服和发饰全是模仿李小乔。哎呦，像啊，真是像啊。李老爷，我们言归正传，事情你都安排好了吗？你放心现在你就是李府的小姐。那还等什么？你带我去停放几具受害者尸体的地方。你一个女子，你敢去那个地方？我不敢去就不会说。走。卑职参见巡王殿下。何人在里边？回巡王的话，是令妹。令妹的胆子倒是蛮大的，我进去看看。楚寻琛点了点头。如影，是我。王妃，现在是什么情况？刚才我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这具尸体，尸体内有部分非正常腐烂。王妃，这是什么意思啊？需要进一步的尸检才能明白真相，但是现在夫君在外面，我检查起来很不方便。王妃，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这就去将主人引开。他说完这句话，便大喊一声：“鬼啊！”然后从窗户中跃身而出。你们去追。他们都离开之后，他才高声道：“唐思思，
出来吧。他怎么知道他在里面？别想了，这世上除了你，大概也没有谁会让如影如此忤逆我。眼看瞒不下去了，唐思思从里面走了出来。看来本王的王府关不住你啊！里面是什么情况？那具尸体应该不是简单的被采花大盗杀害的尸体，尸体里面另有乾坤。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快速离开此地。为何？你可以理解为女人的第六感。唐思思和楚寻琛上了马车，马车并没有回李府，而是随着楚寻琛一起到了他现在的住所。主人，何事？属下觉得今日王妃很不一样，她看见肉就吐了。她今日见了受害者的尸体，今日她吐得太厉害了一些。依你之见，应是如何？属下以前见过怀孕的女人，她们孕吐期间便是和王妃此时一模一样。休要胡说！主人，属下并没有胡说。若是王妃怀孕了，她便不可劳累。她不可能怀孕。王妃是女子，主人也身强力壮的。唐思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刘家村没有大夫，本王让如影去给你请大夫了。只是小问题而已，我会自己解决的。楚寻琛将这句话理解为他想要偷偷打掉孩子。你敢？我怎么就不敢了？你虽是学王，但此事是我的自由，我爱如何就如何。你想拦我，有本事你绑住我的脚呀！那便绑住你的手脚。楚寻琛一气之下，把唐思思的手脚绑在床上。楚寻琛，你这禽兽，你不是人！他顺手拿了一个布条将他的嘴塞住，然后气冲冲地走了出去。主人，王妃如何了？如影，你给本王仔细说说，唐思思、李乾坤和温清三人究竟有何关系？他是否为了他们二人才不愿生下孩子？好了，不必说了。回花城之前，他就好好待在自己的房间内，哪里都不许去。唐思思被绑在床上，他房内一个人都没有。突然，他听到咯吱的声音，站在他窗前的是一个类似于人的怪物，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将他的脸遮了一个遍。他一下子跳到唐思思的床上，怪物一下子张开嘴，露出满嘴獠牙。唐思思这次是看清楚了，怪物口中的并不是獠牙，而是断裂的人的牙齿。这个怪物就是一个人，而且从他的身形来看，他还是一个女人。一个劲柄飞来，正好打在怪物的身上，怪物嗷嗷叫了2声，便朝着窗户边跳去。来者正是楚寻琛。如影，去给王妃拿点吃的东西过来。是，主人。王爷若是无事，便出去吧，我要休息了。本王问你，你当真要本王出去？我要休息了。他话音刚落，楚寻琛一下子将他横抱起来。楚寻琛，你干什么？你不是要睡觉吗？说罢，他便抱着他朝他的房间走去。如影来到楚寻琛的门前，他敲门道：主人，属下寻了几块点心来。进来。如影推门而入，他看见楚寻琛将唐思思的4肢都压在床上，他快速将点心放在矮桌上便出去了。楚寻琛的手背上有一排清晰的牙齿印儿，这正是刚才唐思思咬的。你还敢不敢咬人？你放开我试试！若不是念着你肚子里的孩子，本王早就又将你绑起来了。肚子里的孩子？他再将今日所发生的事情前后联系想了一遍。如影可真是一个擅长想象的人，不过目前这样的处境刚好，他正想什么时候假装怀孕。现在楚寻琛被如影的信息误导，以为她怀孕了。你若念着我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就该放开我。唐思思，你终于承认了。我有何不敢承认？新婚之夜是我被你的皮囊所迷惑，若是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他的话刚未说完，楚寻琛一下子朝他的嘴唇咬下去，他的手脚也被他按着，他无法反抗，他咬得他疼了，他便也狠狠咬了他一口，最后这相互咬人的动作竟变成了一个缠绵的吻。楚寻琛越吻越深，这种感觉很熟悉。你夜里只吃了一点稀饭，再多吃一点吧。不想吃。你现在需要营养，这东西也没啥营养。你想吃什么？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说点人话。你弄不到我想吃的东西，你要问，你嫌麻烦就不要去弄了，反正饿的又不是我。他说完以后，楚寻琛气呼呼地转身出去了。主人，大夫已经到了，此时正在房中休息。楚寻琛一边说，一边朝着院子外边走去。主人，你要去哪儿？打猎。主人，你为何要现在去打猎啊？主人，我随你一起去吧。你留在这里保护王妃。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次日清晨，楚寻琛你在哪里？另一房间内，将他拉下去，打20大板。王爷还愣着做甚？动作快一点。如影心中明白得很，王妃这般四处叫主人的名字，主人心中十分不快，但是他也不可能惩罚王妃，于是便惩罚了一个听见之人。王妃，你莫要再叫了，王爷在里面和影大人一起议事。何事？王爷还未发话，此事不可说。那我继续叫了。王妃，你别叫了，我告诉你，王爷昨夜猎到那几个动物有点怪。4只被绑起来的小鹿躺在地上，他的眼睛猩红，嘴里发出悠悠的声音，不解释这只小鹿，那林中的很多动物都奇怪着，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红眼暴怒。楚寻琛，你让我进去！楚寻琛受不住他一直拍门，于是将房门打开了。唐思思假意叫了一声啊，如何了？太恐怖了！来人呐，去将大夫请过来，替王妃诊治一下。没一会儿，唐思思被送到了他的房内，他躺在床上，从蚊帐内伸出一只手，大夫隔着剪帕开始为他把脉。恭喜这位公子，你的夫人有喜了。大夫，你可把脉把仔细了。公子，老夫当了几10年的大夫，为人诊过无数喜脉，断然是不会出错的。夫人怀孕了，
一定要小心照看他。他不可生气，不可劳作，不可受到惊吓，应事事顺从他，事事如他心意，他肚子中的孩子才会健康的成长。唐思思听着大夫说的这些话，他简直笑开了花。这大夫可真是如影给他请的神助攻啊！这位公子，你随老夫一起出去，老夫开一副安胎的药。大夫，我随你去。两人走后，房间内只剩唐思思和楚寻琛。唐思思，干啥？等到如影回来之后，你便跟他回洛城。我不回去，我还要帮你查案呢。你不必帮本王查案。你这是做什么？你想做甚便可以做甚。楚寻琛这意思是让他尽情的糟蹋他。他说完这句话，便一下子脱了上衣，然后朝着他的床走去。如影就闯了进来。主人，属下该死，属下马上就出去。主人，王妃这才刚怀上，孩子还不稳定，你们不可同房啊！滚！是。楚寻琛，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你若敢强迫我，那就太不是人了。明日一早，你便跟着如影回到洛城。明日你若不愿意跟如影离开，本王绑也要将你绑着送走。夫君，你待我不如在梧桐巷子里那般了。那本王以前是如何与你休息的？我们以前抱着睡觉。你现在可还需要本王抱着你睡？算了，我现在刚怀上，不适宜和你一起睡，我还是合适一个人睡觉。你早些休息吧。主人，您为何出来了？明日一早，你便送唐思思回洛城。主人，王妃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肯定是不愿意回去。若是她不愿，便将她打晕带走。这一夜，如影一直守在唐思思门口，等待着唐思思醒来，他好带着唐思思回洛城。可是他等呀等，等到日上3更，他也没有起床。你去找一名村妇过来看看，王妃究竟起了没？是。王妃，里面没有人回应。王妃，他再叫了2声之后，48已经领着村妇来了。你撞开门进去看看。大人，我这不敢呐。一切后果我来承担。村妇撞了几下，终于将门撞开了。里面如何？大人，里面真没有人。王妃竟在他眼皮子底下消失了。此事关系重大，立即通知主人。是。今日楚寻琛他们一早便就出发了，去寻找那昨晚的怪物。等到他们全部出去以后，唐思思从床底爬出，如影守在门口。无论他以哪种方式出去，只要他弄出一点点声音，都会被如影发现。而他就是利用如影发现他不见了，一定会震乱大脚这一点，这才成功骗了他们。这么好，村长在为楚寻琛他们带路。为何你们就确定那怪物就生活在断肠崖上？之前那怪物来叼过村里的鸡，我们跟着散落的鸡毛鸡血找到了断肠崖边上。随着鸡血痕迹来看，怪物是将鸡拖到了断肠崖下面去吃了。你们可知那是个什么怪物？这怪物也是最近几天才出现的，我们也不知。寻王殿下不可向前了，若是掉下去，定会粉身碎骨啊！村长话音刚落，几个死卫已经拿出绳子绑在断肠崖边的路上，然后垂直往下降。连续2声烟花响声之后，有不同3处燃起了烟火，而从这3处烟火形成的形状来看，表示此事十分危急，有人失踪。楚寻琛表情一冷，有人失踪，十分危急，难道是唐思思出了什么事儿？就在此时，断肠崖下传来敲击石壁的声音，那声音变化便是在向他传递信息。下面发现一个洞穴，你立即回村，派全村的力量寻找唐思思，若是找不到他，本王要你们的命。他说完这句话，便抓住一根绳子降下去，而村长则是在听了楚寻琛这句话之后，发了疯一样的往断肠崖下跑。他跑到半路，撞见了一个老妇人。村长，你为何跑得这般快？快去寻找唐思思啊！徐王发话了，我们若是找不到唐思思，他要我们的命啊！村长快速说完这句话，他又快速跑了。唐思思愣在原地，楚寻琛这么快就知道他偷跑的消息了。唐思思继续往断肠崖走去，当他登上断肠崖顶的时候，看见断肠崖上什么都没有。唐思思，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他刚要回头，一只手将他推了下去。他一边尖叫一边坠落，可是突然身体被一股力量缠住，他被拉了回去。主人，这个洞穴里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的绳子被人割断了。我们现在身处离断肠崖顶50米的地方，该如何上去啊？唐思思伸出手摸了摸那个下巴，这是牛头马面的下巴吗？你也死了？我们一见面，你不要说这些话来诅咒我啊！原来我们都没死。这个洞穴通向何处？里面太黑，我们还未向内探究。做个简易火把，我们过去看看。楚寻琛举着火把，唐思思则是跟着他。他们似乎听到了脚步声从远方传来，一个黑影朝着他扑过来。楚寻琛一个侧身躲开，然后一剑刺了过去。这正是那天那个怪物，怪物的目标很明确，他就是要杀楚寻琛。好，约莫10分钟之后，就有一个死卫倒了。大家将火把朝着那个方向照去，只见那怪物正在啃着那名死卫的后背。楚寻琛眉头一紧，一剑刺向怪物的心脏。这一次，怪物像是受了致命打击，他咆哮几声过后，直倒了下去。19，你怎么了？保护主人，继续前进。一人用手指靠近他的鼻息，他摇了摇头。等等！唐思思朝着29走去，他从袖袋中拿出听诊器，他听见了微弱的心跳声。他还没死，他分明连呼吸都没有了。他虽然没死，但是他却需要立即手术，留下几人照顾他，其余人继续行刑。杀了我吧！从洞穴深处传来这样的声音：你们这群歹人，你们不得好死！你们这矮寇，
也只敢干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倭寇可被允许进入药国？隘寇一族与我们药国水火不容，若不是两国使者往来，隘寇不被允许进入药国范围内。若此事真与隘寇有关，我们必须尽快通知父皇。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那些死亡的女子应该就是在这里遇害。我们仔细找找，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王妃，你过来看看，这好像是血。唐思思走过去，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无论他们将这里打扫得多干净，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然而，他们能将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弄到这里，这就说明这里一定有出去的道路。小心！楚寻琛并用身体挡在了他的面前。刚才那怪物一抓破了楚寻琛的胸口，怪物的胸口有一个大窟窿，他若是寻常人早就死了，可怪物就像一点不知疼痛不会死亡一般，竟被贯穿心脏之后还能跟到这里来。你没事吧？我没事。死卫纷纷朝着怪物攻去，怪物中了10几箭，但是依旧没有要倒下的意思。砍下他的头！这一次，怪物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唐思思将手里的火把扔到怪物身上，哗啦的一声，他的尸体燃了起来。夫君，我们不能再往前面走了。他们故意打扫了现场，又故意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说不定前方还有什么坑等着我们呢。难道因为害怕便不再向前了吗？夫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唐思思说到这里，他这才发现楚寻琛的衣服被怪物抓烂了，而且皮肤上还有几道血印子。给我看看。无碍。必须给我看看。唐思思看着他的身体，他彻底傻了眼。这些疤痕他太眼熟了，是他亲自清理伤口的。没想到唐石竟然真的是楚寻琛，原来他们都错了，只有如影是个明白人。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前行，这里就是一个陷阱。即使他们引我们进来，便不会给我们留出路，原路返回。3个死卫利用匕首和藤蔓开始往上爬，他们每爬一段便会敲击悬臂传回信息。主人，他们传来消息，上面大约有20人，每5人为一组，轮换守在断崖边上。若是我们智取，能够上去。准备一下，1刻钟之后出发。那我呢？留下照顾29，等我们将上面的人解决了，再来接你。万一你们不来呢？我怎么可能不来？唐思思，我决定，等我们都安全出去之后，我要与你好好相处。或许我们应该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好好了解彼此。楚寻琛他们上去之后，只留了唐思思与伤员29。唐思思见四下无人，于是又拿出输液装置，开始给他输液。在完全的黑暗中，他听到了混合在风声之中的脚步声。楚寻琛人呢？他早就出去了，还能留在这里等你们过来抓？来人，将唐思思抓了，抓住他，他就是你们的，只要你们留着他一条命就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夫君来了之后，定是要你们不得好死。唐思思被一个石头绊倒。楚寻琛，有人欺负你的娘子！蒙面人的力气非常大，唐思思的衣服随时都可能被扯破。啊！你放开我，放开我！突然，蒙面人的动作停了下来，温热的血液浸在唐思思的身上，他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贯穿了蒙面人胸膛的利剑。思思，对不起，我来晚了。其实我也没事儿，就是被吓到了。任务失败。然后迅速拿出一个白瓷瓶，将瓷瓶里的液体一饮而尽。没多久，他整个人便扭曲成一团，然后化作一滩脓水。其余蒙面人皆是纷纷效仿。思思，我们的人已经将上面全部控制住了，待会儿我背着你，我们一起爬上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上面的死卫将绳子放了下来，楚寻琛将自己和唐思思绑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朝上爬去。楚寻琛，我记得你之前叫我夫君，你之前也不乐意我叫你夫君呢。你叫着，我听着。那个，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互叫名字吧。你满足我的要求，叫我夫君；我满足你的要求，叫你名字。要不，我们还是以名字相称吧。你想让我收留一些别人都不敢收的奴隶？夫君，我们出去之后，此事定会提上行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爬上了断肠崖。现在时间太晚，我们下山不安全。等到明儿一早，我们再出发回刘家村。是。死卫各自回了自己的帐篷。我的帐篷呢？楚寻琛指了一个方向，他随即就往那个帐篷走去。他简单洗漱过后便躺下睡了。迷迷糊糊中，他感觉有人抱着他。谁呀？你不是说以前我就是这般抱着你睡觉？他的手摸到了他小腹的位置。父皇虽然为一国之君，但是他却十分向往百姓的生活。在四下无人之时，他并不会自称朕。思思，你能想到这样一个君主，当时却还是牺牲了自己的兄弟，坐上这个位置。皇位之争没有对与错。思思，我原本无心参与太子之位的甄选，但是如今我已不是一个人了。为了以后我的兄弟们都在，为了能保护你和孩子，我决定我一定会坐着那个位置，不让你们受一点点的委屈。虽然楚寻琛说的这般情深意浓，许是太累了。楚寻琛对唐思思说这话，他便睡着了。次日一早，29，唐思思一下子坐了起来。楚寻琛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怎么了？29走了。他不信，他亲自去检查了一遍。楚寻琛从后面进来，他看向唐思思，问道：如何？29去世了。准备一下，带上29，一起下山。是。他们下了断肠崖，往刘家村的方向走去。走至村口之时，便已经觉得不对劲儿了。今日的刘家村过于寂静，除了见不到人以外，就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没有。主人，我们先进去查看一下。一起进去。主人，属下感觉此事蹊跷。王妃留于此处，其余人随本王一起进去。不，我要与你们一起进去。
他的话音刚落，楚群琛已然进入了刘家村，而他身边站着2名死卫，35和68。王妃，请不要为难属下。哪儿膝下有黄金？你们起来！王妃，若是属下无法完成主人的命令，便以死谢罪。你们别这样好吗？还请王妃在村外休息，等待主人的消息。算了，他也不想和他们继续争论。29的尸体被放在村口的槐树下，而他就站在旁边等待，等了约莫半个时辰的样子。楚群琛他们还是没从村内出来。你们就让我进去吧。35和68跪在唐思思面前，你们真是油盐不进。思思，大哥，你为何来了？思思，刘家村出了事，我奉父皇的命令来调查此事。大哥，你与我仔细说说这事儿。外界传言，这刘家村出了吸血的妖怪。原本父皇已经派了3弟前来调查，可是3弟进入刘家村之后，便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大哥，实不相瞒，我们前天便进入过刘家村，这段时间的确有些怪物侵扰刘家村村民，但是刘家村的本村村民都是在正常生活的。思思，你说看到的与3弟回信中描述的场景大不相同啊。三皇子如何描述？刘家村村民到了午夜之后，便人人化身修罗厉鬼，吸血啃肉，父母子女皆不顾，会啃食遇到的活人与牲畜。这与我所见的确大不相同。想要知道真相，得介入刘家村才可以。35、68。王妃有何吩咐？夫君是你们的主子，我是夫君的妻子，换言之，我也算是你们的主子了。是。那我这个主子说的话，你们听不听？王妃，我们只需在外等待主人消息。除了我要进村这件事儿，其余事情你们是不是都会听我的？只要王妃的命令不与主人的命令相互冲突，无论刀山火海，全凭王妃一句话。很好。汤思思拿出几瓶安眠药，我要你们吃了它。王妃，这是何药？你们只管遵从命令便是。二人思索片刻，便接过了药，然后干嚼吞下。汤思思指着槐树旁边的枯草堆，我要你们2人呢钻进去，躺着，闭上眼睛。王妃，他们无奈，只有照做。楚人员不明就里，他站在旁边等了1炷香的时间。他们如何了？睡着了。大哥，我们进去吧。他们进入刘家村，刘家村内竟升起迷雾，这村中突如其来的迷雾确实奇怪，迷雾越来越浓，几乎已经到了伸手不见的地步。大哥，他回头并未发现楚人员，刚才他和他的队伍一起进来，此时却只有他一人了。大哥，大哥！寻找半天无果之后，他摸索着进入了一个农户家中，只见一老妇动作机械地将泡过的豆子放入石磨之中，一老汉双目呆滞地推着石磨。刘叔、刘婶儿，你们怎么了？2人仿佛完全听不见他说话，一直机械地做着这些动作。再然后，他看见红色血沫从石磨中流出。鬼呀！唐思思确定现在的刘婶儿恢复正常了。原来被迷失限制之后，只要被吓一下便恢复正常。刘叔、刘婶儿，是我。是唐老爷。他在刘家村的时候一直以男装示人，而且还给自己添了胡子。刘婶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天黑了，我们早早便洗漱睡觉了，不知怎么的又起来推磨了。难道刘婶儿？难道是什么？这我怎么知道？刘婶儿，你若不将实情告诉我，我恐怕难以帮助你们。总之，刘婶的嘴巴抽搐了几下，目光又变得呆滞起来。刘婶儿，刘婶儿。他没有回应他，而是回到石磨边上开始咬豆子。唐思思已经意识到了这迷雾有麻痹人神经的东西，由于他戴着防毒面具，所以他并未受到影响。如此说来，楚人员和楚群琛他们现在很危险。唐思思连忙出去，他一边走一边喊道：夫君，大哥，你们在何处？这么好看，父皇，儿臣也想学习骑马射箭。唐思思一惊，这真是楚人员的声音。他随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找去，只看见楚人员对着一根柱子自言自语的说话。父皇，2弟去征战沙场了，儿臣也想去。父皇，你为何总是在拒绝儿臣？儿臣也想和其他正常人一般，可是儿臣这顽疾是与生俱来的，儿臣没有办法。父皇，请您不要这般对待儿臣，儿臣觉着自己就像是被你养在深宫里的废物。大哥，母后，你终于来看儿臣了，儿臣好想你。他说完这句话，便一下子将唐思思抱住了。唐思思身体僵硬，呆若木鸡。母后，儿臣知道儿臣这带病的身体无用，不能达到母后所期望那般，但是母后请放心，儿臣一定会努力。大哥，是我是思思啊。母后，儿臣真的无惜太子之位，求你别逼儿臣了。楚人云。唐思思扭头一看，正看见楚群琛提着大刀，红着眼睛站在不远处。楚群琛，但是他仿佛听不见他说话，他对着楚人员便是一刀砍下去。唐思思吓得不轻，他一把推开了楚人员，而楚人员在惊吓之中回过神来。2弟，楚群琛又是一刀过去，楚人员虽然勉强躲开，但是他的头发被割了一簇。楚群琛，住手！怎料而是提刀向唐思思砍去，幸得楚人员拉他一把，他才没有受伤。思思，现在2弟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我们赶紧走啊！大哥，我们去房间内躲一躲吧。他们来到附近的土坯房，唐思思将楚人员往房内一推，而他自己却被楚群琛狠狠一脚，他趴在地上挣扎了几下都没能从地上爬起来。楚群琛拖着大刀，他还是双目猩红的朝他走来。思思，楚群琛停在唐思思面前，他将大刀举了起来。楚群琛，我肚子里怀你的孩子，你当真要杀了我？他的刀迟迟没有落下，如此看来，他并非完全失去理智，至少他是可以被唤醒的。楚群琛，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不管你是怎么了，我一定会找到救助你的办法。他就像木头人一样，听不懂他说话。思思，快过来！大哥，你别过来！楚群琛，你要相信我，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太阳缓缓出来，村中的浓雾逐渐散去，他一下子闭上了眼睛，猛地朝后倒去。楚群琛，楚群琛！思思，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大哥，我会照顾好他的，你们出去吧。思思，你一定要小心啊！唐思思将门关上，然后开始拿出仪器对楚群琛做全套检查。从身体的各项机能来看，他的身体没病，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这般情况？他刚开门就看见楚人员站在门外。思思，2弟怎么了？
我暂时不知。思思，二弟出现这种情况，你不可对任何人说。这几天你就待在这里，好好照顾二弟。大哥，我是他的妻子，而且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我有权知道他的事情。若你知道，便请告诉我吧。思思，你别多想，进屋休息一下。你只需知道，我这般做是为了二弟好，也是为了你好。他说完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屋内，楚寻琛已经醒来，他见着他的眼睛无比猩红，从模样上来看，他还是属于完全失去理智的样子。你究竟是怎么了？他听不见他说话，使劲地挣扎着。他忍痛拿了一支镇定剂在他的手臂上注射，药劲儿上来之后，他便昏昏沉沉的睡去。他解开他的衣服，他胸前被怪物抓伤的地方竟然出现了腐烂的迹象。他拿出手术刀，开始剔除腐肉。思思，赶快离开这里，危险！你被怪物抓伤，我虽然为你处理过伤口，但是伤口还是有腐肉。我怀疑这是一种新型病毒，而以我的知识储备，我不知道这是何种病毒。思思，你下去休息一下。我不需要休息。你眼睛红肿了。自从我将你从人牙子手中买回来那一刻开始，你便是我的，无论你是何身份，你都是我的，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这么好看，沈王妃，大皇子让你过去一趟。寻王身正其毒，你在门口守着，任何人不得靠近他。是，思思，我叫你过来是真的没有办法。大哥，你说究竟何事？刘家村人接说二弟是怪物，他们现在聚集在村外，想要将二弟绑出去烧了。他们真敢这般说？思思，实不相瞒，我此次奉了父皇的旨意前来刘家村，一是为了寻找三弟，二来便是将刘家村怪物一案调查清楚。其实这怪物说到底，它也不算怪物，它是由人失去理智，身体溃烂形成，而且怪物咬人之后，正常人也会变成怪物。你刚来刘家村便知道这些？父皇早知刘家村有怪物，而且他还知道这突然出现的怪物与矮寇有关。大哥突然将这些告诉我，是何意思？父皇似乎要弃了二弟。大哥，你告诉我何为弃了？他是父皇的亲生骨肉，父皇如何会弃了他？弟妹，你别生气，你现在还不太了解皇家。父皇固然爱我们，但是比起江山社稷，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父皇也早就知道刘家村有怪物，有矮寇，却让三弟等人来了。三弟失踪，后来他又派二弟前来，二弟中毒，而在这之后，我便来了。此时村外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有些大胆的村民已经将火把扔了进来，他们想要烧死人，可是寻王。你的身份不能说，若是说了，那便让皇家蒙羞。你思思，我没有办法，我昨夜已经800里加急给父皇带了消息，父皇飞鸽传书一封，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二弟的真实身份。大皇子，我们听说呀，你昨晚抓住了我们刘家村的怪物，此时那怪物正关在你这里，你为何不将那怪物拖出来烧了？若将那怪物烧死，我们刘家村就恢复正常了。此事蹊跷，不得莽撞行事。大皇子，你若能烧了怪物，还我们刘家村一个安宁，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他说着便对着大皇子跪了下去，其余村民见状都纷纷跪了下去。大皇子，那怪物咬了人之后，人便会变成怪物，若不将它及时烧了，留着终归是夜长梦多呀。大皇子这般做，便有大皇子这般做的道理。你们赶紧离去，别打扰大皇子办公。出去！他们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快速离开了院子。大哥，我这几天要与他待在一起，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思思，若你被他传染，那该如何？那便是我的命。不等主人员说点什么，唐思思便朝外走去。可他没走2步，他便晕了过去。思思，对不住，这也是二弟的意思。等到他醒来之时，目之所见全是粉色蚊帐，他一下子坐了起来。王妃，你醒了。疏影，你为何在这里？王妃，你这次偷偷逃跑，害得我好苦啊！主人特地交代过，让我这次一定看好你。他现在十分危险，你快去救他！王妃，你还是乖乖听主人的话，我们会落上去。他现在需要我。王妃，属下对不住了。他拿出他给他的口哨吹了起来，如影见他将楚寻琛独有的哨子都拿了出来，他便住手了。属下如影见过主子。召集附近的死卫，随我一同前往刘家村。是。如影用信号弹通知附近死卫之后，他们便随着唐思思一起快马加鞭往刘家村而去。他们走在半路时，看见大批东厂的人往刘家村方向而去。这些东厂之人，他们为何深夜到此？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我们绕过他们，从小路走，终于他们在黎明来临之时到达了刘家村。可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东厂的人已经将刘家村团团围住。待会儿若有刘家村的人想出来，过来一个杀死一个，放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哦，不知尹大人到这刘家村是为何事啊？不知曹公公带人来烧毁刘家村是为何事啊？咱家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曹公公，可是寻王还在刘家村内？此事本公公倒是不知，不过咱家收到皇上的旨意，这刘家村内连牲畜都不能活。曹公公，我们不阻挠您办公务，但是寻王在刘家村查案，我们必须进去将他带走。咱家接到密令，这刘家村之人一个都不能出去。尹大人，你说皇上亲自下的圣旨，咱家能违抗吗？敢问曹公公，你口口声声说杀刘家村内所有人是皇上的圣旨，你的圣旨在何处？王妃，咱家收到的是皇上的口谕，没有圣旨。没有圣旨，那便任凭你如何说。王妃，此话可不得乱说呀！你们以下犯上，想要谋反，其心当诛。寻王府所有死卫听令，不惜一切代价灭火救人。是，王妃，你这般违抗圣旨，便是死罪呀！曹公公，你们假传圣旨，以下犯上，才是死罪。死卫与东厂之人打了起来。
唐思思在如影的掩护之下逃入了刘家村。小院前聚集了许多村民。曹公公的意思是烧死所有刘家村的人，就算你们杀了里面的人，他们也不会让你们出去的。待会儿火势大了，你们只有死路一条，你们的妻儿父母将全部葬身这场大火之中。没错呀，就算我们杀了那怪物，那曹岩人也不会放我们出去，不如我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吧。他们举着锄头镰刀朝村外走去，他疯狂地吹着哨子，可是还没有人来开门，他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楚学琛，刚才村民们已经快将房门撞开了，他再撞了几下，房门就开了，他一下子倒在地下的门板上。此时他已经筋疲力竭，再也无法爬起来了。院中空无一人，他迷迷糊糊看见一个人朝他走了过来，他俯身一下子将他抱了起来。思思，下次你不许再抛下我。温清，你为何会从那个屋子走出？思思，你离开楚寻琛跟我如何？你放开我！思思，我不会放开你，我要将你带到我的国度，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楚寻琛呢？他应该还在刘家村内，应该会在这场大火之中化为灰烬。他一口咬在他的肩头，直到他尝到了血腥味，他才松了手。思思，咱还不知道，他不可能再出现了。从此，这世上再也无楚寻琛。滚！我生平最讨厌人欺骗我。温清，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担心你，多番打听才知道你们来了刘家村。我好不容易溜进刘家村，却看见楚人云他们离开。当他们离开这院子没多久，我就看见楚寻琛发了狂，逃走了。我没在楚人云的队伍中看见你，我以为你还在刘家村，所以我便留在刘家村找你。温清的话音刚落，咣当一声，一把大刀砍在温清站立的地方。满口胡言，我早觉得你有问题。住手！快速找到寻王，然后带他离开这里。然后三人分别一个方向去寻找楚寻琛。他看着那个背对着他的背影，寻琛，你随我一起出去。他的手捏紧了拳头，他的眼睛鲜红，他在极力控制自己。寻琛，你相信我。终于，他眼中的理智完全消失了。他一跃而起，一下子抱住了他，然后朝着他的脖子咬去。寻琛，当他的牙齿接触到他的脖子时，他停了下来。走，快走！外面全是人，我们不能出去。他说罢，便抱着他，二人一起跳入了院中的水井中。这水井之中的水并不深，刚好及腰而已。而楚寻琛在入水的那一刻，他便清醒了。楚寻琛睁大了眼睛，关于以前的一幕幕全部出现在眼前。我没有救你，这本就是一桩生意。从此你是唐家人，名叫唐石。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唐石，是我哥。如果你们以后再来敢找我的麻烦，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滚！我们今晚就会成亲，你好好准备一下。你不怕死吗？不准这般！那你给力一点，别动不动就需要我冒险，我就不会这般。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王妃，你在哪儿？我在这儿。他们被救出来之后，唐思思对现在的情况才有所了解。救他们的人并不是楚寻琛的死卫和东厂的人，而是御林军精锐部队。这个队伍只有当皇宫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出来。御林军总指挥杨军过来对唐思思行礼道：“王妃，皇上要见你。”他看向楚寻琛，楚寻琛对他点了点头，他这才跟着杨军走了。父皇，思思，叫我爹吧。父皇，东厂的曹公公假传圣旨，想要杀害焚烧刘家村村民的尸体。他们没有假传圣旨，这是朕的旨意。父皇可知，寻琛也在刘家村内。不仅寻琛在刘家村内，琼玉也在刘家村失踪。父皇，臣媳不懂，此事是朕疏忽，差点将朕的3个儿子都交代在这里。幸得朕提前传了消息，让任云离开。按照父皇说这句话的意思，父皇是要弃了寻琛和琼玉。你以为朕想吗？江南3城皆是出现这种症状，此病如同瘟疫一般，蔓延极快，而且人一旦染上此病，基本药石无医。花城是离洛城最近的城，洛城不能成为下一个染病被封的城，朕必须将这一切都了结在刘家村。皇上既然早知道如此，为何还要琼玉和寻琛来刘家村？3城被封，目前还属于封锁状态。朕的孩子平日食民税，享民俸，该是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时候了。太子之位空缺，若谁是能解决本次药国的危机，他既得民心，也立大功，那便让他当太子。所以在皇上眼中，为了江山社稷，我们这些人的命皆可弃。你可知朕为何要单独见你？大约猜到了一二。朕听闻你医术了得，而且你与寻琛感情深厚，朕希望你能治好他。他若能治好楚寻琛，那必能治好每一个被感染之人。他是要他解决这次药国的危机，这也容易解释为何攻击他们的人是东厂的阉人。皇上，他已知晓这一切的幕后策划是你。朕没打算瞒着他。他究竟是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妻子？若你能将寻琛治好，朕允诺你，朕会赦免苏家，也不再追究雪白的事情。既然此事已经成为一场交易，我解除了药国的大危机，只得到这些，我有些不满。要什么条件，你尽管开。若我这次成功了，我要这药国女子与男子一般，能读书，能工作，能写休书，修了自己的相公。此事朕还要再思索一番。皇上，此事10万火急，你已经没有时间再思索了。染病之人之所以会这般，是因为感染病毒，而这病毒的繁殖能力超强，若再耽误下去，想要控制病情，唯有屠尽3城，烧尽3城。药国一共68个城池，若是屠尽3城百姓，自身元气大伤不说，他定会失去民心。而对外又有矮寇和立国虎视眈眈，内忧外患，国家危也。唐思思这是在威胁他。朕答应你，
我若成功，害怕皇上反悔，还请皇上新拟好圣旨。他转身提笔便写了起来。等到圣旨拟好之后，皇上将圣旨给唐思思看过之后，又用火漆将圣旨封了起来。若是你不成功，这圣旨便做不得真。这么好看，唐思思刚出来，如影和薛白便围了上去。王妃如何了？无事。唐思思将手中装好的圣旨递给薛白。薛白，我现在交给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带着个小箱子离开，在此期间不要让任何人找到你。等到我回到洛城之日，你再将这东西拿给我。这是何物？它可以给全药国女人一个自由，你千万可要收好了。主人，你呢？我会待在刘家村，完成我未完成的事情。报告王妃，29的尸体不见了。带我去看看。唐思思去到大树下，她看见地上有拖痕，但是这种拖痕又不像被人拖走的痕迹，更像是自己主动爬行造成的痕迹。她难以想象，一个被确定死亡的人竟然会自己爬行，大约是被村里人处理了吧。你们快去帮助村民重建刘家村。村长带人去将刘家村唯一没起火的院子收拾了出来。唐思思他们搬了进去。唐思思将楚寻琛安顿好之后，他便开始拿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开始做实验。能解决本次危机的快速方法，就是找出一个免疫的人，然后用他的血清做疫苗。思思，我要说，这些都是从我袖袋中拿出来的，你信吗？思思，在我面前不必隐藏，我知道你有一个箱子，你可以从那个箱子里拿出很多东西。你怎么知道？你见过？在龙虎山，我们被狼攻击的那一晚。你都想起来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在水井之中时。刘家村太小，而且发病的人并不多，所以他们继续待在这里没有意义。他靠近他耳边轻声说了什么。你可知那些地方如今是什么样子？我需要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可以帮助我找出解药。不行，我不能让你冒险。寻琛，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要么找出解药，要么死。而且不仅是我们2人死，而是3城百姓、4万生灵给我们陪葬。好，50名死卫护航。他们连夜出了刘家村，前往现在已经被封锁的青城。第一次发现青城有怪物是在何地？青城的怀港。那我们先去怀港。可他们都没有来过青城，压根儿不知道怀港在什么地方。此时青城的大街上并无一人，围歼之际，他们先找到一个正常人才是。寻人是楚寻琛，这就是他们的轻功。你之前还一口一个夫君的叫我，现在如何不叫了？那个，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再回答你的。他们轻功的确了得，不过比起你夫君鼎盛的时期，还是相差甚远呢。那你好好听话，等我将你调理好了，你带我飞可好？带你飞恐怕有些难度啊。那我带你飞。你带我飞？在我的家乡有日行千里的车子，有能上9天的飞机。想要完成飞行梦，除了坐飞机，还可以坐热气球等等。思思，你的家乡在哪里啊？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些话你对我说说也就罢了，万不可对外人提起。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只要我知道你与我是一条心便好，其余问题你想告诉我，我便听着。我对你的事情倒是挺好奇的。关于前几个新娘的事？与他们拜堂成亲之人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影子。他们其中有人是不想嫁给我，但被迫嫁给我的。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死亡的假象，给他们自由而已。有的则是居心叵测，嫁入巡王府，并在新婚之夜行刺。对于这种人，我没必要留着。他这句话说完还没有多久，就有死卫将一个满脸惊恐的男人带到了他们面前。怀巷在何处？别去怀港，那个地方有鬼啊！所有的鬼都是从怀港出来的，他们见人就咬，他们喝人血吃人肉，连牲畜都不放过。若是你不带我们去怀巷，我们现在就放你的血，割你的肉。男人心一颤，全身发抖的在前面带路。大约行了半个时辰，他们终是到了一个破败的巷子前。怀巷的墙上有许多被砸和被烧过的炭黑，而且怀巷的门口还有大量石头和木条堵住，根本就进不去。怀巷为何这般？大人，我们只是为了防止怀港的鬼再出来害人，所以才将怀港的出入口全都堵上了。但是我们发誓，我们绝对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你休想再骗我！你若再骗我一个字，我便将你舌头割出来。他此言罢，如影十分应景地将刀拔了出来。别割我的舌头！还不说实话，动手！如影拿着大刀朝着男人走去。大人，我全说。那便快些说，爷几个可没有耐心。2个月前，怀港的一位姑娘救了一个外乡人，1月之后，外乡人的身体好转，但怀港却是接连出现了怪事儿。继续说，救外乡人那个姑娘失踪了，而且渐渐有越来越多的姑娘失踪。再后来，怀港便出现了鬼。有的人认为，怀港的鬼是那个外乡人带来的，于是他们决定惩罚姑娘一家。他们闯入了姑娘家中，将姑娘家的门窗全部锁着，放火烧了姑娘一家。再然后呢？再然后，怀港闹鬼就闹得更厉害了。半夜3更，怀港经常传出鬼叫声，青城之中的年轻貌美的女子接二连四的失踪。你们还有多少人？我不知啊，我只知和我躲在一起的大约有100人。我问你，关于怀港的姑娘一家惨死，你可有隐瞒？我没有任何隐瞒的。如影，动手！如影还未来得及动刀子，男人直接眼睛瞪得如铜铃，对着楚寻琛跪下了。你是寻王殿下？你倒是有些眼力劲儿啊！寻王殿下，你可是皇上派来拯救我们的。是，但是此病怪哉，能不能救得了你们，还得看你们是否配合。好，皇上能派寻王殿下来行程，皇上便是没有放弃我们。我马上回去叫人，让他们一起过来，将怀港的路打开。1刻钟之后，你最好出现在这里。寻王殿下，影大人，你们放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没过一会儿，男人领着许多衣衫褴褛的人过来了。寻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岁！快起身，各位
都是药国的臣民，药国不会抛弃你们。他们开始一块块的搬着石头，半个时辰后，挡住怀乡出入口的石头和木板全部被拿掉了。君王殿下，我们先行告退。男人带着那一群人快速离开了，楚玄琛一行人则是行走在怀巷之中。他们再行了一会儿，便看见一座被烧成一片废墟的房子，房子前还摆着几朵小白花。唐思思走了过去，这里面应该就是那个救人的姑娘的家。废墟房子内传出了响声，这一次如影一下子将躲在废墟中的小男子提了出来。小男孩的身子不停地抖，最后竟是躺在地上抽搐起来。唐思思一看这症状，便知道男孩患了很严重的哮喘。他连忙3步2步跨到小男孩面前，给他喷了专门治哮喘的药。小男孩逐渐平复了下来。带我们去见巷子里的人。没有人了。小娃子，我是徐王妃，我们此行就是为来救你们。你们都是骗子，这怪物不是我们怀巷的人弄出来的，也不是因为我姐姐救了一个哥哥，可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你们将我姐姐和我的家人全部烧死，我恨你们。唐思思将治疗哮喘的喷雾扔给他，喏，发病之时对着鼻孔喷2下，你便会慢慢好起来的。你真是徐王妃？没错。徐王殿下呢？唐思思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楚玄琛。本王会救你们出去，会给你们讨回一个公道。想要研制出解药，本王还需要你帮忙。小娃子，我问你，你们幸存下来里面的人，可有那种心得了病然后又好了的人？我记得温叔便是这样一个人，他被怪物咬伤了，大家都以为他要变成怪物，可是他躺了几天之后便好了。小娃子，带我去见见这位温叔。好。思思，你现在本该在家休养，我这般着实对不住你，但是我还是想你尽全力研制出疫苗。此事过，从此你说什么便是什么。你放心，这么好公家地窖内，点个订阅。他们已经知道解药是你了，他们会将你切成一块块的，熬成一锅粥，分给大家吃。大人，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是解药啊！我不想被熬成一锅粥啊！不想也可以啊，只要你喝下这个，你便不是解药了。大人，里面装的是啥呀？一种能将解药变成毒药的东西。他说完这句话，便起身离开了。咚咚咚咚，外面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来了，他们来了！翁叔，你在吗？他又敲了几次门，木门咯吱一声被打开了。翁叔，徐王来了，他来救我们了。翁叔仍然双目无神，如同木偶一般。翁叔，你究竟是怎么了？他拿出一把刀，对着自己胸口的位置扎去，一股黑血喷涌而出。翁叔，从他血液颜色来看，他中了剧毒。小娃子，此事不怨你，他早就被人盯上了，就算你今天不来，他也活不了。为什么？因为有人不想让你们好起来，不想让倾城活过来，是下毒之人。如影，麻烦你搜一下他的身。如影在翁叔的身体上摸了几下，他掏出了一个小瓷瓶。唐思思用一个袋子将瓷瓶装了起来，放入袖袋之中。渐渐的，他们听见了声音由远及近传来，看来那幕后之人就躲在暗处。楚玄琛手中的飞镖一甩，一个躲在树上的穿着绿衣的人掉了下来。如影立即将那人逮住，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牙齿瞬间掉了几颗。他再掐住他的嘴，让他藏在鸭草里的药吐了出来。究竟是谁让你们这么做？你们是为药国的儿，却为倭寇做事。你们死后下了皇权，有颜面对你们的列祖列宗吗？是药国抛弃了我们，是你们要对我们赶尽杀绝。他说罢，从短靴里掏出一把刀，瞄准自己心脏的位置刺去。他躺在地上抽搐几下，便没了生机。玄琛，你知道他们是谁了？我真是没想到，他为了除掉我，不仅与倭寇勾结，还与前太子的残党在一起。此时不停有黑衣人落在他们身边，然后揭下面罩，朝着他们一步步走近。这群黑衣人是以自杀式的方式来吸引怪物的到来。死卫与黑衣人打了起来，一盏茶功夫之后，几百怪物将他们全部围住。药国药王，药国药王！说罢，他便举刀抹了自己的脖子。其余黑衣人见状，纷纷自杀。他们宁死也不愿变成怪物这样的人。怪物太多，他们几乎没有出去的道路。一个皮肤腐烂、赤红双眼、举着大刀的人一跃而起，他一刀砍在怪物的头上，怪物人头落地，便浑身抽搐几下，倒地不起了。唐思思他们纷纷看向了来者，大家都傻了眼。这不正是已经死亡的29，你为何出现在这里？刘家村的大火将我烤醒，我醒来没见着你们，便出去寻你们，却听说你们来了倾城。唐思思再看了一眼翁叔的家，翁叔的家与被烧的姑娘的家离得很近，所以这也是他能痊愈的原因。玄琛，我知道了。他点燃了怀巷废弃的房屋，怪物们被炙烤着，他们痛苦地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却忽略了攻击他们。我们快走！他们一边快速撤离，如影一边领着死卫去通知那些幸存之人。终于在半个时辰后，怀巷众人全部被撤了出来。哎呦，疼死我了！这是哪个杀千刀的，竟然给我捅刀子！胖婶儿！怀巷幸存者们也看了过去，他们一个个的都以闪电般的速度远离了胖婶儿。大家都乡里乡亲的，我今日被贼人捅了刀子，你们不来帮忙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这般反应，心寒呐，心寒呐！胖婶儿的眼睛也是赤红的。唐思思替他查看伤口的时候，胖婶儿不停的哎呦叫着，她是知道疼痛的。人群中又有不少人开始呻吟。哎呦，我怎么也受了伤啊！玄琛，你可以通知皇上了，我找到救治他们的方法了。玄琛、子思啊，你们果真没有辜负朕的期望啊！皇上早就在外等候。玄琛，你们可有受伤啊？多谢皇上关心，臣福大命大，暂时没事。玄琛啊，朕知道你怨朕，朕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思思，朕承诺你的事情必定会说到做到。思思替整个药国的女子多谢父皇。朕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这救治的法子既然是你们想出来的，那便由你们将此事完全处理好吧。那病毒虽然
然霸道，但是却不耐高温。当人体温度接近40度时，病毒便会死去。唐思思采用了蒸食疗法，对后来的染病之人进行治疗，效果甚佳。又过半月之后，原被封锁的3城皆是起死回生。唐思思和楚玄琛也到了回归洛城的时刻。思思，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无论男孩女孩，我都喜欢。若是生了女孩，她便和她娘一样貌美如花，多才多艺；若是生了男孩，我便教他读书习武，保家卫国。思思，回到洛城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玄琛，回到洛城之后，我想先回娘家一趟。为何不先回巡王府？等我进宫一趟之后，再陪你回将军府。父皇这么着急召唤你回去，便是有重大事情告知你，你去忙你的，我自己回去便成。也好，到了洛城之后，我会让如影送你去将军府，我将宫中事务处理完了，便来找你。不用，我这人呢，为人比较低调，如影还是跟着你比较合适。你一个人去，我有些不放心。你放心，我安全的很，没事儿。成。马车在离将军府还有10几米的地方停下，唐思思下了马车，对着楚玄琛挥手告别，然后朝着将军府跑去。傍晚，唐延孙回来。思思，唐思思正在唐宇房中看唐宇最近写的字。思思，这次你与寻琛立了大功，皇上说会特地在宫中为你和寻琛准备一场庆功宴。皇上说呀，此次庆功宴必须隆重操办，前期准备需要费些功夫，所以需要等些时日。不碍事儿。玉儿真是一个可塑之才呀，可惜之前荒废了那么几年呢，否则他如今也能够称得上是洛城小有名气的小才子了。小雨那孩子，我从认识他开始就知道他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的。唐思思说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爹，我的意思是，从小雨刚出生，我就知道小雨的将来非同凡响。思思，我们先不讨论此事。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你说。爹，你说。思思，今日在大殿上，皇上要赏赐寻琛一些金银珠宝，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金银他都不缺了，他就向皇上答应他几件事。啥事儿？第一件事，寻王希望耀国天下的女子不再低人一等，耀国女子和男子一样，都可以学习，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唐思思惊呆了，这不是他与皇上讲好的条件吗？就算他不当着大臣的面提及此事，皇上也会兑现他的承诺的。只是他现在自己提了这事儿，若是此方案实施，那么很多奴隶主都会骂楚玄琛的。群王还说了什么？苏家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希望皇上将苏家的其余人赦免。爹，那父皇是何反应？皇上既然答应了，皇上召集那几个大臣，便是去商讨新国法的事儿。爹，我突然想起家中还有一件事情，我先走了。思思，马上就要吃晚饭了。爹，我过些日子再回来看你和娘。那我安排马车送你。当唐延松将唐思思送到门口的时候，楚玄琛的马车已经停在将军府的门口了。岳父，寻王殿下，思思年纪小，不懂事，他若犯了错，请不要和他计较，请好好照顾他。岳父，我已娶了思思，我便是你的女婿，你以后不必叫我寻王，叫我名字即可。哎呀，寻琛呐，来继续坐坐。岳父，我们改日再来，今日着实有些事情，等着我们回家处理。这么好。他们到了寻王府之后，苏澜苍他们立即迎了上来。苏澜苍见过王爷王妃。苏公子，你快请起。多谢王爷王妃相助。父亲，多谢你。本王已经派人去接令妹了，以后令妹便也在寻王府住着，本王会单独给你们留一个院子，如何？多谢王爷。不必这般，本王并不是在收留你们，而是因为欣赏你的实力。王爷放心，苏某人绝不会让王爷失望。姐姐，小茹，姐姐，我们又见面了。小茹，你比以前长高了一点。是呢，苏大人也说我长高了。唐思思则是和楚玄琛一起回了房中。思思，过来。他拉了他的手一下，他由于惯性倒在了他的怀里，他轻轻抚着他肚子。现在孩子还没完全发育，他目前只是一坨肉，你听不见他的声音的。我也是第一次当爹，没什么经验。他看得出，他对这个孩子非常看重，而他10月怀胎之中却生不出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必须在一次意外中死亡。玄琛，那日在刘家村，你究竟经历了什么？不记得了。你这脑子，你一天天的不是将这样忘了，就是将那样忘了。那些事情不记得也好，睡觉。泽恩殿下了初雪，在泽恩殿的琉璃瓦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而跪在泽恩殿前的那个人全身银白。大皇子，您别在这里跪着了，您快起来回去吧。西公公，劳烦你去告诉父皇一声，求他饶母后一命。大皇子，你若是劳烦咱家其他的事情，咱家便也替你办了。可是这事儿，咱家真是不敢去说呀。西公公，我不为难你，你去对父皇说一声，若是父皇不见我，那我便不起来。大皇子，你这是何苦呢？你自小就身子骨弱，这几个月你的身子才将好了一点儿。你若不珍惜自己的身子，这以后可是要受罪的。劳烦西公公了。哎，喜公公叹息一声，便朝着泽恩殿走去。这么好看，皇上，你们父子2人为何要这般折磨自己呀？有喜，你说朕是不是做错了？皇上没有错。朕有错，朕错就错在太贪了，原本就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还妄想更多，结果害了他，也害了人君。皇上，您别再自责了，您看看这段时间，您都将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其实灵儿说的没错，朕真的糟糕透了。
朕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不是朕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是朕的。皇上，琼玉现在还未痊愈，寻琛差点就变成怪物，他是要朕断子绝孙呢。朕这些年也一直尊重他，从不强迫他，可他却依旧想要害朕，想害朕的孩子，想要害药国百姓。此时朕已然想得很清楚了，朕不能再姑息他了，朕愧对他的那些，只有来生再还了。皇上，您并未亏待皇后，若不是皇上您，皇后早就20几年前就已经葬身火海了。您救了她，不顾众臣反对，立她为后，您对她做的已经够多了。罢了，这些事情朕已不想再去追寻谁对谁错了。赐他一杯鸩酒，对外宣称皇后暴毙吧。是，皇上。你带人从泽恩殿后门处避着任云那个孩子。喜公公离开了，而皇上终是慢慢起身，他拿出一把伞，走出了泽恩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缓缓走到楚人元面前，将伞遮过他的头顶。父皇，任云，你所做的事情，朕都不会再追究了。你是朕的儿子，是药国皇室血统，朕希望你能对得起药国大皇子的身份，对得起药国的百姓。父皇，儿臣知道你对母后情深意重，母后贵为一国之母，她完全没有这么做的必要，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任云，此事朕已经查得清清楚楚，朕半点没有冤枉他。你听朕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听完之后你便会有了答案。28年前，有一个姑娘深爱着一个少年，但是那个少年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对姑娘的情谊，所以一直利用姑娘，并且想要姑娘用美貌去迷惑哥哥。因为少年家大业大，但是少年的爹又极其尊重祖宗礼法，家业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少年有野心，他想要得到家业，他也有信心，他觉得家业交到自己手中比交到哥哥手中更好。姑娘原本不同意，可是因为那是少年想要她做的事情，她便去了。但是让姑娘没有想到的是，在与少年哥哥相处的过程中，姑娘竟疯狂地爱上了哥哥。这时少年才知道自己对姑娘的情谊，可是姑娘心中已没了他的位置，不愿意回头，也不愿意再继续帮助他。少年家中的祖宗家业被传到了哥哥手中，可是哥哥正日只享乐，不顾正业。于是少年带着一群人将哥哥手中的家业抢了回来，同时也将那姑娘抢了回来。为了隐瞒姑娘的身世，少年杀了所有知道姑娘身份的人，并且娶她为妻。少年娶了姑娘之后，与姑娘诞下一子。原本少年以为姑娘的心回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自从孩子诞下之后，姑娘就再没理过他。楚人云全身一震，他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对他说这些。人云，你是一个从小就听话的孩子，你会做那些事情，应该也是听了皇后说了一些事情。朕不知皇后对你说了什么，但是朕今夜对你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假的。父皇，他一定对你说，其实你不是朕的孩子，对吗？人云啊，你怎不是朕的孩子呀？朕呢，一直都知道他恨朕，所以每当他看见你，便想起了朕当年对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啊，他是连带着你也一起恨呐。其实你自出生之时便是健康的，后来你在他的照看之下变得不健康了，朕才将你送到荣贵妃那里养着。荣贵妃对你视如己出，你如何能害她的孩子，害你的亲兄弟？父皇，朕已然想通了，以往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谁也不要去想，谁也不要去提了。喜公公带着几人来到戚风殿，他站在最前面，手中端着鸩酒。皇后娘娘，皇上赐你一杯酒，请。他囚禁我多年，终于打算要杀了我了。皇后娘娘，皇上对您情深意重，若不是您这次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皇上也不会如此。哼，他善于装好人，他身边之人没人相信他做过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皇后娘娘，请吧。别叫我皇后娘娘。他没有挣扎，没有乞求，而是直接走到喜公公面前，将那杯鸩酒一饮而尽。这么好看，点个音乐吧。他杀我夫君，强迫于我，难道他还想我对他感恩戴德？呵呵，在他心中没有爱情，没有亲情，他在乎的只有他的皇位，只有他的国家。皇后娘娘，你做的那些事情，哪一件不是诛九族的大罪？皇上对你如此，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他对我格外开恩，他还不是不想让楚人云去死。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楚人云还未出生之时，没有杀了他。他本不该出现在这个世上，他的出生就是我的耻辱。皇后，你可知此时大皇子已经在雪中跪了整整6个时辰，他想救你。别以为我会感动。他说完这句话，便跑出了戚风殿，在雪中提着长拳舞起来。他
他说过，他最爱看他穿着红衣跳舞，所以从此以后，他只穿红衣，只舞给他一个人看。世人皆道他是昏君，说他死有余辜，但是他却不这般认为。他认为他是这世间最好的男人，他建造酒池肉林，只为他一笑；他不上早朝，只为多陪他一会儿；他将他视为天上月，最后他为了他被逼得跳下火海。他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完了，他要死了，可是那些迫害他的人却还好好活着，他不甘心，他停止跳舞，提着裙子跑出了七凤殿。喜公公他们在身后追着。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他一口气跑到了泽恩殿前，他看到了楚人云，他快要死了，那就让他的孩子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使命吧，这也不枉他生他一场。他一下子倒在地上，楚人云见此立即跑了过去，然后抱起他。母后你如何了？人云，你别听他胡说，他不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已经被他逼得跳了火海。娘，你是娘的亲生骨肉，娘怎么会骗你呢？你的亲生父亲便是前朝皇上，原本我们一家三个可以过得很幸福，但是他夺走了你父皇的皇位，还强迫你娘当了他的皇后。他从小将你带走，便是想用你威胁娘。人云啊，他现在知道我已经将真相告诉了你，所以他要杀了我，灭口了。传御医，快传御医！喜公公他们此时已经到了泽恩殿前，是皇上要赐死皇后，谁敢传御医？人云，你别白费力气了，他不会让我活。人云，我这辈子过够了，我早就想下去陪你父皇了。以前娘是放心不下你，这才苟且偷生。娘，你不要再说了。人云，娘爱你，也爱你的父皇，但是娘好疼，娘这些年陪了你，剩下的日子，娘要去陪你的父皇了。娘，别走，你别走啊！楚人云抱着他在雪地上崩溃了很久，他将皇后放在雪地里站了起来。父皇，刚才母后所说的可属实？云云，朕一直在好好栽培你，若栽培你数十载，你连真假都无法分辨，那是朕之过。母后说的可属实？我刚才给你讲的故事是真的，那就是属实。几乎电光火石之间，楚人云已经到了皇上面前，他目光凶狠，眼神中带着一丝杀气。你自小身子骨弱，朕不让你学习骑马和武术，没想到你竟瞒着朕做了这许多事情。人云，你是朕的儿子，朕今日才发现，朕一点都不了解你。父皇，你是儿臣的父皇，但是儿臣也一直不了解你。儿臣原本以为你是一位慈爱的父皇，朕也想做一个慈爱的父亲，朕也一直在学习，但是很抱歉，朕没有成功。他说完这句话，嘴角有了一丝血线流了出来。喜公公见此，他立即上前。皇上，此事不可声张。是啊，弑君弑父，倾倒万剐，不为过。他低下头，看见一把短臂插入自己右腹。皇上，你为何不说清楚？有错，这都是朕该受的。你们几个赶紧去徐王府找王妃了呀！快呀！一个信号弹从皇后躺着的位置发出，在黑暗的天空中绚丽多彩的绽放。皇后彻底倒在地上，这次她死绝了。楚人云看见信号弹，他这才突然醒悟过来。父皇，扶我进去。皇上给了喜公公一个眼色，喜公公将刚才在场的太监全部叫到了偏殿。一阵刀光剑影之后，除了喜公公外，所有太监全部死去。父皇，你放心，弟妹很快就要到了，你一定要坚持一会儿。人君，朕没有骗你，朕给你讲的故事是真的。那个少年娶了姑娘之后，见姑娘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少年以为姑娘有了孩子，他就会开心一些，就会生活充满希望，所以少年才强迫了姑娘。但是除了此事之外，少年再也没有强迫过那姑娘。父皇，你不要再说了。楚人云清楚得很，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保他的命。若不是亲眼所见母后假死，并且在刺伤父皇之后发射记号弹，他恐怕还无法相信他。宫门开，数十铁骑飞快地朝着巡王府的方向而去。然黑暗中的黑衣人倾巢而出，等待着半路截杀。锋利的飞镖被甩出，铁骑毫不躲闪，两侧的人形成人肉盾牌，只为心中位置的人能用最快的速度将消息传出。最后此动静太大，惊动了唐银松。唐银松快速带兵赶来，击退黑衣人。他没来得及与他们说上一句话，他们便已经飞速离开巡王府。楚玄琛被惊得坐了起来，大汗淋漓。玄琛，发生了何事啊？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做梦而已。哦，快些睡吧。我不该将此事留给父皇一个人处理，我现在有些不放心，我得进宫去看看。当他刚穿上衣服，就有铁骑前来敲门。王爷、王妃，皇上想见你们，我们立即去。楚玄琛拿上衣服，用被子将唐思思一裹，便抱着她出了屋。屋外如影已经将车马备好，他们进宫的必经之道均由唐银松带重兵把守，所以他们这一路畅通无阻。唐思思在马车内快速地穿着衣服。玄琛，怎么了？应该是宫中出了急事。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进了宫，直接到了泽恩殿。父皇，楚人元和喜公公都跪在皇上床前。为何如此？为何如此啊？巡王殿下，奴才想替皇上请御医，但是皇上不让，皇上要等你们过来。
唐思思也3步2步走了过来，其余人全部退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紫檀木箱子浮现在他的掌心之上，他将箱子放在地上，箱子快速变大，他一件件的从里面拿出他所需要的手术器材和药，然后快速给皇上输液，准备手术。皇上大量失血，需要马上输血。在快速检验之后，他发现楚群琛和皇上属于同一种血型，他当场从楚群琛身上抽了400毫升血，快速给皇上做手术。半个时辰之后，终于将手术做完了。当他出来之时，看见楚群琛脸色发白的坐在沙发上。思思，父皇如何了？唉，我不敢说他没事儿，但是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思思，父皇不善于表达，他总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们。上次我也差点误会他了。思思，你说父皇的伤是刀伤，我真不该让父皇独自处理这件事。群琛，父皇那么聪明，他怎么会不知道？我觉得父皇这般做，我们应该尊重他。两人在泽恩殿等着。由于唐思思给楚群琛吃了一点药，那药有安眠作用，于是他便睡着了。唐思思独自等了2个时辰，皇上终于醒过来了。父皇，皇上的眼睛看向了躺在不远处的沙发上的楚群琛。刚才父皇情况危急，我在夫君的身上抽了一些血，放入父皇体内，又给夫君吃了一点药，他才刚刚睡去。这般说来，朕的血管里流着寻琛的血了。父皇，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说笑？不说笑，不说笑。思思啊，你过来，朕啊有一事要对你说。唐思思俯身靠近皇上，皇上在他耳边轻声说着。外面的天已然蒙蒙亮，唐思思打开了泽恩殿的大门，启公公和楚人云一直等在门口。王妃，皇上可还好？我现在还不敢对你做任何保证，但是我已经尽力了。皇上的性子就是这般，他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扛着，从来不与别人说呀。启公公将昨夜发生的事情与唐思思说了一遍，他除了省略了楚人云刺伤皇上的事情，其余事情他都如实说了。唉，此时该是皇上起床洗漱，再等2刻钟就要上早朝了。文武百官也是在来的路上了。启公公，你去通知一下皇上，今日不上早朝。王妃，想必那群歹人通过信号弹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若是皇上不去早朝，那便落实了他们心中的猜想了呀。皇上尚未度过危险期，以皇上现在的身体状况，但凡动一动他的身体，都是在拿他的生命开玩笑，更不要说让他去早朝。对外可说皇上突然暴毙，皇上心痛欲绝，打算认真陪着皇后走完这最后一程。是。启公公离开之后，唐思思才走到了楚人云的面前。父皇，是你刺伤的。我父皇如何了？流血过多，十分虚弱。思思，我错了，我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楚人云，我终究是看错了你。父皇宁愿不接受御医的治疗，也要保护你，而你呢，就是这般伤害他，伤害自己的亲兄弟吗？你可知宫中铁骑在出宫通知我们的时候，遇到黑衣人袭击，若不是我爹及时赶到，以父皇的伤势，我们再晚到几分钟，他便没了。他拿出匕首，对着自己胸口的位置，他正准备刺下，唐思思一把将他的手扶开。父皇这般才保下你的命，你就这般糟蹋。思思，其实不知，我现在活着比死去更痛苦。此事是你做错了，你便这般活着，熬着吧。他说完这句话，便进去了泽恩殿。他走了吗？一直站在门口，不愿离去。你不出去见他？我不想见他，我累了。他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他第一次对他做出这种大鸟依人的动作。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吧，你放心，媳妇在呢。思思，你先回去吧，这里有我。群琛，在你昏迷之时，父皇对我说了一些话。他说着，便去皇上告诉他的地方。他扭动墙上的机关，一道暗墙出现，暗墙里有一个小格子，小格子中装着一个箱子。将小箱子打开，里面便是一道圣旨。楚群琛接旨。接旨。二皇子楚群琛文韬武略，战功赫赫，胸怀宽广，深得民心。朕今日特封为太子，为药国储君，协助朕处理药国事务。钦此。儿臣接旨。群琛，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父皇不病的这段时间内，你便代父皇处理国事吧。思思，我这段时间不在王府，你要多加小心。王府内有我，你一切放心。我待会儿将这些天的药全部配好，父皇的手背上留针了，你只需换药即可。唐思思回去寻王府后，这才发现唐延松一直等着他。思思，为何只有你一人回来了？爹，皇上危险，群臣正在宫中陪着他呢。皇上最近虽多有烦忧，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错，他为何会……爹，此事女儿也不敢说。思思，不能说的事情便不要说。你若有机会进宫，便告诉群臣一声，我会加强洛城的戒严。爹，辛苦你了。你忙了一夜了，休息一会儿吧。这一日，唐思思像往常一样在休息，她总感觉不太对劲儿。等她睁开眼睛之时，她被吓了一跳。雪白，你怎么来了？这段时巡王都不在，所以你想干嘛？王妃，可否放了他们？我不能平白无故帮你，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如何？请讲。当你和楚群琛成婚的8个新娘，可有一个是他亲自去迎接的？没有。我再问你，他可碰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有？没有。他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女人？没有。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王妃，你救了我，我为何要骗你？影子库的入口在哪里？薛白转动了书架上的一个玉白菜，一个暗门出现。今日呢，我来影子库，便是要来通知你们一件事情：巡王将不再需要你们当他的影子，是巡王培养了你们，所以你们出去之后，加入巡王府的死卫队伍中，你们的宗旨便是保护巡王，可明白？明白。唐思思带着他们出去，他们站在巡王府的院子中，他们伸出手臂，感受着冰冷的风吹过身体，感受着带着有凉意的阳光照射在身上，这就是上面吗？这么好看。次日，唐思思一早醒来，冬梅便急急忙忙地跑来：王妃，王妃，何事如此惊慌？3王子的随从来求见。
王妃，求你救救三皇子！三皇子如何了？王妃，三皇子在华城受了伤，现在他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日日都想寻死啊！奴才斗胆请王妃去替三皇子诊治。三皇子究竟如何了？还请王妃去替三皇子检查一下。你去门口稍作等候，我马上就出来。多谢王妃。薛白亲自驾车，唐思思他们往三皇子楚琼玉居住的地方去了。楚琼玉就还未有头衔，所以他还住在宫中，在一个小房间内。随从十分抱歉地说道：“王妃，烦请你换一件衣服，这三皇子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了。”薛白一下子提着随从的领子，将他提了起来。王妃，奴才也是没有办法，若是三皇子的事情传出去，说不定三皇子就会自寻短见。你们出去等我。是王妃。他们换好衣服之后，三人便一起走着。王妃，这咱们当奴才的要低着头走路，昂首挺胸的走路，很容易挨打。规矩真多。王妃，你们当主子的永远不会明白我们当奴才的命，我们说话做事稍有不对便会没命啊。你叫什么名字？奴才没有名字，王妃就叫我小凳子吧。小凳子，这名字简单好记。他们刚进清河殿，一个茶壶就被砸了出来。滚出去，要不然本皇子杀了你们！一群太医急急忙忙地跑出了楚琼玉的房间。三皇子受伤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不允许别人查看他的伤口，也不接受治疗。惠妃娘娘实在是害怕他的身体出现问题，于是才让奴才来请您的。惠妃一直守在楚琼玉的房间门口。思思，你终于来了。唐思思参见惠妃娘娘。思思，不必多礼，快进去看看琼玉吧。这么好看，琼玉，娘进来了。滚呐！琼玉，这次娘将思思给带来了，你让她进来替你瞧瞧。咯吱一声，房门被打开了，伸出一只手将唐思思一下子拉了进去，然后门再咣当一声关上。薛白见此，他眼中杀气顿起。薛白，我在里面很安全，你稍安勿躁。唐思思看向他，他的目光下移，落到他腰部的位置。你再多看一眼，我便将你的眼珠子抠下来。什么时候的事儿？他是什么时候受伤的？你怎么知道？你越是这般，别人便越是容易猜出。不可能啊！你若积极配合我，说不定他还有救。你没骗我。我从不骗人，但是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你真的可以治好我？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但是不一定完全能治好你。你想知道什么？他断了吗？虽然极其耻辱，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断的那一节在哪儿？这是他的耻辱。他捏紧了拳头，整个人都在发抖。不见了，不是不见了，是在他面前被那群人踩在脚底，狠狠碾压。被抓走的那段时间，他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而到了现在，连是谁将他抓走，他都不知道。若是那东西还在，而且没有受到污染，在24小时内，他有80%的可能让他恢复。但是如今这情况，就算是华佗在世，那也没法子了。是谁将你伤成这样？不知啊。他们穿着黑衣，戴着面罩。你怎么知道？我们被那样的人追杀过好几次，他们压草里藏了毒，一旦无法完成任务，便会咬破毒药，服毒自尽。而且为了掩藏自己的样貌，他们有的甚至将脸毁容，有的死后会用化骨水将尸体乳化。我虽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但是我确定一点，他们是太监。难道是东厂之人？这不太可能啊！我知道东厂之人直接受父皇的统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东厂出了奸细呢？东厂之人认父皇的龙牌，除了父皇亲自能下达命令，并只有手持龙牌的人能够号令东厂之人做事。能够拿到龙牌，假传父皇圣旨的人，想必是父皇身边之人。皇后虽然很少出七凤宫，但是她身体不错，她突然暴毙，此事是她所为。你可知皇后与皇上之间有深仇大恨吗？父皇爱她敬她，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唐思思，你不是替我来治病的吗？你问这么多话，你是要作何啊？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我现在还是你的嫂子，那就更不方便替你诊治了。所以说，你刚才与我说那么多，就是逗我玩？我刚才是在做望闻问切里的问。不过你放心，我有个关门大弟子，我会让他亲自来为你治疗的。本皇子不放心。当然，我也会对他进行指导。他是真的不忍心告诉楚琼玉，他这个接不回去了，也长不出来了。目前他的求生意识薄弱，就只能先骗骗他，等到他能接受这个事实之后，再将真相告诉他。若他无法将本皇子治好，又该当如何？那我便任凭你处置。好。楚琼玉听着唐思思这般信誓旦旦，便信了他。唐思思出来之后，惠妃便将他叫到房中。思思，琼玉，惠妃娘娘，和你之间我不打算说假话，我对三弟的病没办法医治，真的没有办法了。若是将那断裂的织物好生保管，再早些找到我，或许我还有办法。思思，求你别将这个事情告诉他。放心，惠妃派人给他收拾了房间住下，他给华雀写了信。华雀收到信之后，连夜赶来了清河殿，在唐思思的指导下，对楚琼玉进行了伤口清洗与包扎。是夜，华雀来找唐思思。师傅，这三皇子的病真的能治好吗？唐思思摇了摇头。师傅，你不可以这么坑我呀！那三皇子说了，若我无法让那东西长出来，他就要砍了我的脑袋呀！此事我们先不要声张，等到3、5年之后，被他发现此事端倪，师傅罩着你。师傅啊，我觉得此事有点不靠谱啊。这么好看。次日，唐思思醒来之后，便想去泽恩殿走走，顺便探探父皇的身体情况。可他对皇宫并不熟悉，他遇到几个端着茶水、行路匆匆的宫女，他连忙走了过去。几位姐姐，请问你是哪里来的小宫女？还不让开！若是耽误了月公主洗漱，小心月公主砍了你的脑袋！几个宫女一挤，并将唐思思挤到了一边，然后匆匆离开。那个宫女可以将本皇子的蹴鞠踢过来。他打量着少年的样貌和穿衣风格，他应该就是五皇子楚义。楚义朝着他走过去。好你个宫女，本皇子对你说这么多，你竟一点都不听，好大的胆子啊！
唐思思想着，然后一脚将醋菊朝他踢了过去。好巧不巧，正好踢到楚玉的脸上。你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你给本皇子过来！傻子才过来！唐思思转身就跑，楚玉在他身后追着他。你站住！傻子才站住！没多久，他便被楚玉逮住了。好你个大胆的宫女，你竟敢在本皇子面前撒野！你是哪个宫的？五皇子饶命！奴婢本是清河殿新建的宫女，今日贵妃让奴婢去泽恩殿看望皇上，但是奴婢对宫中不熟，迷了路。原来是千和殿的宫女。那我三哥如何了？听闻贵妃找了宫外的神医，三皇子已经在接受治疗了。三哥愿意接受治疗便好。易弟弟，月姐姐，你回来了。听闻荀哥哥来了宫中，你随我一起过去看看可好？我现在打算过去看望三哥。易弟弟，琼玉哥哥现在需要静养，你需等他休养几日再去看他。可二哥这段时间正在学习，我们过去打扰也是不妥的。易弟弟，我已经有大半年没见过荀哥哥了，听说他又娶了一个新娘。哦，那好吧。唐思思觉得这月公主有些不简单，特别是她对楚寻琛的感情。他们走在前，她便在后面跟着，还未走到泽恩殿，他们便遇到楚寻琛。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荀哥哥，月儿，你怎么还与小时候一般？月儿叫得好生亲热。月公主一下子抱住了他。荀哥哥，我们自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楚寻琛推着他。月儿，你已经长大了，与小时候不同了。如何不同？小时荀哥哥还曾抱着我睡觉呢，难道月儿长大了，荀哥哥就嫌弃月儿了？二哥，你何时还与月姐姐一起睡过觉啊？月儿，此话不可再讲。荀哥哥，对不起，月儿自小父母双亡，也小时与荀哥哥一起长大，于是便将荀哥哥当做了月儿最亲的人。若是荀哥哥不喜欢月儿了，月儿以后不出现在荀哥哥面前便是。月姐姐，二哥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二哥现在已经有妻室，此话传到二嫂耳中，怕是二嫂会不开心的。易弟弟，我知道了，从此我自会躲得远远的。二哥，月姐姐全家忠良，皆为了保家卫国牺牲，现在邱家只剩月姐姐一人了。父皇曾经在月姐姐父母的坟前起誓，会将月姐姐照顾好，会将月姐姐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养育。月姐姐就是我们的亲人，就算你娶妻了，也不可这般对待月姐姐。易弟弟，你不要责怪荀哥哥，荀哥哥这般做是对的。我毕竟不是真正的皇室之人，我只是个空有公主之名的假公主而已。月姐姐，你不可如此说。易弟弟，罢了，你别为难荀哥哥。幽月说完这句话，他已然悲情离去。二哥，你怎可这样？唐思思本在生气，但是听闻楚寻琛这般说之后，便偷着笑了。他说的对，他不是真正的皇室之人。若是思思瞧见他与我这般亲昵，是会生气的。我听闻过二嫂的是个奇女子，她不会为这些小事生气的。那你说说，你的二哥可是个奇男子？是。我尚且会为了这些小事生气，更别说她一个女子。二哥，你必如此惊讶地看着我。皇祖母回来了，我与父皇皆无法去请安，你代替我们过去一趟。是。楚玉走了之后，楚寻琛走到了唐思思身边。走吧。你怎知道是我？若是自己的娘子换一身衣服我都认不出，那我这个夫君岂不是当得很不称职啊？所以说，你刚才与那月公主保持距离，就是因为认出了我。月儿不是真正的皇室之人，她与我并无血缘关系，她不该与我这般亲近。就算她是我的亲妹妹，她也长大了，不该这般。对了，父皇如何了？这几日恢复了一些，今儿早上还吃了半碗清粥。那便好。这么好看，唐思思又在皇宫待了几日，楚琼玉的伤已是被控制了下来，华雀还留在宫中，唐思思则是先回了巡王府。你们去打一桶热水，我要洗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睡一觉。好好好。一炷香时间过后，热水已经打好，唐思思美美的洗了一个热水澡。洗完过后，她刚从水桶里站起来，便听见咯吱的开门声。谁？脚步声离她越来越近，最后绕过屏风，直接到了她面前。这水都冷了，还不起来？我还要再泡一会儿。她怕水凉了，将她从水中捞了起来，径直将她放到了床上，然后拿了毛巾细细的擦着她的身子。她的脸有些滚烫，她用被子遮住了自己的身子。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你还害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不许我回来，要在家中偷偷做不好的事情？也不是，就是挺突然的。父皇也是能下地活动了，现在啊都有喜公公照顾着，父皇特地让我回来看望你。那你现在看也看了，你快回房休息吧。他的手附在他的小腹上，他的小腹顿时像是被勾起一团火。你别这样，我现在怀着孩子呢。我就觉得奇怪，你这孩子也怀了几个月了，为何你的小腹平平，一点迹象都没有啊？没这么快。我今日出宫之前，特地向一个老嬷嬷打听了，怀着孩子前3个月不能同房。思思啊，我要睡了。他原本以为他就此作罢，没想到他竟然也躺在床上，从被窝里抱住了他。思思，我们早已是夫妻了。我累了。思思，听话。你不似之前那般热情了。楚寻琛抬头去牵他，他往旁边躲着，他越躲他便越想去牵他。两人一番追逐，床咣当一声垮了。主人，发生了好事。无事。这张床真不耐用，以后你别去我房中住着。你那房中有暗道，我才不去呢。你进去看了？所以应该告诉你才是。那些影子放了便放了，反正除了影子酒，其余影子与我也没有5分相似。你培养了几10年的影子库被我毁了，你不生气？开始影子库并非我本意，但我也不能太忤逆母妃的意思，便允许影子库一直存在着。只不过你亲自将影子库里的影子放了，恐怕母妃对你回头手有点意见。我知道了，等到下次去见母妃之时，我会好好表现的。这么好看。这一夜，楚寻琛只是抱着他，什么都没发生。次日清晨，唐思思和楚寻琛起床之后，唐思思看着今早的饭菜，她不免有些惊讶。今日只是些馒头、稀饭、咸菜之类的东西，清霜都没。今日怎么吃这些东西啊？王妃，今日管家突然说王府要节省开支，物资拨到我们院子中的算多了。王府并没有大的开支，库房中的银子应该是充足的。清霜都没，你们去问问管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必去问了。啊？
思思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给火锅店和家具店开分店，将银子全部投进去了，没留备用的银子。原来如此，用了便用了。你还是不生气？思思，父皇也去过你的火锅店吃过，他向我夸奖过你的火锅店味道很好，吃了你的火锅店里的东西，觉得御膳房做的食物食之无味。还有你家具店里的沙发，现在几乎每个大官显贵的家中都会买一套，家中有沙发已经成了洛城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真的吗？其实我还有更多的想法要实现呢。你说来听听。我以前呢最喜欢喝奶茶，我想让我的奶茶店开遍耀国每一个大街小巷。好啊，好是好，只是我已经将你的银子花完了，现在这些银子全部投了进去，想要回本或许需要一段时间。这事简单，之前呢你挣的银子全都放在了琼花楼，我们今日就去将那些银子连本带利拿回来。你真打算这么做？我们吃了早饭便去。这些男人家中已有妻妾，还置办朝三暮四、流连烟花之地，实在不该。还有那毒坊，有多少人在里面家破人亡？这两个地方是万不可继续存在的。这么好看，秦王殿下，今日什么风将您给吹来了？快进来坐，进来坐呀！当唐思思钻出马车之后，姑娘们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各位姑娘，好久不见，许王妃，好久不见呐！哎呦，王爷、王妃，快里面请啊！早就听说你们琼花楼的酒菜好吃，本王今日特地带着王妃过来品尝一番。王爷、王妃，待会儿会有我们琼花楼的姑娘展示才艺。咱们耀国虽然允许这样的娱乐场所开着，但是这却是你情我愿的生意，楼里没有姑娘被逼迫吧？回王爷的话，咱们楼里呢，只要是寻常人家的姑娘，都是自愿从事这一行。但是若是朝廷的戴罪之身，那可就不由他了。这有何好看啊？你这个直男，你不懂。他们袒胸露怀、搔首弄姿，简直是败坏风俗。这哪里是败坏风俗，这简直就是一种美。唐思思看着楚玄琛气呼呼的模样，她忍不住揪了他脸一下。嘿，你好可爱。哎，这里这么多人呢。他朝他靠近了一些，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人多我就不能揶你几下了？你还是我相公吗？是。他便由着他靠着，他们的目光移到了唐思思和楚玄琛身上。姑娘们无不羡慕唐思思，在这耀国之内，男子为尊，哪个男子愿意在外面的公共场合让一个女人这般靠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王爷，王爷救我！你为何要本王救啊？王爷，他们骗我，可以给我吃的，可我没想到，我跟他们进了琼花楼之后，他们竟然把我绑了起来，还要我去接待客人，我宁死不从，他们就不给我饭吃，不给我水喝，天天鞭打我。他们竟让你去接客，那你的客人是女的？也不全是。哎呦，王爷，此人完全是在胡言乱语，还请王爷赎罪。就算是在我们立国，我也没有被这样对待过。王爷，我是真的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为何会衣衫不整的出现在琼花楼。王爷，就在这琼花楼的后面有一个名叫天乐坊的地方，那里还关了许多像我这样的男子。若是王爷不信，大可进去看看。好，那便进去看看。男子带路，他们一行人去到了天乐坊。别过来，走开，全部都走开！天乐坊里哀嚎声不断，仿佛人间地狱。老鸨震惊了，这还是他的天乐坊吗？而且这里面男子他一个都不认识。大胆妇人，已经跟他天子脚下做如此勾当，该当何罪？他一下子跪了下去，在楚玄琛面前低着头，瑟瑟发抖。来人，将这妇人带下去，听候发落。是。楚玄琛此言罢，如影他们便上前来，将老鸨带走了。盛极一时的琼花楼就此关门。楚玄琛带着唐思思来到了琼花楼的库房，琼花楼的库房内所剩的银子竟然寥寥无几，为何会这样？看来我的猜想是对的，这老鸨根本就不是琼花楼的真正老板。他将唐思思送到巡王府之后，便又离开了。唐思思闲来无事，他在巡王府中走动，怎料竟看见了今日在琼花楼那位被欺负的立国男子。怎么是你？属下见过王妃。你是楚玄琛的人？回王妃的话，属下是主人的四倍，之前一直跟着尹大人做事。王妃，严将军求见。严红山，他来做什么？快请他进来。是。思思，你说你和玄王怎么去将琼花楼给抄了？他们在琼花楼后面设立了天乐坊，天乐坊里面关了许多被强迫的男人。思思啊，这天乐坊我也去过，里面哪有被强迫的男人，都是心甘情愿、快乐服务的男人，好吧？红山，你今日为了此事来找我，可是想来为那琼花楼的老板求情？这么个好地方，没有任何征兆就被查封了，我当然来找一找你，否则我在耀国可再没有乐子了。琼花楼已被查封，我也无能为力啊。那琼花楼的老鸨现在在哪儿？此时正好死卫来报，王妃，琼花楼的老鸨死了。怎会如此？他在崖槽里藏了毒，等我们过去之时，他便已经断气了。思思，我还有事，别先走了。严红山刚从巡王府离开，楚玄琛便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巡王府。那老鸨的崖槽里真的藏了毒？没有，主人，今日刘国使者来了洛城。这么好看。次日一早，唐思思和楚玄琛二人便早早起了床，二人一同进了宫。进宫之后，楚玄琛上朝，唐思思则往后宫去了。大殿之上，多日未出现的皇上终于出现。刘国使者用他们国家的行礼方式向皇上行礼。请起。是皇上，皇上，我们刘国的大王听说你们耀国的人聪明，于是大王让我带来了刘国的一件宝贝，此物名叫相思玲珑头。若是能解开此物的人，必定是拥有一颗玲珑心，是耀国的福星。由喜公公将此物呈给了皇上。皇上，只要将相思玲珑头的每一种颜色在一面集齐，你便成功了。皇上听完使者的话，而是让喜公公将相思玲珑头送到了一个大臣手中。那名大臣扭转了一刻钟时间，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他。你们来试试。众位大臣纷纷摇头，谁都不敢去接。高大人，拿过来给我看看。太子殿下，请。楚玄琛刚将相思玲珑头接过去，夫君，母妃让你快写下朝旨。
之后会去吃饭。思思，稍微等等。咦，你在玩什么东西？他将楚全琛手中的相思玲珑头拿了过去，这可不就是一个3阶魔方吗？你一个女人还看得懂这个？赶紧松手，给你家男人看。这种低级东西也只有无知的人将它当做宝贝，解开它还犯不着我家男人动手。你这女人真的是好大的口气！你这男人真是好没有见识。你真能解开它？我不仅会打开相思玲珑头，而且打开速度比你快。如果你能比我更快的打开这相思玲珑头，那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啊，各位大人，请你们为我做个见证。好啊，太子妃，我们全部人都是你的见证。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先来。你想看我的解开方法，还是你先来？这般，在你解的时候，我蒙住眼睛，怎么样？我怕我先解，你没有尝试的机会。无碍，他将白绸带戴上，锣声开始。他仔细听着使者转动的声音，这声音并不是十分流畅。这名使者虽然会转动，但是他的操作并不熟练。他会模仿，会背诵转模仿的高级公式，只要记住那些公式，他能在20秒左右还原模仿。后一声锣声响，刚才使者大约花了1刻钟的时间。使者又将相思玲珑头6面的颜色打乱。拿着吧。那我今儿就好好给你上一课。唐思思此言罢，他快速转动起来。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已经被6面还原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多人看着，使者大人该不会是要反悔吧？你究竟是谁？算女眼拙，这位便是我们药国的太子妃。不，子物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解开。你告诉我，你是如何将它解开的？你是不是耍了小心思在里面？你若不信，你可将它打乱，让我再还原一次。使者快速将相思玲珑头打乱，又递给了唐思思。唐思思以相同的速度将它还原。不可能，不可能！无论怎么说，你已经输了，那你必要兑现对我的承诺。成王败寇，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呢，不杀你，但是你要为我做一件事儿。什么事？3年之内不能离开药国，在药国做我的工匠。工匠？你还是杀了我吧！我呢，知道你心有不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能解开遗物，今日之事便作废。说3日之后，你来寻王府取。好。请大家一位勿责公。这场晚宴是为了迎接刘国使者，也是为了庆祝太子和太子妃救了3城百姓。当唐思思打算和楚全琛一同过去之时，却有甄贵妃的贴身宫女过来传话。甄贵妃让唐思思提前过去。你去告诉母妃一声，我与太子妃过去务泽宫之后，再一同去拜见她。太子殿下，贵妃娘娘说太子妃是她的儿媳，她替她准备了一身漂亮衣服，等着待会儿惊艳全场呢。这么好看，思思拜谢母妃，甄贵妃并未让她起身，所以唐思思一直保持着半蹲的姿势。这些年，玄琛从未主动提起过一门婚事，玄琛的婚姻之路一直不太顺畅。本宫原本想的是，他主动提及的婚事，便是他娶的是他真心喜欢的女子。本宫替他高兴，便同意了。母妃，儿媳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不会，唐思思，你做的好事儿，还要本宫来一一列举吗？母妃，不管思思做了什么事儿，思思都是一心为玄琛着想，一心为我们的家着想，一心为药国着想。你这话说的倒是好听啊，难怪玄儿会主动想娶你，原是被你的花言巧语给骗了。甄贵妃毫不掩晦的直接说出这些，便是没打算与唐思思好好经营婆媳关系了。她一下子站直了身子。母妃，我究竟做了何事，让你如此愤怒？何事？你身为女子，却不守妇道，经常抛头露面，不顾祖宗礼法，不顾皇家颜面，这是你的第1重罪。你明知药国男尊女卑，却妄想改变此民俗，激起民愤，让皇上处境为难，这是你的第2重罪。你已嫁为人妇，却经常与其他男子来往，不恪守妇道，这是你的第3重罪。你不支持夫君事业，反倒做出伤害他利益的事情，这是你的第4重罪。本宫知道，你虽为唐将军的女儿，却并非真正的大家闺秀。在唐将军回来之前，你和你娘住在梧桐巷子，霸占了你舅舅家的房子。你舅舅前来讨说法，还被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给打了。你对自己的亲舅舅动手，这是你的第5重罪。看来甄贵妃是有备而来，做足了功课。母妃，还请你继续说下去。唐将军回来之后，将你们母女接到将军府，由于你的煽动与狭隘，你将你的亲叔叔一家赶了出去，还设计陷害自己的亲奶奶。你心思恶毒，表里不一，这是你的第6重罪。母妃，这些事情里面有隐情，你听我一一说来。本宫不想听你讲，人缘那么好一个孩子，就是遇上你之后，他才开始改变，开始变得连本宫都快不认识了。唐思思，你告诉本宫，这事是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母妃，你别叫本宫母妃，你配不上玄儿，也当不了我们皇家的儿媳。母妃觉得，您说我配不上玄王，他便会和我和离吗？您觉得我当不了皇家儿媳妇，我便不是皇家儿媳？你从来没有人对他这般说过话。母妃，就算您对我再有不满，在您将我拉下太子妃之位之前，我都是您的儿媳，我见着你依旧叫您一句母妃。唐思思，本宫心仪的儿媳绝对不是你。幽月从小与玄儿一起长大，他们青梅竹马，而且幽月知书达理，温柔贤淑，本宫中意的是她。母妃，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若真是有用，她也不必娶8个新娘，而没有一个新娘是幽月。你
母妃，时间不早了，我要出去与寻王一同入座。他说完这句话，便走出了甄贵妃的寝宫。太子妃，甄贵妃找你有何事啊？母妃要送我一件衣服，但是我觉得那件衣服并不适合我，我没要。太子妃，你可不能这般，贵妃娘娘送给你东西，是她给你的一片心意啊。她的心意，我有些消受不起。我们别议论这些了，快些过去吧。他们没走多久，便遇到幽月一行人。你们这几个丫鬟，快些让开！好你个宫女，你可知道我们是谁？不管你们是谁，都不能挡着幽月公主的路。阿翠阿紫，你们不要这般。幽月走到了唐思思面前，你们该是哪家人的女眷吧？他们在前厅参加寻王的庆祝宴，你们从这边过去便是。那就多谢幽月公主了。她带着秋霜冬梅从幽月身边走过，幽月突然精神一叫，身体在旋转几圈，朝着路边的荷花池倒去。唐思思一把抓住了幽月，她本在将幽月往上拉，奈何幽月还要往下沉，她肚子里的孩子月份再大一点，那就真的瞒不下去了。既然幽月送上门来，那她便成全了她，也成全了自己。唐思思故作一个踉跄，与幽月双双落入了水中。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子妃和幽月公主掉到荷花池去了。不远处的蜀玄琛正好听到秋霜冬梅的声音，他施展轻功到了荷花池。哥哥救我！哥哥救我！楚玄琛一挥手，将幽月挥出去老远。幽月被如影抓住，并且拖上了岸。他将她抱在怀里，他看着她双眼紧闭，慌得不行。思思，他对着她做人工呼吸。幽月被如影掐人中掐醒了过来。如影大哥，太子妃姐姐为了救我，她来拉我，可是她没将我拉住，反而与我一同掉入了湖中。幽月公主，你的确该小心一些。太子妃腹中也有了太子血脉，若是那孩儿没了，你便有大罪过了。快宣太医！他抱着她，快步朝着武则宫的偏殿而去。玄琛，思，你终于醒了。玄琛，我这是怎么了？你与幽月纷纷落水，所幸你们二人都无大碍。我是记得我从幽月公主身边走过之时，幽月公主突然站不稳，朝着湖中倒去。她是你妹妹，我害怕她受伤，于是便去拉了她一把，没想到我们二人都落入水中。思，你放心，我定会查清楚此事，为您讨个公道。玄琛，你不必为我讨公道。今日母妃叫我叫过去，便教育了我。我若再这般，那就是真的不懂事了。思，母妃是因为影子库的事情对你心中不满。有这个原因，外面正在举行你的庆功宴，若是你都不去，那这场庆功宴还有什么意思？庆功宴哪有你重要？你以前对我不是如此，自从你知道我怀了你的孩子之后，你才对我好了一些。思，不管你有没有孩子，我都是爱你的。你真的爱？何以证明？他愣住了。你出去吧。思，你真想我出去？他又抱她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出去了。你就留在这里，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偏殿内。是。幽月语带梨花的坐在甄贵妃面前。月儿，你这是怎么了？贵妃娘娘，今日公主与我们一起准备来拜祭您，可是我们在过来的路上遇到了太子妃一行人，太子妃在走路过程中不小心将公主撞到了水中，太子妃也落入水了。本来我们公主是受害者，但是尹大人说了，若是太子妃肚子里的孩子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那她腹中胎儿呢？刚刚荀哥哥将她抱走了，我也不知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幽月啊，你天性善良，本宫知道你没有害人之心，可是太子妃肚子里有孩子，是皇家血脉，她不能有事儿。甄贵妃娘娘，我们当时从感恩寺回来之时，听到过一些关于太子妃的闲言碎语，都说了什么？这太子妃是成过一次亲的人，听说与她成亲的那个男人是太子妃住在梧桐巷子的时候买回去的奴隶男人。什么？此话千真万确，若奴婢所言有半句假话，贵妃娘娘杀了奴婢吧。玄儿可知此事？太子殿下定是不知此事。太子何等尊贵之人，他如何能娶一个嫁过人的女人呢？罢了，你们都下去，此事本宫自会调查清楚。月儿告退。他们没离开多久，楚玄琛便来了。玄儿，唐思思在与你成婚之前，可还成过婚？是，母妃之前与思思成婚之人便是儿臣。玄儿，你出去吧。母妃，儿臣今日过来，本宫听皇上提起过，在刘家村的时候，唐思思救过你，本宫就觉得奇怪，她一个在农家长大的姑娘，如何会那么多医术？她绝对不是唐思思，她究竟是谁？母妃，她就是唐思思，是儿臣的妻。本宫不认。母妃，出去！甄贵妃再一次吼过之后，她竟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快是太医，出太医啊！玄儿，你听娘一句劝，唐思思绝非良善，你休了她。玄儿，你休了她。母妃，我此生绝不负她。那你便负了这个生你养你的母妃吧。楚玄琛将甄贵妃抱到床上去休息，然后将她的贴身宫女叫了进来。寻王殿下，贵妃娘娘这是怎么了？寻王殿下，要不要将此事告知皇上？等太医过来瞧了再说。没一会儿，太医来了。太医在为甄贵妃把脉之后，硬是没看出什么问题来，这是气火攻心所致。只要保持心情舒畅，便会好转；若是不然，病情恶化，吐血不止，就连大罗神仙来都救不了了。他们还开了几副通瘀补气的药，让宫女拿着去熬。玄儿，你这几日就住在武则宫吧，陪着母妃可好？好。玄儿，唐思思现在不能住在武则宫，本宫会派人将她送出去。母妃，此事交给儿臣来做。你找人去通知一声便是。母妃不希望你现在离开。好。楚玄琛出去之后，他正欲去告知唐思思一声，但是想到武则宫中全部都是甄贵妃之人，若他一去偏殿，甄贵妃便会立马知道此事。若他再生气，真是不得了。于是他叫住了武则宫的一位小宫女，让那小宫女去通知唐思思，让她休息好了便回去。小宫女走了没一会儿，便有一个身穿嫩绿宫女服的宫女拦住了她。姐姐，你急急忙忙是要去做啥？
姐姐，刚才太子殿下让奴婢去告知太子妃一事，太子妃休息好了便可以出宫了。我呢刚好去偏殿有些事情，我将此话随便带过去就是，你去忙吧。姐姐，这是太子殿下吩咐的事情，我一定要自己去做。你这是不相信我？姐姐，不是这样的，我替你就是这个意思。怎么，现在新进的小宫女都这般不懂规矩了？姐姐，你若得空，便由你去通知吧。只是你千万要将此话带到，否则我没有完成太子殿下交代的任务，怕被责罚。快去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宫女离开之后，幽月就一个人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姑妈真是好手段，想不到这么快就将荀哥哥给搞定了。公主，我们的计划开始吧。前几次唐思思不死，那是她命的，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等到唐思思一死，太子殿下伤心节日，幽月公主在每日陪伴，很快她就会喜欢幽月公主的。秋露，本公主希望你说的话是真的，只要公主将此物给她喝下，她的面部皮肤便会立即被灼烧，她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女人。希望殿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喜欢她了。秋露，事成之后，本公主会答应允诺你的事情。多谢公主。秋露说罢便退下了。幽月这才叫来了贴身宫女，将小瓷瓶给了她。阿紫，想办法买通唐思思身边的丫鬟，将此物放在唐思思的饭菜之中。公主，这是何物啊？一点泻药，给她略施惩罚而已。是公主殿下。偏殿，喂，你就是节日跟着太子妃一起入宫的丫鬟吧？你是谁？我们娘娘听说太子妃落水了，特地命我们熬了红姜汤过来，让太子妃快些趁热喝下吧。我不认识你，而且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你等等，哎呀，我说你这位宫女姐姐真是奇怪，宫女不就是在宫中伺候人的吗？我若帮你将这红糖端过去，你去做什么？秋霜说完这句话，她便已经走了一个没影了。看来此事还不可鲁莽行事，得小心策划。她将碗中的红糖姜汤往花草中泼去，竟发现花草遇到红姜汤全部变黑枯萎，她吓得连连后退了好几步。这可不是什么泻药，而是能噬骨消肉的东西。太子殿下，老奴终于找到你了。西公公，何事？皇上要见你。好。武则宫偏殿，你们两个为何还不离开武则宫？哼，这是你这个下人该问的话吗？我家娘娘已经发话了，若是你们不离开武则宫，就休怪我们动粗。哎呦喂，真是好大的口气！我们家太子妃肚子里有皇家血脉，若要是对太子妃动粗，谁就是不将皇家子孙放在眼中。她假流产的事情不能在楚寻琛身边发生，楚寻琛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他瞒不过他。秋霜冬梅，我们出宫吧。太子妃，那就委屈你了，我家娘娘说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哼。你们两个给我等着！这么好看，秋霜冬梅和唐思思共坐一辆马车，唐思思眼瞅着时机到了，她便压迫了藏在身下的血袋。太子妃，太子妃，你！唐思思低头一看，这场景真的非常像那么回事。停车，快停车！秋霜冬梅，太子妃，我在呢！此事不可声张，不可让寻琛知道。太子妃，为何呀？我与母妃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而且我们是被母妃的人赶出来的。我在这途中小产，会恶化寻琛和母妃之间的关系。我们回去，若是太子妃有何事，便是奴婢照顾不周，奴婢会自裁谢罪。他发誓以后绝不可再做这种事情了。他用假孩子缓和了他和楚寻琛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假孩子消失之时，却伤害了那些身边关心他的人。秋霜，我自己就是大夫，我不会有事儿的。太子妃，太子妃，为何这种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你这么好的人，这是为什么呀？我与这个孩子无缘，以后还会有孩子的。他们到了寻王府，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剩下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1个时辰之后，门开了。太子妃，我无事，你去将那些东西处理一下。好。秋霜冬梅哽咽着将血水和那些带血的纱布拿了出去，纱布被他们烧了，血水被他们泼在院中的老树下面。次日清晨，唐思思还在睡觉，楚寻琛便火急火燎的回来了。思思，太子，你怎么回来了？本太子若是不回来，你们打算瞒我到几时？他们昨晚将盆中血水端出去之时，死卫便已经看见了。他们想办法通知楚寻琛，太子殿下请赐罪。他直接进入了唐思思的房中，他见唐思思正在睡觉，他没有叫醒她，而是坐在床边等着。唐思思睡到了日上3竿才自然醒。啊！他想说他怎么回来了，而他理解成此事对他打击太大，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创伤。思思，此事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你都知道了。思思，他抱住了他，我没事儿。其实孩子没有了，我们可以在。他听到孩子没有了这几个字，他抱他更紧了一些。他感觉到温热的液体落到他的肩头，他哭了。寻琛，你别这样。其实，思思，你好生休养。他转身便走。你要去哪里？我们的孩子没有了，我得给他一个说法，给你一个说法。他说完这句话，便已经出了他的房间。你们快去拦住太子！太子妃，你太委屈了。既然太子要给你个交代，你别让他去吧。太子妃，你要相信太子，太子不会做不忠不孝之事，也不会放过都很害你的人。这么好看。楚寻琛审问犯人的地牢中，幽月被绑在一个凳子上，他醒了过来，他的眼睛被蒙着。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们竟然敢绑架耀国公主，你们都不要命了！幽月，寻哥哥，是寻哥哥，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你会为了一个女人将我绑了。我也未曾想过你会与我母妃联合起来，害了我的孩子。寻哥哥，你在说什么？幽月，你不必装了，究竟发生了何事？我大致清楚了。我不小心被你的太子妃撞了一下，在我快要掉入湖中之时，太子妃拉了我一把，然后我们2人纷纷落入水中。我完全没有想到此事会让太子妃落了孩子。幽月，之前的那几个新娘都无法幸免的死去，这其中难道你没有出过力？寻哥哥，
他们都是被人安排嫁到雪王府，他们想要杀你，你为何还要留着他们？在母妃召见思思之前，你与母妃见过？那又如何？我与太后祖母在感恩寺住了半年，我回宫之后，难道不应该去看姑姑吗？主人，以属下之见，此事幽月公主也不是故意的，本太子相信自己的判断。勋哥哥，幽月，前几个新娘的事情，本太子没有追究，但是你做了伤害思思的事情，本太子绝不姑息。勋哥哥，太后祖母最喜欢我了，太后祖母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陪着，若是没了我，她会非常不习惯的。你这般人陪在太后祖母身边，本太子甚是担心。幽月，你还嘴硬，母妃当日口吐鲜血，其实她嘴里吐出来的并不是血，而是一种可食用的果酱。母妃久在深宫，她如何知道这些？幽月面如死灰，原来她是真的知道了。母妃将我支开，又下令将思思赶出武则宫，就是你从中挑拨。勋哥哥，我爱你，敬你，钦佩你，没想到最后就落在你的手里，我说不过你，我也不知为何这种种证据指向我。这么好看，还不肯承认？我没做过的事情，你要我如何承认？好，本太子今日就让你心服口服。一瓶红色果酱被扔到了幽月面前，这是从你寝宫中的宫女手中拿到的。她说这是你们在感恩寺祈福期间下山，在一处马戏团那里得来的。这是宫女故意陷害我。她又拿出一个瓷瓶，那你可敢喝了这里面的东西？这东西不是我的。不是。楚寻琛拍了拍手掌，那名宫女便被带了进来，将此事一五一十全部说出来，若有一个字是假话，便断你一根手指。奴婢的确与幽月公主一起去见过贵妃娘娘，并且对贵妃娘娘说了很多太子妃的坏话，并向贵妃献计，让贵妃装病。太子便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贵妃身上。那时他们在暗中将唐思思赶出武则宫，为幽月公主与太子殿下制造两人独处的机会。幽月公主将此毒给我，告诉我这只是泻药，还让我买通太子妃身边的丫鬟。我见秋霜冬梅两个丫鬟过于忠心，加了毒的红糖姜汤没有送出去，我又害怕被人发现，于是我便将那有毒的红糖姜汤倒了。那红糖姜汤泼在花草上，花草瞬间枯萎，我见此便不敢再去下毒了。住嘴！你为何要胡言乱语？究竟受了谁的指使来陷害我？太子殿下明察，若是奴婢有一个字假话，任由太子处罚。我对你不薄，你却这般对我。皇上，你这皇宫的戒备为何如此松散？幽月在宫中不见了。母亲，此事朕一定会查清楚的。若是幽月遇到了什么危险，哀家可不依。太后从泽恩殿出来，又去了武则宫。太后祖母，人鱼，你又消瘦了许多呀。太后祖母，人鱼很好，只是最近人鱼，你之前说的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赐药，不如将他请来，让他住在宫中，你若有需要找他也方便一些。太后祖母，你也认识他？谁？太子妃啊。竟是太子妃。哀家听说太子妃是唐将军之女，小时在乡间长大，她竟会高明医术。母后，这唐思思虽然在乡间习过一些粗远医术，不过她那些医术登不上大雅之堂，她之前能救治人员，完全是运气好而已。母妃，太子妃小时是在乡间待过的，但是她的医术也确实是好的。李尚书家的公子从小身患顽疾，也是太子妃将他治好的。还有薛家薛公子的腿，听说他现在已经能短时间内自主行走了。人鱼，你似乎对太子妃很是了解。母妃，儿臣对太子妃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听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她与一般女子不同，是个奇女子。母后，既然您来了，儿媳正好与你说道这唐思思。有人说唐思思是上天派来拯救大家的仙女，她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被皇上采纳，她是一个真正为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着想的仙女。也有人说唐思思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特地来药国解救奴隶的。还有人说唐思思曾经当过女儿国的女帝。儿媳，这句话可不能乱说呀。母后，你就算给儿媳100个胆子，儿媳也不敢凭空捏造这样的事情。药国发展至今非常不容易，哀家不允许这样反叛的人不仅活着，而且还是太子妃。母后，臣妾好不容易将寻琛拉扯长大，臣妾真是没有想到他竟为了一个不干净的女人出言顶撞臣妾。今日徐儿来找你是为了何事？询问唐思思的情况。唐思思如何了？昨日她在武则宫落了水，不过她很快就苏醒了过来。我昨日见她气色挺好，并无大碍。不知她今日又为何要寻琛来武则宫闹？好一个唐思思，竟然在哀家头上撒野来了！寻琛现在已经完全被唐思思迷惑，或许幽月失踪和唐思思有关吧。大胆！若是幽月有一个3长2短，哀家饶不了他。哀家要去会会这唐思思，看他究竟有什么能耐，能将我那寻琛孙儿迷得团团转。这么好看，唐思思正在房中休息，突然喷嚏不止。太子妃，你如何了？该是有人在议论我吧。太子妃，你现在不能下床，得在床上躺半个月。我去茅房，去茅房。太子妃，你不能出门，若是着了凉，受了风寒，那就糟了。我内急，你们总不能让我塞在裤子里吧？太子妃，若是你想拉在裤子里，奴婢们帮你换洗裤子。其实我根本没怀孕。啥？太子妃，你别开玩笑，这是真的。之前呢，我与寻琛的感情并不好，我总感觉他会弄死我，于是呢，我就想假装怀孕，让他下手的时候忌惮一些。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太子妃，你就是怀孕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外呢，我肯定不会承认我假怀孕了，我就是害怕你们过于担心我，才将此事告诉你们。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要出去准备一些东西，你需要什么，我们去准备就好。那也好。
秋霜冬梅1个时辰后，将唐思思写的所有东西都买了回来。他今日要做的热饮就是奶茶。唐思思在秋霜冬梅准备好的小炉子里熬好了糖，然后炒茶叶，最后将牛奶倒进去。唐思思便将橘子切碎，放入她煮好的奶茶中。这是她新发明的橘味奶茶。做完，她尝了一口。太子妃，这好喝吗？挺好喝的，你们尝尝。秋霜冬梅尝过之后，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啊，太子妃，想不到这2种平凡的食材加到一起，竟然变成了这般绝色。就在这时，私堂火锅店的店员送来了他们订好的鸡汤锅以及各种配菜。太子妃，我们在房中吃火锅，是不是太张扬了一些？会不会露馅啊？我们吃的是鸡汤火锅，又不是牛油火锅。鸡汤火锅清淡，是养生的。太后驾到！思思参见太后。太后瞄了唐思思一眼，并未让她起身，而是扫了一眼房中的2个炉子。你在做甚？回太后的话，思思正准备用午膳。太后若是还没有用膳，便与思思一同用膳吧。这是煮的什么？这叫鸡汤火锅，选用了生长周期最少1年的土鸡，用7种野生菌、10几种药材以及几十种香料一起熬制而成，其不仅味美物新，而且营养价值极高。这又是什么？这是橘味奶茶。这时，一个老嬷嬷走过来，她倒了一杯橘味奶茶和1小碗鸡汤，然后尝了一口。啊，太后，这有毒啊！不是，这太好喝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太后也尝了一口，的确比御膳房那几个厨子做得好。太后，那鸡汤火锅可不是只用来喝汤的，它还可以用来烫菜。你这该如何弄？太后还没让他起身，他便已经自己起身。他坐在他身旁，然后夹了菜放在锅中，就是这般。大胆！这不同的菜啊，需要烫的时间不同。若我不来帮忙烫菜，直接煮出来，味道会大打折扣的。太后挥了挥手，示意老嬷嬷不必再说。唐思思也知道规矩，每种菜她烫的第1口都是自己吃，第2次烫好的菜才递给太后吃。虽然太后的表情没有太多变化，但是在吃过唐思思烫的菜之后，心中对唐思思的成见少了些。这是在哪里请的厨子？太后，这橘味奶茶是我自己做的，而这鸡汤火锅是我在私堂火锅店打包的。私堂火锅店，哀家倒是没有听说过。太后，您若在巡王府多玩几日，思思带你吃更多好吃的。当楚群琛火急火燎的回来，却发现唐思思正和太后一起吃火锅。臣孙参见太后。起吧。太后祖母，思思会的东西很多，和她待在一起啊，真能增加很多所见所思。太子，哀家问你，幽月可在你那里？是。将她带来见哀家。现在还不行。怎么？哀家向你讨要1个人都不行？太后祖母，幽月还需留在臣孙这里。无论幽月犯了什么错误，还请太子看在哀家的面子上，饶了幽月一命。唐思思不停地为太后烫菜夹菜，并且给她介绍各种菜的吃法以及功效。太后听得津津有味，竟然又忘记了幽月之事。吃完鸡汤火锅之后，太后便有些睡意来袭。太后祖母，不如我带你去休息一会儿。你倒是不像外界形容的那般。太后祖母，不知外界如何形容我？算了，不足为谈。你先下去吧。太后祖母若有事，便直接叫我。好，这唐思思与甄贵妃口中的那个人有些不太一样啊。太后，奴婢也觉得太子妃看起来不像是心思沉重之人。此事哀家定会查个清楚。这么好，太子妃，太后醒了。太后祖母可有说什么？倒是没说什么。唐思思到了太后房中，太后瞄了一眼唐思思，你刚才去哪儿了？我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打扰太后祖母休息啊。若是幽月在这里，哀家睡觉的时候，她便会在旁边陪着。哀家醒了之后，她便会上来为哀家穿衣。说到底，太后年纪大了，还是略显孤独，希望每时每刻都有人陪伴。下次思思定是陪着太后。说得好听。他说完这句话，突然打了一个喷嚏，然后并表情呆滞地坐着。太子妃，您先出去一下。他退了出去，没多久，老嬷嬷便拿着太后刚才穿的那一身衣服出来了。还请太子妃勿将太后今日的事情说出去。太后这般多久了？老奴一直在太后身边服侍。太后自从生了皇上之后，便一直有这个毛病。太后祖母，我能进来吗？进来吧。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叠东西，这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姨妈巾。唐思思将姨妈巾递给太后。这是何物？唐思思凑在太后耳边对她说了什么。你这脑子想的事情真多。太后祖母，你试试，真的很好用。哀家现在有些理解，为何寻琛那小子那般离不开你。太后祖母，你晚上想吃点啥？随你安排吧。那好。太后是吃惯了山珍海味食物的人，为了给她味蕾上的刺激，她准备晚上做烤全羊来吃。此时薛子毅带着许多书来了。唐姑娘，你又在做什么好吃的？薛公子，我们在做烤全羊，若是不嫌弃，待会儿便带一只羊腿回去吃吧。那我就先替我家公子谢谢唐姑娘了。薛公子今日来是为了何事？唐姑娘，你想的那些书啊，公子已经替你弄来了。他本就是个医痴，这样的好书被送来，他当然要第一时间片读。他接过薛子毅怀里的箱子，然后就在那边读起来，完全忘记了他身在何处。太后和老嬷嬷也闻着这香味儿，他们来到了灶房。他走到了唐思思面前，唐思思并未发现。秋霜冬梅正打算对太后行礼，但太后一个姿势制止他们。太后凑过去了一些，究竟是什么书让他看得如此起劲儿？可当他看见那书上的插画之后，一张老脸红了又红。唐思思，太后祖母，你竟将这书籍放在古医书里，你简直
简直就是。他看的的确是古医书，不过他这次让薛子毅找的书全都是关于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的书籍，里面有点大尺度插画，实属正常。太后祖母，你听我解释，这的确是古医书，并非小黄书。你将那种不堪入目的书籍叫做小黄书？好你个唐思思，你平时没少看吧？太后，这是太子妃特地吩咐奴婢们为您烤的，这烤的差不多了，要是再烤久一点，肉质就要老了。还请太后移驾大厅，我们将羊肉给你盛上来。太后屏退了所有人，现在在灶房之中的就只有唐思思和太后。太后这才道：思思，哀家活了大半辈子，半截身子入土了，眼光还是不错。你有你的野性，这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你且好好把握，切不可被人利用。他又疑惑了，若是太后看人的眼光真那么准，她为何没将优越看准？优越是中门之后，他的父母兄弟为皇家而亡，为药国而亡。整个药国百姓都在看着，看我们皇家如何对待这位东臣之后。优越自小就有一些跋扈，自从他父母双亡之后，他便将他的跋扈掩藏了起来。可他的性子从来都没有改变，在他幼时将他带入宫中，还送给他一只猫作为陪伴。他在我面前非常喜爱那只猫，可是哀家却时常在深夜听见猫的惨叫声，次日也经常从猫身上看见伤口。优越会在夜里虐待猫，他并不如哀家眼睛看见的那般乖巧惹人怜。哀家也知道我们皇家欠他们的，所以哀家一直将他留在身边，一直将他当做自己的亲孙女一般疼爱。但是他做了伤害寻琛的事儿，做了伤害药国的事儿，哀家也一定会惩罚他。这日之后，太后便从巡王府回宫了。这日，唐思思正在小院中小憩，突然感觉身上一重，她睁眼一看，便看着楚寻琛躺在她身边。你上次说你去调查优越刘国的事儿，怎么去了这么久？久到我都快以为你和优越私奔了呢。若我强行逼问，非但问不出任何事情，还有可能逼死优越。所以你觉得硬的不行，就得来软的，于是你就打算以身相许了。你生气了？我没生气。他说他要去调查优越与刘国的事情，结果去了1个月，在这1个月时间内，他不仅找不到他，而且他还不允许他出门。思思，是不是有1个月了？你别现在献殷勤啊，我不会上当的。思思，我有一个计划。我现在不想听你讲。他一边说着，一边将他推了出去，咣当一声将房门关上了。秋霜冬梅看着被赶出来的楚寻琛，他妈人傻了眼了。太子殿下，照顾好太子妃。是太子殿下。太子妃，你这几日不是日日念叨太子殿下吗？为何太子回来了，你却将他赶走呢？谁知道他这段时日有没有在外面鬼混？太子妃，太子殿下是有眼光有格局的人，外面那些胭脂水粉他才看不上呢。只有太子妃这样的绝色佳人才能入他的眼。那是太子妃，奴婢见太子挺累的，不如奴婢去熬点人参鸡汤，待会儿太子和太子妃同进晚餐。那好吧。是夜，鸡汤已经炖好，秋霜就请了楚寻琛。太子殿下看起来有点纵欲过度啊。思思，你可是在暗示我什么？我哪敢暗示太子殿下，你堂堂太子娶个3妻4妾都是正常，你若看上哪个姑娘，对我说一声便好，我自会替太子殿下安排的妥妥的。思思，我知道我最近忙了些，冷落了你，从此以后我每晚都待在你房中，哪儿也不去。你还是去忙你的吧，我这庙小，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他一下子将他搂入怀中，他要挣扎，他却抱得更紧了。思思，父皇修改药国律法的告示已经下来了。这么快？还有啊，当初你在龙虎山救的女人们也四处传播你是天选之人的事情。他们一向比较低调，怎么会突然如此张扬？思思，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你的梦想，你没有错。但是当你触碰了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就有错了。这是啥意思？思思，我们明日就要搬家了，搬到东宫去。楚寻琛，你回答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外界将你传得太好了，对你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天选之子，何种人才敢被称为天选之子？寻琛，我是不是连累你了？我们夫妻2人本为一体，你不曾连累过我，只是我怕后面有什么变数。思思，我们得再要一个孩子。思思，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我都希望与你有个孩子。寻琛，你爱我吗？爱。他放开了他的手，和他纠缠在一起。他将蚊帐拉下，红烛摇曳，一夜春宵。楚寻琛看着床单上的落红，他傻了眼了。唐思思，发现了，谁叫你之前对我那么凶？除了那个法子，我没有想到其他办法。唐思思，你老婆在呢，叫得那么大声做什么？唐思思，你这是欠收拾！他大手一挥，将被子扯过，将2人盖着，然后又开始了。如影和秋霜冬梅站在门口，如影看了看日头。主人从未这般晚起过，待会儿他还要去跟几个大臣议事，我该去叫他了。尹大人，你万万不可这个时候去叫太子。这时间不早了。若是尹大人这个时候去找太子，恐怕会被乱骂一通的，然后被立即赶出来。太子和太子妃的事情，我们还是勿要参与。傍晚，楚寻琛替唐思思清洗身子之后，替她穿着衣服。待会儿啊，我让秋霜冬梅给你送一些吃食进来，你吃过之后便休息吧。你要去哪儿？我总不能一直与你生活在床上，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你什么时候回来？明日等你睁开眼睛，便能看见我。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他听着这声音不免一惊。温清，不应该叫他温思如。温思如半夜将他从巡王府扛出来，是要绑架他，威胁楚寻琛。你究竟要带我去何处？立国，我不去。思思，你必须得去，药国马上就要乱了，而且你待在药国会有性命之忧。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现在药国上下都是关于你的各种传言，这些话在药国皇帝的耳朵里可不是称赞。这世间最不可信的便是皇室之人，他们为了巩固皇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温思如，这世间最不可信之人必是你啊！你都知道了？是。思思，温思如，没想到你平日里柔柔弱弱，轻功倒是不差呀。严红山，就连你也在骗我。哎呀，思思，我没骗你。若不是温思如答应了我一件事儿，我是如何也不会帮她的。再说了，我帮她就是帮你。药国真的要乱了，你就得离开药国。我相信我爹，也相信我的夫君，药国不会乱。思思，你这段时间被太子关在府内，你完全与外界隔绝了。你听见看见的，全是他想让你听见看见的。你大概不知道，早在半个月前，唐将军手中的兵权就被收走了。什么？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而且将军府被禁止出入。你骗我！思思，我没骗你。楚玄琛是不是告诉你，他这段时间都在调查幽月与刘国的事情？我不知。哎，思思，你是个聪明的女人，楚玄琛就是想将你囚禁起来，为他所用。思思，我知道你不信，我也了解你的性子。若是不让你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恐怕你不会心甘情愿的离开。我带你去看看。严红山拉着唐思思就往洛城的方向走，温思如施展轻功落在他们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严将军，你不要胡闹！我要费了很大的周章才将他带出洛城，若是此时回去，便很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思思，我问你，这次回去，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你都能承担后果吗？我能。他刚应声，严红山一个手刀下去，唐思思便倒了下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啊！唐思思从梦中惊醒，她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太子妃！唐思思左右看了一眼，她还在自己的房间内。难道她说看见听见的一切都是梦？寻琛呢？太子妃，太子还未恢复。她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秋霜冬梅立即道：太子妃，请稍等一会儿，我们马上去准备早膳。快去！她伸了一个懒腰，起床洗漱。当她穿鞋的时候，她整个人镇住了。她的绣鞋上为何有黄泥？难道她昨晚？她一下子打开了门，却看见门口站着死卫。她刚出去一步，死卫便跪在她面前。天寒地冻，还请太子妃在房中休息。我要出去。太子妃，主人吩咐，太子妃这几日便一直待在房中。若太子妃有任何需求，让秋霜冬梅去做即可。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直到现在为止，她都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一会儿，秋霜冬梅端着早膳进来了。秋霜冬梅，我要你们出宫一趟，替我去将军府看看，然后将所有看到的一切事无巨细的告诉我。是。这一次，当秋霜冬梅提出要外出时，管家给他们配了2个死卫跟着，他们只能去市场上买唐思思需要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不被允许去任何地方。秋霜冬梅匆匆回去之后，便去了唐思思的房中。秋霜冬梅，将军府可有异常？太子妃，我们并未去过将军府，但是我们却听到了一些谣言。听说小少爷去了宫中，将军和夫人竟许久没有出将军府了。你们可还听到了什么？今日我们还听说，你才是天命之女，你将来是可以带领药国走向繁荣鼎盛的女皇。这些话，太子妃，这些话如今被传得人尽皆知，就连几岁的孩童都会说。看来有人想利用我，让皇上与寻琛之间产生嫌隙。秋霜冬梅，我要你们想办法将这2个纸条送出去，分别送给李勤坤公子和薛元玉公子。是。他感觉自己的后脖子冷了一下，像是窗户被打开了。谁？思思，是我。寻琛，你为何出现在这里？思思，我来带你走。你要带我去何处？只要离开药国，去哪里都成。父皇，他真的是？那你若带我离开，你岂不是背叛了父皇，背叛了药国？这江山与你相比，自是你重要的多。是我之前太自负了，我以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我可以拯救许多人，我没想过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思思，你没有做错，是有人利用了这些事情做了错误宣传。他一直背对着站着。寻琛，你今日怎么了？思思，我……你不是楚寻琛。他一把扯掉了他脸上的人皮面具。薛白，太子妃，你为何要扮作楚寻琛？这是太子的意思。他为何要你来扮作他带我离开？难道仅因为民间传言，父皇就要置我于死地？太子已经被软禁在皇宫之中了。什么？我要入宫？不可！他拔下头钗，抵住自己的脖子。你若不答应，我便死在你面前。好，将头钗放下。他这才松了手。唐思思与薛白钻进了马车，马车缓缓朝着皇宫的方向驶去。思思，若是你在宫中遇到危急的事情，你便点燃这个信号弹，到时我与苏公子合力一起冲进去，将你救出来。你不怕死？死不足为惧。思思，如果说这世间还有一样东西让我觉得重要，那便是你。你救过我一命，我该还你一命。你这思想是有问题的。你的命是你的，你要珍惜生命，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要死不活的。你是第一个让我珍惜生命的人。马车已经驶到宫门口。思思，接下来的路你要一个人走。我知道你不易露面，你回去吧。我就在皇宫周围等你，若是遇到危急的事情，你就点燃信号弹。我记着的。他将楚寻琛的腰牌拿了出来，高声道：“我是太子妃，特进宫亲近父皇。”太子妃，属下只觉得您去自恩殿见皇上，这边请。士兵的脚步比较快，唐思思勉强能跟上。他们走了约2刻钟的模样，唐思思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寻哥哥，待会儿你陪我去摘莲蓬，天气这般冷了，荷花湖的荷叶都枯了。”唐思思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楚寻琛不是被囚禁了吗？
他不是在审问优越吗？为何他会和优越这般亲密地出现在泽恩殿附近？这么好太子妃，你大概也知道情况了。珍妃娘娘特地去求了皇上，让太子多在皇宫中待一段时间，好让太子与优越公主培养感情。太子这段时间可一直在皇宫之中。难道太子妃不知？知道。啊，那便好。太子妃啊，泽恩殿就在此处，属下便先下去了。好。士兵离去之后，唐思思继续待在原地看着。荀哥哥，优越采摘莲蓬主要是想为姑妈熬银耳莲子羹啊。这莲蓬都快烂在荷花湖里了，你采摘这样的莲蓬拿去熬汤，就不怕害了母妃的凤体？荀哥哥，我对姑妈……别再说了。楚寻琛正欲离开，优越大声道：“荀哥哥，你别忘了那件事儿。”他停下了步子，优越得逞地笑了一下，然后快步上前，重新挽住了他的胳膊。荀哥哥，我们一起去采摘莲蓬吧。他没有再反驳，而是随他一同去了。唐思思看到这一幕，她的心脏抽痛了一下，她没有跳出来，而是选择等到他们离开之后，一个人去了泽恩殿。太子妃，您终于来了。唐思思拜见父皇。思思，快请进。现在外界全是关于我的传言，不知父皇会如何处置我。思思，都说没有空穴来风，朕认为这也不全是传言。父皇的意思就是不用调查，此事便是我所为。思思啊，朕也没有办法。若是让一个有谋反之心的人当太子妃，甚至当以后的皇后，那都是皇家的灾难。父皇打算给楚寻琛找几个女人？寻琛以后是皇上，作为药国的君王，为药国开枝散叶，便是他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事情。而且他要从这群孩子之中选出最优秀的那一位，立他为储君。我记得药国律法里有一条，那便是嫡长子继承家中祖业。谁说嫡长子才能继承家中祖业？谬论，这完全是谬论。可药国律法就是如此。改了，从药国新法颁布的那一天开始，这一条就已经不存在了。唐思思啊，说到这里，朕还要谢谢你。若不是因为你，恐怕那一条永远都无法从药国律法里删除啊。这么好看，父皇，你所作所说真的很难让人相信，究竟什么时候是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是由赢了的人书写，不管朕当初用了什么手段。他拍了拍手，喜公公端着一杯茶水过来了。太子妃，这个东西叫面若桃花，喝起来不会太痛苦，那感觉您就是睡了一觉。哼，既然就像是睡了一觉，不如喜公公先去尝试一下。太子妃，请吧。唐思思一下子将喜公公手中的药打翻了，此事要我等着群琛再做决定。难道你还没有看见听见他现在与优越待在一起很开心？唐思思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针管，一下子扎入喜公公的脖子。你，父皇，我们一起下地狱吧。唐思思，你。他一步步朝他走过去，他手中拿着一个瓶子，他将瓶子打开，一些白雾飘了出来，他跪在白雾之中，无力地垂着双手，流出眼泪来。从唐思思的手中落下一个吊坠，吊坠摇晃，皇上的眼珠子随着吊坠的摇晃而移动，最后他的眼神完全痴呆。你当初下圣旨让楚寻琛去倾城，可是在利用他。第一，他是我十分信任的人；第二，我也想他能通过这件事积累一定的人支持。因为外界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言，所以你想杀了我。思思，你是我的儿媳呀，我为何会想杀了你啊？不对，这完全不对。他刚才已经下令让喜公公给他端来毒茶。你是谁？思思，我是你的父皇啊。不，你不是，你究竟是谁？唐思思，你可知弑君是何种罪名？来人，将唐思思拿下。他的催眠不可能有问题，而皇上刚才所说的话和现在所做的事儿，完全就不像是一个人。这么好看，父皇，您生病了，让晨曦来替你诊治。朕的身体健康，无需诊治。父皇可经常觉得身体不受控制，做了一些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事情。你别觉得你有些旁门左道的医术，便可以随便说话。我说的千真万确。父皇时常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这具身体也像是被别人在使用。父皇现在可以处死我，但是你现在将我处死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能治你的病。你真能治疗我？我确定能。唐思思，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父皇，我可以尽全力治疗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朕知道你此次入宫是为了什么，只要你将朕治好了，朕绝不会管你和寻琛的事儿。多谢。他说了这句话，便去造房熬药。他说能治疗皇上，也是他暂时的缓兵之计。此时他的左右两边都是宫女看着。太子这几天可一直在皇宫之中。太子这段时日每日都来皇宫，每次到了皇宫，在皇上的泽恩殿待了一会儿，便和优越公主一起游玩。你们都下去吧。奴婢告退。寻琛，我知道发生大事了，这次是我连累你了。思思，你没连累我。我一定是连累你了。你是被软禁在皇宫之中的，是不是？何来软禁？我在皇宫之中来去自如。那他们一定是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你了。没有。那是为何？思思，父说的对，我作为药国的储君，我要以大局为重。我与优越从小一块长大，而且优家对我们皇家有恩，我理应照顾他一辈子。楚寻琛，我们是夫妻，若是你遇到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解决。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伤害了我，你再想要我与你和好如初，那几乎不可能了。思思，我爱你，但是也请你谅解我一下。若我是药国的普通子民，我这辈子绝对只娶你一个。楚星辰，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究竟有没有苦衷？是不是在骗我？别再问了。事已至此，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既不放过我，又想同时拥有其他女人。我唐思思的男人，一辈子你只能娶我一个人。你若做不到，我们尽早和离。唐思思，我们和离吧。他一巴掌扇了过去。楚勋辰，你再说一遍。我们和离吧，我会尽快将休书拟好。他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好啊，我不要你了，休书我会尽快拟好，送到徐王府上，从此我们各不相干。唐思思说完这句话，便直接走了出去，拿出早就藏在袖中的信号弹，朝着天空发射出去。这么好，就在唐思思将信号弹发射之后的1刻钟之内，王宫的四面八方都着火了。唐姑娘，你是谁？唐姑娘，奴才是来带您离开的，您只需跟着奴才便是。小太监说完这句话，他便低着头快速走着。唐思思跟在他的身后。唐姑娘，每日这个时候都会有运输蔬菜的马车出宫，待会儿你就躲在马车夹层内，出宫之后自然有人会接应你。多谢。唐姑娘，温公子救过我的命，他在乎的人，奴才就算是豁出命也要带出去。温思如竟又与他有关。小太监将唐思思带到了御膳房，几辆装蔬菜的马车卸货之后，其中一人撬开了马车的夹层。唐姑娘，我委屈你了。不委屈，他没有犹豫，直接钻了进去。这个伤心之地，他是一刻也不想待了。没多久，马车便行了起来。外面的人说道：“出了这道门，我们就出宫了。”马车顺利出宫，城门之上独自站着一人，他注视着马车离开的方向。主人，你这般不舍太子妃，为何不将事情对他说清楚？雨儿在父皇手中，我若不从，死的人就太多了。他们一路畅通无阻，一直到了洛城外，马车才终于停下。当太阳光照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用手遮了遮眼睛。思思，他将手放下，看见李乾坤、薛元玉、严红山、温思如、薛白以及苏兰仓都在场。思思，你放心，只要还有我李乾坤一口气在，我就绝不会让唐家有事。乾坤，多谢你。你我二人之间，别说那些谢不谢的话，你先去立国避避风头，等这个风头过去了，我再去立国将你接回来。乾坤，父亲没做过背叛药国的事儿，想必皇上也不会为难他。你且帮我找到雨儿，你帮我将雨儿带回家。思思，你放心，唐家会没事，雨儿也会没事。这些话也是楚学真让他带给他的话。薛元玉道：“思思，你放心去立国，你在药国的生意我会帮你打理，所赚银两全部会帮你存着。”元玉，我该如何谢你？你不必谢我，我该谢你才是。只是因为你的到来，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哎呀，思思，公主已经在那边等候多时了，我们得赶紧离开了。这里可有笔墨纸砚。哎呦，我的姑奶奶！等我们到了药国，随便你要多少笔墨纸砚都可以。现在呢，我们赶紧赶路。温思如道：“燕将军，还请您去准备。”温公子，你可要记住你对本将军的承诺呀！来人，准备笔墨纸砚。笔墨纸砚准备就绪。唐思思快速写了一封休书，将休书在信封中装好，递给了李乾坤。乾坤，还请你1个月之后再给他。最后，唐思思上了他们早就准备好的马车，朝着立国的方向离开了。洛城，禀告主子，太子妃已经到了辽城附近，再过3、5日的模样，他们便要出关了。他可有异样？太子妃给您写了一封信，他还真写了休书。那我问你，他可有伤心欲绝？有，算他还有几分良心。不过你得想办法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不可让他过于伤心。是，主人。还有苏兰仓与薛白跟着他，别让他们靠太近。是。雨儿的事如何了？还在寻找唐公子被关押的地点，不过快了，不惜一切代价，定是要将他找到，并且带出皇宫。他的父皇究竟是变得他不认识了，还是他一直如此？阿切，阿切。是谁在想我？苏兰仓与薛白看向他，他又揉了揉鼻子。待会儿呢，我们过了关，就到了立国境内了。就算我们被药国人发现了，他们也不能轻易过境来抓我们。只是你们2个千万要小心。立国女子猛如虎，遇到都要避开走。2人点头。这1个月时间，若不是他们经常在唐思思马车内待着，估计早就被严红裳吃了豆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马车没有去将军府，而是直接到了立国皇宫。他们到了立国女皇的宫殿，一行人跪在女皇面前。唐思思不敢抬头。启儿，你终于回来了，快过来，让朕好好看看。儿臣终不负母皇大人所望，完成了母皇大人所托之事。启儿，你办事从来都不让朕失望啊！大公主穿过了层层珠帘，她终于来到了女皇面前。那药国人真是可恶，竟将你虐待这般消瘦。母皇大人，并非有人虐待儿臣，而是儿臣心甘情愿减肥了好久，才达到这种状态。启儿，你这是在怪朕？儿臣从未怪过母后，母皇所做任何事情都有您的打算。启儿，有了这次委屈的核心之路，对于立国子民来说，你就是立国子民做出重大贡献的皇女，你便是储君的天选之人。母皇大人，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想。启儿，朕不希望你再说这样的话。你是朕的嫡长女，是朕最喜欢的女儿，这皇位朕不给你，朕给谁？唐思思，你进来。唐思思低着头，快步走到了与女皇只隔了1层珠帘的位置。唐思思拜见女皇殿下。唐思思，朕早就听闻了你的名声，快快请起。唐思思无才无德，真是不敢当。唐思思，你就别谦虚了。这般说，朕知道你在药国的所有所作所为，
只要你忘记你是药国人，你将自己当作厉国人，朕便可以将你培养成一个以血也玉一般的大富豪。女皇殿下，虽然思思做过一点小生意，但是还没有想过富甲一方的想法。唐思思，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只管大胆去做，只要你做得好，朕无条件支持你。你若想封王封爵都是可以的，房屋、土地、美男，你想要什么？大公主站在一旁，她拍了拍手，4个美男分别拿着琵琶、古筝、玉笛和剑出来了。其中3个男人吹乐，1个男人舞剑。男人的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一曲罢，他缓缓地朝着唐思思走过去，跪在她的面前。唐大人，请你收下我吧。他明白了，这是美男计，说不定这个男人就是女皇的人，是女皇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女皇的监视，他可不要。这位公子，男女有别，你还是另寻他人吧。唐大人，您若不带我走，那就是我的罪过，我唯有以死谢罪。你别再割了。唐大人，究竟带不带我走？正在他十分为难的时候，一个脚步声从他身后响起，咣当一声，男子手中的剑被打落在地。他再微微侧身，看见温思如跪在他身旁。女皇殿下，朕与思思情投意合，还请女皇殿下成全。温思如，朕问你，若是朕不远，你该如何？臣在药国收集了一些情报，还未来得及上报给女皇陛下。唐思思，你可是爱着温思如？唐思思心里头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如果他能预知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宁愿从一开始就接受带走那个男人。唐思思久久没有回话。思思，往后余生让我照顾你好吗？女皇殿下，思思答应刚才您的意见，只是思思刚和离不久，实在是没有心情谈情说爱，还请女皇殿下恕罪。唐思思，你竟敢不接受母皇赐给你的男人！女皇殿下，唐思思无福消受。女皇殿下，唐思思就是个思想迂腐女人，若是她不要，全部给我吧。云将军，你若想要男人，本公主赐你几个便是。这是母皇赐给唐思思的男人，她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请大公主不要强人所难。温思如，你自己什么身份，还请你自己掂量清楚。思思多谢女皇殿下的恩赐，女皇殿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唐思思接受了4个美男，大公主抬了抬下巴，以胜利者的姿态看向温思如。唐思思，你现在入了厉国，就得入乡随俗，只要你好好为厉国效力，以后的赏赐多的是。朕可不像药国的皇帝那般善妒啊！多谢女皇殿下，你们舟车劳顿，先下去休息吧。思思告退。唐思思与袁洪山上了同一辆马车，他们4位上了一辆马车。思思，你可知温思如为了让我带你离开药国，答应了我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她愿意来将军府当1个月的仆人。什么？温思如的身份特殊，她虽然不及其他皇子公主，但是她也是身份尊贵之人。温思如为何要与其他公主皇子相比？此事乃宫中秘闻。其实温思如是女皇殿下与其他一个男士所生，但是由于那位男士的身份过于卑微，她至死都没有一个名分。什么？严将军，你心思深沉呢？哎呀，思思，我为臣子还能违抗了主子们做的决定？这个秘密你隐瞒了这么久，现在你为何打算对我坦白？我实话告诉你，我之前那个几个夫君都不是因为我离开之后他们才离开的，而是我在离开之前就给他们写了休书，让他们自行离开将军府。这是你能做出来的事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我遇到温思如第一眼，其实就已经被她吸引了。在之后短暂相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她，所以也有些好笑的学着药国女子那般，想要只守着她一人。唐思思瞪大了眼睛，这是严洪山能说出来的话？思思，你别这样看着我，我说的全都是事实。这些话我原本可以不用告诉你，但是今日他为了你不惜顶撞了女皇殿下，我真是害怕他会和你在一起。严洪山，既然我们都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能不能对我坦白一件事儿？你说，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说实话，这些计划都是温公子他们在筹谋，我都是事后才知道。说话间，他们已然到了将军府。唐思思被安排在将军府的西院休息，而女皇赏赐的4个美男便被安排在唐思思的西院中。外面有人高声道：“公主驾到！”跟着大公主的随从全部留在了门外。大公主二话不说，直接宽衣解带。大公主这是干嘛？大公主不作声，继续脱衣服。她将衣服一件件全丢在地上，直到她只穿了短裤和肚兜的时候，她才停了下来。她举起手抖了抖手臂下面松垮的肉。唐思思，你瞧瞧，我按照你的方法减肥，我的体重是下去了，身形也瘦了很多，但是我的皮肤却成了这样。大公主，你之前的体重基数过大，现在你虽然瘦了，但是你原先就被拉扯到那么大的皮肤，没办法恢复。那你的意思，本公主这一辈子就这样见人了？大公主，您稍安勿躁，方法还是有的。说，做割皮手术。好。大公主，做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而且麻药过后会很疼。减肥那么痛苦，本公主都坚持过来了，本公主还有什么好怕的？大公主，我有些不懂。厉国以肥为美，那是因为在厉国当家做主的是女人，长胖容易，减肥难。女人们不想减肥，所以才逐渐形成了以肥为美这一说法。唐思思，不知你可看清楚了，其实母皇并不胖。所以呢？本公主是母皇最喜爱的公主，但是母皇却迟迟不将储君之位给本公主，你可知道是为何？为何？母皇在等待某一个公主回到打破自身的舒适圈，因为只有战胜自己的人才有资格当厉国的储君。你们药国女人多为肥胖，肥胖者容易得病，而且还容易不孕不育。随着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好，
立国女人越来越胖，每年出生的孩子的确越来越少。所以为了整个立国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下去，减肥成了整个立国女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唐思思，本宫今日主动将这些信息告诉你，你可知道本公主的意思？知道。你可愿意帮助本公主？大公主，你也知道，我之前便是做生意的，我不会做对自身没有利益的事情。你开个价，10万两黄金，成交。大公主，你看何时有空，我好安排你的手术。尽快。大公主殿下，你且等我准备一下，3日后再来将军府准备手术。好。这么好看。唐大人，我们听说过你在药国的一些事情，你想要让男女平等，你会给身处绝境的人带去平等、自由与幸福。你现在来了立国，你会给我们带来这些吗？我答应了大公主，会帮助立国的女人减肥，更多的事情以后再说。唐大人，我们之前生活在立国皇宫，日子还算好过一些。如果你深入农苦家中，才能知道男人的苦。唐大人，我带你出去走走，你便知晓了。好。他坐上了马车，紫云台和白气驾马车，乐云霄和求生载他一左一右。唐大人，华城虽是立国的帝都，大多数地方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立国有一个地方却充满着贫穷与苦难，有很多富贵人家的男士便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在那个地方吃饱穿暖尚且成了问题，更别提其他问题了。他们的马车行了一会儿，突然停了下来。你们是何人？要去往何处？白气道。官爷，我们是将军府的人，只要举86节做点事情。你们可有将军府的令牌？官爷，我们出来的急，忘了带令牌。没有令牌，那便是虚假身份。你们给我去衙门里好好交代一下。几位官爷，我们确实从将军府出来的，若是官爷不信，可随我们一同去将军府辨辨真假。你是谁？我叫唐思思。唐思思，没听过。那正好，你们全部都给我们去衙门，我们要好好查一查你们的身份。几位官爷，你们当真是不知道我们几个？你们这几个人长得人模狗样，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去做什么勾当。立马给我去衙门，若是不听，我便动手了。为何在街上巡逻的不是捕快，而是女兵呢？这也是这几日才有的事情，不知华城发生了何事。还在废话什么啊？赶紧的！女兵一鞭子打在马儿身上，马儿受惊，快速往前跑了一截，马车失去了平衡，紫云台和白气都从马车上落了下来，马车飞快地朝前跑去，马儿朝着一个女孩冲了过去。唐思思眼看着马蹄就要踏到女孩身上了，终于一袭黑衣闪过，地上的女孩被抱起，她落到他的身边，一把抓住了马绳，马蹄跃起，马儿嘶叫一声，终是停了下来。雪白将小女孩放在地上。哥哥，你叫什么名字？雪白。哥哥，等我长大了，我要娶你。小屁孩，等你长大再说吧。姐姐，你可不许和我抢。小女孩的奶娘这才赶了过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不如去我们府上，让我们家夫人好好感谢你们。大娘，不用了，都是举手之劳而已。谢谢哥哥和姐姐。小女孩被奶娘牵着走远了，而围观唐思思和薛白的人却没有离开，而是越来越多。薛白脱下外袍披在唐思思的身上，然后抱着唐思思施展轻功离去。天哪，这个男人太不一般了！天哪，这女人太幸福了！薛白，你今日好像有些不太一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到他的脸边。他抓住他的手，别闹！你的面具歪了，我帮你整理一下。你真要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将脸露出来？那回去再看看。他足尖轻点，抱着他离开了众人的视线。两人到了将军府，正巧遇到了严红山与温思如一路。思思，你刚是与白气他们一同出去了，他们呢？严将军，麻烦你派人去寻寻他们。这样的4个美男与你一路，你都能将他们弄丢了。唐思思，你这样很容易娶不到夫君。我们在街上遇到女兵的纠缠，我侥幸逃了回来，他们应该还在那里。叶红山看了薛白一眼，你的人倒是聪明，每次只救你一人。叶红山说完这句话，他便领着温思如走了。你真的是薛白？主人，你今日质疑我多次了，主要是你今日行为怪异啊！薛白一把抓住唐思思的手腕，拉着她入了房间。房门虚掩，他握住她的手，附上了她的铁面具。若是你不信，可以摘掉我的面具。薛白的手微微用力，将他的手按在了他的面具上。他的手带着他的手，让他一点点揭下了他的面具。半张面目群非的脸出现在他面前，另外半张脸则是与楚寻尘一模一样。薛白，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假装是他。好。他一巴掌朝他扇过去，然后骂道：楚寻尘，你这个渣男，你婚内出轨，你对婚姻不忠，老娘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辜负过。老娘发誓，下次见面绝对打爆你的狗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他气势汹汹地说完，突然腹部传来一阵痛。主人，你怎么了？我肚子怎么这么痛？难道是吃坏东西了？快扶我去床边坐一坐。薛白一下子将他抱了起来，走到床边，将他轻轻放在床上。我不是让你扶我吗？你不是让我假装是他？他可不会这般。在你心中，他会如何做？我救过他的命，在面临生死面前，我都没有放弃过他，而他却一直在利用我。你即使这般想我，薛白，你若继续装作他，我真的怕我忍不住。忍不住什么？扇你。你真这么狠？薛白，你要再这样，我就要恼了。主人，是你要我假装做是他的。我现在不需要了。若是无事，我便出去了。好。薛白出去了。唐思思翻了一个身，打算躺着休息一会儿，却在他刚才躺的位置发现了血迹。他一咕噜爬了起来，
他这段时间太忙，他都忘了他还有姨妈这件事儿。他扳着手指算了算，从上一次来大姨妈到现在已经有接近3个月的时间了。难道是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赶路，所以内分泌失调了？他吓得连忙给自己把脉，但是这一脉，他的表情瞬间凝固在脸上。他竟然怀了他的孩子。他拿出他的小药箱，然后将打胎药拿了出来。他正去倒了一杯温水，准备送服。薛白进来了。薛白，你怎么又进来了？主人，你在吃药？我没有。只有你才有那种药。你生病了。你怎么又进来了？我突然想着，我还有一件事情忘记告诉你了。你说。严红山骗了你，他早就与温思如相识。我知道，你不必担心，我与严红山之间是惺惺相惜，又是相互利用。如今温思如在将军府上，我会找机会离开将军府。薛白这才注意到她裙子上的血迹。主人，你这人的眼睛往哪里看呢？我去给你找棉布。不需要，不是你想那回事儿。那是薛白，我发现你今天的话特别多，请你恢复你原本的样子好吗？这么好看，你怀孕了？你别瞎猜。你手中的药是打胎的，唐思思，你怎么可以这样？薛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原本以为你是最珍惜生命的人，他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既给了他生命，为何又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爹。我当他爹。薛白，你再说一遍。我说，孩子生下来，我当他的爹，我养他。你疯了？我没疯，我从小就没有家，也没有家人，我心中最渴望的不过是拥有一个正常家庭。你以为生孩子这么容易吗？主人，你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助你解决，我会照顾好你。主人，烦请你将他生下来。薛白，我现在真的怀疑你究竟把我当做主人，还是将楚寻琛当做你的主人。薛白的意思是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太子登基以后，他的身份被一人之上万人之下。楚寻琛这般对他，他难道就不打算报复他？对呀，他与他之间的恩恩怨怨可不能就这般算了。等他再将孩子养到5、6岁时，再带着孩子回到药国，让孩子与其他的孩子争家产，搞得他鸡犬不宁，那才大快人心。薛白，你说的对，我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听到他说这句话，他的表情才缓和了一些，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你去给我熬点鸽子汤补补，我再好好检查一番，开点安胎的药。好。他出去后径直往厨房走去，一袭黑衣的男子落在他面前，并且跪下。主人，药国那边传来消息了，我要当爹了啊！恭喜主人。主人，药国那边，我不想再听药国那边的消息。雪白已经回去了，有他在药国，他可以顶一段时间。主人，您是药国太子啊？思思怀孕了，刚才我进去的时候，他打算是堕胎药。如影没再说话，他向楚群琛磕了一个头，起身离开了。他提着弓箭去了严红山的后院，拉弓射箭，一气呵成，一只鸽子从天而降，他飞身而起，接住了翅膀受伤的鸽子。薛公子，这是好剑法，与你何干？一个再怎么无懈可击的人，喜欢一个人到了极致，便容易露出破绽。温公子留在主人身边，你的目的，主人或许不知道，但我却一清二楚。哦，薛公子不妨说说看。温公子表面上是柔弱书生，实则武艺超群，而现在留在主人身边的那4个男子，本就是温公子手下的高手。你们全部围绕在主人身边，不就是为了抓一个人？薛公子心里跟明镜一般，那么那个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陷阱。薛公子觉得那个人会来吗？温公子既然已经将陷阱做到这里了，想必便是料定他会来了。是啊，当初他对思思做的那般决绝，不过我却知道他的决绝啊都是假的。等到他将药国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了，便会立即赶来立国。你说，当药国的太子都被立国抓获，药国皇帝会用几座城池来换这位储君的性命呢？其实药国无论换与不换都是失败的。若药国换了，药国民心大乱，国力衰退，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候。若药国不换，药国的储君都死了，药国人心惶惶，皇宫一片大乱，也是大举进攻的好时候。薛公子不愧是影子库最出色的影子，你分析得很到位。主人，你听清了吗？他刚说完这句话，唐思思便从假山里出来。温思如，你一直在骗我。雪白，温公子，我们之间彼此而已。思思，我……温思如，事到如今，你还是不肯对我说实话。从你口中说出来的话，究竟几句是假，几句是真？你说你在刘家村救了楚寻琛，真相真的是这样？思思，我喜欢你是真的。温思如，我再也不会信你。唐思思的话音刚落，严红山便带着一群府兵过来，府兵手中拿着刀，将他们团团围住。严红山，你这是要与我兵刃相见？思思，我是想让你在将军府多留几日。哼，严将军将我强留在将军府，让我与温公子待在同一个地方，你的心思我略知一二。我与严将军朋友一场，有几句忠言，还是要提醒严将军一下。女人一再的委曲求全，得不来男人的感激，只会得到他们的变本加厉。温思如的身份，除了立国几个大家族知道之外，其余人并不知情。温思如曾经对他讲过他的理想，他不知道他所说的理想是真是假，但是要实现这些理想，必定要成为95之尊才行。说白了，温思如在与大公主争储君之位。思思，你在立国并无亲人，你就住在将军府，我每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有何不好？不好。
主人手不好，那边谁都拦不住。楚群琛这句话说罢，大公主带着公主府的府兵来了将军府。大公主戴着斗篷，她的身边站着苏兰仓。严将军，唐大人是我们立国尊贵的客人，你怎肯这般待客？公主殿下，思思铁了心要走，我怕她出去遇到危险，想要将她留在将军府。今日本公主既然来了，正巧本公主找唐大人也有些事情，便将唐大人带走了。公主府内有本公主专门从药国找来的丫鬟，他们定是能将唐大人伺候的习惯。公主殿下，是女皇让思思住将军府的，本公主自是请示过母后，这才来接唐大人。思思、白起他们4人都是女皇殿下赐给你的，你虽去了公主府，但也要将他们带上。多谢严将军提醒。唐思思正打算回去收拾东西，想不到秋霜冬梅2人已经提着包袱过来了。大小姐，我们都将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她睁大了眼睛，原来大公主所说在药国找的丫鬟，原来是找来了秋霜冬梅。大公主对她这般花心思，看来她是铁了心要拉拢她了。唐大人，外面已经备好了马车。好，多谢。去了公主府，便好好准备手术。是。他上了马车，他原本以为秋霜冬梅会随着他一同进入马车，但是他没有想到与他同坐马车的竟然是薛白。他虽有千万个疑问，但是马车上不是说话的地方。等到2人到了公主府，入了大公主为他安排的院子之后，他才对他道：“你来我房中。”他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进门之后，他将房门关上，脱衣服。这么好看，他不问缘由，直接上手，将自己的衣服一层层剥下，直到他赤着上身。他看着他身上的一道道的伤痕，他的眼眶有些发热了。你为何来了？我不来，你还打算剁了我们的孩子？你是药国的太子，你。他一下子搂过他，吻住了他的唇。他又如何不知他是药国的太子？他孤身来到厉国，若被厉国人擒获，那便是整个药国的灾难。但是他一听到厉国女皇赐了他几个男人，一听说温思如在他身边，他就受不了了。幸亏他来了。见血是此刻还好？我为自己检查过，并无大问题。或许这段时间太累了，而且我吃了安胎的药，没事的。你多休息，若有事情吩咐我去做就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可你是药国的太子，我也是你的夫君。你不去找你青梅竹马的优越公主了？思思，你还好意思说我是为了你才与优越惺惺作态？你该如何补偿我？他说着，又将头埋到了他的脖颈间。几个月不见，他太想他了。他感知到他已经有了欲望，便连忙推开他。你别和我来这些。思思，让我抱一会儿，吻一会儿。站着挺累的，不如你还是放开我，我去坐着吧。他的话还没说完，他便将他抱到了床上。他闭着眼抱着他，躺在他身边。他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来见他，千里马被他跑死了3匹。他们走了1个多月的路程。他更是日夜兼程，7日便到了。他最累的时候可以坐在马背上睡着。不过终于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人了。那日在刘家村究竟发生了何事？那日我意识不清，半昏半睡，但我却看见有人举刀向我。一惊，醒了过来，看见那举刀之人正是楚人云。我原本以为他要杀我，可那刀在靠近我尸体的时候，却转了方向，变成割断了我身上的绳子。我知道着火了，但是楚人云并未带我离开，而是只身离开。楚人云仓皇离开的原因肯定不止起火，于是将枕头放在我刚才躺的位置，并且在上面盖了被子。我躲好之后，看见温思如来了。温思如朝着那个位置砍了一刀，再然后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你故意和幽月亲近气我，让我选择与云鸿山一起离开药国，可是为了将雨儿救出来。将军府内人人安全，只是父皇的脾气越发阴晴不定。这么好宣琛，皇上所犯之病乃是精神上的疾病，我是在这方面并无研究，我也尝试着收集关于这方面的古医书，但并无收获。我知道，思思，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与我写了休书，你这样与我断绝关系，并且与其他男人在一起。你若真的辜负了我，你便不是值得我爱的男人。我不会为一个不值得我爱的男人伤心，相反，我要活得精彩十足，我要让辜负我的人后悔。若有男人敢接近你，我阉了他，看哪个男人还敢要你。你敢？他一口咬在他的嘴唇上，他口齿不清地说道：你看我敢不敢？又是一个缠绵的吻，不过这个吻还没结束，便响起了敲门声。你躺着便是。楚群琛打开门，见敲门之人正是白气。白气端着一盆热水。薛公子，还请你让一让。不知白公子深夜造访，有何贵干呢？本公子是女皇殿下赐给唐大人的，本公子当然是来给唐大人洗脚的，我自会照顾唐大人。白公子，请回吧。楚群琛直接抓住铜盆，强行夺了过来。楚群琛咣当一声将房门关上了。白公子，你回去对那其他3人讲，唐大人只要我一个男人，你们以后不必来献殷勤了，回吧。他将铜盆放在床边。你还笑？这感觉怎么样啊？很不爽，想直接砍了他。他顺势坐了起来，正打算自己洗脚。楚群琛为他褪去袜子，帮他洗着。以后他们若是谁再想来靠近你，我便将他们直接扔出去。他毫不掩饰地笑着。怎么，只准你们男人3妻4妾，就不许我们女人多娶几个夫君喽？荒谬！那你说说，如何才不荒谬？父皇后宫并未有3000佳丽，但嫔妃之间勾心斗角，几个嫔妃之间的斗争演变成为几个家族之间的斗争。原本父皇可以下了朝便回去休息，可是现在无论他去到哪里，嫔妃都会在他耳边软言细语，说着其他嫔妃的坏话。所以呢，女人这么麻烦，有你一人已经够我麻烦的了，何必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若是皇上没有废了你，你便是药国未来的国君。
你要为皇家开枝散叶，多生几个儿子，再从这些儿子中选最聪明的那一个当你的储君。楚群臣已经将唐思思的脚洗好了，用锦帕擦拭了一下，将她的脚放回床上，替她盖好被子。思思，你是对我们的孩子没有信心？我可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我对我的基因嘛还是很自信的。唐思思总是会说一些她听不懂的话，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唐思思还在她身边就好。有你一人足矣。他说完这句话，便躺在她身边睡着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次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唐思思用手遮了遮眼，却发现床上只有她一人。唐思思快速下床，刚走了2步，房门咯吱一声被打开了。她睁大了眼睛，看着楚群琛端着一碗食物过来。你昨日说你想吃鸽子，但昨日我们来到公主府之时已经太晚了，你若那时吃，不易消食。什么时候起，你也成为养生大师了？不过是现学现卖而已。然后给她盛了一碗鸽子汤，舀了一勺，在嘴边吹吹，送到她的嘴边。这是你第一次煮东西给我吃。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告诉我。都说怀孕以后的女人嘴巴会冰雕，那还请娘子多多指导。那我以后就多多指导你。不过当务之急还有一件事儿需要你替我办。娘子请讲。我呢答应了立国女皇，要带动立国民众全员减肥。经过我与你在花城大街之事，若我们再多出勤几次，便可以成为全民偶像之类的人。我现在是不方便抛头露面了，必由你去花城多露几次面，让那千万姑娘将你视作梦中情郎。别的姑娘都害怕自家男人在外有个3妻4妾的，你倒好，你这是生怕自家夫君缺女人啊。哎呀，好夫君，就答应我嘛。这种事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他一下子抱住楚群琛的头，主动吻了他。你熬的鸽子汤味怎么样啊？甚是不错啊。当楚群琛从唐思思房中离开的时候，他一直是面含微笑的。楚群琛看见如影，他便收起了他的笑。何事？主人，宫里传来消息，皇上的情况不容乐观，还请主子立即回宫。是谁传回的消息？雪白，如影，你去回信，1月内我必回。是，主人。如影出去之后，楚群琛没过多久便也出了门。楚群琛记着唐思思交给他的任务，他要去花城的大街上多露几次脸。唐思思的院子内，来，一起来啊，一起唱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唐思思一边唱着当年炙手可热的歌，一边手舞足蹈地指挥着他们的动作。虽是严冬，但秋霜冬梅二人身着单衣也不觉得冷，他们甚至跳得有些热。注意啊，第二首了，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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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霜和冬梅连续跳了10来首，他们的额头都有了汗珠，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却是兴奋的。大小姐，你还教我们新的舞蹈吗？暂时就这些了，你选几个好看点的姑娘，明儿一起去花城大街上跳一跳。好，这么好看。秋霜冬梅答应的干脆，可是他们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公主府内的姑娘除了他们，便是拿着兵器守卫公主府安全的府兵。这位姑娘，你能与我们一起去花城大街上跳舞吗？跳舞？那不是男子用来取悦女子的吗？你这是在羞辱我。姑娘，我没有羞辱你，跳舞可以让立国的民众在快乐中不知不觉瘦下去。快走，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此时苏兰苍走了过来。这位姑娘，还请你行个方便。苏公子，我们也想帮忙，可是我们去大街上跳了舞，以后这公主府就抬不起头来了。姑娘严重了。秋霜冬梅2位姑娘跳舞之时呢，我在旁边观看了一下，她们舞姿优美，动感十足。若是姑娘能加入，姑娘也是美的，美是大家所追求的，而不是被大家嘲笑的呀。苏公子觉得女子舞起来很美。姑娘身材苗条，舞起来一定很美。苏公子，你真的觉得我很美？苏公子，我还可以说服我的姐妹们一起去跳舞，事成之后，还请苏公子也答应我们一个要求。姑娘，但说无妨。苏公子，请我们几个姐妹一起吃顿酒。好啊。此事已办好，二人去了灶房。灶房内，唐思思和楚群琛正在做饭。薛公子，这是杂事，还是让奴婢们来吧。秋霜，我交代的事情你们办得如何了？他们答应了。从明日开始呢，你负责教他们跳会所有舞蹈。冬梅呢，则负责让白七他们将这些曲子全部弹会。这般他们也没有那个闲工夫来监视他了。是大小姐，大小姐，那我们先下去了。秋霜冬梅离开之后，唐思思对楚群琛道：“这2个丫头肯定以为我将薛白当做了你。那你可曾将薛白当做过我？你呢，与薛白是完全2个不同的人，我如何会将他当做你？”他碰了他的鼻尖一下，给他鼻尖上点了一个小白点。他张嘴就要去咬他的手指。唐思思，你是狗吗？横刀策马的战神，你受那么多伤都不吭一声，还怕这点小疼？他一口咬在他的唇边。疼不疼？唐思思咯咯笑着搂住了他的脖子，他好像无时无刻都想与他粘在一起，无时无刻都想牵着他的手。完了，他彻底沦陷了。思思，以后无人的时候呢，你叫我老婆，我叫你老公。那是什么意思？和夫君与娘子的意思一样，不过是我们那边的叫法。老婆，老公，这么好看，点个将军吧。温思如房中，尹红山看着温思如脚边散落的酒坛子。温公子，你为何这般作践自己？何来作践于说？我从小就渴望能被母皇接回宫，能被母皇疼爱，就像母皇的其他孩子一样。后来母皇
将我接回来，但是他却依旧冷落我，因为我对母皇来说是耻辱。温公子，女皇殿下也有自己的苦衷，我相信终有一天，女皇殿下会在文武百官面前承认你的身份。不会，塔思思已经去了公主府，若是塔思思让立国民众减重成功，母皇便会以为这一切的功劳都是大公主的。大公主与我自小就有过节，若她成了储君，立国便再没了我的容身之地。温公子，你可以嫁给我，你若嫁给我，只要你声令下，我薛家兵马任你差遣，以后我薛家就是你的靠山，谁都不敢欺负你。你可知我最不喜用这样的方式。温公子，其余公主皇子他们皆有父家为他们撑腰，而你只有一人，我薛家也算是立国的3大家族之一，你嫁给我，我不会亏待你，我只会娶你一个男人。严将军，思如何德何能？温公子，第一次见你，我便心悦于你，出卖色相，这是他最看不起的方式，也是他最不屑的方式。可事到如今，他需要薛家的帮助，他爱唐思思，可是他也知道真相的唐思思绝对不可能再喜欢他，与其等着一个毫无可能的人，不如现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严将军真心悦我。可我出身低微，就算严将军同意，严老将军以及严家的其他长老也不会愿意的。温公子，你放心，我娘最疼我了，只要我去求情，我娘一定会答应我们之间的婚事。既然严将军对我一片真心，思如必不辜负严将军的真心。温公子，你等我，我这就去找我娘。严红山离开了将军府，他驾马朝着严老将军的军营赶去。这么好看，从花城到严老将军的军营，就算骑快马也需5天，而他几乎不休息，用了3天时间赶到。娘，红山，你回来了。哎呦，你又瘦了又黑了。红山，你让为娘说的你什么好？娘还听说你走之后，你府中那些男人全跑了。娘，我们不说这些事情。怎么能不说？你说你都快30的人了，30而立，你现在一个夫君都没有，你一个子嗣都没有，难道你想我们严家要在你这一代绝了？娘，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女儿今日来就是为了我们严家的后代来的。红山，你快来给娘好好说说，你又看上哪家的公子？娘答应你，无论有什么手段，都将那公子给你弄到手。不过你也得答应娘，1年之后必须让娘抱出一个大胖孙女。娘，我答应你。你说是哪家的公子？是温思如，温公子。红山，就算你要的男人是5皇子温玉，娘也厚着脸皮去求女皇殿下赐婚。可是温思如不行。娘，为何不行？红山这辈子只爱温思如。红山，你好好想想，温思如为何要嫁给你？娘，我不在乎，我只要能与她成婚便可。难道整个严家的安全和发展还抵不上一个温思如？娘，不是这样的。温思如知县，路人皆知，你若娶了她，你可知往后的日子有多难？她想要与大公主一较高下，想要成为立国未来的皇。若她成功了，她所要推行人人平等，想要达到幸福和平，想要推翻立国原本的封建制度，那么作为她的妻子，她也是立国旧制度的一部分，她是否会连她一起推翻？若她失败了，那她作为她的妻子一定会被株连。娘，我都知道，那你还敢娶她？娘，女儿相信在严家的帮助下，她定能成功。那她成功之后，你可想过你的处境？她若成功，她或许会与我和离。尽管如此，女儿也要娶她，这是为何呀？女儿爱他，女儿愿倾尽所有为他提供一个避风港，让他能够衣食无忧。女儿愿不留余地助他完成他的梦想。爱，呵呵，绝不可能。若娘不答应，女儿就长跪不起。那你便跪着吧。严无双拂袖离开，严红山一人跪在军帐之中。温思如本在房中休息，一把利剑破窗而入，直射温思如的面门。温思如身体往后滑去，侧身躲过了利剑。严无双一脚踢开了房门，身穿一身铠甲出现在他面前。温大人，别来无恙啊！严老将军，好久不见。温大人，想必你也知道老身此行的目的。红山去向严老将军表达了他的意思，严老将军不同意，于是问责来了。你知道便好，老身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老身希望温大人能够放过她，也放过我们严家。严老将军，若你助我拿到我想要的，我必保严家成为立国的第1大家族。老身对女皇忠心耿耿，对立国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做出背叛女皇、背叛立国的事情。思如同样也不会背叛母皇，背叛立国。男人就应该在家相妻教子，你不安现状，必也是背叛了女皇。老身望温大人离开红山，不要再与红山有任何交集。严老将军，您出军营是得了母皇大人的恩准，能为女皇分忧是本将军分内的事儿。提醒你，让你快些离开将军府，离开红山。这般说来，严老将军便是私自出军营了。严老将军是朝中老臣了，想必比我更知道私出军营是个什么罪状。若是温大人想去女皇面前告状，那便去，别在这里磨磨唧唧的。严老将军在母皇眼中一直是清洁廉明、无私奉献之人呢。温大人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前年东北干旱，严老将军接到皇命，率1万士兵带3万斤粮草与10万救灾银前去抗旱。后来严老将军抗灾成功，得了母皇重赏，能为女皇分忧是本将军分内的事儿。对呀，严老将军做得很好。严老将军一向是严于律己的人，但是在那场抗旱活动中，却出了一件特别不好的事儿。你在威胁本将军？严老将军，我想与您成为一条船上的人，我又怎么会威胁您呢？不过若严老将军不想与思如为伍，思如只有将那件事说出了，到那个时候严家就会毁在严老将军的手中。你如何知道那些事情？严老将军，思如的身后没有任何人的支持，却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这么好看，为何是红山？严家在立国的地位不言而喻，不选他又选谁呢？温思如，老身问你，你可会对红山好？严老将军，只要红山能与我在一起，于他而言便是最幸福的事情。温思如，老身告诉你，就算你将老身的事情捅出去，老身也绝对会用女儿的终身幸福冒险。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尹无山说完这句话，他转身离开了温思如的房间。尹无双又快马加鞭回了军营。他到军营之后，已经离叶红山来军营找他过去了7天时间。他刚到军营外，副将便急忙跑来：“将军，你可算回来了！军营中发生何事？也不知温大人给红山灌了什么迷魂汤，只要将军不答应他们的婚事，他便长跪不起，而且还1粒米都不吃，一口水都不喝。红山在哪里？3天前病就晕倒，现在正在您军帐之中休息。但是他醒来之后，知道您还是没有答应，现在更是连药都不肯喝。”两人说话之间，叶无双已经到了军帐之中。叶红山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他脸色苍白，嘴唇龟裂。叶无双看见叶红山这个样子，他的心在滴血。红山，喝药。娘，关于思如的事情，等你喝了药，我们再讨论此事。娘，你若不答应，女儿就不吃药。红山，你可知娘这几日不在军营之中，是有什么事儿出去了？他点了点头。那你还……娘，这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会好好走完，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严家。叶无双看着叶红山这个模样，最终心痛压过了愤怒。你不要再说了，你好好养身体吧。娘，等你好了之后，便进宫面见女皇殿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唐思思身穿手术服，一切准备就绪。大公主，由于您切除的皮肤较多，为了防止感染，降低手术风险，我将对您进行3次手术，历时1年。第一个手术只切除你脸部多余的皮肤。开始吧。大公主说着，她闭上了眼睛。因为麻药的功效已经开始了，等他一觉醒来，这个手术也就做完了。其实割皮手术完全没有必要分3个阶段，以他的技术，最多2次便可以全部完成。他之所以要拉长战线，其实就是为了保全自身安全。次日，公主府内送来了叶红山的喜帖。思思，你怎么看这种事情？当然去现场看。那本公主到时候脸上的纱布可否拆了？拆了。他们成婚之时，本公主与你一同去往将军府为他祝贺。好的，退下吧。是。花城小树帘中，如影再一次跪到楚君臣面前。主人，洛城那边回话了，皇上病重，若您还不回去，就是不孝了。父皇回的信是甄贵妃的信。如影知道自是体大，所以他再将此信抄了一份，让秋霜带给唐思思。小姐，尹大人给你的信中说了什么？没说什么。秋霜，你下去，让我好好静静。是，小姐。秋霜出去之后没多久，楚君臣便回来了。我已经替你收拾好了，今夜你便走吧。如影通知你了。你别怪他，我很庆幸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我。你回去之后呢，大可放心，我不会娶厉国的任何男人。老婆，我在厉国养胎期间会寻找治疗皇上的方法，若是提前找到方法，便会提前回来。你若想我，可以给我写信，传递信件的所有人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你大可放心。我已经在暗中留了100死位保护你的安全。我都记下了。他说完这句话，主动吻上了楚君臣的唇。今夜一别，不知这怀抱多久可以抱到，可是怎么都不够，拥抱不够，亲吻不够。唐思思抱着楚君臣从天亮到天黑，如影早已经等在门外。他等了又等，最终还是敲了门。主人，滚！他将头埋在唐思思的脖颈间，委屈地说道：老婆，你我2人虽早已结为夫妻，但我仍觉得自己是个没开荤的和尚。老婆，等你生了孩子之后，我们……好。楚君臣再次拥住亲吻着唐思思，最后在2人都快要窒息的时候，他将她公主抱着放到了床上。睡吧。这么好看。楚君臣走了之后，唐思思一下子坐了起来。秋霜冬梅，2人连忙进去了。大小姐有何吩咐？准备笔墨纸砚。是。他们2人准备了笔墨纸砚，唐思思开始写信。秋霜，让他们用最快最安全的速度传出去。是。冬梅，你去请苏公子来我房中。很快苏兰仓来了，他拿出楚君臣给他的勺子。苏公子，你拿着这个勺子走到掩蔽的地方吹响它，然后聚集所有听到哨响向你靠近的人，约定所有人15日之后在城东的小树林见面。是。
注意，一定要小心谨慎。行走之时，注意身后是否跟了小尾巴。请唐姑娘放心。苏兰苍领了任务，便离开了他的房间。这一日也是大公主脸上纱布拆开之日。唐思思洗漱过后，来到大公主房中。思思拜见大公主。免礼。思思有一事请求大公主。讲。思思本就是乡野丫头，过不惯富贵府邸里的生活，还望大公主开恩，让思思重新购买一栋宅子，单独生活。思思啊，你刚到立国，还未开始做生意，你如何有银子单独购买宅院？不如就在大公主府内再住一段时间吧。大公主，这是思思思考良久做出的决定，还请大公主成全。今儿恐怕她不成全，她脸上的纱布就拆不了了。况且她还需要在唐思思这里做2次割皮手术，拒绝不得。既然你就思考良久了，那么本公主远了。只不过你得时常来看望本公主。多谢大公主，思思一定会和大公主一起去参加某些活动。唐思思说完这些，她便开始动手拆大公主的脸上纱布。等到纱布全部拆完，她闭着眼睛，不敢看铜镜里的自己。大公主，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很美。真的吗？现在的您和女皇殿下有7、8分的神似。本公主要穿上最美的衣服，梳最时下的发髻，进宫去拜见母皇殿下。这么好在苏兰苍的带领下，唐思思来到花城近郊的一处宅院。这是薛公子为你准备的住所。想不到薛公子竟然在立国建了这样一个宅院。薛家的生意做得很大，薛家商号在3国内都有生意往来，且都有这样的宅院。这宅院主要是用来存储重要的货物和存放金子的。唐姑娘，这是薛公子给您的回信。他快速拆开了信封，他在信中写道：若他急需用银子，并用薛家地下通道1号进货的金子，并且告诉他取金子的方法。唐思思看完这封信，信上的内容全部消失了。唐姑娘不必惊讶，这是薛家专门制造的墨，只要这墨在空气中停留一会儿，便会全部消失。苏公子，这段时间你也累了，你早些休息。次日一早，唐思思起床洗漱之后，便悠闲地吃早饭。吃完之后，唐思思便出门了。你要去何处？去院子里种种花，养养草，喂喂鱼。他一边喂鱼，脑子里想的却是情报网的事情。他想要情报网更系统、更完善，那么就应该使用情报网像蜘蛛网一样向外辐射，而蜘蛛网的中心自然就是花城。下午之时，他在院中给花草浇水，然后便到了晚上，夜晚吃了晚膳，再去与秋霜冬梅聊聊天，就沉沉睡去了。大公主听着探子来报的这些内容，你可看清楚了？回公主殿下的话，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去继续盯着。是。我是多久没出去走走了？距离他离开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孩子已经有6个月了。大小姐，已是开春，墨山寺的桃花开了，我们一起去赏桃花吧。秋霜冬梅，此事你们来安排吧。在这期间，楚寻琛每周便会给他写一封信，但是书信的往来哪能解相思苦呢？他的天网在薛雨玉的帮助下已经迅速发展。他虽远在立国，但他也知道一些要国的情况。皇上更加阴晴不定，国家政事基本上由楚寻琛代为管理，就连早朝也是楚寻琛代替他去。几日后，秋霜冬梅已经准备好去墨山寺。到墨山寺之后，他便有些乏了，给菩萨上了香之后，便到了斋房休息了。这么好看。是夜，秋霜冬梅守在门外，一个蒙面人拿着刀往床边走去。当他走到床边，便举起刀朝着被子里的人砍去。一瞬间，棉花飘起，被子里的人举刀挡了回来。当苏兰苍从床上跳下来的时候，蒙面人很明显的愣了一下，随后蒙面人便朝着窗户边跑去。苏兰苍将刀扔了过去，刀柄打在蒙面人身上，将他击倒在地。苏兰苍一把扯了蒙面人的面罩，是个女人。唐思思穿着宽大的睡袍走了出来。你是谁派来的？呸！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杀你？你倒是想得挺美。嗖的一声，一支羽箭从窗户射入，直接插在女人的胸口，女人当场毙命。大小姐，这什么情况啊？唐姑娘，那人逃得太快，消失了。不怪你，回房休息吧。苏兰苍却没有动。如今这种情况，他怎么再敢回房休息？他们计划失败，不会再来一次。唐姑娘，你知道他是谁？公主府。今夜野老将军派人去刺杀唐思思，但是被唐思思身边的苏兰苍苏公子活抓。在唐思思审讯黑衣人的时候，黑衣人被窗外飞箭射杀了。苏兰苍真是一个1等1的高手，没将他弄到身边来，倒是本公主的一大损失。不过本公主也真是没想到，本公主那位皇兄真的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呢，还是说他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属下不知，你若知道，那就奇了怪了。唐思思的体态如何？一切正常。让他们继续仔细盯着，每日向我汇报他的行程。是。是夜，一辆马车在夜色中缓缓而来。大小姐，你真要回去？墨山寺内，由秋霜假扮成他。秋霜脸上戴了人皮面具，他身边有苏兰苍守着，他倒是很放心。冬梅，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苏公子他们也会保护好你们的安全。马车停了下来，从里面下了一个人。思思，云玉，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正巧要过来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于是便来了。薛公子，你要照顾好小姐。冬梅姑娘，请你放心。马车行慢些，我家小姐身子不便，受不得颠簸。思思，你……颜玉，我怀了孩子了。谁的？楚寻琛。他的手在宽大的袖子中握紧了拳头。我们之间……
别怕，孩子生下来薛家可以养，若你不嫌弃，我可以对外宣布这是我的孩子。等孩子出生以后，我就带着孩子来认干爹。已是深夜，唐思思上了马车没多久，便沉沉睡去了。薛元玉替她盖好被子，起身钻出马车。她走到车夫的位置，与薛子怡一起坐着。这么好看，唐思思原本睡着了，但是她突然腹痛难忍。绿梦，她感觉下身是顺的，她伸手一摸，竟然摸到了血和羊水混合物。太子妃，你这是如何了？快去请产婆！好。绿梦林应了2声之后，便快速朝外跑去。皇上有令，太子妃被妖孽附体，应该立即诛杀。秋霜冬梅在外面拦着他们。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太子妃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她怎么可能是妖孽？是太子亲口承认的，太子妃会妖术，她就是被妖孽上身。你们胡说！是否胡说？我等去将太子妃带出来，让她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就可以了。当士兵将秋霜冬梅拉开，他们推开门之后，却没有看见唐思思。不过他们在床上看到了一滩血迹。太子妃，你们将太子妃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四处找找，今日一定要将她找出来。可是他们翻遍了东宫，也没能将她找出来。没一会儿，绿梦带着产婆慌慌忙忙地跑来了。两位姐姐，你们将热水烧好了吗？烧什么热水？太子妃要生了，她让我去请产婆。冬梅，我们分头行动，一些人去找太子妃，一些人去找太子。雾泽宫，甄贵妃急得满头大汗。她听闻楚群琛被坚以罗卫给困住了，而喜公公带着皇上的圣旨去了东宫。现在东宫之中只有唐思思一人，她怀着孩子已经8个多月了，她快要生了。此时她万万受不得刺激。皇上驾到！真儿，她许久没有来见过她，也好些年没有叫过她真儿。她今日这般是为何故？皇上，求你放了雪儿和思思。真儿为何不叫朕三郎了？皇上，雪儿年轻气盛，她有时做事的确请考虑了。若是雪儿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臣妾愿意代替她受罚。朕还未用膳呢。臣妾立即吩咐宫女去做。朕想吃你亲手做的。臣妾这就去做。甄贵妃擦干了眼泪，往厨房去了。皇上则是在她房中等着她。当甄贵妃将红烧鱼端到皇上面前之时，皇上已经撑在桌子上睡着了。甄贵妃不敢叫他，只有在他旁边静静等待。房间里只有他们2人。突然，他的心一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将手伸到他的鼻子下面，他的手却被他一把抓住。做好了。皇上，臣妾做的久了一点，让皇上久等了，还请皇上恕罪。他没有放开他的手，却是拉着他坐在他旁边。一起吃。臣妾吃过了，臣妾不饿。皇上，真儿现在都不愿意陪朕吃一顿饭了。不是，是臣妾真的。真儿啊，你知道朕最喜欢你什么吗？臣妾不吃。因为你真实。朕虽然为95之尊，但是所听所闻皆为虚假，只有你会对朕表达你最真实的情绪。皇上，臣妾。他现在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要知道楚玄琛现在怎么样了，唐思思究竟在哪里。皇上，求求你放了雪儿吧。好。甄贵妃欣喜若狂，她站起来便要往门边走，而喜公公却拦住了她。珍妃娘娘，皇上还等着你陪他用膳呢。让他去吧。而甄贵妃便毫不犹豫地朝着泽恩殿跑去了。皇上挥了挥手，示意她退下。甄贵妃飞速朝着泽恩殿跑着。当她跑到泽恩殿前，看见被金以罗卫困住的楚玄琛，皇上已经下令放了太子，你们全部退下。母妃，思思可还好？雪儿，思思她失踪了。思思好端端的，为何不见了？她被皇上带走了。太子，您现在不能离开泽恩殿。楚玄琛一下子震开了金以罗卫。就在这一瞬间，钟声响了起来。甄贵妃听着这钟声，她整个人都傻了。楚玄琛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所有金翼龙卫朝着钟声传来的方向跪了下去。一个小太监快速跑了过来，他哭着跪在甄贵妃面前：“贵妃娘娘，皇上驾崩了！你这奴才真是好大的胆子！贵妃娘娘依照皇上的意愿，他希望由您来替他操办身后之事。现在皇上还在雾泽宫等着您呢。雪儿，随娘一起回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甄贵妃快速跑到了雾泽宫，皇上还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是他做的红烧鱼，他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是在微笑。三郎，贵妃娘娘，皇上说对儒之心未曾变过，但身在皇位无可奈何。三郎，父皇为何要如此？其实皇上并不是因为谁而死，而是他已经大限将至。此事您去问太子妃殿下，他自会给您一个解释。事后意思，奴才带您去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您便什么都知道了。太和宫，唐思思正在和一个老者下棋，而这老者正是郑祥皇帝。奴才参见太上皇，参见太子妃娘娘。唐思思回头一看，正好看见楚寻琛一脸怒气地站在那里。皇上一直觉得红颜祸水，只要有他在，楚寻琛就会有软肋，所以他们的孩子必须留在宫中，而唐思思必须死。此事你也知晓。
思思，你是个好女孩，你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不与我那孙儿在一起，便是最好的。为什么？若你要问，那就是你不该爱上一个皇室之人呐。皇上也爱得隐忍，世人皆以为他最爱之人是秦皇后，殊不知他最爱之人其实是珍贵妃。他之前的确最爱秦皇后，可是他知道秦皇后不喜欢他，并且已经与哥哥有了孩子之后，他便不喜欢他了。他最爱之人变成了真实对他的珍贵妃，可是他要忍着这份爱，让人错以为他最爱秦皇后，所以这些年珍贵妃过得安然无恙。而他之所以要立秦皇后为后，是因为他想为哥哥留下最后一丝血脉，他想要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这么好看，思思，你老实告诉我，父皇的死真的与你相关？那一次，唐思思为皇上做了更详细的检查，而检查结果，皇上患的是脑癌晚期，无法治疗了。而皇上为了避免疼痛，向他讨了止疼药和安眠药，能在他生产之后便立即死，他定是用了给他的止疼药和安眠药有关。皇上临终口谕，太子妃明知朕身体欠安，却不积极治疗，皇陵陪葬。好你个阉人，你这是受了谁的蛊惑，竟敢假传皇上口谕？太子，奴才刚才所说。他还未说完，楚群琛的刀锋一转，喜公公已经倒地了。本宫今日倒是要看看，谁还敢妄言太子妃！各侍卫听令，现在立即进入太和宫，搜查皇孙的下落，若有抵抗不从者，直接斩杀。唐思思随着几个死卫一同去找，最后他在一个角落内找到了保温箱里的婴儿。太子妃，赎下来吧。还是我？他的话还未说完，楚群琛便将他横抱起来。若有会将孩子安全送到东宫。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将军府，大人你真坏！一长相阴柔、身材娇小的男子醉卧在美人怀里。不知某大人这次是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文大人，你可真是有福气啊，娶了这样一位美娇娘啊！你这男子说话别说话，这么妖娆作甚？文大人，不如你将夫人借给我几天？叶红山真的忍不住了，直接给了某不祥一耳光。某大人，立国女子就是这般血性，还请不要介意。早有耳闻，早有耳闻呢。不过刚才某大人所提议之事倒是可行。温思如，我可是你的夫人。无妨。他一掌劈碎了旁边的矮桌，对着某不祥周围的几个美人吼道：“看什么看，都滚！”叶红山说完便愤然离去了。某大人，聊正事吧。温大人，现在药国的皇帝已经不在了，若是刘国和厉国一起派兵出征攻打药国，那么药国能派出的抵抗我们的人便只有唐延松和楚群琛，他们的软肋都是唐思思。我说过不能动的，可是我已经动了呀。你做了什么？没什么，也就是造了一个与她有着7、8分相似的女人而已，再加上特制的香掩盖一下，便可以以假乱真了。薛府，公子，公子。薛元玉并未回应他，他一下子将房门撞开，却看见薛元玉躺在血泊之中。公子，公子。他将薛元玉抱起的时候，看见了他腹部插了一把匕首。我受伤的事，别说出去。公子，属下这就去给你请大夫。不要去。公子，公子，我带你去找唐姑娘，唐姑娘一定会救你。东宫，太子妃，这是那边送过来最新消息。唐思思快速打开了七巧玲珑阁，她看见了里面的内容，手一颤，纸条竟是直接落在地上。绿梦，你安排一下，我要马上离开。太子妃，您现在在坐月子，您若是出去受了风寒，奴婢就算有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绿梦，你听着，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去一趟，你立即去给我安排马车，若是慢了，我才真要砍了你的脑袋。宝宝，有人竟敢冒用你娘的身份去伤害你的薛叔叔，娘一定会将此事调查清楚。这么好看，薛子毅在门口接应他。唐姑娘，里边请。唐思思在薛子毅的带领下到了薛玉玉的房间，她简单的查看了一下薛玉玉的伤口。子毅，你出去吧，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介入。唐姑娘，公子他……我来了，你便放心。薛子毅听到唐思思这般说，他的心便安了一大半了。他不敢打扰唐思思治疗，便快速出去将门关上了。唐思思换了衣服，他走出房间。唐姑娘，公子如何了？放心，子毅，我希望你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一字不漏地说给我听。唐姑娘，我知道此事与你无关，但就是有人想要诬陷你。是一个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做的。薛子毅点了点头，此人我见过。唐姑娘，你竟然见过他？他害得我早产。这……放心，孩子没事儿。子毅，你是自己人，有些事情我便对你说了。那个与我长得相似之人，便是刘国制造出来的。他们通过在人脸上动刀子，使得人的五官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技术还不成熟，所以他们造出来的人会有缺陷。他们需要随身携带一种香，用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缺陷。那种缺陷用香就能掩盖啊？直白的说，那种香会使闻到的人视觉和听觉变得不灵敏。这袋子中呢，装的正是提神醒脑的药粉。你找一些绣娘装些荷包，再将这药粉装在里面。若是那个与我相似的人再出现，请将他活捉。唐姑娘，只要你一句话，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我们便怎么配合你。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元玉，让他快些好起来。好。
对了，这香囊做好之后，给李乾坤大人也送去几个，让他随身携带在身上。是。唐思思交代完这些，便离开了。这么好看。次日，你可知刘国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有一位威名赫赫的鬼大夫。那你可知那鬼大夫叫什么名字？某不详。华雀，你再详细说说某不详。这某不详啊，男女莫辨，心狠手辣。最开始是作为丞相的门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当他在刘国拥有一定名气之后，他便直接杀了丞相，取而代之。你的意思是，现在某不详是刘国的丞相？没错，某相啊，心狠手辣，若有不从他者，杀无赦，就连刘国的皇帝都忌惮他3分呢。华雀，我想见一见这位某不详。哎呦，不行，这某不详啊，可见不得呀。华雀，此事你放心，交给为师来做。你现在只需再次回到三皇子的府中。啊，师傅，你说啥？目前三皇子府中是最为安全的地方，你待在那里对你也好。汤思思凑近华雀的耳朵，对他交代着什么。他所说的内容让一个年到中年的老者红了脸。师傅，你真要如此吗？若是不如此，他恐怕怀不上后代。去试试看，主要是培养一个试管婴儿十分繁琐，而且成功率不高。1个月后，太子妃，今日你便出月子了，想去哪玩？太子妃，我们去吃火锅吧。好啊。他伺候唐思思换了衣服之后，二人刚打算出门，却走到门口被如影拦住了。太子妃，太子特地吩咐了，您今日不要出门。为何？属下不知。尹大人，请你通融一下吧。绿梦姑娘，我只是个下人，只会听主子的命令行事。他到了偏殿，抱着乐乐。乐乐一见唐思思，便高兴地用手在空中抓着。太子妃，你说太子为何不让我们出去啊？莫不成是我们最近做了让太子不开心的事儿？绿梦，我待会儿让火锅店的人送一份火锅到东宫来，就算你今日没有外出，也能吃上火锅。多谢太子妃。门外传来了楚群琛的声音。太子妃可还在房中？在。他听着这一句在，便一下子推开了门。老婆。当他看见唐思思的时候，便径直走到他面前，将他怀里的乐乐递给了绿梦。绿梦，你负责好好照顾乐乐，快去。绿梦脑子一片空白，抱着乐乐便出去了。老婆，我可忍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忍心啊？这么好看。一辆马车停在了司堂奶茶店门前。何事如此喧哗啊？回主子的话，有大量的人围在前面那家店，堵住了我们的去路。何店有如此人气？司堂奶茶店。有趣。主人，您要尝一尝吗？待我们回了客栈，你再来排队买几杯回来。是，主人。客栈内，他们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方桌前，桌子上放着几杯奶茶。温思如将其中一杯粉色的递给他。某大人，你尝尝，这是司堂奶茶店今日推出的新品草莓波波奶茶。某不详喝了一口。此物妙哉，这唐思思开的店果然非同寻常啊。他会的东西还很多，若是能让他与我们一派，我们想做的事情易如反掌。温大人，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立国讲求一男只侍一妇，你既然已经嫁给了严将军，而且严将军为了你遣散了他府中的其余男人，你就应该对他一心一意。若再惦记着其他女人，那便是薄情寡义了。某大人这般说，倒是有情有义的紧，只是不知与你师出同门的大师兄现在何处啊？你既知道我与大师兄的事情，便知道他的事情便是我的逆鳞。你触碰了我的逆鳞，你可知下场会如何？某大人，你是个聪明人，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若是手中没有能镇得住你的东西，我也不敢这般与你合作。哦，温大人，你倒是说说，你究竟手中握了何物，才敢有如此的勇气啊？你的大师兄。这么好看，你的大师兄点个订阅吧。并没有死，当年便是我亲手杀了他，埋了他，想不到吧？哈哈哈！对于别人，你或许并不会失手，但是对于你的大师兄，因为你爱他、恨他、恼他，你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没办法辨别他是否真的死了，便将他草草埋了，导致他后来从你埋的黄土堆里爬了出来。他若从黄土堆里爬了出来，为何不来杀了我？他是想手刃你，毕竟你不只是杀了他，还杀了你的师傅，你所有同门师兄弟们。包大人，我一直很好奇，你究竟还爱不爱你的大师兄啊？若是爱，为何你最后可以一刀砍了他？若是不爱，为何你最后只埋了他？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师傅说过的一句话。你这个低贱的东西，你永远翻不起什么风浪，想与我女儿斗，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也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要我娶你，可你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温大人，你说呢？我说还爱。温大人不要忘了，你会去调查我，难道我便不会去调查你？大公主也悄悄来了要过，若我们不赶快行动，若被大公主抢了先，你便失了先机了。师爷，一个蒙面人飞跃而入，朝着某不祥的床就砍了过去。
可当他的刀接触到被子时，他眼中惊愕，某不祥不在床上。床板翻动，几只暗箭飞了出去，蒙面人飞身去躲暗箭，便也顺势逃了出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温思如走了进来，能从某大人的房中全身而退的人，那就不是一般人。某不祥从床上的暗格内出来，想要杀他的人太多，所以他一般不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床下面的暗格里。既然温大人早就知道今晚会有人要来，不提前告知你的盟友，却在一旁看戏，真是让人心寒呐。某大人又不是睡在床上，他无法真正伤害到某大人。我主要还是想看一看某大人来一个梦中捉鳖嘛。我们来到了他的地盘，总不能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将他的左膀右臂给卸了吧？某大人不必如此担心，我与楚寻琛有过接触，他绝非外界传言那般可怕。依我之见，就算今日你杀了他的人，明日他还得假装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要过。温大人，都说你们立国男子为了讨女子欢心，心思多得很。今日看来，也不仅仅是在讨好女子的时候心思多。温大人自己不敢去动楚寻琛这颗雷，便让我去动，还真是厉害啊！可他都欺负到你床上来了，你还能忍？此事我自会处理，不劳温大人费心。慢走，不送。某大人，你好生休息。他出去之后，才看见严洪山一直在某不祥的房间等他。思如，某不祥的小变态有没有为难你啊？他确实不会按照常理出牌，但我和他的目的一样的，就算我言语上激怒他，他也不会对我动手。思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小心一些。他在18岁之前，她是个女子，可是在她18岁之后，他却变成了男子。我觉得此事儿过于蹊跷了。严将军，如果有一日我背叛了你，害得你家破人亡，亲手剁你手筋脚筋，在你面前与你最恨的人亲热，你会怎么样？思如，你告诉我，你会如何？我虽然爱你、敬你、怜你，你可以伤害我，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家人，否则我宁愿杀了你。燕红山说完这些，他便转身离开了。他不知温思如说的是真是假，但是他还是伤心了。这么好看。次日中午，唐思思终于醒了。她此时腰酸背痛，若不是肚子饿了，她真的还想再睡一阵子。楚寻琛，他也太可怕了吧！绿梦听到动静，他连忙端着饭菜便进来了。太子妃，太子殿下吩咐了，我们每隔半个小时便做一顿饭，以确保太子妃醒来之后便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太子去了何处？与如影大人坐在书房议事。太子殿下也吩咐了，若是太子妃想见他，奴婢马上去通报一声，太子会立即过来。不用了。他简单洗漱过后，吃了一些东西。唐思思吃完东西，擦了嘴，然后往偏殿走去。乐乐在保温箱里待了1个多月，他已经发育健全，和其他婴儿一样。一个人出现在绿梦身后，他一个手刀将绿梦打晕。苏公子，一切按照计划行事。唐姑娘，请你放心，我苏某就算是豁出命，也会护他周全。出发吧。他不敢再多看乐乐一眼，真是害怕多看一眼，他便舍不得将他送走了。但是为了乐乐的安全，为了他与楚寻琛在这场博弈中不处于被动地位，为了给药国赢几分胜算，他必须要将乐乐送走，送到一个他们无法找到他而且十分安全的地方。有苏兰仓保护他，他还不放心，还必须有一个医术高明的人看着他，有一个极其细心的人照顾他，他方可放心。而他选的人还有华雀、秋霜和冬梅。他将绿梦扶到外面去，为他扎了几针。绿梦醒了过来。太子妃，我这是如何了？大概这段时间过于劳累，你晕倒了。劳累？为了犒劳你呢，我们今日出去逛街，给你挑几件礼物。不，太子妃，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无需礼物啊。你不需要是你的态度，而我想给你送是我的心意。绿梦，别拒绝我。多谢太子妃。二人收拾了一下便出门了。太子妃，你要去何处？尹大人最近清闲的紧呐。主人吩咐了，若是太子妃要去什么地方，便由我亲自驾马车送太子妃过去，接太子妃回来。我们出去逛街，你一个大男人跟着，岂不尴尬？不尴尬。那好吧，那你便跟着吧。这么好看。太子妃，我们要去哪里？会不会去秋霜冬梅姐姐的店里呀？他们二人最近忙得不可开交，为了收购更好的原料，已经离开洛城了。绿梦的脸上满是失望。这样啊。不过你若是想喝奶茶，我们依旧可以过去喝呀。太子妃，太子早就准备好了，热腾腾的奶茶呀，就在马车内的小桌子下面。绿梦勾下身子，果然看见了一排的奶茶。主人不知道太子妃喜欢喝什么样的口味，所以每一样都买了1种。你喜欢喝哪一杯，你自己挑吧。太子妃，您是主子，您先选。你知道在我这里没这些规矩啊。太子妃，奴婢不敢。那好吧。唐思思选了一杯奶茶，然后又给绿梦拿了一杯。以后记得对你主子说，买奶茶可以，但是不要浪费。太子妃啊，请放心啊，你们挑剩下的奶茶，属下会带回去给兄弟们喝。突然马车停了下来。你这疯女人，在我家店内喝了1宿，却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就是来白吃白喝的。你休得胡言。长得好手好脚，却不劳动，就想着吃白食，像你这样的女人，真是让人唾弃。你这般侮辱本将军，小心本将军杀了你。
你说你是将军，真是好笑。你若是将军，我便是玉皇大帝。他没撒谎，你若再多说一个字，他真的会杀了你。唐思思，听着这3个字，酒肆老板被吓得全身发抖。唐思思，这不是太子妃的名字吗？酒肆包间内，严红山抱着唐思思就是一顿哭。严红山一把鼻涕一把泪抹在唐思思身上。这是巡臣今年刚给我做的真丝拳，你若给我弄脏了，可是要真金白银赔给我呀。赔就赔你，你有男人宠，你不得了。这也是心思万千的严将军说出来的话。唐思思，知己难寻，你是最懂我严红山之人，也是我曾经挚友，可是我却为了一个男人抛弃了你。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选温思如还是选我？选温思如。这么好看，思思，点个订阅吧。我们严家就我一根独苗，若是我一直无后，我的母亲不会同意，她肯定会逼我再娶。那你就加把劲儿呗。我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加把劲儿都是不行的。思思，我知道你方法多，你就看在我们曾经是好姐妹的份上，再帮我最后一次。我们曾经是好姐妹，你却为一个男人背叛了我，而时至今日，你在我和温思如之间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思思，以前是我对不住你，只要你这次愿意帮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那好，一言为定。思思，你说我应该怎么做？首先呀，咱们得知道男人的心理，他越是容易得到的，或者他知道无论他怎么做，对方都不会离开他的，他们便不会珍惜。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恢复你的本性，你喜欢哪个男人，便将哪个男人接到府中来，你爱和谁一起出去玩，便和谁一起出去玩。温思如不来找你，你便不要去找他，看谁熬得住。可这样做真的有用吗？一来，你之前对他长时间的非常好，一旦这种好终止了，他会出现强烈的不习惯。二来，你是立国的严将军，你们严家掌握着立国极其重要的兵权，他需要你的帮助，他不可能任由你对他始乱终弃。我不会对他始乱终弃。假装，我说的都是假装。你若还想与他有个未来，你便按照我说的去做。你若做到了，你和他还有幸福的可能。我会做的。那便好。当然，我不能白帮你，你也得帮我。思思，你说你需要我帮你什么？你们可是与某不祥住在一起？是。我想知道某不祥的事情，只要是你知道的，事无巨细描述给我。可是某不祥绝非平庸普通之辈，我想在他面前耍花样，不太现实啊。你只需当好一棵墙头草即可。你可将我的事情告诉他，让他以为你是安在我身底的卧底。这么好看，某不祥，本将军所说之事件件属实，你若不信，本将军也没有办法。你说唐思思让你当他的卧底？没错，他确实是这样说的。那你既然答应了他，为何又向我坦白此事？他是我的友人，而思如是我的夫君，这二者我会选谁？显而易见呀。某不祥听罢，突然大笑起来，他这笑声诡异莫测，让人琢磨不透。晚了，本将军要回去休息了。严将军，何事啊？将军对温大人这般爱而不得，为何还要事事为他着想？不是严将军跟了我定会善待将军。不了，我瞧不上。他说完这句话，便快速出去了。他刚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屋子，便从屋子内传来了温思如的声音：“你今日与唐思思见面都说了什么？”我们说了很多话，但是我与他说的话，为何要说给你听？现在是关键时期，你最好将你们所说的话都说给我听听。我不说，你能奈我何？他说完这句话，便已经脱了外衣，在床上躺着了。你今日说话怪怪的。温思如，经过这么多事情，我也想通了。既然你的心不在我身上，我也没必要在你身上耗着。立国男人被休是最丢脸的事情，我不休你，我们二人相安无事的过日子。你找你喜欢的女人，我找我喜欢的男人。你今日如何了？想通了而已。严将军，我觉得你我二人在一起是对立国最好的选择。我不要最好的选择。你是立国的将军，你不可意气用事。不想留下来过夜，就赶紧走。温思如轻轻叹了息了一声，然后离开了他的房间。温思如回到房间之后，也没有点灯，她坐在黑暗中，想着今日严红山对她所做的一切，她陷入了沉思。这么好看，我今日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去看乐乐，却发现乐乐不见了。太子，你再说一遍，乐乐不见了。绿梦，你先下去。他一步三回头的出去了，然后关上了门。尹大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什么？我刚才听说乐乐不见了。哦，知道。太子殿下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偏殿看望乐乐。那你们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何不去寻找乐乐？因为太子妃打了招呼，所以他们才放心的。什么？主人也说了，既然太子妃这般做，便有他这般做的理由。主子们的事情我们少管为妙。你将乐乐送到哪里去了？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他那么小，我也舍不得呀。可是我没有办法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冒险。我是怕你舍不得。有苏公子保护乐乐，我是放心的。为今之计，
唯有快些将立国与刘国之事了结，才能一家团圆。昨日我见了严红山，严红山答应成为我的眼线，他将唐思思抱得更紧了。我打听过某不祥的体系，某不祥原本出自苍穹派，是门派里的一名女弟子。当初她与她的大师兄两情相悦，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一次偶然，她的大师兄发现了某不祥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个秘密，大师兄和她疏远了，进而与门派里的小师妹走到了一起。就在大师兄与小师妹要成婚的当晚，某不祥便屠杀了苍穹派满门，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大师兄。他不男不女的秘密是，原本此事之前，就连某不祥都觉得她是一个女人，但是其实她是一个男人。那也就是说，某不祥以前并不叫某不祥，他叫花蕊。老公，以我对温思如的了解，温思如不可能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她为何会和某不祥这样一匹恶狼为伍？温思如握住了某不祥的软肋。像某不祥那样的人还有软肋？我猜想，曾经苍穹派的大师兄并没有死。什么？某不祥在刘国崛起之后，曾有人去打探过他的底细，他的仇敌很多，有人恨他入骨，但又无法奈何他，所以他们找过他的大师兄的坟墓，并刨了他的坟，结果里面并无尸体。没错，具体如何，我并未得到实际的消息，只是我得到的消息称，温思如曾派人去过苍穹派大师兄的埋骨之地，并且在此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联想到现在温思如的种种行为，或许他真的知道那位大师兄在何处。某不祥既亲手杀过他的大师兄，那么现在大师兄还是他的软肋吗？不确定，不过若说现在某不祥还有什么软肋，那便是他的大师兄了。地牢内，那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女子被铁锁锁住，如影替唐思思搬来了沙发。唐思思入座之后，他才缓缓道来。这个女子的嘴巴不硬，只受了几轮酷刑，她便已经招了。可是她说知道的并不多，她说的几乎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如影，给她松绑。太子妃，她是个女子，受不得这些苦，给她松绑。两名死卫替女子松了绑，女人瞬间便瘫在地上。扶她坐下，给她喝口水吧。唐思思，我现在落到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但请你别在这里假惺惺的，我听了恶心。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你只需回答我3个问题。3个问题之后，我不仅给你自由身，还将你体内的假体取出。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你既然被他们整成了一个与我相似的人，那你就应该知道，这世上除了我之外，恐怕再无第2个人有能力让你变成以前的你了。你说话当真？当然当真。如果你想彻底摆脱以前的生活，我还可以让你与从前发生变化，让他们认不出你来。你问，在你们一起被整容的人群中有没有男子？有，你将那些男子的共同特征都说出来。当时与我关在一起有好几个男子，不过他们都是按照一个模子雕刻的，丹凤眼、劲风眉、微薄唇。你可能将那些样子画出来吗？女人点了点头。半个时辰之后，唐思思拿到了画像。他们对这名男子的制造要求很高，只要中途有丝毫的失败，便会将那男子直接杀了。最后制造成功的男子一共有3人，听说有某大人过目之后选了其中1人，其余2人便被通通杀了。3个问题已经问完，唐思思也大概明白了。某不祥果然造了他的大师兄，看来在他眼中他还是爱他的，所以他更倾向于当一个女人。如影，你先给他安排一个住所，等他身子养得差不多了，能够手术的时候，我会亲自给他手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某不祥的房间内，他给自己化了艳丽的妆，穿着一身紫色罗裙。大师兄，你过来呀！男子看着某不祥，他愣愣站着，冷汗一个劲儿的往外冒。大师兄，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啊。不怕。既然不怕，那你为何的身子要抖啊？某不祥喊完，他便抽出鞭子，对着男人一鞭鞭的打了下去。男子惨叫，他疼得直接倒在地上。你这薄情汉，你以前说过要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可当你知道我的秘密之后，你立即变了心，与你那小师妹在一起了。你还要我亲眼看着你们2人成婚，你这般薄情，我要杀了你！某大人，饶命啊，饶命啊！某大人，你以前都叫我蕊儿，你现在叫我某大人，不男不女的某大人。我知道你嫌弃我，你嫌弃我不男不女，嫌弃我不能生育，甚至不能和你有鱼水之欢。蕊儿，饶了我吧！男人已经在某不祥身边待了一段时间了，他知道当某不祥失控之后，唯有顺从他，才有可能活路。冒牌货就是冒牌货，你若有他1半的骨气，我也不至于时不时就出戏。他说罢，一下子将男人扔出了他的房间。另一边，男人还趴在地上，2个女人则是平时照顾他的丫鬟。这个男人原本的名字，或许除了男人自己，再没有人记得了。但是现在他叫宫九雀，是曾经苍穹派的大师兄，更是某大人爱而不得的心上人。某大人每晚都会召见宫九雀，宫九雀每晚都会受到虐待，或打或骂。公子，奴婢不敢给您上药，不敢给您请大夫，您一定要撑住啊！你们说我要如何才能摆脱某不祥啊？公子，我们哪敢打听某大人的事情啊？那他今日见了何人？今日某大人见了温大人。你们能帮我最后一个忙吗？公子请讲。我要与那位温大人见一面。公子，求你放过我们，我们不想死，不想死呀！你们起来吧。公子，您还……你们放心，我不会出去，也不会去见什么人，回去安心睡觉吧。多谢
谢公子。这么好看，是夜，楚玄琛终于回来了。唐思思并未休息，不管他回来的多晚，他都会等着楚玄琛。楚玄琛见了唐思思之后，便从他的身后抱住她，他将头埋在她的脖颈处，猛地吸了一口她身上的香气。老婆，以后不用等我，自己先睡。你我二人虽然是夫妻，但一天之间相见的时间少之又少。我若还不趁着晚上见你几面，怕这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你的面。老婆，抱歉，等我忙完了这阵子。他转过身，也抱住了楚玄琛。老公，此事急不得，我们得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他们还未找出在药国与某不祥里应外合之人，所以一切行动还需要小心谨慎。老婆，其实我有些担忧。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既做了对不起国家与国民的事情，那么他便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老公，你不必可怜这样的人。叶红山来到温思如房前，他敲了敲门。进来。温大人，有一事我想与你商量一下。何事？温大人，我想纳尔夫。胡闹！我没有胡闹。那宫九雀是某大人的男人，你这般做不属于某大人做对吗？宫九雀是我用1万金兵换的，他现在已经不是某不祥的男人了。你我二人徒有夫妻之命，并无夫妻之实。你若想纳尔夫便纳尔夫，但你休想让我替你操办，也休想我会出席你们的嫁娶现场。好。他说完这个字，便离开了他的房间。房门刚被关上，他便迅速转头，心中突然多了一丝落寞。就在他与锦华成婚当夜，他的人给他送了一封800里加急的信件。他看到信中的内容，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信件掉落在地，他都毫无察觉。锦华走到严红山面前，捡起了那封信。他看着上面的内容，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严将军，温大人他……我认识娘的字，这便是娘的亲笔信件。信件中写得很清楚，是温大人的人去刺杀严老将军。若不是副官及时赶到，严老将军恐怕已经命丧黄泉了。严将军虽说这字迹像是严老将军的，但是这内容也极可能是仿的。温大人是你的夫君，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我自有打算。咣当一声，严红山新房的大门被某不祥一脚踢开。严红山，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在家偷偷娶我的大师兄？某大人，你已经将公主雀卖给我了，现在他入了我的门，便是我的男人。这么好看，你的男人？小师妹，你明知我与大师兄情投意合，你为何要从中横插一脚？某不祥，你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究竟是谁。大师兄，只要你亲手杀了他，我便与你和好如初。锦华，你便如了他的意，让他放松警惕。你说的是真话？是，没错，就是这样。小师妹，对不住了。他的大师兄终于选择他了，可是下一秒，锦华手中的长剑却贯穿了他的胸口。你骗我，你还是骗了我，你作恶多端，这是你罪有应得。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演戏，你以为我无法躲开你的剑？大师兄啊，大师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我就是不想醒来，我就想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我之间是不是还是无丝毫可能？此时叶红山走了过去，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十分好奇，某不祥究竟是男是女？他抓住某不祥的衣服，正准备扯开他的衣服之时，严将军，请慢。叶红山回头，他整个人都震惊了。他看了看就在他身边的锦华，以及站在不远处的男人，这二人的脸简直一模一样。难道他就是真正的宫九雀？蕊儿，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出现了。蕊儿，我来带你回家。他抱着某不祥离开，此时的某不祥就像一个女子一般，幸福地依偎在他的怀里。此时唐思思的马车出现了，他的声音从马车内传了出来：严将军，思思，宫九雀出现了，某不祥受伤了，我们现在应该将他们一网打尽啊！宫九雀是我找来的。思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猜想的不错，你的夫君温思如其实早就知道宫九雀没有死，并且他还知道宫九雀真正的藏身之地。还有一件事儿，我与某不祥在私下早就见过面了。思思，我的脑袋反应不过来，你再说一遍。某不祥想要的其实并不是江山，他想要的自始至终都是宫九雀。我只是告诉他，若是他能与我合作，那我可以帮助他逼宫九雀来见他。可他杀了师傅，杀了小师妹，为何宫九雀还会来救他呢？红山，你不觉得奇怪吗？哪里奇怪？几年前的花蕊只是穹苍派的一个门徒，为何他会有能力以一己之力灭了整个苍穹派呢？你的意思是，此事另有乾坤？是。这么好看，半月后，桃花村。思思，他们二人是谁呀？一对苦命鸳鸯。哎，这年头的苦命鸳鸯真多呀。不过是我眼拙没看清楚，我怎么觉得这两人都是男子啊？其中有一人是女子，那个矮一点的，嘘，小点声，别让他听见了。思思，矮一点的究竟是不是女子啊？唐思思点了点头，他已经给某不祥做了仔细的检查。某不祥的染色体属于2个 X， 但是他又很特殊，他的 X 染色体出现了突变，所以在他12、13岁的时候，他开始出现男人的特征。但是从基因的意义上来说，他的性别还是女。他可以通过手术让某不祥变成外形上正常的女人。现在某不祥最强烈的欲求，他要变成女人。
这事儿今天多做几个菜。好嘞。唐思思进去之后，某不祥用期盼的眼神看着他。你不用这般看着我，此手术劳心劳力。再说你我二人远日有约，近日有仇，我不可能平白无故帮你。唐姑娘，只要我公母可以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真相？什么真相？当年穹苍派灭亡的真相。真相就是如此。不对，那不是真相。不管你信不信，那就是真相。你若不想给我治，那我就不治。所以当初穹苍派灭门是你的大师兄做的。唐思思，你想死是吗？你若是个男人，便大胆承认了吧，何苦让一个女人来替你受罪？大师兄，你别听他胡说，他能言善辩，这是他的激将法。蕊儿，这些年你为了维护我的形象，已经受过太多非议了。师父和小师妹他们是被我杀的。你为何要这般做？往事不必再说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给蕊儿做手术吧。大师兄，为何不能说是师父和师兄弟他们？求大师兄杀了他们。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何事？他们得了一种怪病，可是会双目赤红，失去理智，情绪暴躁，容易扰人。是，这种类似的病也在药国出现过。那是故意投放此病的人是你还是温思如？我花蕊向来敢做敢当，但是没做过的事情绝不承认。温思如为何有这种病？5年前，天降流星于穹苍派，穹苍派人员将流星带回，并交予师父。师父将流星供奉着，每日早晚都要烧香膜拜。但是，谁知随着膜拜流星的时间越长，师兄弟们逐渐出现异常，他们双目赤红，失去理智，容易咬人。公公子，只要你愿意帮助我，且花蕊不欲继续做坏事，我便会尽快安排他做手术。太子妃，此事请你来安排。你们暂时就在这里休养，这里环境优雅，风景宜人，而且还有我安排的人在保护你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报！太子妃，桃花村出事了！你说什么？太子妃，桃花村便升起了一种怪物，然后我们便晕倒了。等我们醒来之时，宫九雀和某不祥全都不见了。另一边，主人云的地下暗室里，某大人，你还记得我吗？楚人云，就算化作灰，我也认得你。当初是你跪在地上求我，我才愿意与你合作。某大人，你也知道，当初你是这么为难我的，现在你在我手中，你猜我会如何对待你？楚人云的话说完，宫九却被蒙着黑布带过来了。你心中有怨气，尽管冲我来，别伤害他。只伤害你，那多没意思。我倒是要看看你们二人啊，究竟谁对谁的感情比较深呢？他说完，便扔给了宫九雀一把匕首。宫九雀，我数到3，如果你没有对自己下得去手，我就立马杀了他。大师兄，不要啊！蕊儿，我愧对苍穹派，会对师父，会对你。若是我死了，你能好好的活下去，那我愿意以死谢罪。1、2、3。就在楚人云喊出3的那一刻，宫九雀快速在自己身上插着刀子。不要啊！好好活下去。他说完这句话，便垂下了脑袋。不要啊！大师兄，来人呐，将他们的尸体拖到后山去喂狼。楚人云，拿命来！某不祥朝着楚人云纵身跃起，楚人云刚准备闪躲，一颗石子从他身后袭来，刚好打中他的穴位，让他动弹不得。而四周升起浓烟，浓烟中带有迷雾，很多闻见迷雾的人都纷纷倒下。他将一个玉珠子塞入他的口中，一抬起他的下巴，玉珠子滚入他的口中。当初你吃了从师父肚子里面剥出来的流星，身体这才恢复。但是当初从天而降的流星不止1颗，当初一共有2颗流星，一颗取名为喜，一颗取名为邪。喜则是能治百病，延绵益寿，而邪却可以让人得怪病，最后癫狂而亡。他给楚人云灌下的正是用邪打造成的珠子。他吼完这句话，便被华雀拉了起来。华雀带着他逃离了楚人云的府邸。他们2人刚走几步，如影便带着人来了。某大人，华大夫，请你们跟我来，替我向唐思思说一声谢谢。某大人放心，我一定将这话传到。以后不管我某不祥有什么动作，都不会威胁到药国以及他的安危。他说完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桃花村。15日后，楚寻琛登基。楚寻琛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唐思思为后，乐乐归锦乐公主，苏家冤情得以昭雪，苏澜苍继承父亲职位，守护药国边境安全。唐延松被封一品护国大将军，是神武军的绝对领导者。药国不仅男女平等，并且在唐思思的推动下，药国大办学堂，鼓励适龄男女都可上学。为解决粮食问题，唐思思亲自写的《农作物种植》一书在全国内推广。为了解决古代医疗条件差和医术不高、人口寿命短的问题，唐思思还亲自培训太医们的医术。一个新的盛世即将开启。